天灵山，灵气萦绕，云雾缠绕之地。在半山腰的一栋小屋中，男子正侧躺在床上，不停奖励自己。片刻后，浑身打了个冷战，只感觉失去了浑身力气，昏昏欲睡。叮！恭喜宿主成功激活修炼返还系统，检测完毕。宿主姓名：江巡。宿主寿命：83。宿主灵根：杂灵根。宿主体质：废人。宿主修为：炼气3层。叮！系统赠送宿主可怜大礼包，是否开启？只感觉自己就要这么睡过去，再也醒不来的江巡猛地睁开了眼，顿时来了精神。江巡是83年前穿越到这个修仙世界的现代青年，虽然在10岁那年凭借着有灵根勉强加入了一个名为合欢宗的宗门，奈何是杂灵根，修炼天赋极其有限，混了70年还是一个炼气4重的外门弟子，在山腰的这栋小屋中几乎都快被人遗忘了。今日江巡感觉自己寿元将近，有一种随时都要死的感觉，想着死也不能死得这么憋屈吧，至少人死掉朝天吧。于是运转浑身灵力，让自己支棱起来，打算来一个精尽人亡。没成想第一次手艺活刚结束，他就感觉自己不行个屁了，眼睛一闭人就要过去了。更没想到耳边突然传来这个系统的声音，整个人直接是回光返照。穿越者还真有系统啊，而且这调系统的激活条件也太扯了吧，一定要冲死才能激活吗？难怪这么多年都没反应。江巡猛地一个打挺，从床上坐起，腰直接是咔嚓一声，开礼包。叮！关怀大礼包开启，恭喜宿主获得小还丹、灵根修改、体质修改、天阶功法。筑基以下，修炼丹药不等。系统空间已激活，聚灵丹 X10、玄灵丹 X10、驻颜丹 X10、大还丹 X10已进入系统空间。灵根修改完毕，恭喜宿主获得神雷灵根。体质修改完毕，恭喜宿主获得钢筋铁骨。天级功法获取完毕，恭喜宿主获得血涌天罗，已进入脑海。功法等级由低到高为黄玄的天4阶。看到有小还丹，江巡连忙心念一动，打开系统空间，选择取出小还丹。小还丹立刻出现在江巡手中，没有丝毫犹豫的江巡一口吞下。小还丹有恢复修士伤势的作用，还能够略微延寿。从系统来看，自己的寿命果然已经到头了，赶快吃个小还丹恢复一下。叮！宿主寿命83、90。江伯，你在吗？就在此时，江巡破屋门口传来敲门声和一个女子的声音。其实不用他开口，江巡都知道是谁，这是把自己当大冤种的白眼狼干侄女梁云云来了。这么些年会来他这里的只有一个人，便是和他同期入门的一位对江巡多有关照的朋友，临死前托付给他的孩子。江巡的年纪比那位朋友大一些，所以他的孩子叫江巡一声江伯。因为朋友对自己的关照，这些年来江巡对他的孩子也是视如己出，方方面面都照顾着他。而且知道自己修炼天赋有限的江巡，这些年把自己炼的丹药和宗门给的丹药也都给了他。可随着自己年纪越来越大，在宗门越来越不受用，七老八十还只是个炼气期，宗门内的弟子开始嫌弃江巡，说是宗门里的狗都能骂江巡，一句都不为过。说江巡七老八十，对宗门的贡献还没一只狗强，还死皮赖脸的待在宗门，还不快滚！还说江巡这张老脸看着就让人作呕，简直是合欢宗的耻辱。实在不是江巡不想走，是他老的走不动了，根本没力气下山。梁云云也在宗门人的影响下，渐渐对江巡产生改观。本来他是很喜欢对自己多有照顾的江伯的，但是听到宗门人那些话，再看江巡这张老脸，他也觉得作呕了。而且因为江巡的缘故，宗门人都开始远离梁云云了。为了不让自己陷入和江巡一样的境地，梁云云也开始说辱骂江巡，而且是骂得最难听的那个。后来找江巡都是偷偷摸摸来的。江巡起身下床，身体都利索了不少，踱步来到门前，打开吱呀作响的木门，看向门前身着白衣、身姿窈窕、皮肤白嫩漂亮的少女。云云来了。江伯。梁云云看了江巡一眼，连忙挪开目光，俏美的脸蛋上挤出一个极难看的笑容。她差点吐出来，因为木门打开的瞬间，她闻到了一股让人作呕的老人味。其实江巡身上没有味道，这都是他的心理作用在作祟。江伯，您上次给我的丹药我用完了，再给我些。梁云云伸手就要，因为自认废人的江巡这些年给他丹药毫不犹豫，他一个人独享2个人的修炼资源，已经养成习惯了。现在梁云云30岁，已经是炼气6层。江巡虽然也知道他在外面说自己的坏话，但当时的江巡心如死灰，也不是梁云云的对手，只能放任。然而现在江巡有了系统，正是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刻，绝不再继续容忍。此后我不可能再给你一颗丹药，
你走吧。江巡摆手道。为何？江伯，我爸还在世时没少关照你吧？他把我托付给你，你就这么报答他吗？梁云云闻言皱眉。你这些年对我都是怎么说我的？你真当我不知道？养育你20年，养出一只白眼狼，我已经仁至义尽，梁兄的恩已然报完，现在还能心平气和地和你说话，也是给梁兄面子。快走吧，以后别再来了。江巡看着梁云云道。嘿，以前还真没发现，这梁云云身材是越来越不错了，较为宽松的白袍都挡不住她发育丰满的胸部。江伯，我知道错了，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以后不会说您坏话了。梁云云闻言沉默片刻，随后道：在他看来，江巡也活不了几年了，现在就先委曲求全，把丹药要下再说。毕竟作为修士，总不能跟丹药过不去吧。滚！江巡说罢就要关门。江伯，梁云云连忙一把抓住木门，把衣领狠狠往下扯，露出半个。江伯，如果我陪你一晚，你能原谅我吗？虽然自己还是第一次，但这老头应该不行吧？你爹在天之灵要是知道你说出这种话，该有多伤心。江巡看着梁云云说道。江伯，这里是合欢宗啊。梁云云愣了一下，而后理所当然道。你……江巡哑然，自从自己上了合欢宗，就无人愿意与他结成道侣，不然他也不至于七老八十了还是一个人啊。就一颗。看着梁云云那白色圆润，江巡还是心动了，随后伸出一根手指。我打了一辈子光棍，还不能享受享受。梁兄，你在天之灵先闭一会眼吧，至少2颗吧。梁云云皱眉道。你爱要不要？江巡摇摇头。你……梁云云见状咬着牙，一副要吃了江巡的样子。他可真想杀了这老头夺丹，可说实在的，他不舍得，因为江巡对他的帮助确实很大，没有人会把自己的珍贵的修炼资源让给别人的。外门弟子的修炼资源都是十分稀缺的，每个人都自顾不暇，除了江巡之外，更不会有人帮他，哪怕是他愿意去陪睡都不行。就算有1次、2次，也不会有更多次了。而江巡能给他很多，现在把他杀了，夺走1颗聚灵丹，以后就会少得到很多聚灵丹。这个世界强者为尊，没有实力，没有丹药，什么都是空谈。他现在必须要努力提升修为，早日成为内门弟子，这样才能得到更多修炼资源。反正这件事也不会传出去，梁云云干脆就决定陪睡。颇有事业心的梁云云还是决定走进江巡的房间。扑通，江巡勾起嘴角，关上木门，走进屋内。可1刻后，江巡发现自己居然制棱不起来。梁云云松了一大口气，暗自窃喜，果然如自己所料。江巡当然不信这个邪，悄悄吞下1颗聚灵丹，开始运转血涌天罗，功法运转之下，果然血涌。下一刻，梁云云就笑不出来了。1个时辰后，梁云云扶着门走出江巡的房间，把门带上，记住了，以后再来要丹药，就代表你愿意做这个交换。江巡的声音从梁云云背后传来，而梁云云看着手中的聚灵丹，怀疑人生了。他本来就是在赌江巡这把年纪绝对不行，可是他错了，这他妈是老头。自己这些年来有江巡的修炼资源帮助，根本就无需用双修来修炼。本想着有朝一日突破筑基，离开合欢宗，却不曾想今日被这老头夺去了清白。梁云云打了个寒战，回头看了一眼木屋，愤恨地吐了口水，关上门，随后离开。好歹这聚灵丹还是拿到了，心里还能平衡一些。江巡这边则在梁云云离开之后，美滋滋地躺在床上，旁边还有一滩嫣红。没想到这小妞嘴上说的这里是合欢宗啊，可实际上却是第一次。看来他根本就以为自己举不起来，这才把自己给赔上了。别说这把老骨头这么一顿折腾还真挺累的，不过梁云云这小妞到后面肯定是服了，而且刚才服下聚灵丹进行双修，就连卡了他40年的境界都提升到炼气4层了。这个世界的境界分为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化神、炼虚、合体、大成、渡劫9大境界，每个境界又分为1到9层。丁，恭喜宿主完成合欢宗首战，获得奖励修炼点 X20。系统奖励方式：通过任意修炼方式可获得数量不等修炼点，每10点修炼点等于1年苦修。江巡见状坐了起来，打开系统，开始研究自己得到的神雷灵根。这个灵根可以说是很变态了，它不但可以使用威力超过一般雷电的黑色雷电，而且一般的雷灵根修士根本无法伤到江巡分毫，在实力足够的情况下，甚至可以使天劫无效化，修炼速度也比之前那个勾巴杂灵根不知快多少倍。再看那本天阶功法，天阶功法可以说是稀世罕见，哪怕是大成境甚至渡劫境的人修炼的都不一定是天阶功法。这本血涌天罗可以让术者将自己的血液变成攻击手段，只要有充足的想象力，这功法的威力就会无穷大。比如变成大锤，变成长剑，变成坦克、大炮、加特林什么的。
核弹也不是不行啊。不过修炼这个功法需要充沛的血气，以江巡现在这个气血枯败的老头身躯，根本无法完全运转此功法，还是需要大量的天材地宝来补足气血，并突破到筑基，恢复青年身躯。随后，江巡打开系统空间，取出一枚聚灵丹，起身吞了下去，想试试自己的心灵根加上能运转的血涌天罗的极限，试试修炼的速度。江巡盘腿坐在地上，开始运转血涌天罗，并将20点修炼点全部使用。3个时辰后，江巡睁眼，身上出了很多汗的江巡十分兴奋，浑身都被汗水浸透。想要完全让聚灵丹产生作用，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沉淀。江巡便脱掉衣服去洗澡。江伯，江巡刚起身，外面又传来梁云云的声音：“怎么了？”江巡皱眉问道：“能再给我一颗吗？”“哦，那你进来。”江巡闻言笑道。梁云云闻言缓缓打开木门，一股汗臭味扑面而来，他强忍着关上门，走到江巡身边：“江伯，这次轻些，轻不了一点。”刚连续突破2层的江巡，现在浑身上下使不完的牛劲，正想发泄呢，梁云云就送上门来了。想必是刚才那颗聚灵丹他已经吃了，还不知足，又或者是刚才被自己搞服了，单纯想要。合欢宗的妖女还真是不得了啊！2个时辰后，梁云云躺在床上人妈了，怎么又变久了1个时辰啊？这年头想赚点丹药这么难了吗？梁云云拿着丹药离开后，江巡也开始继续修炼。首先便是将系统中的聚灵丹全部使用，吞下1颗聚灵丹，并将20点修炼丹使用后，江巡盘腿打坐开始修炼。刚才与梁云云的云雨并没有得到系统奖励的修炼点，因为梁云云的修为高于江巡，而双修所用的锁阳诀是无法吸收比自己修为高的人的灵力的，所以刚才根本就不算修炼。待江巡在睁眼时，又是3个时辰过去了。显然想从炼气4层突破到炼气5层，2颗聚灵丹和2年苦修还不够。至于玄灵丹，必须要在炼气6层之后再使用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就是浪费了。江巡脱掉衣服，洗了个澡之后开始做饭。无奈炼气期的修士还是需要吃喝拉撒的呀。与此同时，拿到第2颗聚灵丹的梁云云也修炼完毕。他从上1颗聚灵丹就发现了，这聚灵丹的纯度比以往江巡给他的聚灵丹都要高得多，可能是极品聚灵丹。这也是他会主动跑来找江巡的原因。这次使用聚灵丹，他也和一般的聚灵丹做过比对了，江巡给他的果然不是凡物。他身上会不会还有这种极品聚灵丹？不会他自己给吃了吧？想到这里，梁云云连忙起身，又往江巡小屋的方向跑去。碰碰碰，江伯，你睡了吗？梁云云敲响江巡房门，小声问道。此刻已经是深夜了。云云啊，你怎么又来了？江巡躺在浴桶中问道。江伯，我能进来吗？梁云云闻声连忙说道。江巡一想，正好可以让梁云云给自己搓澡啊。门没锁，进来吧。随着江巡话落，梁云云推门走进屋内，看到江巡在洗澡，稍微顿住脚步，随后还是关上门走了过去。不会又是来要丹药的吧？江巡仰头看着梁云云问道。这个角度，江巡的脸正好被2片圆形阴影笼罩了。梁云云还是挺有料的。是。梁云云点点头。江伯的聚灵丹莫非是极品吗？极品。江巡眉头轻皱。丹药分为凡品、下品、中品、上品，极品5阶。极品丹药非高阶丹师不可炼制，是非常稀有的东西。看来系统出品的丹药都是这种极品的好玩意啊。正是，给你2颗你就知足吧。江巡随后点点头。江伯，求您了，再给我1颗吧。我现在已经是炼气6层了，一般的聚灵丹对我确实是没有太大作用，玄灵丹又不是一般弟子能得到的。梁云云闻言听出江巡还有，连忙蹲在浴桶旁看着江巡哀求道。就这态度？江巡冷笑道。梁云云听后直接双膝跪地。江伯，您让我做什么都行，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丹药，如果我在今年之内还无法突破到炼气7层，恐怕就永远止步于此了。您看在我父亲的份上，看在我与您欢好的份上，您帮帮我吧。你父亲的情分已经尽了，你与我欢好只是交易，而你，我现在已经玩够了，你也不值3枚极品聚灵丹。江巡摇头笑道。求您了。梁云云双膝后退，在地上重重给江巡磕头。如果是因为我之前的言论，我会去向弟子们澄清的。先前跟他们说您和我没关系的话，也会跟他们说明白的。不是说我还没野狗有用吗？先给我学2声狗叫。江巡瞥了梁云云一眼道。我。梁云云闻言浑身一颤，还是趴在地上，咬着牙憋红了脸，用蚊子一般的声音：汪，汪，汪汪。梁云云在江巡的一声警告后，连忙放大声音大叫几声，还扭动屁股学着狗摇尾巴。江巡用毛巾狠狠抽在梁云云屁股上，疼得他直起了身体，一声痛嚎。啊！过来给我搓澡。
江巡闭眼靠在浴桶上，梁云云不敢有丝毫怨言，从地上爬起，来到江巡身边给江巡搓澡，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搓得干干净净，遇到不能搓的地方就由他自己用管理味觉的家伙清理，很是卖力。江巡在这个过程中也想了很多，梁云云那个道侣似乎已经是筑基的内门弟子了，现在的自己应该不是他的对手。虽说内门弟子已经没有道侣一说，但谁会不想左拥右抱呢？他一定还和梁云云保持着关系。如果自己和梁云云现在这种关系暴露给他道侣，让他知道自己戴了绿帽做了牛头人，甚至自己都没碰过的女人被江巡睡了，江巡怕是不会好受。为了防止这种意外，江巡还是决定先让梁云云对外界维持现状，不要暴露他们现在的关系。洗完澡，江巡从浴桶中走出，梁云云很有眼力见的帮江巡擦拭身体，穿上名衣浴衣，扶着江巡躺在床上后，去给江巡倒洗澡水，洗刷木桶。这么些年，你总算干了点大侄女该干的事。江巡看着收拾完又跪在自己床边低着头的梁云云说道。梁云云低着头闷不作声。江巡知道他这不是反思，只是有求于自己罢了，指不定现在心里正把自己杀了千百遍呢。之前你说出去澄清的事情先放放，我不需要。现在去洗个澡，然后自己上来，一身的臭汗。梁云云点头，起身前去洗澡。片刻后，梁云云反锁房门，布下隔音结界上床。这不是交易，只是你单方面的表现，懂？江巡看着梁云云道。知道了。梁云云的语气中带着些许哭腔，此刻无比懊悔自己之前对江巡的所作所为。万万没想到江巡一个将死之人会突然有这种能力啊！月余之后，江巡的聚灵丹已经全部消耗完毕，这期间只给了梁云云一颗，并且每天晚上梁云云都必须来江巡房中尽孝。江巡的实力也成功突破到炼气6层，并开始用玄灵丹进行修炼。到了傍晚，梁云云依旧按时来到江巡房间，照例先给江巡搓澡，又服侍江巡入睡，而且十分卖力。第二天一早，江巡睁眼时，梁云云已经准备好了早餐，并跪在床边。江伯，我只差一点就能突破炼气7层了，您再给我一颗聚灵丹吧。梁云云给江巡穿上拖鞋之后哀求道。没有。江巡起身走向餐桌，随口说道。他是真没啊。江伯，我这30多日的表现您还不满意吗？梁云云跪在地上转身喊道。江巡坐在餐桌上，抬头看着梁云云，就这程度，抵得过你对我数十年的背信弃义和辱骂？江伯，您到底还想让我如何？梁云云抬头看着江巡，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全部了，就一颗，就再给我一颗聚灵丹，我保证再也不要了，可以吗？他真的不想止步于炼气6层一辈子，到头来落得和江巡一样变得苍老的下场。可他现在想突破，只能指望江巡了。聚灵丹没有，但是江巡摇摇头。江巡，梁云云闻言，心里最后一道防线崩了，直接起身掀翻了桌子，餐盘食物散落一地。梁云云从储物剑中拿出长剑抵在江巡脖子上。既然如此，你就别怪我了，杀了你一样能拿到聚灵丹。他就差这一步了，已经不在乎以后江巡还能给他多少了，何况现在找他要个丹药实在太难了。聚灵丹没有，但是有玄灵丹。江巡面色如常，咬了一口手中的窝头。梁云云瞪大了眼睛，这一刻觉得天塌了，他准备给自己玄灵丹，急了，真是急了，这下不是惨了吗？不，杀了他抢走玄灵丹也是一样的。想到这里，梁云云就要动手，可江巡却把手伸到他面前，储物戒里什么都没有，杀了我你也拿不到玄灵丹，不信你拿去看看。江巡笑道。他早料到梁云云这个白眼狼会有忍不了的这一天，只是没想到他的忍耐力才1个月，和自己这30、40年比起来差太远了。而且梁云云根本杀不掉江巡，此刻的江巡梁云云早已不是对手。江伯，梁云云持剑的手颤抖起来，随后连忙收剑跪在地上。我错了，又知道错了，你这白眼狼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养得熟？江巡把半个窝头砸在梁云云头上骂道。江巡之所以一直没有给他玄灵丹，也是有自己考虑的，一是要让自己的境界和梁云云的境界达到一个水平，如此便可以进行双修，通过双修获得修炼点，让修炼事半功倍；二是防着梁云云狗急跳墙。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对不起，江伯。梁云云闻言连忙在地上磕头，一连磕了10几个。江巡完全没有喊停的意思，直到梁云云的头磕得头破血流，江巡抬脚抵住梁云云的头，阻止了他。把这给我收拾干净，重新做饭，然后想个办法把自己吊在哪。江巡伸手指着房梁。是。懊悔不已的梁云云从地上爬起来，连忙收拾地面，重新给江巡做了早饭。在江巡吃早饭的时候，梁云云把自己捆住，踩着凳子，一手把绳子扔过房梁，
然后拴紧，踢开凳子，就这么水灵灵的把自己给吊在半空中。江巡吃完饭后起身，摔碎一个凳子，拎起凳子腿，反锁门，开启隔音结界，走向梁云云。2个时辰后，江巡把遍体鳞伤的梁云云放了下来，丢给瘫在地上几乎快断气的梁云云一颗玄灵丹，这自然也是为了方便自己修炼。梁云云见状如死狗般孤勇着把玄灵丹吞下，强撑着盘腿坐起来开始修炼。丁，宿主苦修完成，获得修炼点 X20。丁，隐藏任务完成，获得奖励聚灵丹 X10。隐藏任务，江巡眉头一皱，随后反应过来什么。丁，任务发布，突破至炼气7层，任务奖励系统兑换商城开启，可通过修炼点在商城中兑换各种天材地宝、法器、丹方等。看到这任务后，江巡看了眼梁云云，这娘们经此一役，对自己已经彻底折服了，想来不会再整什么幺蛾子。于是江巡来到床上盘腿运功，吞下玄灵丹，并使用全部修炼点开始修炼。4个时辰后，江巡睁眼，身上满是修炼排出的浊气，距离突破炼气7层也只是一步之遥。这要换做其他修士，哪怕是稀有灵根，也至少需要1到2年的时间。丁，宿主完成苦修，获得修炼点 X10。梁云云还在地上盘着腿修炼，身上的伤势也因为玄灵丹带来的灵气恢复了一些，至少看上去没那么凄惨了。片刻后，梁云云终于睁眼，脸上的表情十分兴奋。卡了他几乎10年的炼气7层终于突破了。然而还没开心3秒，就听到了江巡的声音：“过来搓澡。”来了。梁云云从地上站起，快步走向江巡。江巡猜测的没错，早上那一顿折腾，梁云云对江巡彻底提不起反抗之意了。一方面是江巡看穿了自己的每一步，另一方面是江巡的玄灵丹给他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最重要的还是他对这个老头的花火狠。当晚，江巡又通过和梁云云一起修炼获得修炼点，并成功突破到炼气7层，激活系统商城功能。系统商城中的物品琳琅满目，从吃喝拉撒到神器一应俱全，价格自然也是越来越贵。江巡特意看了一眼聚灵丹和玄灵丹的价格，聚灵丹需要10修炼点1枚，玄灵丹需要20，而聚灵丹的极品丹方需要5修炼丹，玄灵丹则是10。换取丹方的话，江巡确实可以自己炼制，但购买材料所需的灵石江巡却是拿不出来。如果到后面玄灵丹不够的话，江巡就得想办法搞点灵石买材料自己炼丹了。可退而求其次的极品丹方也不是江巡一个一品丹师能炼的。月余之后，这月梁云云乖巧无比，跟之前比起来，眼里的怨气都没有了，显得很是清澈，也没再整幺蛾子。江巡的境界也在玄灵丹全部消耗完毕之后来到炼气9层，只要再修炼一段时间就能成功突破筑基。不过想要突破筑基还有一个前提，必须服用极品筑基丹。如果不用筑基丹，突破之后的底子并不是很好，无法完全稳固。用了筑基丹，突破之后能更快的稳固下来。可如果用的是极品筑基丹，将会给自己打下一个非常完美的基础，哪怕是在同一境界，差距也是十分大的，甚至可能跨境杀敌。而极品筑基丹丹方在系统中的售价是500修炼点，以江巡自己修炼获得修炼点的速度，一时半刻的也是很难凑够500修炼点，且拿到丹方也没鸟用，只能在合欢宗内部买了。为了方便内外门弟子，合欢宗在外门与内门之间的地方设立了一座异物堂，在这里可以购买到各式法器和各类丹药，通过灵石进行购买，也可以售卖自己炼制的丹药、法器、阵法等换取灵石。一枚极品筑基丹的价格是5000灵石。想到这里，江巡起身叹了口气，1块灵石难倒英雄汉呀。江巡一愣，想起之前完成神秘任务的那10颗聚灵丹奖励，或许可以把这10颗聚灵丹卖出去，换来1颗极品筑基丹。只卖给异物堂肯定不值，如果是卖给其他合欢宗女弟子，得到灵石的同时，肯定也不乏能遇到想要投机取巧，另寻其他得到江巡丹药方法的女弟子。这样不但可以赚到灵石，还能赚到修炼点，而且能舒服自己，并且能用灵石购买材料修补气血，一举4得，岂不妙哉？说干就干，江巡当即搬了张桌子到自己家门口。一枚极品聚灵丹的在异物堂的价格是2000灵石，江巡打算卖1500灵石，且只卖给女弟子。为了让人知道这里卖极品聚灵丹，江巡用传讯符交代梁云云，把这事通过随意方式散布出去。无论他怎么做，1个时辰内江巡要看到有人来，这可愁坏了梁云云。他毕竟在外人面前已经和江巡划清界限了，不可能去帮他宣传。江巡又要求他不能透露2人现在的关系，那只能找别的方法了。思来想去，梁云云拿出一大把空白符纸，在上面写下江巡售卖极品聚灵丹，限时1个时辰内，然后站在外门女弟子聚集地的高处，一把撒了出去，扭头就跑。那是什么？外门女弟子聚集地
户外衣着凉爽的女弟子们看到空中符纸落下，一开始还以为是什么嫡喜，但仔细看去，符纸上并没有画符，而是写着字：江巡售卖极品聚灵丹，限时1个时辰内。极品聚灵丹。符纸落地后，有女弟子捡起，看到上面的内容，马上就被极品2字吸引。江巡，江巡不是山妖那个废人吗？他怎么可能会有极品聚灵丹？自然也是有人不相信，不屑地丢掉符纸。极品聚灵丹啊，在义务堂都是价格昂贵且一颗难求的，要不我们去看看？你也说了，价格昂贵，一颗难求，江巡那个废物就更不可能有了。说的也是，话是这么说，但有些已经卡在瓶颈的女弟子，在一番思想争斗之后，还是决定去江巡那里看看。万一真有极品聚灵丹，他们就可以以此突破了。江巡坐在小屋门口，在躺椅上用扇子扇着小风，闭着眼睛，很是惬意。约莫一盏茶的功夫，几个女弟子从不远处走来，看到那老头的时候，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那就是江巡。听说他是个老头，没想到老成这样。怎么办？要过去吗？要不你们谁先过去探探？他要是真有，我们再过去。算了吧，他只是摆了张桌子而已，说不定只是骗人罢了。这老东西寿元所剩无几，谁知道他现在这个状态会做出什么疯子行为？不对劲啊！师姐，你炼气6层了，能看穿他的实力吗？我炼气4层，看不出啊。一女弟子看着身旁面容较好的女子说道。女子闻言皱眉，看着江巡摇了摇头，看不出？难道他比炼气6层还高？不能够，我听说他只是个炼气3层的废人而已，怎么可能短时间内就超过炼气6层？另一人摇头道，说不定是带了什么隐藏境界的法宝。我先去看看吧，总不能白跑一趟。境界最高的那个炼气6层说道。说罢便向着江巡走去，另外几人也没有阻止，就在那里远远地看着。青衣露腿女子晃荡着她的2条大长腿来到江巡面前，伸手敲了敲桌子。江巡睁眼上下打量了一下，女子身高1.7米上下，一双白嫩的大长腿很惹人注目，上半身也是该大的大，该细的细。至于脸吗？和梁云云算是不相上下。你在售卖极品聚灵丹？女子看着江巡冷淡地问道。是啊。江巡点点头。师妹怎么称呼？以江巡的资历，在外门对谁都能叫上一句师弟师妹。女子听到师妹这个称呼，眉头一皱，显然对此不满，但还是忍了。何须管我姓名？你到底有没有极品聚灵丹？江巡瞥了她一眼，这小妞有点脾气啊，等会就让你知道你二爷的厉害。有。江巡摊开手，极品聚灵丹出现在手中。这女弟子立刻凑近观察，她显然是见过极品聚灵丹的，而且已经认出来了。江巡待她确认之后，将聚灵丹给收了回去，抬头看着她，是真的吧？你想卖多少钱？女子语气稍微急促了一点，还小心翼翼回头看了一眼远处的几个女弟子，以防他们过来抢。但他们那个位置，虽然看到江巡拿出丹药了，但无法确定那是什么丹药。此刻他们还是没有行动。1500灵石，不讲价。1500，可以。听到这里比义务堂卖的还便宜，女子立即答应。跟我进屋子。江巡起身往屋内走去。啊，等一下。女子闻言一愣，瞳孔放大。在合欢宗，进一个男弟子的屋子就代表我只等你1刻，1500灵石和进屋。1刻之后你没来，就代表你不要了。江巡没有回头，走进屋内说道。女子站在原地，咬着牙，低着头，眉头紧皱，心中一时拿不定主意。可恶，这个人偏偏是江巡这老东西。如果换做其他人，他是不会这么犹豫的。为了这颗极品聚灵丹走进他的屋子，被其他外门弟子在背后说闲话，这真的值得吗？他的干侄女都跟他划清界限了，可自己已经在炼气6层卡了太久了，现在真的很需要这个极品聚灵丹，效果可以抵得上一枚中品玄灵丹了，一定可以让他突破的。这大好的机会就在眼前。女子开始动摇了，脚步慢慢走向江巡的房间。这远处几个女弟子见状，纷纷目瞪口呆。不会吧，侯师姐她要进去了？这老头果然目的不纯，死到临头了，想要接触几个女人是吧？这弟子说着就准备冲过去。等一下。另一个弟子连忙抓住他的胳膊。侯瑞是主动进去的，江巡肯定是提出条件让侯瑞换丹药，这是侯瑞自愿的。要是这么说，那江巡真有极品聚灵丹啊。3，江巡已经开始倒计时了，可他真的太老了。2，放过这次机会，我可能又要卡好几年，甚至一辈子。1，可恶，没什么比突破更重要的。想到这里，侯瑞一咬牙，把心一横，走进江巡房，键关上门。侯瑞本以为最多10分钟也就出来了，没想到自己用尽浑身解数，还是足足1个时辰之后才走出江巡房间。看着手中的极品聚灵丹散发浓郁灵气，
侯瑞潮红的脸呼出一口气，值了。江巡也从床上爬起，一脸满足，1500灵石到手，还赚了别的东西，值了，真是一场双方都很满意的交易啊。侯瑞拿着极品聚灵丹回到女弟子们身旁，女弟子们立刻围了上来。侯师姐，你是极品聚灵丹？侯瑞立刻岔开话题，摊开手。女弟子们互相对视一眼，也知道侯瑞不想多谈论这个话题，而且看到侯瑞手上真是极品聚灵丹，也能够理解他刚才的行为。别说侯瑞了，如果换做他们，恐怕也会做出和侯瑞一样的选择。今天的事情绝对不要告诉我的道理，我不是在跟你们商量。侯瑞随后收起聚灵丹，看着几人警告道：我也要去。几人都点点头。另一个女弟子说着就往那边走去，被侯瑞一把拽了回来。他一天只卖1颗，而且不是进屋就行，还要1500灵石，你们得有那个灵石才行。侯瑞看着他说道：太过分了，光进屋还不行，还要灵石？女子闻言诧异道：极品聚灵丹在异物堂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而且售价2000灵石，其实还算公道。侯瑞鬼使神差地说道：因为这个灵石倒也不算白花，自己得到的也不只是极品聚灵丹，还有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的快乐。那我们只能等明天再来了。另一个女弟子失落道：师姐，她那方面很厉害吗？你进去这么久，几次啊？1次。侯瑞脸一红，1次？这么久？众人闻言震惊不已。外门那些男弟子都没有这么久吧？他一个老头子嘛。快走吧，先离开这里。侯瑞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多聊，说罢就转身离开。几个女弟子也是连忙跟上。回到女弟子的聚集地，侯瑞立刻拿着聚灵丹回自己房间进行闭关。其实江巡根本没有给他说过什么一天只卖1颗这种话，完全是侯瑞怕江巡的极品聚灵丹卖完了就没他的份了，所以他要先回来试过这聚灵丹的效果，如果有用就再去找江巡买，如果没用就去报复江巡。不过在他们离开之后，不远处的树林中又走出几个女弟子，她们面面相觑。你们都听到了吧？进那个老头的屋子，这也太……可是他真的有极品聚灵丹啊！我要去，我已经卡在炼气5层太久了，无论如何我都需要。一名身着粉衣的女弟子说罢，就往江巡小屋的方向走去。师妹，青衣女子一把抓住粉衣手腕。刚才侯瑞不是说了吗？他一天只卖1。话还没说完，他们就看到江巡又从屋里出来了，扇着扇子躺在摇椅上，似乎是在等下一个客人。侯瑞肯定是骗人的。粉衣女子见状道：可师妹，就算他还有聚灵丹，可你从未与人双修，就这样过去，岂不是太便宜他了？师姐去给你买。青衣女子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你把灵石给我，师姐替你进他屋子。师姐，你是想用我的灵石给你自己买丹药吧？粉衣女子看着青衣女子沉默片刻，随后甩开她的手冷笑道：怎么会呢，青婉，你怎么能这样想师姐？青衣女子笑容有些难看，显然是青婉说对了。那青婉就多谢师姐好意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林青婉冷哼一声，随后走向江巡。她师姐什么脾性，她再清楚不过了。为了讨好那些内门男弟子，几次三番都想把从未双修过的自己下药送给他们。若不是自己一直提防着他，怕是早就清白不保。而且林青婉身上的灵石并不够，他想，毕竟自己清清白白，或许可以以此和江巡那老头讲价。其他几个女弟子虽然也想去，但她们身上确实没有足够的灵石，心里也确实很不想和江巡那老头进屋子。林青婉快步来到江巡面前，为了讲价，表现出足够的诚意，施礼鞠躬。江师兄。听到这么清脆好听的一声师兄，江巡睁开眼睛看向林青婉，没想到还有师妹会对我如此称呼啊。江师兄，我叫林青婉，想来向师兄买聚灵丹。林青婉看着江巡道：1500灵石，再跟我进屋里一趟。江巡点点头，也不会因为他对自己尊敬就给他讲价。说着就起身走进屋内。林青婉没有像侯瑞那样犹豫，快步跟了上去，走进屋内关上门，这才开口：师兄，我没有那么多灵石。没有？那你进来干什么？江巡回头道：虽然没有1500灵石，但我加入合欢宗时间不久，从未有过道侣，如此，师兄可否能行个方便？林青婉有些为难道。江巡闻言仔细打量林青婉，这姑娘长得倒也清纯无比，1.65米上下的身高，披散着头发，简单用簪子整了个小发型，但骨子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狠劲，看上去就是以后会有一番造诣的样子。看到江巡在打量自己，林青婉也是挺胸抬头，展示自己的资本，争取让江巡也抬头。这招果然有效，江巡看着他也是眼前一亮，随后道：你有多少灵石？1000。林青婉伸出一根手指：这样吧，你给我500就行。真的吗？林青婉闻言喜出望外，但我还有一个条件。师兄您说，在我寿元耗尽之前，你不可有其他男人。
这……林清婉闻言犹豫了。他本想一鼓作气换走聚灵丹之后，就正式开始用合欢宗的方式进行大肆修炼。可江巡这个要求，只要你答应并且能做到，之后你再想要聚灵丹都是500。江巡看着林清婉怂恿道。林清婉只是思索3秒，便退去罗山。待1个时辰之后，林清婉从江巡房中拿着聚灵丹离开。林清婉毕竟没有经验，江巡也没有太过为难她。不过这种独占一个女人的感觉还真是不赖，以后还是把目光放在这样的女子身上，不做那曹贼才好啊。不过合欢宗哪来的那么多如林清婉一般的女子呢？和林清婉一起来的这批弟子，待林清婉离开之后，也跟着离开了。回到外门女弟子的聚集地，立刻就把侯瑞和林清婉从江巡那里得到了极品聚灵丹的事情给传开了。众女弟子闻言诧异的同时，也跃跃欲试，不少人都往江巡所在的地方跑去，生怕去晚了聚灵丹就没了。不多时，江巡的房门前就挤满了莺莺燕燕。江师兄，我这里有充足的灵石，你把聚灵丹都卖给我吧。江师兄，我可以出2倍的灵石，您卖给我吧。江师兄，您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呀，您就卖给我吧。江师兄，我出5倍的灵石，您有多少聚灵丹，我要多少。女弟子们纷纷围绕在江巡身边，香气冲天。这可是江巡加入合欢宗之后从来没有受过的待遇，不，应该说没有任何男弟子受过这种待遇。梁云云也在不远处看着江巡这边，表情复杂。聚灵丹不是没了吗？怎么现在又有了？难道江伯真的会炼制极品丹药？可那是高阶丹师才能炼的，还是说江伯这些年之所以修为没有长进，就是一直在钻研炼丹一道，此刻炼丹技术已然大成了？不对，就算炼丹和修炼完全是2条大道，但以江伯炼气境的水平，应该不足以炼制极品丹药。想成为高阶丹师，最起码也得有金丹境的灵力才行，否则根本支撑不到炼出丹药就灵力耗尽了。一旦中途停止，丹药也就废了。江伯肯定还有什么秘密，稍安勿躁。江巡看着周围的女弟子摆摆手，示意他们安静下来。他们也是出奇的听话，都不在江巡耳边叽叽喳喳了。每个人只能买1颗，多了不卖，价格没得商量，价高者得，底价1500灵石。江巡当然不会把丹药都卖给同一个人，那得少享受多少啊。江师兄，我们男弟子能买吗？不远处，一大批男弟子也跑到了江巡这边，有些拿不出灵石的女弟子自然会去找他们的道侣。一听江巡这边确实有极品聚灵丹，大批的男弟子也是兴冲冲地跑了过来。先不管进不进房间，拿出更多的灵石，就不信他不卖。怎料那男弟子喊完之后，江巡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开始拍卖吧，谁先出价？江巡看着女弟子们道。1600。有女弟子立刻喊道。我出1700，1750。等一下，江师兄，我们不能买吗？男弟子看着江巡喊道。你们看不出来吗？江师兄根本就没卖给男弟子的打算，你们赶快滚回去吧。女弟子们对着男弟子喊道。本来一群女人抢丹药就抢得焦头烂额，哪有功夫再和这群男人抢？江师兄都没说话，你这娘们喊什么？找试试吧。江师兄的态度还不够明显吗？怎么，你们这帮男人也能陪江师兄共度良宵不成？哈哈哈哈，那也太恶心了吧。女弟子们闻言都咯咯咯地笑了起来，搞得很多男弟子都无地自容地低下头。这说的什么垃圾话啊？怎么可能陪睡啊？我也可以陪睡，谁说不能的？有男弟子站出来喊道，为了极品聚灵丹拼了。你恶不恶心啊？我靠，师兄，没想到你居然有这种癖好。我们可是一个宿舍的，你他妈该不会趁我睡着对我做过什么吧？这话一出，不只是女弟子，男弟子都炸锅了，纷纷远离那男子。男弟子自行离去吧，别在这恶心我。江巡也一阵恶寒，看着男弟子们喊道。几个男弟子相互看了几眼，随后点点头，都让开，让我们把丹药抢走，事后可以便宜卖给各位师姐师妹啊。你们也不想陪个老头子吧？众女弟子闻言也是犹豫沉默了一下，不过还是有聪明人立刻挡在江巡面前。少来，江师兄在，日后可以给我们炼制更多极品丹药，绝不会让你等伤了江师兄。就是，你们这帮臭男人，赶紧滚回你们的猪圈去。女弟子们闻言反应过来之后，纷纷围在江巡周围，把江巡护得严严实实的。女弟子人数原本就比男弟子多，再加上这里是合欢宗，闹大了之后，高层可一定是站在女弟子这边的。衡量再三之后，这群男弟子只能选择离去。赶走了那帮男弟子之后，女弟子们继续叫价，还有女弟子都已经贴在江巡身上了，更有甚者已经开始攀比，把能不穿的都不穿了，死死贴着江巡。这可高兴坏了江巡，此刻简直犹如身在天堂啊！这就是他梦想的生活在合欢宗的日子啊！
我出2000零食，2100，你疯了吗？义乌堂才卖2000啊？那你去义乌堂卖啊？你去看看义乌堂什么时候才有货？义乌堂的极品聚灵丹已经断货3个多月了，有零食也买不到啊。那我出2400，2500，都别争了，我出4000，4000一出，众弟子都陷入了沉默。毕竟4000真的不是一笔小数目了。他们这些外门女弟子大多都是积攒多年零食，还有一些是靠家里人接济的，实在是拿不出更多了。现在已经变成有钱人的战争了。5000，没沉默多久，人群中走出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子，一看就气质不凡。江巡一看，还是个练气8层呢。陈师姐，对不起了，我真的很需要，我出6000。另一个紫衣女子走出，她正是先前喊出4000这个价格的，是个练气7层。7000零食这个价格已经溢价太多了。那陈师姐也是脸色难看，没有再继续加价。柳师妹，那这第一枚便归你了。陈师姐露出一个牵强的笑容道：“跟我来吧。”眼看周围已经没人出价，江巡起身，身上的女弟子也都连忙起身，穿上自己的衣服。他们本想靠美色诱惑江巡的，谁知江巡雷打不动，像是没看到他们一样，眼里只有零食。江巡走进房间，那柳师妹也在众人的目光下跟着江巡走进屋内，并关上房门。零食交付给江巡之后，外门的女弟子便听到里面传出春色之声。这当然是江巡故意没有打开隔音结界。虽然合欢宗的女弟子们对此都已经习以为常，但是1个时辰过去之后，她们也有点惊讶了，一刻都不停歇啊！原来整个合欢宗外门男弟子最屌的是这个老头啊！这是所谓的姜还是老的辣吗？拿到聚灵丹确认没问题之后，柳师妹打开房门，红着脸快步离去。看着她有些蹒跚的步伐，一众女弟子也是有些红了脸，看得出来刚才真的挺激烈的。接下来的时间，那些没有零食的女弟子也知道江巡不会被他们的美色诱惑，纷纷失落的离去，留下的只有100多个女弟子，纷纷开始新一轮的竞价。一整天的时间过去，江巡一共卖掉了6颗聚灵丹，得到了19000多零食。到了晚上也是得谢谢了，于是便将今天的拍卖暂停，让众人明天再来。一开始女弟子们都是冲着极品聚灵丹来的，但是回到女弟子聚集地之后，江巡又多了一个外号——金枪老鬼。这就不多解释了。而在自己屋里成功用聚灵丹突破的侯瑞，正打算接着去找江巡买丹药，听到外面弟子的讨论，也是懊悔不已。他就不该先修炼的，当时就应该有多少买多少啊！自己作为第一个买丹药的人，说不定打包还有优惠呢。这下可好，有钱都买不到了。不过侯瑞眼珠转动，想到极品聚灵丹，又想到江巡的境界，以他这个境界肯定是无法炼制极品丹药的，或许是有什么特别的方法。这个问题侯瑞知道一个人一定十分好奇。在合欢宗的义武堂，有一位炼丹狂，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炼丹。义武堂的极品丹药都是出自他之手，只是这段时间比较难产极品丹药了，想必他一定会对江巡炼丹的方法很感兴趣。如果自己把江巡的事情告诉他，他得到炼丹的方法，说不定自己也能受益。就算不送自己丹药，打折买个丹药还是可以的吧。想到这里，侯瑞立刻往义武堂的方向走去。与此同时，江巡小屋，大伯，按照以往约定的时间，梁云云来到江巡屋里，却看到江巡已经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了。梁云云心里不免有些失落，今天一整天，大伯好像还真是挺累的，都没时间和自己。我现在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难道我已经喜欢上大伯了？察觉到自己这个想法，梁云云自己都吓了一跳，但她心里的失落是骗不了自己的。这一天下来，那么多人进了江巡的屋子，她的心里倒真有些吃醋的意思。屋里的味道也是各种香气混杂在一起，闻得梁云云都有些头晕了。无奈，梁云云开始打扫房间，开窗开门通风。这屋里床上、桌子上、书架旁、地砖上、浴桶里，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待梁云云把房间打扫的差不多，正准备躺在江巡身旁睡下时，外面突然传来灵力波动，梁云云连忙藏进衣柜中。不多时，江巡的房门就被敲响了。随着敲门声越来越急促，江巡也被吵醒，皱眉喊道：“谁啊？今天拍卖已经结束了，出来！”外面传来一个女人冷淡的声音，还夹杂着灵力。金丹大圆满的实力瞬间让江巡清醒过来，从床上坐起。这是内门来人了，是哪位师姐在外面啊？江巡试探性问道。义武堂，钟莲琴。钟莲琴，江巡一愣，这名字他听过。钟莲琴是义武堂的炼丹师，炼丹炼到疯魔的那种，每天除了炼丹就是钻研丹方。加入合欢宗是因为合欢宗许诺会给他想要的所有炼丹资源，一入合欢宗就进入义武堂，再也没露过脸。难不成是因为自己售卖极品聚灵丹抢了他的生意，他上门找事来了？不对啊，义武堂的掌柜又不是他，更何况
今天下午，江巡也得知义务堂很久没有出现过极品丹药了，那就跟不可。想到这里，江巡猛地反应过来，钟连琴不是因为抢生意的事情，他是冲着丹方来的。自己有个屁丹方啊！出来，不然我进去了。钟连琴催促的声音在外面响起。江巡无奈，只能先穿鞋下床走向房门，还回头看了一眼衣柜，屋里有梁云云的味道，他应该是藏起来了。确定看不到梁云云后，江巡打开房门。钟师姐怎么来了？门外，女子长发盘起，一缕长发搭在胸前，垂至小腹处，头戴玉簪，银色耳坠，面容清冷，是很古典的御姐长相。钟连琴没有说话，而是上下打量着江巡，看得江巡直发毛。片刻后，他终于开口了：“你一个炼气9层，是如何炼制出极品丹药的？”侯瑞到义务堂见到钟连琴，把极品丹药的事情告诉钟连琴后，他立刻就飞过来找江巡了。没想到门一开是个老头子，这些年他深居简出，还真不知道关于江巡的事情。这恐怕不能告知师姐啊，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秘密不是？江巡苦笑道：“你需要什么丹药，我可以跟你做交换。”钟连琴对此也表示理解。这不是丹药的事情，这是……江巡话说一半，想起自己的系统商城可以兑换极品聚灵丹的丹方，且只需要5修炼点。今天江巡除了赚零食，修炼点也没少赚啊！可以兑换一个丹方出来，忽悠一下这个钟灵琴，换一枚极品筑基丹，5修炼点换一枚极品筑基丹，赚大发了。江巡当即打开系统空间，兑换了极品聚灵丹丹方。丹方是有了，但还需要找一个借口掩饰一下，而且这是不能当着梁云云面说。师姐跟我这边来。江巡拄着拐杖往前走去，钟连琴也是看不下去了，直接一把抱起江巡，一个大跳，落进树林中。这里没人了，说吧。钟连琴放下江巡道：“看来他是知道屋里还有别人在的。师姐得答应我，此事绝不告诉别人，并给我一枚极品筑基丹。”江巡看着钟连琴道：“答应你。”钟连琴果断点头：“师姐不能光用嘴说，还是得发个誓才行。”江巡挠了挠脸颊说道：“在这个修仙世界，只要修士用自己的灵力发誓，一旦违背誓言，就会遭受天谴。如果只说了誓言内容，没有自定义惩罚，那么就会被天雷劈死。如果誓言中自定义惩罚，那么天道一定会促成那个惩罚形成。我钟连琴发誓，绝不透露今日江巡与我所说的任何一个字，否则甘受天谴。”钟连琴也是没有犹豫，伸出3根手指进行发誓，指尖缠绕的灵气蓝光一闪，这便代表誓言生效了。随后，钟连琴拿出一个小盒子抛给江巡，江巡接住，打开一看，里面一颗暗黄色的丹药散发着淡淡的光芒，确实是极品筑基丹无疑。江巡见状也不再多说，拿出丹方，是一张羊皮卷，里面写的文字就是炼制极品聚灵丹的方法，是我偶然间得到的。江巡一边说着，一边打开羊皮卷，自己先看了一下内容，发现只要金丹中期的修士就可以根据这张丹方炼出极品丹药，哪怕不是高阶丹师也行。只要金丹中期以上的修士根据这张丹方上的内容准备材料和炉鼎，掌控火候，就能够炼出极品聚灵丹。金丹中期以上，钟连琴闻言眼前一亮，随后又眉头紧皱：“那你是怎么练的？”“我当然是找了内门的师姐帮忙。”江巡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答道。反正今天的交谈钟连琴也传不出去，随江巡怎么说都不用怕以后被人戳穿。倒是师姐你。江巡随后快速扯开话题：“之前义务堂的极品丹药都是师姐你炼的吧？最近这几个月为何没有了？炼制极品化神丹时炉鼎爆炸，受到反噬跌尽了。”钟连琴的表情有些无奈：“我不是什么专门修炼的修士，灵里没有修士充足，想要炼制极品丹药至少得在元阴境，所以炼不出来了。”这也是他刚才看到丹方眼前一亮的原因，因为在他的认知里，没有元阴境的灵力，甚至不需要是专业的丹师都能根据这丹方用金丹境的实力炼制丹药，这是能的。话倒是也不能说这么死，只能说是很难很难很难，100枚里能成功1枚都是奇迹了。但为了一个极品聚灵丹浪费那么多材料，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原来如此。江巡闻言点点头：“那这不是巧了吗？若不是钟连琴此刻无法炼出极品聚灵丹，自己还赚不到这么多呢。能把这个丹方给我，让我试试吗？”钟连琴看着江巡手中的丹方问到这。江巡刚才答应的只是告诉他炼丹的方法，可没答应把丹方给他。但钟连琴并非纯正的合欢宗弟子，而且从他的行为来看，应该还没有经历过男女之事。自己若是提出那种过分的要求，钟连琴怕是会直接翻脸。这个炼丹狂为了得到这个丹方，把他弄死也是有可能的。整个合欢宗就他一个高阶丹师，没人会追究他杀了江巡的责任的。思来想去，江巡还是提出一个小要求：“师姐若是能给我提供一些补充气血的灵丹妙药，这丹方便赠与师姐了。”补充气血？这样吧，你等我一下。
钟连琴说着，便直接御剑飞了出去，想必是回义务堂去取东西了。这段时间，江巡通过修炼和突破，气血虽然得到了一些恢复，但始终还是差很多，导致无法完整修炼血涌天罗。原本是打算用灵石去义务堂买补充气血的灵草丹药和极品筑基丹的，但钟连琴这么一来，自己省了不少呢。约莫一盏茶的功夫，钟连琴御剑飞回，落在江巡面前，手中拿着一个储物袋。储物袋的价值比储物戒低得多，储存空间也要小上很多，而且不易携带，所以大部分情况下修士都不会使用这个。这里面是补充气血的凝血草和极品血凝丹，虽然可以帮助你凝聚一些气血，但你现在的身体年龄太大，光靠这些是不够的，你还是需要尽快突破筑基，让你的身体年龄恢复一些。钟连琴把储物袋举在江巡面前说道。江巡伸手接过储物袋，把丹方交给钟连琴。合作愉快啊，师姐。先不说愉快，如果我按照丹方炼制失败，我会找你麻烦的。钟连琴收起丹方，皮笑肉不笑地说道。说罢便直接御剑离开。看他这急切的样子，想必是回去研究这个丹方了。江巡看钟连琴离开之后，打开储物袋看了一眼，里面有5株凝血草和一枚血凝丹。江巡直接拿出血凝丹吞了下去，盘腿坐在地上开始消化丹药。这极品血凝丹果然非同凡响，完全消化之后，江巡身上的疲惫也缓解了许多，皱巴巴的皮肤恢复了不少血色。至于5株凝血草，还是用来药浴效果最好。于是江巡便起身回到自己的小屋。关上门之后，梁云云看到只有江巡一个人，便从衣柜里走了出来，快步来到江巡面前。大伯，你没事吧？钟师姐是来找你麻烦的。无事。江巡摇摇头，把凝血草拿出来交给梁云云，放到浴桶里，准备个药浴。好。梁云云看着手中的凝血草点点头，也没有再多问其他，便去给江巡准备药浴。看着梁云云弯腰倒水撅起的那个弧度，江巡走上前拍了一把。今天大伯没疼你，不高兴了？呀！感受到圆润之上的炙热，梁云云也是浑身一颤，随后回过头看着江巡大伯，我打心底知道我之前的所作所为都是错的了，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让大伯好好疼爱疼爱你。江巡看梁云云笑道。片刻后，江巡在梁云云的服侍下舒舒服服洗了个澡，通过凝血草又恢复了不少气血，但江巡可以明显感觉到自己能恢复的气血程度已经到头了，就是说自己这个老头身体最多只能承受这么多，接下来还是要抓紧时间突破到筑基才行。经过今日一天的拍卖，江巡得到了不少灵力，再加上修炼点，等明天把聚灵丹都卖掉之后，他就可以专心突破了。休息一夜，第二天一早江巡醒来时，梁云云已经不在屋里了，桌上还有准备好的早餐，而且外面可以听到女人的声音，想来是一大早那些女弟子就来买丹药了。梁云云这才找机会悄悄离开。洗漱一番，吃过早饭后，江巡开门营业。见到江巡出来，女弟子们也是马上围了上来。江师兄，我今日带了充足的灵石，一定要卖给我啊！江师兄，昨日的聚灵丹已经用掉了，能不能再买一颗啊？求你了，江师兄，我什么都愿意做，您就给我一颗聚灵丹吧。女弟子们的反应各不相同，不乏有昨天买过丹药还想买的人，还有一些没灵石，但看到那些弟子买到聚灵丹，而且效果极佳，馋得不行的女弟子。在人群中，江巡还看到了林清婉，他站在那里看着江巡，一直没好意思开口，因为江巡跟他说过以后他买只要500灵石，可是江巡又跟师姐们说一人只能买1颗，而且听说他们最高出价都是7000灵石，此时还真是不好意思开口，连看江巡都不敢。清婉。江巡则看向林清婉喊了一声，听到江巡喊他，林清婉一愣，随后连忙跑到江巡面前。江师兄，来买聚灵丹。江巡看着林清婉笑道。林清婉看着江巡点点头说道，师兄，不是一人只能买1颗吗？你不一样，你可是我的女人啊。江巡一把搂住林清婉纤细的小腰笑道，昨日服下聚灵丹有所突破。林清婉开心的点头，现在已经是炼气6层了，给你。江巡点点头，拿出聚灵丹举在林清婉面前。师兄。林清婉看着聚灵丹一愣，你还没收灵石呢，你我之间还谈这些？江巡把聚灵丹塞进林清婉手中，原本还是想做交易的，不过昨天赚的已经够多了，与其赚那不痛不痒的500灵石，还不如让林清婉开心开心，对江巡彻底倾心。谢谢师兄。林清婉兴奋之余一口亲在江巡脸上，这可比交易来的让人舒服多了，快回去修炼吧。江巡放开林清婉道。林清婉点头，在一众女弟子羡慕的目光下快步离去。知道内情的林清婉的师姐们也在人群中把林清婉和江巡昨日的事情说了一遍，众人闻言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成为江巡的女人居然会有这种待遇。
不禁有些懊悔自己破身破澡了。江师兄，我是刚上山不久的，未与他人双修。弟子中马上有人跳出来喊道：“我也是。”另一个女弟子也连忙跑了出来：“你俩少骗人了，我分明看到过你们与男弟子欢好。”师姐，过分了吧？什么话都往外说。两个女弟子闻言喊道：“想骗江师兄的丹药，下辈子吧。江师兄，我出2500灵石，我出3000。”女弟子们随后又开始争相出价。一上午时间，江巡把剩下的聚灵丹全部卖掉，随后便让女弟子们离去了。明天也不会出售丹药，如果再出售丹药的话，我会让人通知你们的。散了吧。江巡把最后一个弟子送出房间，对着众人挥手道。说罢便关门回屋了。女弟子们闻言也是失落至极，但也只能乖乖离去。江巡刚才床上盘腿坐下准备修炼，房门又被敲响了。谁？丹药今天不卖了。江巡对着门外喊道。钟莲琴。门外人说道。江巡闻言下床打开房门，看着门前的美人笑道：“原来是钟师姐，丹方没问题吧？进去再说。”钟莲琴不由分说从江巡身边走进江巡的房间。你这房里什么味道啊？钟莲琴走进江巡房间后闻到一股怪异的味道，这味道不像是臭味，但也不香，很奇怪，是他没接触的过的味道。有吗？没闻到啊。江巡闻言打了个马虎，更加笃定钟莲琴毫无经验了。算了，不重要。钟莲琴摇摇头看向江巡：“你给我的那个丹方简直绝了，你看，这是我炼的极品聚灵丹。”钟莲琴说着，坐在椅子上拿出一个盒子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正是极品聚灵丹。江巡看了看，果然和自己系统发的一样，那肯定童叟无欺啊。江巡点头笑道：“之前我元婴的时候炼制极品聚灵丹且需要1个时辰，按照你这个丹方，不但用的时间少了，用的材料也少了，而且炉鼎的受损程度也没有那么高了。”钟莲琴一脸兴奋，看得出他是真喜欢炼丹啊。炼制不同种类的丹药需要用到不同的炉鼎，而炉鼎的品质也需要跟着丹药的品质提升。炼制低阶丹药的炉鼎可以使用上千次，而炼制极品丹药的炉鼎只能使用20次，也是要看丹药的珍贵程度。比如炼制一颗极品大成丹的炉鼎就只能使用1次，而且有95%的炸炉几率。你还有没有其他丹方？需要什么你尽管说，只要是我能办到的，我都答应。钟莲琴看着江巡，总算提出了他今天来的目的。那你跟我。江巡伸手指了指床。钟莲琴看了一眼，虽然未经人事，但身在合欢宗，对这些事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那不行。钟莲琴摇摇头，狠狠瞪了江巡一眼：“你小子也别太过分了吧，换一个。”要不是江巡这个反应，让钟莲琴确定他还有别的丹方，他要先捉了。哈哈，我也是开个玩笑，想着钟师姐就不会答应。江巡笑道，随后接着道：“这样吧，凡是师姐用我的丹方炼出的丹药，售出后灵石分我40%，利润的40%。”钟莲琴问道：“总价的40%？”江巡摇摇头：“总价最多只能给你30%。”钟莲琴抬头看着天花板，想了片刻后说道：“那就30%。”江巡点头，随后兑换玄灵丹丹方放在桌上。这是玄灵丹的丹方，师姐炼出玄灵丹后，成本价卖我5颗，成交。钟莲琴看着丹方，眼睛都直了，果断点头：“师姐爽快人。”江巡点点头。钟莲琴正要拿丹方，江巡把手缩了一下：“虽然师姐很爽快，但师姐于我而言毕竟不算自己人，还是得小心些。”钟莲琴闻言也知道江巡的意思，当即伸出手指发誓，刚才承诺的一切都会做到。江巡这才放心的把丹方交给了钟莲琴。对了，昨晚没来得及问师姐人在义务堂，是怎么知道我在售卖极品丹药的？江巡看着打开丹方钻研的钟莲琴问道。是一个叫侯瑞的弟子来告诉我的。钟莲琴随口说道。侯瑞？江巡眉头一皱，哪个是侯瑞啊？钟莲琴抬头看了江巡一眼，发现他一脸疑惑，便补充道：青衣，大眼睛，矮鼻梁，个头挺高的，腿长。哦。江巡闻言脑中出现了侯瑞的形象，就是那个第一个来买自己的丹药的炼气6层啊。你会炼丹吗？钟莲琴随后收起丹方，看着江巡问道。会是会，但我只是个低阶丹师，只能炼一些低阶小环丹、低阶聚灵丹什么的。江巡无奈道。想不想跟我学炼丹？钟莲琴看着江巡道。我今天上午打听了一下你的情况，看样子你在合欢宗并不受用，而且很多人对你的评价都很差。你跟我一起去义务堂学炼丹，从今往后没人会瞧不起你了。你就是想白嫖我身上的丹方吧？你不用试探了，我没有其他的丹方了。江巡撇嘴道。虽然钟莲琴很漂亮是没错，去了义务堂能每天和她在一起也没错，但她的目标是内门啊。听说内门全部都是姿色极好的漂亮女子，
比外门弟子还强数10倍，那里才是真正的合欢宗啊！岂能因为一个钟连琴坏了大事？真没了。钟连琴眨巴着眼盯着江巡，似乎想看穿他是不是在说谎。真没了。江巡坚定地点头。如果再有的话，我会联系你的，这样总行了。那一言为定。钟连琴闻言喜笑颜开，站起身来拿出一个玉筒，这是我的传讯玉筒，可以和我进行联络，给我一个你的。我哪有这玩意？我只有传讯符。传讯玉筒虽然不贵，但也不是外门弟子能买的东西。钟连琴闻言拿出一个新的玉筒，那你把你的灵力注入到这个里面。江巡点点头，拿过传讯玉筒注入灵力，这样一来，这个玉筒就能用来联络你了。钟连琴收起传讯玉筒，转身离开。走了。好。江巡点点头，目送钟连琴离开，收起桌上的传讯玉筒后，起身关门，打开防御结界。江巡盘腿坐在床上，这下总算是没人打扰了。江巡打开系统，此刻修炼点有170点。为了以防万一，江巡决定留出70点兜底，将剩余的100点全部转化为修为，并开始修炼。这10年苦修扑上去，江巡的灵力急速充盈。2个时辰过去，江巡睁眼，将自己卡在了炼气大圆满，只要服下筑基丹，即刻就能突破。丁，恭喜宿主完成苦修，获得修炼点 X10。丁，任务发布，突破筑基1层，任务奖励：极品玄清丹 X10，血涌天罗功法2层大圆满，宝品法器 X1。总算是等到这一天了。江巡拿出极品筑基丹，正要服下时，外面传来嘈杂的声音。江巡眉头一皱，听到外面的声音越来越近，是几个男弟子的声音，目标好像就是自己的这个小屋。于是江巡收起筑基丹，起身穿鞋准备出去看看。打开门，门口是10几个外门男弟子，看到江巡出来，他们纷纷拿出武器把江巡给围了起来。什么意思？江巡看着他们皱眉道：这是不卖给你们，准备上手抢了。这个时候没有女人护着你了吧？其中一名手持大刀的男弟子走向江巡说道：乖乖把丹药都给老子交出来，兴许还能饶你一命。另一手持长剑的弟子指着江巡道：你们真觉得自己是我对手？江巡看着他们不由笑了，境界最高的也就是个炼气8层而已，就这几个货色，再来几个现在的江巡也不怕。别跟着老东西废话了，直接干死他。另一个持长剑的男子快步走向江巡，一副没耐心的样子，是个炼气8层的。江巡见状，缓缓抬起手掌，正准备运转灵力。他也想试试自己这段时间以来究竟有多少进步。战斗确实是很久都没有过了。轰！正当江巡准备出手，围住他的这群男弟子突然被一片火焰给掀翻出去。下一刻，钟连琴落在江巡面前，一脸兴奋：成功了！江巡一愣，不由挑眉问道：什么成功了？极品玄灵丹呀！钟连琴拿出一个盒子打开，里面摆放的是5颗玄灵丹。这是给你的，你看看，完全没问题吧？我看看。江巡接过玄灵丹仔细看了看，要说这钟连琴的炼丹能力还真是不错，挺好，挺好，钟师姐厉害啊！江巡竖起大拇指，钟连琴见状头都要扬到天上去了。那是也不看看我是谁。随后他又看向倒在地上燃烧的弟子尸体，这些人干嘛呢？剑拔弩张的，你也不管他们是干嘛的，就把他们干掉了。江巡闻言无奈笑道：虽然不知道他们是干嘛的，但确实看到他们想对你动手啊。钟连琴笑道：咱俩也算是合作伙伴不是？你就是想从我身上得到更多丹方。江巡笑道：那是那是。钟连琴点点头：算你欠我个人情，下一次丹方分成只给你2成啊。钟连琴说罢直接转身跑了。江巡一句我也没用你帮忙啊，就在嘴边，硬是没来得及说出来。眼瞅着地上那些尸体烧得干干净净，江巡也转身回到屋里，也不知道死了这么多人会不会有人来找麻烦。拿出筑基丹，江巡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暂时不突破筑基。最近这段时间因为买不到他的丹药，而来找他麻烦的男弟子肯定不止这一批。若是自己此刻突破筑基，他们怕是不敢来了。但如果不突破，来一个江巡抢一个，把他们身上的灵石全给搜刮了，未尝不是好事一桩。想到这里，江巡收起极品筑基丹，起身去给自己做饭。吃过饭后，江巡打着哈欠，刚坐在床上，系统响了。叮，任务发布，赠送任意物品给任意人，任务奖励10倍返还，任务时间限制30分钟。看到这个人物，江巡眉头微皱，这系统咋还有返还功能呢？江巡稍微寻思片刻，随后用传讯符联络林清婉来见他。林清婉也没有犹豫，回复江巡之后，一盏茶的功夫就来到江巡屋里，急匆匆的找我怎么了？你现在不是炼气6层了吗？我想着聚灵丹对你作用不是很大，给你1颗玄灵丹。江巡牵起林清婉的手，
拿出玄灵丹放在他手心。林清婉看着玄灵丹，瞪大了眼睛，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了一样，一脸不可置信。玄灵丹，你就这样给我了？怎么了？你不会还没把我当你男人吧？江巡笑道：当然不会，不然我怎么会来呢？林清婉立刻反驳，他只是万万没想到，当初只是为了不卡在炼气5层，做出这个让他生理和心理都极其难受的决定，如今却演变成这样。这老头彻底让他对合欢宗外门对他的形容改观了。他身上没有肮脏的臭味，而且那方面确实比他听说的任何一个男弟子都强，为人也很不错，除了年纪大一些，可年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只要他突破筑基不就恢复了吗？他有这么多极品丹药，想必要不了多久就能突破了吧。他现在担心的反而是江巡突破筑基进入内门之后，不要他了，你进入内门之后不会不要我了吧？林清婉抬头看着江巡问道。那不可能，只要我不死，你永远都是我的。江巡果断道，而且我会全力帮助你，让你也早日进入内门。真的？林清婉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江巡，骗你干嘛？江巡点点头，所以这个玄灵丹你快收下吧。眼看系统倒计时还有5分钟，江巡催促道。林清婉点点头，这才收下玄灵丹。叮，赠送任务完成，获得奖励天灵丹。哎，江巡见状一愣，他本以为返还10倍是给他返还10颗玄灵丹，没想到返还的是品质强于玄灵丹10倍的天灵丹啊！天灵丹的作用和玄灵丹差不多，都是修炼时使用的，不同的是，只有金丹6层以上的修士使用天灵丹才能产生作用，而且极品天灵丹的价格和珍贵程度也是玄灵丹的好几10倍，一般人轻易是得不到的。今晚我留下来陪你吧。林清婉看着发呆的江巡说道，或者以后我干脆搬到你这里来住，你一个人也很无聊吧？你搬来不合规矩，而且他们会排斥你的。话说回来，今天早上是我有些冲动了，你回去之后他们没有为难你吧？江巡搂着林清婉的腰来到床边坐下问道。林清婉住这确实不合规矩，而且梁云云每天晚上还要过来呢，自己这个干侄女自己还没收拾够呢。没有，林清婉摇摇头，他们现在都在巴结我，希望我能在你耳边说说他们好话，让你把丹药卖给他们。对了，你那个干侄女梁云云这2天被他们欺负呢。啊！江巡闻言也是一愣，梁云云被欺负？这2天没听他说啊？听说是因为梁云云被你养大，还把自己的修炼资源都给了他，然后他还和你断绝关系，到处辱骂你。这些女弟子就觉得帮你收拾梁云云可以拉近你们的关系，所以很多人都在欺负她。林清婉点点头道，随后好奇地问道：她真的那么过分吗？是啊，她小时候还是很乖巧听话的，不然我也不会把我的修炼资源都给她。江巡点点头，但是资源都给她，我修炼自然就慢了，年纪越来越大，修为毫无长进，合欢宗的人对我自然越来越排斥。为了融入合欢宗，他选择与我撇清关系，确实挺让我心寒的。此刻梁云云靠在门外，听到里面2人的对话，默默叹了口气。虽然此刻的他十分懊悔曾经的所作所为，但已经发生的事情，他此刻说什么做什么都是无法弥补的。而且他也听出来了，江巡把林清婉当自己的女人，和他谈话交心，和自己只交，那他真是活该。下次我看见他，我也踹他2脚。林清婉握起拳头说道：人家炼气7层了，你可打不过他。江巡轻轻拍了一下林清婉的小脑瓜，笑道：不怕，每次都是7、8个人一起打他呢。你现在在女弟子那边人缘可好了，是个人都在说你好话。怎么说的？说你气度不凡，说你活得潇洒，最主要的是说你7大祸号，名声都传开了，有些女弟子都想一睹2爷芳泽呢。林清婉笑道：不过话说回来，你那个好像确实比图册上的大，是吗？你再好好比对比对。江巡闻言坏笑着凑近林清婉，你这老头好有精神啊。林清婉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江巡，眯眼笑道。直至傍晚，江巡目送林清婉离开。林清婉刚走不久，梁云云走进来了。江伯，被欺负怎么没跟我说？江巡抬头看了梁云云一眼，说道：那都是我自己活该罢了，没什么可说的。梁云云摇头道：知道是活该就行，等我去了内门，想必他们也就不会为难你了，现在都是为了给我表现。江巡点头道，他也并没有打算管梁云云的死活，等到了内门，偶尔想起来的时候跟他玩上一玩，想不起来就任他自生自灭去吧。梁云云闻言低着头没说话。别站着了，今晚我没兴致了，你回去吧，我睡了。江巡躺回床上说道。好。梁云云点点头便转身离开。哎，江巡睁眼喊了一声，梁云云回头看向江巡，怎么了江伯？拿着。江巡抛出一枚玄灵丹，梁云云下意识接住，看到是玄灵丹，愣了片刻，红了眼眶。江伯，这滚！
江巡摆摆手，梁云韵抹掉眼角的眼泪，对着江巡鞠躬，倒退着离开房间，帮江巡打开防御结界并关好门。走出10米，梁云韵回头看着江巡的屋子，又低头看着手中的玄灵丹，心中百感交集。细细想来，这些年来江伯从来没有亏待过他。江伯说的也对，若不是为了帮助他修炼，他也不至于老成这样。不老成这样，就不会被排斥；不被排斥，自己就不会与他划清界限。所以江伯为自己好，反倒成了自己和他划清界限的原因。若不是为了自己，江伯也不用受着数10年的辱骂。这对江伯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梁云韵不知在江巡房子旁边站了多久，才转身离去，只知道自己有些失魂落魄的。一枚玄灵丹搞得他很感动，他却不知道江巡想的是什么。江巡的目的就是为了放大梁云韵对自己的愧疚，而且江巡决定把梁云韵培养成一个绝对乖乖听自己话的后备炉鼎，在自己最需要灵力的时候直接把他给化了。为此，梁云韵的实力也不能太差。一夜无话，江巡第2天早上醒来时，正好梁云韵在给江巡摆放早餐。江伯您醒了，水给您准备好了，洗洗就能吃饭了。梁云韵跑到江巡身边，给江巡穿衣服穿鞋。江巡点点头，洗漱后吃饭。梁云韵则自己在厨房吃早饭。吃过饭后，梁云韵收拾碗筷，江巡走出屋子，伸懒腰打哈欠。江伯，我回去修炼了。梁云韵收拾完之后，来到江巡身边说道：帮我去义务堂买一把灵品长剑，一个灵品防具，再买些凝血草和补气血的东西。江巡抛出一袋灵石给梁云韵说道：好。梁云韵接住储物袋，便往义务堂走去。法器的等级分为凡器、灵器、宝器、圣器、神器、仙器。普通人用的都是凡器，不能注入灵力。一般的修士用的就是灵器或宝器了。江巡之所以要买灵品长剑和灵品防御，也是等着系统再次发布返还任务，这样说不定可以通过灵品返还到宝品或者圣品。至于为什么不买宝品，一把宝器长剑的价格在2万灵石以上，江巡还真买不起。约莫1炷香的时间，梁云韵带着江巡要的东西回来，把剩下的灵石和买到的东西都放在储物袋，交给江巡。回去吧。江巡收下储物袋道。梁云韵点头行礼，随后离开。其实他现在连自己的住所都不敢回去，回去必被骚扰，所以不在江巡这里的时候，他都是在树林里修炼的。江巡在屋外散了散步之后，刚准备回自己房间，转头便看到几个男弟子鬼鬼祟祟的往他这个方向走来。江巡一看笑了，这不来钱了吗？等的就是他们。江巡站在门口等着，不多时，7、8个男弟子来到江巡面前，看到江巡这个跃跃欲试的样子，也是互相对视几眼，纷纷拿出武器。江师兄，昨日我们有几位师兄弟来找你了，不知你可见到了？其中一人看着江巡说道。江巡看了一眼，这小子还是个炼气9层，看到地上那些焦炭了吗？江巡用拐杖指着地面笑道：那就是他们。几人闻言一愣，顿感诧异。他们本来以为那几个人抢了江巡丹药之后自己跑去分了，于是今天来探查情况，但现在这个情况他们还真没料到。把你们身上的灵石都乖乖交出来，然后滚蛋，你们还能活？江巡看着几人道，未免太过狂妄，这些人绝不可能是他一个人杀的，肯定有别人帮他。一起上，宰了他。几人你一言我一语，那炼气9层直接一个箭步冲了上来，持剑向着江巡当头砍来。江巡侧身躲过，手中黑雷闪烁，一掌拍在那炼气9层胸口，他整个人身上带着黑色雷电，痛嚎着倒飞出去，扑通一声砸在地上时，整个人已经翻起白眼晕了过去。卧槽！周围几人见状跑向江巡的脚，蹲在原地。有人反应过来之后，连忙转头就跑。江巡当然不会让他们跑掉，他们现在跑了，回去一说，那不就没有傻子来找他送灵石了？江巡捡起地上炼气9层的那把灵品长剑追了上去。虽然江巡的身躯还是老态的，但有灵力支撑，再加上钢筋铁骨的体质，江巡瞬间爆发的移动速度非常快，一个箭步冲出去，长剑直刺，直接将一名弟子削手。旁边的弟子见状，连忙挥剑抵挡江巡，却不料江巡的黑雷缠绕在剑上，两剑相撞之际，黑雷顺着那弟子的剑打在他身上，他整个人浑身被电得发麻，躺在地上翻了白眼，整个人成了焦炭状。之后剩下的4个弟子也没能幸免，纷纷倒在江巡剑下。江巡把所有人的储物戒都给摘了下来，戒指主人死亡，戒指上的神识也会消失，这储物戒就变成了谁捡谁能用的。所有储物戒加在一起，江巡搜刮到了7000多灵石，3把灵器，乱七八糟的传讯符和空白符纸，还算可观。搜刮完他们身上的东西，江巡又拖着他们的尸体一个一个丢到悬崖下面。再来一批人，江巡身上的灵石就能攒到2万5了，带着这笔灵石在内门应该也能打通些门路，过得潇洒一点。只是江巡不知道，在不远处的树林里，有个弟子看到了全过程，
并在江巡回屋之后快步离开。接下来一整天的时间，江巡都在家里百无聊赖的等着下一批弟子，可一直没等到人来。直到晚上，梁云云来了，江巡便带着梁云云回屋里快乐。第二天一早，梁云云刚离开不久之后，江巡屋外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江巡，陈长老让我送你下山，离开合欢宗，赶紧出来。”江巡刚起身穿上鞋，门外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江巡闻言起身来到门前，打开房门，门前站着2个男弟子，都是合欢宗外门的弟子，2个人都是炼气大圆满。难道是昨天的事情已经惊动外门长老了？告诉长老，我马上就能突破筑基境，从此不再是个废人。江巡看着2人，倒试探性的说道。2人闻言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互相对视一眼笑了起来。臭老头，劝你乖乖跟我们离开，别找打。哦，江巡闻言抬眸，我看你们是觊觎我身上的丹药，想把我赶下山，然后再动手吧。哼，你老小子还挺聪明的嘛。既如此，你多配合一些，我们哥俩还能让你走得痛快些。昨天那弟子离开之后，便把他看到的事情都告诉了外门长老陈长老。陈长老听后，对江巡身上的丹药起了心思，于是派出他手底下最强的2个亲信来找江巡麻烦。江巡冷笑一声，直接挥手，2道黑雷从手中出现，登时将那2人轰飞出去。什么时候，你们2个小辈也敢在我面前放肆了？噗！一人当场吐了血，直挺挺倒在地上；另一人胸口被电得焦黑一片，血都凝了，躺在地上爬不起来。这还是江巡留守的结果。你，那弟子瞪大了眼睛看着身旁的尸体，一脸不可思议地指着江巡，他们俩可都是炼气大圆满的弟子，居然一个照面就被秒了。这诡异的黑雷又是什么？炼气境的弟子能把这种攻击外放？来，储物戒交出来。江巡来到他面前伸出手，那弟子趴在地上也是不敢有丝毫怠慢，连忙把自己的储物戒摘下来，抹去神识，丢给江巡。滚，给老子把话带到。江巡接住储物戒，看着那弟子说道。闻言，他连忙从地上连滚带爬往远处滚去。江巡从地上那具焦尸手上摘下储物戒，随后试着运转血涌天罗，同时释放黑雷。这一掌拍出去，黑雷的威力果然更强了，那尸体直接燃烧起来，不过几秒便化作一片尘土。这2掌打出去，江巡也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强度恢复许多。江巡紧紧握拳，原本光是轻握就颤抖的拳头，现在已经能捏出噼里啪啦的响声了。如果这2个人真是长老派来的，对于一个已经死了的废物和一个脱胎换骨获得神雷灵根，只差一步就能突破筑基的弟子，陈长老会知道如何选择的。爸，说是长老，其实也就是个筑基2层罢了。陈长老是合欢宗为数不多的内门男弟子之一，专门负责管理外门男弟子。江巡检查了一下2人的储物戒，不愧是长老的小跟班，手头灵石还真不少，还得到了1颗中阶玄灵丹。随后江巡心满意足地回到屋里，打算收拾收拾房间消遣时间。与此同时，被江巡赶走的那弟子正在合欢宗内门所在的玉女峰一座瓦房前跪着。瓦房内传来女人嬉闹的声音，想来是陈长老正在里面忙活着，他不敢上前打扰。一盏茶的功夫之后，陈长老扶着腰从屋里走了出来，一脸疲惫的样子。陈长老，男弟子看到陈长老，连忙趴着跪在陈长老面前，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说了出来。陈长老听后，立刻御剑往江巡的木屋飞去。他实在是没想到，江巡这么一个老头，居然有秒掉炼气大圆满的能力，而且居然让他们毫无还手之力。片刻后，刚收拾完房间的江巡准备换身衣服，突然，砰！木门突然被碰的一脚踹开了。江老头，你想造反是吧？光亮之下，身着紫袍，敞着胸膛，露出胸部和腹肌的中年男人冲进屋内，正是陈长老。这次江巡完了。屋外还有几个弟子站在那里窃窃私语，其中就有昨天给陈长老报信的，还有刚才江巡放走的那个。敢在陈长老眼皮底下杀人，他真是活够了。呸！也不看看自己长得什么样子，还好意思赖在合欢宗。师弟，且看陈长老为你报仇。一弟子拍了拍那重伤弟子的肩膀说道，一定将他碎尸万段。他还杀了我师兄，抢了我储物戒。重伤弟子咬着牙道，陈长老真是许久未见了，我还以为陈长老已经把我忘了呢。屋内，江巡看到陈长老微微愣了一下，随后坐在床上看着陈长老笑道，一点不慌，赖在我合欢宗白吃白喝，还敢打伤打死我的弟子，我看你是活够了。陈长老，我现在已经可以重新修炼了，你难道要为了那个废物跟我动手？还是说陈长老也准备抢我的丹药？江巡展示了一下自己炼气大圆满的实力，笑道。陈长老见状，眉头紧皱，心中不由感到震惊，但很快又缓了过来。他都已经80多了，还只是个炼气大圆满，照样是废物。
想到这里，陈长老绝口不提丹药的事情，掏出长剑就向江巡刺来，目标直指江巡心脏。江巡见状不慌不忙，双指并拢，轻轻一挥，一道黑雷如利剑一般，直接刺穿了陈长老的脑袋。扑通！陈长老瞪大了眼睛，直挺挺地倒在地上，长剑也在地上发出哐啷啷的声响。啥呀？就这？我还以为你能躲过去呢。江巡说罢起身，一脚把陈长老的尸体给踹飞出去。说实在的，他自己都没想到，他现在杀一个筑基2层会如此轻松。陈长老，屋外几个弟子看着一个人影飞出砸在地上，刚开始还以为是江巡，可仔细一看，竟是陈长老。抬头看去，江巡缓缓从屋内走出，负手而立。尔等以为区区沉默，能奈我何？江巡，你敢杀陈长老？你疯了不成？重伤弟子不可思议地看着地上的尸体喊道：“陈长老可是内门弟子，你杀了陈长老，内门长老是不会放过你的。”另一个弟子也指着江巡喊道：“陈默这个长老的名头也只是听着好听而已，并不算真正的长老。在外门男弟子看来，他或许高高在上，但在内门弟子看来，陈默不过是一只强壮一点的狗而已。”哦，是吗？江巡往前走了一步，几个弟子吓得连忙后退。他陈默不识好歹，我相信内门的长老们不会和他一样，不如你们猜猜，顶替他成为外门长老的人会是谁？弟子们闻言面面相觑。这话，杀掉了沉默的江巡，如果能在内门长老面前表现出足够的价值，一定会成为代替陈长老的人吧。丁，任务发布，任务目标：成为合欢宗外门长老。任务奖励：修炼点 X100。带着沉默的尸体给老子滚！再敢来触老子的眉头，必定让你们死无全尸。江巡看着几个弟子冷声道，他们也是一个屁都不敢放，扛着沉默的尸体连忙跑路。他们离开后，江巡回头看了一眼破屋碎成渣的房门，有点后悔自己让沉默死得那么干脆了。不过接下来他们一定会去向内门长老告知沉默死亡的事情。只要内门有人来了，江巡凭借跨境杀敌的实力，一定能够成为新的长老，这小破屋也就不必住了。师姐们，救命啊！一盏茶的功夫，几个弟子扛着沉默的尸体跑到玉女峰的山门前。这里有4个女弟子守着山门，一方面是观察敌情，另一方面就是阻止外门弟子进去。玉女峰外门弟子禁止入内。止步！看到几个外门弟子跑了上来，几个衣着暴露的女弟子立刻持剑挡在他们面前。师姐，是陈长老，陈长老被外门的一个弟子杀了。重伤弟子连忙跪在地上喊道：“啊！”女弟子闻言一愣，随即上前查看。真是沉默，你们留在这，我去通知于长老。另一女弟子说罢，御剑往山上飞去。几个外门弟子见状也很是羡慕，御剑那可是只有筑基以上才会的。不久后，一身着青绿色纱裙，露出一双白嫩大长腿，披散着头发，身姿妖娆的女子从山上落下。这女子丹凤眼，一字眉，鼻梁小而挺，嘴巴微微大了些，后唇反而显得更有味道，让人忍不住想尝尝。这便是合欢宗内门长老于言，元阴境的修士。几个外门弟子连忙低下头，不敢直视他。于言走上前看了看沉默的尸体，当他看到沉默眉心中的焦黑状，也是微微一愣，似是被雷电瞬间贯穿了头颅，一击毙命。能瞬间干掉沉默的修士，居然只是个外门弟子，谁干的？于言抬头看向几个男弟子问道。回长老，是外门弟子江巡，他已经80多岁了，还只是个炼气境的修士，对宗门毫无贡献。陈长老派我和师兄驱赶他下山，怎料他杀了我师兄。陈长老要为师兄讨个公道，没想到。那重伤弟子连忙抱拳喊道：“80多，一个80多岁的炼气境，怎么可能杀得了筑基2层的沉默？”于言眉头皱得更紧了些。弟子不知啊，人在哪？于言接着问道。回长老就在半山腰处的一座破屋里。重伤弟子指着江巡破屋的方向道。于言直接起身飞了下去。当于言飞下来时，江巡已经洗了个澡，换了身干净的衣服，然后在镜子前把自己的白发打理得干干净净，绑成个马尾，并剪掉了自己的白须，尽量让自己看上去干净些。现在突破到炼气大圆满，又补足了气血，收拾完后，整个人看上去像是60左右。你就是江巡？江巡刚把脸刮干净，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动人的声音，回头看去，比梁云云不知强了几百倍的绝色美人就站在江巡背后。正是，您是？他还真没见过内门的人。于言。于言上下打量着江巡，声音清冷地说道：“弟子见过于长老。”虽然没见过人，但长老的名字还是听说过的。江巡连忙拱手作揖：“沉默是你杀的？”“正是。”江巡毫不犹豫：“以下犯上，坏了规矩，后果可知。”
于言身上爆发一股元婴强者的气息，这股强悍的气息江巡还是第一次遇到，不仅有些胆寒，甚至有些直面死亡的感觉。但江巡知道他绝不是来杀自己的，否则早就动手了。江巡立刻喊道：这些年弟子被打发到此，拿不到任何修炼资源，备受排挤，只能自己慢慢修炼。今日那陈默派人赶我下山，2个弟子欲对我出手，无奈之下反抗杀了一人，却不曾想那陈默咄咄逼人，非要置我于死地。弟子也是不得已才出手反抗。你一个练气杀得了筑基？于言往前一步问道。是，弟子近日修为有所精进，又悟得一道，将杂灵根练成了雷灵根。若非如此，弟子已经是个死人了。听到江巡居然将杂灵根练成雷灵根，于言也感到十分诧异。但悟到这事，谁也说不明白。更有甚者，悟道数十年，突然灵光一闪，一招便入了大成，很是离谱。想活还是想死？于言随后看着江巡道：自然想活。江巡立刻答道：陈默已死，3日后玉女峰重新选拔外门长老，5个候选人都是筑基境，你若是能活下来，就饶你不死。于言说罢便转身离去。这话的意思就是让江巡参与外门长老选拔，赢了不但不用死，还能成为外门长老，输了自然就死在选拔赛上了。看着于言离去，江巡松了口气。嗅到于言留在屋里的芳香，江巡对合欢宗的内门更加多了几分向往。难道合欢宗内门的弟子们都和于长老一样如此美丽诱人吗？那可太诱人了吧！一想到以后有机会和于言这等角色双修，江巡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当初加入合欢宗不就是为了这点事吗？不过这也代表着自己还得在这个没门的小破屋里住上3天。他娘的，果然还是太便宜陈默了。据他所知，那外门长老的候选人最多也就筑基3层而已，凭他现在的实力，他完全有能收拾他们的信心。以他现在的实力，打个筑基8层，不，凭借着钢筋铁骨体质，筑基大圆满也可以一战。金丹还是算了，金丹和炼气那也属于是天差地别了。3天后，江巡走出木屋，挥手，狂暴的黑雷直接将整栋木屋摧毁，头也不回地向玉女峰走去。这3天里，梁云云自然也每天都来了，而且在破屋没门的情况下，梁云云也是心惊胆战，生怕被自己的道侣或者别人给发现了，那可真是说不清啊。话说回来，梁云云那位绿帽哥似乎也是外门长老候选人之一，想必这次还能顺手把他给收拾一顿。当江巡来到玉女峰山门前时，门前的女弟子看着江巡，眉头紧皱，一脸嫌弃的样子。他们还是外门弟子的时候就听说过江巡这号废物，当时就觉得这种人不配留在合欢宗，现在亲眼见到，更确定这种想法了。如此看来，内门的弟子果然不知道江巡在外门售卖丹药的事情。内门与外门虽然只隔着一道山门，但通常情况下是不会有任何接触的，信息也不会互通。互通的渠道只有男弟子的外门长老和女弟子的外门长老。我来参加外门长老选拔。江巡站在山门前，看着几人说道：于长老交代了，进去吧。一女弟子点点头，让开身位，一脸冷淡，恨不得捏着鼻子跟江巡说话。倒也不必如此嫌弃吧。江巡看着那女子笑道。女子翻了个白眼，往后退了几步，摆摆手：快走吧，日后可别迷上我。江巡走过女子身边，一巴掌拍在她的翘臀上：有病吧你！女子狠狠瞪了江巡一眼，对于被拍屁股也是丝毫没有害羞之意，只觉得生气，毕竟早就快被摸烂了。要不是于长老交代，我非剁了你这手。哦呦呦，可吓死人了，你剁个试试。江巡伸出自己的手笑道：就这守门的4个筑基1层2层的，他还真不放在眼里。好了师妹，快让他上去吧，别跟他啰嗦了。另一个女弟子走上前，挡在江巡和他之间说道。女弟子瞪着江巡冷哼一声，挪开目光：等哥成了外门长老，第一个就先收拾你。江巡收回自己的手，往上走去：你就死在上面吧，外门长老又能奈我何？女子咬牙切齿地看着江巡背影喊道：丁，戏耍守门弟子任务完成，获得奖励美颜丹 X1。江巡当然不会闲得没事去挑逗他们，这不是接到了任务吗？顺手的事。美颜丹这东西想必可以提升自己的颜值，留到年轻之后可以搭配驻颜丹使用。一路往玉女峰上走去，江巡还是第一次上来，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过往人多的地方走，总是不会出错的。登上石阶后，江巡面前是一个广场，广场上聚集了不少人，一眼扫过去，全部都是衣着暴露的女子，身上衣服花花绿绿，各式各样都有，唯一相同的是最少露出了70%白嫩的肌肤。广场中央有一个不大的高台，上面站着几个男人，想来就是江巡今天的对手了。看到一个老头来了，弟子们纷纷开始窃窃私语，那鄙夷的眼神，江巡几乎猜得出他们在说些什么。江巡没有在意，一路来到高台旁边，翻身跳了上去。哟，
这不是江师兄吗？这么多年，总算是混上来了。江巡刚跳上高台，就有一身着淡蓝色长衫、手持折扇的男子看着江巡阴阳道：“哦，你还没筑基。”男子话刚说完，就发现江巡还是个练气境。这男子名叫张元，是和江巡同届的外门弟子，15年前就已经突破到筑基，进入了内门。听说他这些年在内门负责的都是一些搬尸体、埋尸体的事。为啥会有尸体呢？有些长老和内门女弟子下手没轻没重的，被喊进房间的男弟子偶尔有些不小心被吸死的，这时候就需要有人把他们的尸体给处理掉了。尸地上玉女峰15年了，还没混到外门长老呢。江巡不甘示弱地看着张元说道。因为张元比他的境界高，此时他还真看不出张元是筑基几层，还不是因为总有你和陈默这种混日子的捣乱吗？这次外门长老的位置我要定了。张元来到江巡面前自信道。张元说：“你们都是垃圾，要把你们打得满地找牙。”江巡看着不远处的另外几个男弟子喊道：“哎，你！”张元吓了一跳，连忙回头看去，身后那几人果然一副想把他大卸八块的眼神看着他。各位师兄弟别听他胡说啊，我可没说过这话。张元连忙对着几人拱手道：“张兄，你怎么认怂了？刚才你和我可不是这么说的。”江巡一把抓住张元的手腕，走到几人面前：“我张师弟15年前可就在玉女峰了，这些年和师姐们双修，实力大有精进，早就等着这么一个机会了。今天就让我张师弟亲手送你们上路。”张元，这话真是你说的？其中一身着黑衣的弟子已经拿出剑来，看着张元跃跃欲试了。筑基5层的实力也展露无余，其他人都没有说话，看来这个筑基5层就是他们之中最强的了。真不是，这话都是他说的，咱们在内门相依为命这么久了，我怎么可能说这种话？张元连忙说道。几人闻言也看向江巡。就在这时，于言从上方大殿飞了下来，落在阶梯的一层平台上。几个男弟子也是连忙收起武器，对着于言鞠躬。抽签，2人一组进行对战，生死不论，最后胜者为外门长老。于言没有多余的废话，看着几人说道。一个女弟子手中拿着抽签筒来到几人面前，从那筑基5层弟子开始，从左往右，最后一个是江巡。6人都抽过签之后，江巡的签上面写的是3。1对6， 2对5， 3对。于长老，我要打5个。江巡直接打断于言的话，一把捏断了签，喊道。众人闻言都是一惊，纷纷看向江巡，随后哄闹起来：“你算个什么东西？区练气境，还想打5个？我看你是想死吧？太狂妄了吧，这老头！我觉得这老头有点意思啊，一个练气怎么可能打得过5个筑基？刚才就看他眼熟了，这不是我来之前就一直在外门的江巡吗？几十年过去了，还是个练气境啊！”几个男弟子也纷纷看向江巡：“太狂了点吧？”筑基5层看着江巡道：“我只是懒得跟你们浪费时间而已。”江巡摆手笑道：“师兄，你这就是自寻死路了。”张元业看着江巡道：“死得很惨的那种。”哼！于言也冷哼一声，嘴角微微勾起，也觉得有点意思。既然如此，那就开始吧。5人闻言，立刻将江巡团团围住，纷纷拿出武器，有长剑，有折扇，还有伞。江巡手上只有一根拐杖。此刻5个弟子用的都是灵气，江巡这个顶多算个路边的树枝。杀了他！筑基5层大喊一声，其他4个人立刻一跃而起，呈4角向着江巡当头袭来。就在众人准备看着江巡是如何惨死时，江巡的身上突然散发黑色雷电，一瞬间又消失在众人眼前。下一刻，空中的4个人往东南西北4个方向倒飞出去，一人落进悬崖中，一人砸在柱子上，一人在地上滚出去几十米远。张元倒飞向了于言，被于言挥手扇飞，砸在山体上。4人一死3重伤，都没了战斗能力。围观的女弟子们顿时鸦雀无声，脸上写满了震惊。以他们筑基的实力，居然没有看到江巡刚才的动作，只有金丹以上的弟子看出来了。江巡用雷电加速身体跳在空中，拐杖反握，一拐打飞一人，一脚踹飞一人，一拳上勾拳打飞一人，抓住张元照脸上扇了10几巴掌后，一巴掌把他甩了出去。动作很是干脆利落，而且每一次攻击都带着雷电，直接从内部破坏了他们的经络。若不是江巡手下留情，死的就不只是1个人了。呀，不好意思，忘了那边是悬崖了。江巡落地后，看着筑基5层身后的悬崖说道：“就是不知道打的这几个哪个是梁云云的道侣。”筑基5层人都傻了，呆立当场。刚才是发生啥了？这位痴呆，你是自己滚下去，还是我送你下去？江巡看着面前男子笑道：“这人他没见过，估计是在自己上山前就是内门弟子了。不过这么多年才练到筑基5层，也是够废物的。你少在这强装镇定，刚才干掉他们，
你一个炼气的灵力也所剩不多吧？筑基5层听到江巡的话，往后退了半步，随后打起精神。在他看来，江巡现在一定是强弩之末，不然他直接就动手了，何必跟自己废话呢？那你试试。江巡对着他勾勾手指笑道。坏了，我愣把这老头看顺眼了。筑基5层身后，一个女弟子看到江巡这动作，小心脏猛地一跳。不是，你口味太重了吧？抛开年纪不谈，他还是很帅的呀，而且很强啊。那女弟子说道。炼气就能打筑基，筑基岂不是能打金丹了？那不至于吧，筑基和金丹的差别还是极大的。受死！那筑基5层已经受不了江巡的挑衅，直接持剑一个箭步冲了上来，一剑刺向江巡。江巡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就在众人以为江巡确实没有灵力，放弃反抗的时候，筑基5层的剑刺在了江巡胸膛上，砰！下一刻，他的剑断了。这是江巡的钢筋铁骨啊！人群发出齐刷刷的一声惊呼。筑基5层也懵了，但还不等他反应过来，江巡沙包大的拳头已经带着雷电出现在他下巴上，一个上勾拳，他整个人飞了出去。砰！筑基5层在台上一个后空翻，在空中翻了3圈之后，砰的一声砸在地上，翻起了白眼，整个下巴都被电得黢黑，没一个精打的。江巡缓缓收回举起的拳头，握在拐杖上。还有谁？没有了。余言脚尖轻点飞起，落在江巡面前。今天起你就是掌管外门男弟子的外门长老，同时破格成为内门弟子，助玉女峰。余言说着拿出一个铜制令牌，金银铜铁，铁是外门弟子，铜是外门长老和内门弟子，银是内门长老，金则是宗主令。谢长老。江巡接过令牌，拱手道：丁，任务完成，任务奖励修炼点 X100。沉默的事情不再追究，你早日突破筑基，别给合欢宗内门掉了面子。余言看着江巡道：其实我早就可以突破筑基了，只是想以炼气境和筑基过过招。江巡拿出极品筑基丹直接吞下，又拿出美颜丹一并吞下，直接盘腿坐在地上，当场开始突破。有这么多人在周围看着，这不正是当显眼包的大好机会吗？只要自己当场突破，脱胎换骨，一定会迅速在合欢宗内门博得一个和外门江巡截然不同的好名声。余言见状眉头一皱，往后退了2步，心中想到，这是拿我当护法了。在众目睽睽之下，江巡真就把余言当作护法，开始突破了，而且突破的速度极快。一盏茶的时间内，众人亲眼看着江巡脸上的皱纹如干巴的蛇蜕一般随风飘散，白发渐渐变为黑色，弯曲的腰杆如清晨的2叶一般慢慢挺直，皮肤在阳光的照耀下变得白嫩，消瘦的身体像个充气球似的膨胀起来，身上总算有肉了，还是肌肉。待江巡身边轰地掀起一阵气浪后，整个人已经脱胎换骨。丁，任务完成，获得奖励极品玄清丹 X10，薛永天罗第2层大圆满，宝品法器 X1。丁，新任务发布，突破至金丹境，任务奖励薛永天罗4层大圆满，宝品法器 X1，极品地黄丹 X10。丁，宿主苦修突破至筑基境，获得修炼点 X40。嚯，我勒个，这是刚才那老头，他年轻的时候有这么帅？爱了，天哪，我有点后悔刚才说他坏话了。当江巡睁眼时，那炯炯有神的双眼配上高鼻梁和剑眉，大小刚合适的嘴唇，这完美比例的面容顿时吸引了大批女弟子的惊呼。这便是美颜丹的效果。在江巡年轻的时候，他可远没有这么帅气的长相于长老，这便不给内门丢脸了吧？江巡起身看着余言笑道：晚上到玉鸾殿来。余言伸手捏住江巡的脸，左右看了看，满意的点点头，说罢直接离开。江巡听到这话正心花怒放呢，却听到下面传来弟子们窃窃私语的声音。坏了，进了余长老的房，怕是出不来了。可惜了，真是可惜了，要不现在先把他捆到房里享受一番。你疯了，余长老当重要的男人你敢动？可是余长老房里的男人都是一晚就挺不住了，现在不享受，以后就没机会了。你去试试，你看你摸他一下，余长老回来收拾你不？内门好不容易有个筑基境的帅哥，哎，听到他们的交谈，江巡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余言这是要让自己死在床上啊！虽说那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但江巡现在才刚得到系统，好不容易挺直腰杆，还没装够臂呢，不想就这么死了呀？早知道不拿他当护法突破吸引注意了，吸引的太过头了啊！诸位仙子，江巡看向女弟子们，拱手问道：进了余长老屋里，真就出不来了吗？是啊，反正我见过的都是张元抬出来的尸体。一女弟子点头道：我在玉女峰40年了，这些年里进了师叔房里的，可真没活着出来的。
一金丹弟子翘着腿坐在台阶上，看着江巡笑道：“这女子长发披肩，一缕头发搭在胸前，遮住小半张脸，长相不俗，翘起的腿让裙摆从白嫩的大腿上落下。若不是翘着腿，此刻已经一览无余了。”从他的话里听得出，他应该是某位长老的亲传弟子。江巡闻言，赶紧跑了过去，坐在女子旁边。仙子怎么称呼？沈月。女子歪头看着江巡，眯眼笑道，这一笑感觉更好看了些。听沈师姐叫于长老师叔，沈师姐的师傅是明明长老，是于长老的师姐。沈师姐能不能让明长老帮帮我啊？江巡小声说道。帮你？怎么？你看不上于长老不成？沈月上下打量着江巡，笑道：“我是不想死啊。”江巡无奈道：“我师傅，不，先不说我师傅，我凭什么帮你啊？”沈月看着江巡笑道：“我给师姐一枚驻颜丹如何？”江巡想了一下，玄灵丹对沈月这个金丹来说也已经没什么作用了，相较之下，他应该对驻颜丹更感兴趣。还好一开始系统大礼包里开出了驻颜丹。驻颜丹，这东西不是只有长老他们才有吗？沈月闻言眼前一亮。驻颜丹不算什么稀罕的丹药，山下随处都能买到，但正因如此，在合欢宗反而稀罕了。因为合欢宗的弟子不能随意下山，就算下山也要受人监管，不能随意游玩，根本没机会买。丹方也都在长老们手上，普通弟子根本拿不到，所以在合欢宗，驻颜丹是长老对弟子的一种奖励方式。这也是合欢宗高层有意而为之，毕竟谁不想永葆青春呢？这师姐就别管了，能帮我这个忙吗？江巡看着沈月问道。沈月四处张望一番，随后起身，跟我来。一站起来，江巡才发现这沈月的身材真是了不得，凹凸有致的同时还有一对大的高开叉的裙摆，随着沈月的走动，一双大长腿若隐若现的，很是吸引眼球。江巡连忙起身跟了上去，二人一路来到玉女峰侧面，这里是内门弟子的居所，条件比江巡那小破屋不知好了多少倍。而且沈月身为亲传弟子，更是有一栋属于自己的小别院。走进院内，四下无人，沈月转身挥手，大门关闭。沈师姐。江巡回头看了一眼大门，这沈师姐胆子这么大，敢和于言抢男人？别误会。看到江巡的反应，沈月掩嘴笑道：“驻颜丹呢？拿出来我看看。”原来是要验货啊！江巡闻言，假装从储物戒中拿出驻颜丹。沈月凑近看了看，确定是驻颜丹后，伸出手：“给我吧，我帮你给师傅传话。师傅管不管，我就不知道了。师姐不能拿了丹药不办事吧？”江巡闻言，看着沈月道：“万一他一来一回，出去溜达一圈，回来给江巡说他师傅不管，那不是纯白嫖吗？不信我，那你找别人去吧。”沈月闻言，收回手，耸耸肩，毫不在意的样子。不，沈师姐这么漂亮，心也一定是极美的，我信师姐的。江巡连忙抓起沈月的手，把驻颜丹放在她手中。此时不信她，还能信谁啊？沈月也是没有丝毫犹豫，直接一口把驻颜丹给吞了。感受到驻颜丹发挥作用后，沈月展颜一笑：“在这等着，我去找我师傅。”有劳师姐。江巡拱手道。沈月点点头，便飞了出去。沈月离开后，江巡看了看四周，最终目光锁定在沈月的闺房。这么漂亮的美人，闺房里一定。江巡做贼心虚，蹑手蹑脚地走进沈月的闺房。房门刚一打开，一股香气扑鼻而来，差不点把江巡给香迷糊了。房间里大多是粉色装饰，包括床帘都是粉白色的，一看就少女心满满。江巡心虚地回头看了一眼门外，随后快步来到衣柜前，伸手打开，里面挂满了沈月的各式服装，有粉有白，也都很有合欢宗特色，布料很少。柜子下面有2个大抽屉，江巡蹲下身去，缓缓拉开抽屉，一件粉色的丝质肚兜一角展现在江巡眼前。正当江巡准备伸手的时候，突然感觉后背一凉，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拿呀，怎么不拿？江巡身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但不是沈月的。江巡缓缓合住抽屉站了起来，一脸尴尬地回过头，面前是一个面容清秀的女子，身着青绿色衣裙，发簪盘着乌黑长发，戴着2个小耳坠，皮肤白嫩，下颚轮廓清晰，鼻梁小而高挺，樱桃小嘴大眼睛，个子小巧，1.65米上下，整个人属于灵动可爱的感觉。误会。江巡看着女孩摆手道：“误会什么？我都看着了。你在我师姐屋里干什么呢？”女孩双手叉腰，把江巡堵在墙角喊道：“你师姐啊？你师姐让我在这等她呢，她去找你师傅了。”江巡闻言说道。这女孩的境界他看得出来，也就刚筑基1层，和自己是一样的。难道是明长老手下最小的弟子什么的？我都听见了，师姐让你在门外等，可没让你进来。女孩一把抓住江巡的衣领，把他往外拉，一路来到沈月闺房门口，
随后放开江巡，关上门。你等我师姐回来，看她怎么收拾你。长得人模狗样的，居然干这种龌龊事。别着急，别着急，这位仙子怎么称呼啊？江巡总觉得哪怪怪的。这是合欢宗啊，男弟子偷个肚兜什么的，不是很正常吗？这小妹妹怎么看上去对这事很抵触？抵触的好像根本没接触过男女之事似的。而且衣着方面也很没有合欢宗风格，身上各处都挡得严严实实的。我叫涂庆，是明长老的关门弟子。我警告你啊，我师父很宠我的。你要是敢想着对我动手逼我，不要告诉我师姐，我师父肯定不会放过你的。涂庆狠狠瞪了江巡一眼道：哦，原来是明长老的关门弟子，你看上去年纪不大，小年纪就已经是筑基了。江巡点点头。涂庆闻言一脸骄傲，双手抱怀的扬起头。哼，那是我师父在我3岁时把我带上山，8岁开始修炼，不用双修。10年过去，我已经是筑基了，厉害吧？厉害，厉害！原来姑娘年方18了。江巡竖起大拇指。你怎么知道我18？涂庆闻言一愣，瞪大了眼睛看着江巡喊道：不是你说的吗？8加10不是18吗？江巡沉默了一下，随后道：话又说回来了，3岁上山，这些年一直都被明明藏着，还没双修过。这是个宝贝啊，想不想永葆青春？江巡看着涂庆勾起嘴角。想啊。涂庆闻言立即点头。想不想永远18？想啊。想不想永远保持白嫩皮肤，完美身材？想啊。驻颜丹。江巡挥手拿出驻颜丹举在涂庆面前。你想不想要？想啊。想啊。涂庆看着驻颜丹，眼睛都直了。那你就别跟你师姐乱说。江巡把驻颜丹缓缓挪到自己面前，涂庆的目光也随驻颜丹挪到了江巡脸上。听到江巡的话，涂庆一愣，大眼珠子转来转去，思忖片刻，最后还是在师姐和永葆青春之间选择了永葆青春。成交。涂庆一把拿走驻颜丹吞了下去，江巡也松了一大口气。还好，小命保住了。别等会沈月回来把于言那边的事解决了，涂庆打个小报告，沈月再把他给解决了。你是不是一上山就成了明长老的亲传弟子，没离开过玉女峰？江巡随后看着涂庆问道。是啊，我一直都在玉女峰。涂庆点点头。那你怎么不双修呢？江巡好奇道。合欢宗分为玉女峰和左右山腰，还有后山4部分。玉女峰住着太上长老、宗主、内门长老、内门弟子，还有宗主长老们的亲传弟子。左山腰住的是外门男弟子，右山腰住的是外门女弟子。外门弟子无权上玉女峰，除非有长老或亲传弟子召唤他们到房里双修。而内门男弟子数量极少，无法满足全部的内门女弟子，所以当内门女弟子想要双修的时候，就会找外门男弟子到后山。后山在山体上遍布着大大小小数百个洞穴，搭着简单的木门，那里便是内门女弟子和外门男弟子双修的地方。义务堂的位置则位于玉女峰山门和外门之间的中心位置。我师父不让，因为我练的是……我师父不让我说，你别问了。涂庆话说一半反应过来，连忙说道：小气那样。江巡见状觉得这小涂庆倒是有点意思。谁小气了？我可不小气，师父的话得听。涂庆瞥了江巡一眼道：行。江巡点点头。就在这时，沈月从空中落下，江巡下意识往天上看去，这下可好，那叫一个一览无余啊！虽然只看了2秒，沈月就落地了，但江巡的脑子里已经深深地刻下了他的轮廓。阿庆，你怎么来了？沈月落地后看着涂庆问道。我路过，看到你院子里有个人鬼鬼祟祟的，就下来看看。涂庆特意加重了鬼鬼祟祟4个字的发音，瞥着江巡说道：沈师姐啊，明长老怎么说啊？江巡见状，连忙来到沈月和涂庆中间，岔开话题。师父说了，你的事跟他没关系，他不管。沈月回头看向江巡道：哎，我可真去了，没骗你。还不等江巡说话，沈月又补充道。江巡闻言表情麻木，看似人还在，其实已经死了一会儿了。我尽力了。沈月伸手拍拍江巡的肩，一副看死人的表情。你就好好享受吧。噗嗤。涂庆闻言笑出了声，心想：你个淫贼，活该！还是多谢沈师姐了，我先告辞了。江巡缓过神后拱手说道，随后转身离开。离开沈月的院子后，江巡心如死灰。整个玉女峰，江巡除了张元之外，一个人都不认识了。总不可能指望张元那个废物有办法。从他被于言一巴掌扇飞来看，张元和于言绝对是一点不熟，只能寄希望于钢筋铁骨了。江巡叹了口气，他并不知道钢筋铁骨到底能铁到什么程度。
万一钢筋铁骨能经得住于言的折腾，说不定于言从此以后就会折服于江巡，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如果撑不住，那只能是死了。丁，任务发布。任务内容：成为明宁亲传弟子。任务奖励：回元丹 X5，瞬间恢复全部灵力。看到系统这个任务，江巡顿住脚步。成为明宁亲传弟子，系统肯定不会无缘无故发布这种任务。江巡眉头紧皱，仔细思忖片刻，而后猛地想到，刚才沈月说你的事跟他没关系，他不管，这个跟他没关系有别的含义啊。想到这里，江巡连忙跑回沈月的院子。沈月正和涂庆聊天呢，看到江巡回来也是疑惑道：怎么了，沈师姐，你是怎么和你师傅说的呀？江巡来到沈月面前问道：我把外门长老选拔的经过跟师傅说了一下，又说于长老喊你晚上去玉鸾殿，师傅想了片刻后就那么回答我的。沈月如实相告。江巡闻言顿感有戏。江巡觉得明明思考的那段时间肯定是在想，一个炼器瞬间干掉4个筑基，还秒掉一个筑基5层，而且还是罕见的雷灵根，甚至是威力极强的黑雷，随后还当场突破到筑基境，长得还不赖。所以他就说这么一段话让沈月带下来。如果这小子能明白自己这句话里暗藏的意思，证明他不只有实力，还有脑子。如果他还有胆子来找自己，并且能说服自己帮他的话，证明他有勇有谋，是个好苗子，可以收为弟子。敢问明长老人在何处？江巡想明白之后，抬头看着沈月问道：沈月闻言眉头紧皱，干什么？我想去见一下明长老。那不行。沈月果断摇头，我师父怎么能是你说想见就见的？帮帮忙吧，沈师姐。江巡拱手道，他并不确定自己那个想法是不是对的，所以此时不能直接说出来，万一自己猜错了，那可太尴尬了。不行不行，我若真让你去了，我师父肯定收拾我。沈月连连摇头，很是决绝。江巡无奈叹了口气，悄悄看向涂庆，这小丫头还是挺单纯的，说不定从她嘴里能问出来，那只能等她和沈月分开了。那好吧。江巡随后便转身离去，在沈月院子门口找了个树躲在后面，等着涂庆出来。这师姐妹俩还挺能聊，江巡一直等了1个时辰，涂庆才出来。见涂庆往北边走去，江巡则悄悄跟在涂庆后面，一直跟到北侧的一处小别院，想来这里一定是涂庆的住所。涂庆刚打开门走进小院，江巡立刻窜了进去，随后一把关上门。啊！涂庆吓了一跳，大喊一声，连忙后退。嘘，我。江巡回头看着涂庆说道。涂庆愣了一下，看到是江巡之后松了口气。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哪个男弟子精虫上脑疯了呢。帮帮忙，你师父在哪呢？江巡快步来到涂庆面前问道。师姐都不给你说，我当然更不会跟你说了。是玉银殿吗？哎呀，我真不能跟你说，是玉月殿吧？你怎么知道？涂庆大吃一惊。我没跟你说啊。多谢了。江巡拱手谢道，随后赶忙开门离开。一共就4个长老殿，随便说2个，涂庆总会露马脚的。这傻妞，我可真是什么都没说啊！你别给我师父瞎说。涂庆连忙追在后面，站在门口喊道：放心放心。江巡摆摆手，快步往玉月殿跑去。虽然筑基已经能御剑了，可江巡刚刚筑基，这还没来得及学呢。江巡一路往玉月殿跑去，路上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毕竟江巡今天在广场上的表现都已经传开了，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个人。等江巡来到玉月殿时，殿外并无其他弟子。玉月殿外面是一个湖泊，湖泊上有座木桥，湖中有个亭子，亭内一个身着黑色纱裙的女人正坐在那里弹奏古筝。江巡穿过木桥来到女人面前，这一眼让江巡惊呆了。黑裙女人长得十分漂亮，眉眼冷肃，面色沉郁，嘴唇暗红色，黑纱裙领口呈一字状，锁骨以上白花花的一片，很是吸引目光。整个人有一种让人不敢接近的压迫感和让人想要一探究竟的神秘感。就这气质，绝对是长老级别。可亭子建在湖中，却没有过去的路，只能飞过去。江巡不会飞，只能站在湖边看着明明。他显然发现江巡来了，但却不为所动，还在弹奏。片刻后，一曲结束，明明端起一旁的茶杯抿了口茶，欲紧吞咽的动作让江巡心头一颤。这女人太有魅力了吧！盏茶之后，明明又开始弹奏了，好似根本不知道江巡在一般。江巡眉头一皱，发现事情并不简单。这玉月殿这么大，他不可能在这里坐一天，那他一定是专门等自己的。他知道自己刚刚突破筑基，想让自己飞过去，这也是对自己的考验之一，想试试自己的悟性和能力。可他完全没有御剑的经验啊，这个距离貌似也跳不过去吧？倒也不一定。江巡想了想，以自己现在的体质，
再用雷电覆盖在小腿上，说不定真能跳过去。距离大概有15米，要是跳不过去，大不了就游过去呗。反正现在想活命只能如此了。江巡也想过了，就算钢筋铁骨经的祝余言的摧残余言，也不会放过他。合欢宗的男弟子死亡原因有2个，一是被榨干，二是被吸干。一纯粹是因为自己不行，二则是因为太行了，阳气太足了，而被通过采补直接吸死。毕竟采补阳气充足的男性非常有助于提升实力。为了活下去，江巡开始往腿部凝聚灵力。明明感觉到江巡那边有灵力波动，微微抬眸看了一眼，随后又接着弹奏：“明长老，我来了。”江巡蓄力完成，猛地一跳，同时喊到话落，江巡奋力跳了出去。扑通！嗨嗨，可嗨嗨！江巡落入湖中，连忙游了出来，还是呛了几口水。把水咳出来之后，尴尬地游到凉亭旁，准备爬上去。献丑了，献丑了！江巡的脚刚要碰到凉亭，明宁衣袖一挥，江巡整个人倒飞出去，随后稳稳落回岸边。明宁则继续弹奏。江巡顿感一阵无语，但缓过神之后，又一次尝试跳过去。扑通，又掉进湖里。这次就差1米啊！江巡爬上凉亭，又一次被明宁挥手丢了出去，稳稳落在岸边。再跳，再落，又跳，又落，一连8次，江巡全被推了回去。但江巡渐渐找到一种感觉，倒飞在空中时，一种飞起来的轻飘飘的感觉。第9次落回岸边，江巡悟了，明宁这是在叫自己遇见啊！江巡往周围看去，果然在一栋房子前看到一个兵器架，上面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18般兵器。江巡快步走了过去，明宁抬头一看，嘴角微微勾起。江巡在兵器架前犹豫片刻，看出这些兵器全部都是宝器，明宁也是下了血本了。思忖片刻，江巡最后还是选择了百兵之王枪。这把长枪枪头通体银白色，黑色枪杆，银白色螺旋状枪尾，看上去威力十足。近可手持作战，远可投掷突袭，招式变化万千，虚实结合，不动如山，动如雷霆。和江巡的体质与灵根也很契合，但也没规定一个人只能练一种武器啊。江巡直接又拿起了一旁的百兵之君长剑，这把剑鞘剑柄均为黑色，剑身银白色，寒气逼人。明宁见状，眉头微微一皱，心想这小子挺贪心啊。看到江巡转身回来，明宁又低下了头。第10次，这是明宁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江巡回到岸边，将灵力注入长枪，随后抛起。虽然他没有遇过剑，但这么多年修炼，还是听说过一些的。要想御剑飞行，首先至少要做到让武器悬浮才行。心中想着刚才明宁让自己飞起来的感觉，江巡伸手操控长枪，在片刻的轻微颤抖之后，长枪稳在空中。江巡想了一下，又用同样的方法抛出长剑，同样的颤抖之后，长剑也稳在空中。江巡直接跳了上去，一脚踩着长剑，一脚踩着长枪往明宁那边飞去。一开始很不稳定，但2秒之后，江巡就完全稳住了。这绝对是归功于刚才明宁一直让他体验起飞的感觉。就在他即将落在凉亭上时，明宁弹古筝的节奏突然加快，随着手指拨动琴弦，一道劲风把江巡给推了出去。劲风十分猛烈，直接把江巡给推出1里之外，江巡险些就从长枪和长剑上掉下去。好在利用脚底释放黑雷，将自己与武器吸附在一起，又拼尽全力稳住身形。江巡知道，这就是明宁最后的考验了，绝不能掉下去。这是活命的机会，也是从此在合欢宗站稳脚跟的机会。师傅，我来了！江巡大喊一声，全力操控2把武器，又一次飞向凉亭。这次明宁没有阻止他，任由江巡落在凉亭之上。长剑在江巡的操控下收剑入鞘，长枪飞起，江巡一把握住，枪头朝下，握在身后。叮！宿主苦修御剑，获得修炼点 X20。明宁弹奏的手也终于停了。谁让你喊我师傅的？明宁开口，声音如冷冽清泉般，让人不由陶醉。江巡闻言，便将自己的推测全部告诉明宁，随后道：想来师傅已经把阻止于长老的方法告诉我了，就是成为您的弟子。如此一来，于长老便不会为难我。有点小聪明，悟性还算不错，学习能力马马虎虎，灵根不错，但你确定要学枪和剑2种兵器吗？明宁轻轻点头，算是认了。确定。江巡重重点头。好。明宁看向江巡，那2把宝器便送你了，今日起你就是我的亲传弟子，晚上可照常去见于言，以免薄了他的面子。死不了吧？江巡犹豫道。放心。明宁点头。看在我的面子上，于言最多拉你双修，正好你刚刚突破筑基，也可用它稳住灵力。用它。江巡听到这个形容词，嘴角直抽抽。
明日起你就住在玉女峰的玄字15号房，这是钥匙。明明说着，抛出一把钥匙和一枚刻有月字的铜牌。江巡稳稳接住。谢师傅。江巡拱手鞠躬道：“敬茶。”明明目光看向一旁的茶杯，说道。江巡见状，立刻走过去给茶杯添茶，随后跪在明明身旁，举起茶杯：“师傅喝茶。”“好香。”“师傅身上好香。”“师傅会带我一起双修吗？”“合欢宗的师傅啊，一定会带我一起双修吧。”明明接过茶抿了一口，放回江巡手上。“行了，走吧。”丁，任务完成，获得奖励，回原丹 X5。离开明明的御乐殿后，江巡直接前往玉銮殿。去玉銮殿路上碰到的女弟子，更是一副看死人的眼神看着江巡，更有甚者直接站在原地行注目礼了。等江巡来的时候，天也差不多黑了。在玉銮殿守门弟子的引导下，江巡一路来到于岩闺房门前。“于长老。”“我。”“江巡。”江巡轻轻敲了敲门。“进来吧。”于岩酥软的声音从屋内传出，搞得江巡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轻轻推开房门，一阵芬香扑鼻，似是刚沐浴的味道与什么檀香的味道。嗅到这股香气之后，江巡只觉浑身轻飘飘的。当他意识到这是迷香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关门。于岩的声音从床帘后传来。江巡呆滞的点点头，转身关上房门。“过来。”于岩白嫩的小臂与纤纤玉手从帘缝之间伸出，勾了勾手指。江巡的魂好似被那手指勾走一般，憨笑着走向于岩的床，掀起床帘，眼前一幕如同梦境一般，于岩躺在床上，如散去羽毛的天鹅般，左臂弯曲支撑着头，美目满是媚意，让江巡的心脏无法平静。“美吗？”于岩看着呆滞的江巡，勾起嘴角笑道：“美。”想必江巡就算没有被这迷香影响，也会这么回答的。于岩闻言轻舔嘴角，随后双腿一翻，直接勾住江巡的脖子。第二天一早，江巡缓缓睁眼，只感觉浑身酸痛，脑中闪过片段记忆，全部都是与于岩的香艳片段，光是想想就让江巡兴奋不已。坐起身来时，才发现自己身处玉銮殿大门口，而且身上一丝不挂。卧槽！江巡瞬间清醒，连忙从储物戒里拿出一身衣服穿上，也不知道被扔在门口晾了多久。这家伙，这得多少人见过二爷了？你可以提上裤子不认人，但你不能不给我穿裤子就把我扔大门口吧？太不道德了！师弟醒了。玉銮殿门口的女弟子看着江巡笑道，那笑容看得江巡浑身发毛。啊，醒了。江巡点点头。师傅说他对你很满意，以后你要随叫随到啊。女弟子笑道。这位师姐，你一早上都在这吗？江巡总感觉他的目光在看什么不对劲的地方，默默地伸手挡了起来。哥。女弟子掩嘴轻笑。还挡什么啊？都看了一早上了，师弟有点东西啊。哈哈哈哈。虽然是被夸，但江巡现在有点尴尬，连忙转身就走了，还没忘喊一句：“师姐要是有兴趣的话，随时找我啊。”好呢。女弟子娇媚的声音从后方传来。对于这个能活着从师傅房里出来，甚至还能让师傅评价不错的这个男子，他倒真是挺感兴趣的。从玉銮殿离开后，江巡来到明明给他安排的新住所，是一栋和沈月别院差不多大的院子。屋内一个卧室，旁边一个厨房，毕竟筑基的弟子还是需要吃东西的。回到屋里，关上房门，江巡坐在床上开始发呆。昨晚进入于岩房间之后的记忆完全是碎片化的，根本没有清晰的记忆。而且大早上裸体躺在众人面前，搞得江巡脑瓜子嗡嗡的。此刻静下心来，江巡渐渐缓过神来。不对劲，10分有15分不对劲。既然昨天自己和于岩双修了，那系统的修炼点怎么会没有增加呢？先前突破筑基得到40修炼点，修炼御剑得到20点，攒了80点，系统里现在还是只有140点。唯一的解答就是于岩和自己什么都没有发生，昨晚看到的那些全是幻觉。于岩这女人有问题啊！沉思良久之后，江巡决定先不想了，把60点修炼点全部使用，得到6年苦修，剩下80点备用。感受到实力提升，境界稳固之后，江巡去厨房看了看，还有不少食材。因为天灵山灵气浓郁，这些食物就算是放在那里很久不动也不会坏掉。江巡直接动手给自己做了一顿饭，饱餐一顿还是金丹方便，不用吃喝拉撒。收拾完碗筷，江巡感叹道：以前成为金丹他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看来自己想必很快就能突破金丹了。做完这些后，江巡回到屋里研究了一下。屋里有2种结界可以手动开启，一个是防御结界，一个是隔音结界。防御结界想必是修炼的时候使用的，隔音结界吗？那就不言而喻了。而且江巡现在不只是外门长老，还是身份超过了内门弟子的长老亲传弟子，在合欢宗可以说是相当有地位了。
以江巡现在这个地位，看上了哪个内门弟子或是外门弟子，可以直接喊到房里来。能让江巡就范的，也就只有长老级以上了。除了结界，就是一张大床，一个衣柜，一个书架和书桌，最中间一张圆桌，算是餐桌。走到院子里，除了石板砖地面之外，没有其他多余装饰。哎，你怎么住我们玉月堂的院子里了？涂庆的声音突然从高处传来。江巡抬头看去，涂庆正坐在他院子的围墙上。合欢宗一共分为玉月堂、玉鸾堂、玉银堂和玉灵堂4个堂，由4个长老带领。话说回来，这个院子隔壁好像就是涂庆的院子。师父收我为徒，今后我们就是同门了。江巡看着涂庆笑道：“那你就是我师弟喽？”涂庆闻言一愣，指着自己一脸不可思议道：“是啊，师姐多多指教啊。”江巡拱手笑道：“天哪，师父不是说是他关门弟子吗？怎么又收下你了？”涂庆闻言从墙上跳到江巡面前道：“估计是因为我天赋异禀吧。”江巡笑道：“天赋异禀？”涂庆上下打量着江巡，随后道：“你好像除了长得有几分姿色之外，没什么出彩的吧？”哎，话说一半，涂庆突然发现自己昨天还能看透他是筑基一层，今天却看不出来了。你突破了？涂庆问道。倒是没突破。江巡摇摇头，还是筑基一层，快突破的程度。啊，一夜之间就要突破了。涂庆闻言一惊，厉害吧？确实有点厉害啊，你怎么做到的？涂庆一脸认真求教的问道。双修啊，我和于长老双修，你要不要和我试试？说不定你直接就突破到下一层了呢。不行的。涂庆闻言脸一红，我不能双修，师父会打断我的腿的。他怎么会舍得呢？哎呀，我不能跟你说，你自己玩吧，我走了。涂庆说罢便逃似的离开了。和欢宗不双修，你练的到底是啥玩意？江巡见状撇撇嘴，真是怪了。不过这个明明鲛人确实是很有一套，于言没对自己出手，估计也是明明打过招呼吧。但于言为了维持他的形象，象征性的把自己叫进房间，又用幻术骗了自己。如果不是因为有系统，估计江巡也发现不了这事。来玉月殿。此时江巡耳边突然传来明明的声音，这是传讯符的作用，在一定范围内，只要燃烧传讯符，便可以把自己的声音传达给指定的人。收到明明的传讯，江巡立刻动身往玉月殿飞去。经过明明昨日的教导，江巡现在御剑已经完全没问题了。御剑赶路果然省时省力许多，江巡很快便来到玉月殿的院子里。院内不同昨日，此刻已经有5个漂亮女子站在院内，其中一人是沈月。如此看来，这5个女子都是明明的弟子了。哎，你……沈月看到江巡落在他们面前，也是一愣，眉头紧皱。你跑来这里干什么？谁啊？这是？这不就是昨天成为外门长老的那个江巡吗？江巡，你来这里干什么？几个女弟子也纷纷看着江巡问道。不得不说，这明宁选弟子的眼光还真是不错。虽然没有明宁那么漂亮，但眼前这5人无一不是大美人了。各位师姐好。江巡拱手问好。我昨日被明长老收为弟子，今天开始就是各位的师弟了。啊！5人中3人都是一声惊呼。真的假的？沈月快步来到江巡面前问道。真的真的。涂庆的声音从空中传来，众人抬头看去。涂庆刚准备落地，也不知道是太激动了还是因为说话了，脚下的剑开始剧烈颤抖起来。啊啊！救命啊！下一刻，涂庆直接翻剑，整个人从空中掉了下来。江巡刚想动手，有一个人比他还快。只见一红衣女子的手轻轻一挥，一阵清风掀起，风直接接住涂庆和涂庆的剑，把他轻飘飘地放在地上。那红衣女子竟是元婴。多谢若云师姐。嘿嘿。涂庆接住剑，收回储物戒，跑到红衣女子身旁，龇牙笑道：“以后遇见不要分心，万一我们不在身边，你这小丫头就摔死了。”若云轻轻捏了一把涂庆的鼻尖，笑道：“好，我知道了。”涂庆点点头，看向江巡。他真是师父新收的弟子，以后我就不是最小的那个了。没想到师父不但又收了弟子，还是个男弟子。若云身旁一粉白色衣衫的女子打量着江巡说道：“怎么了？不可以吗？”明明清冷的声音从屋内传出，众人连忙看向房子的方向。一身黑裙的明宁开门款款走来。师父！众女立刻微微欠身，向明宁行礼问好。江巡见状也连忙跟着行礼。今天叫你们来，也是为了让你们相互认识一下。江巡，过来。明宁站在门口，对江巡勾勾手指。江巡立刻快步跑了过去。明宁站在江巡面前，双手放在江巡肩膀上，把他转了过去。这是江巡，外门长老，筑基1。话说到这里，明宁眉头皱了一下，怎么昨天才筑基，今天就快筑基2层了？
稍微缓了一下，明明接着开口：“筑基一层，你们自己给师弟介绍一下自己。若云，你大师姐，元婴后期。”红衣女子看着江巡说道：“这若云长得一副媚相，樱桃红唇，狐媚眼，眼角下一颗泪痣，很是疯 S。漂亮。花白蕊，你二师姐，元婴中期。”粉白色衣衫女子看着江巡道：“花白蕊长得十分清纯，有单纯模样的同时又不失味道，想必一定是十分反差的那种。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白蕊。晚，老三，金丹大圆满，小师弟，你可得快点修炼，师姐们等着你保护啊！”一黑底红纹裙、高束马尾的女子笑嘻嘻地看着江巡道，她的嘴唇涂得很红，而且唇形十分好看，让人忍不住盯着她的嘴唇看，再配上她这不俗的面容，真让人想尝尝是什么味道。好，师姐放心，我一定努力修炼，争取早日超过你们。江巡连连点头道：“谢了，老四，金丹后期。”淡蓝色衣裙的女子声音冷淡地说道，随后不再多言。她的脖颈上套着一个淡蓝色颈环，显得脖颈十分白嫩诱人。蓝色衣裙后背没有布料，露出大片雪白的后背，那白嫩的后背配上高开叉裙的一双大长腿，江巡都不知道该先看哪里了。这位师姐也很诱人啊。沈月你认识的，金丹初期，涂庆你也见过了，筑基一层。明宁随后在江巡耳边说道：“是，见过了。”江巡点点头。原本你是境界最低的，不过没想到你与余言双修后，居然快突破到筑基2层了，有点意思。明宁伸手在江巡肩膀上轻轻拍了2下，只是江巡万万没想到，明宁的下一句话差点让他兴奋地跳起来。以后你们要双修，只能找江巡，毕竟肥水不流外人田，但要注意节制，别把人弄没了，知道吗？明宁看着几人道：“哇！”江巡闻言差点没忍住跳起来了。这5个师姐可都是顶美啊，第一次见拜师送宝器，还送5个大美人的。是，师傅。几个师姐倒是没有太多余的情绪，行礼答道：“师傅，我……”涂庆一脸为难地看着明宁：“你不用。”明宁看向涂庆：“涂庆连连点头，松了口气：“你也只能和你师姐们双修。”明宁看向江巡道：“好。”江巡点点头，5个绝美师姐倒也不亏啊。师姐师妹们，都别跟我抢啊，今晚我先来。涂完晓跑到江巡旁边，一把挽住江巡的胳膊说道：“不，我先。”意料之外，似乎又是情理之中。这话是明宁说的，为师先给你们验验货。明宁说罢，直接一把抓住江巡后脖颈的衣领，把他往房里拽。是，师傅。这大白天，这不好吧？江巡确实有点慌了，毕竟明宁长得确实是太好看了，好看到让人不敢触碰的那种地步。江巡还是要做些心理准备的，而明宁好像没打算给他做这个准备，直接拖进屋里关上了门，而后把江巡给丢到了床上。江巡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眼前一幕看得他目瞪口呆。只见明宁黑纱裙落在地面，而后罗衫轻退，大片雪白看得江巡瞳孔放大。明宁就这么走到江巡面前，伸出手指抵在江巡肩上：“师傅好看吗？”“绝了！”江巡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昨晚余言没碰你，你是怎么快突破的？”明宁的手指勾起江巡的下巴，让江巡的目光从刑天的眼睛挪到上面的眼睛和自己对视。“啊，我和余长老确实双修了呀。”江巡头脑瞬间清醒答道。“呵。”明宁冷笑一声，就算你和余言双修了，也不可能一夜之间稳在筑基1层，还即将突破。不管你身上有什么秘密，我劝你从今往后低调一点，突破太快，小心别人把你抓去，从里到外。明宁的手指顺着江巡的脖颈往下滑，一直滑到江巡的胸肌上，把你探究得一清二楚。我……江巡还没来得及开口，明宁突然一声让人浑身酥软的声音，江巡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师弟这么厉害呢？外面涂完等人听到明宁这声音，也是纷纷跑到房门旁边，把耳朵贴在门上。只有谢冷还站在原地，涂庆则害羞地跑得远远的。“是，师傅，这是干嘛？”江巡狠狠吞了口水。若有人问起你是如何突破这么快，你就说是和我双修，知道吗？明宁看着江巡道：“知道了。”江巡木愣的点头。明宁这么一提醒，江巡也觉得有道理。自己现在虽然突破得很快，但说白了还是实力低下的筑基而已。万一被金丹或者是元婴的盯上，也是挺麻烦的，是得低调一点。原来明明是为了给自己打掩护，这才当着众弟子面把他带进房间，同时还让他只能和师姐们双修。如此一来，江巡之后突破再快也能找到借口，他和师姐们肯定是不会出卖江巡的。真是个好师傅呀。明明又是一声奇怪的声音，外面几人听得很是兴奋。江巡也忍不住了，
伸手就想把明宁按在床上，却被明宁一把抓住手腕。想占我便宜，下辈子吧。师傅，憋得慌。江巡听到明宁前面说的话之后，对此也是意料之中了，无奈苦笑道：憋得慌就去摇床去，节奏要配合上。明宁一把把江巡提起来，自己躺在床上盖上被子，侧躺着看着江巡。哦，江巡点点头，来到床尾，随着明宁发出声音，江巡也配合地摇着床发出声音。明宁的声音越快，江巡就摇得越快，一直摇了2个时辰，把明宁都给摇睡着了。婴儿床是吧？江巡看到明宁睡着，不禁吐槽道：滚吧，门带上。明宁迷迷糊糊地嘟囔道：是。江巡点点头，低头看了一眼二爷，无奈叹了口气，转身捡起地上明宁的衣服放在床边，随后离开明宁房间师弟，你很厉害吗？好久都没听师傅那么激烈了。江巡一出来，涂婉就凑到江巡身边道：还行还行。师姐们呢？江巡无奈摆摆手，抬头看去，外面只剩涂婉一个了。你们俩那么激烈，师姐们当然是受不了了，回自己屋里去了。涂婉笑道：那师姐你呢？江巡点头问道：等你啊，我不是说了我先来吗？跟我走。涂婉一把抓住江巡，就准备御剑。江巡正巧在明宁那憋了2个时辰，正想下山去找梁云云的，但既然有更漂亮的涂婉师姐，谁还理什么梁云云啊？可涂婉看江巡丝毫没有反抗的意思，却不动了，皱眉看着江巡：你不反抗一下？涂婉师姐这么漂亮，邀请我双修，我不去我不是脑子有问题？江巡笑道：没劲，不喜欢你这种不反抗的。涂婉说罢，直接自己御剑跑了。啊啊！江巡看着涂婉快速飞离的背影，如遭雷击。这是什么理由啊？你这是赤裸裸的调戏啊！你们玉月堂的人也太过分了吧！滚！睡觉呢？明宁的声音从屋内传出，江巡被一阵劲风掀翻出去，扑通，直接滚进湖里。从湖里爬出来之后，江巡用灵力烘干自己的衣服，看了眼明宁的闺房，撇撇嘴，御剑离开。还是去我的外门作威作福吧。江巡一路飞到山门处落下。昨天守门的那4个女弟子看到江巡，眉头微微一皱。山上的男弟子就那么几个，他们都见过。这人是谁？师姐，又见面了。江巡落在几人身旁，直接一巴掌打在那矮个子女弟子屁股上。啊！女弟子大喊一声，这熟悉的力道和触感。你是昨天那老头？几女闻言也诧异地看着江巡。怎么样，后悔昨天对哥态度不好了吗？江巡拿出铜牌晃了晃说道。女弟子看了眼铜牌，疑惑的同时说道：我不是说了吗？就算你成为外门长老又能怎样？外门长老可管不了我们内门弟子，是吗？那你再看这个。江巡掏出另一枚铜牌，上面刻着1个月字，你被明长老收为亲传弟子了。女弟子见状顿时花容失色。师兄好。另外3名弟子连忙鞠躬问好，这直接就一跃成为他们师兄了。师兄好。被拍屁股的女弟子也连忙鞠躬问好。小妞叫什么名字？江巡收起令牌，伸手勾起她的下巴。梁如。哪个堂下的弟子？内门弟子当然也分哪个堂的弟子。全部的内门弟子分散在4个堂内，分别由堂主的亲传弟子管理。玉鸾堂，原来是玉鸾堂的，晚上给我到玄字15号房来，听到没？这是。梁如闻言猛地抬头，随后又低下头，无奈点头。江巡说罢便继续往山下飞去。待江巡离开后，另外3个女弟子连忙跑到梁如旁边。梁师妹，你昨日对她那个态度，想来她今晚不会轻饶了你，你赶快想个办法吧，不能去。是啊，我昨天听说她活着从于长老房里出来了，绝对不是一般人，我怕你被她弄死啊。另一弟子也说道。可她是玉月堂亲传弟子，我能怎能办？梁如低着头道。你也去找你们玉鸾堂的亲传弟子啊，总不能真就送死去吧？可我还得守门。哎呀，你就快去吧，走一会儿没事的。女弟子推着梁如说道。梁如心里也很害怕，于是顺着他们点点头。那就拜托师姐们了，我快去快回。说罢，梁如快速往山上飞去。江巡这边已经回到了山下男弟子们的聚集地，这里像是一个巨大的猪圈一般，外门男弟子都在此处修炼锁阳诀，有几个大宿舍供他们居住，一个超大的食堂，一个大广场用来练功，这就是外门男弟子的全部了。你没事吧？怎么伤成这样了？江巡刚准备下去，就听到旁边树林里传来熟悉的声音，似乎是梁云云的。江巡闻声悄悄往树林中走去，不多时便看到河边梁云云正在给一个男人脸上擦药。这男的江巡也见过，正是昨天被他秒掉的筑基弟子之一，名叫陈诚。那江巡太厉害了也，他不是你大伯吗？这么厉害，你怎么不跟我说啊？
陈诚龇牙咧嘴的一边疼一边道：“他只是练气而已啊，我真没想到他能瞬间干掉你们所有人啊。”梁云韵无奈道：“昨天的经过他都听陈诚说了，听得他是心惊肉跳，而且听到江巡变年轻了之后，心里有一种很想见到江巡的冲动。年老都那么厉害，年轻还得了？你脸红什么？”陈诚看自己面前的梁云韵莫名其妙脸红了，不由问道：“没什么。”梁云韵连忙低下头：“该不会是想和我在这里双休吧？”陈诚看了看周围，勾起梁云韵的下巴笑道。梁云韵下意识起身往后退，从陈诚手中挣脱。陈诚见状一愣，眉头紧皱：“什么意思啊？我去内门这段时间，你找别的男人了？”一个女人有这种反应，肯定是有问题。没有，怎么会呢？梁云韵摇摇头。陈诚见状更确定了，站起身来走向梁云韵，他也连忙往后退。你果然找了别的男人，连我都没碰过你，是谁？陈诚一个箭步上去，一把抓住梁云韵的脖子，把她整个人提了起来。我没有。梁云韵被捏得喘不上气，脸涨得通红，上气不接下气的艰难说道。他知道如果自己承认了，今天肯定会被陈诚杀掉的，你就告诉他，又能怎么样？江巡此时从树后走出，看着梁云韵笑道。陈诚闻言回头，看到是江巡，一脸疑惑地放开梁云韵，回头戒备着江巡。江巡，你怎么会在这？陈诚看着江巡说道。过来。江巡没有理会陈诚，看着梁云韵说道。梁云韵的手放在自己的脖子上，半跪在地上，抬头看着江巡。怎么？你这个大伯要给梁云韵这婊子出头？陈诚闻言看着江巡问道。合欢宗还有婊子一说呢？江巡笑道。他作为我的道侣，自然不能和别的男人再有关系，这事就算闹到长老那边，也是我占理。你有病！内门弟子早就没有道侣一说了，还是你不想在内门待了？江巡闻言冷笑道，又对着梁云韵勾了勾手指。梁云韵这次没有再犹豫，起身来到江巡身旁。大伯。梁云韵看着此刻年轻的江巡，也是一脸不可思议。他分明见过稍微年轻一些的江巡，根本不是这样，比之前是不是帅了太多了？江巡则直接顺势一把搂住梁云韵的腰。陈诚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二人。你不是他大伯吗？你就是他那个男人。眼看给自己戴了绿帽的人在自己面前搂着自己的道侣，而且他们还是那种关系，陈诚的 top 瞬间爆炸了。又不是亲的。江巡笑道。你小子明显不行啊，这么久以来云云根本不让你碰啊。陈诚闻言被江巡气得脸通红，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自己不是江巡的对手，硬生生把这口气给吞了下去。婊子！陈诚不敢再和江巡多说，骂了梁云韵一声之后便转身准备离开，可一把长枪突然扫了过来，直接把他整个人甩了出去，砸在石壁上。噗！陈诚落在地上，一口淤血喷了出来。江巡手持长枪走向陈诚。陈诚见状连忙撑着坐起身来。我可是内门弟子，就算你是外门长老，也不能杀我的。那我若是亲传弟子呢？江巡说罢，在陈诚不可思议的目光下，将他直接削手。梁云韵看着陈诚人头落地，下意识心疼了一下，但想到陈诚对他的样子，还是忍住了。找了个什么玩意当道侣？江巡收起长枪，转身离开。梁云韵立刻跟了上去。大伯，谢谢你帮我。顺手而为。江巡摆摆手，转身走进一个洞穴。梁云韵意识到会发生什么，但没有停下脚步，跟了进去。2个时辰后，今天被明明和涂婉的折腾终于得到解脱，江巡从山洞内走了出来。这早晚一顿折腾下来，天也黑了。于是江巡便直接回内门，打算等那个梁如上门。结果江巡刚到家，等来的不是梁如，而是另一个女人。白色锦袍女子站在院中，手中拿着一把通体白色的长剑，面容清秀，2个大麻花辫在身上一前一后，又披散着一部分头发在身后，显得有些青春靓丽的感觉，实在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女子是合欢宗的。你就是江巡是吧？江巡落地后，女子举剑指着江巡冷声道。哟，声音也好听。是啊。江巡点点头。这位师姐是？我是玉鸾堂亲传弟子江岩。你区区一个刚入内门的筑基弟子，欺负到我们玉鸾堂头上了。江巡闻言愣了一下，随后便想到是那梁如去玉鸾堂求救了，指不定添油加醋的讲了些什么。欺负玉鸾堂？这话从何说起啊，师姐？江巡故作吃惊地问道。少装了，梁如都告诉我了，你让他今晚来你房里，想把他折磨致死。江岩瞬间出现在江巡面前，剑都已经搭在江巡脖子上了。江巡这才看出这江岩是元婴5层啊，少说也是余言的大弟子、二弟子什么的。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什么时候要弄死他了？江巡立刻反驳，咱们合欢宗
连双修都不能修。我记得亲传弟子不是可以随便找内门弟子双修吗？双修当然没问题，但想把他折磨致死就不对了吧？姜岩瞪着姜寻道：“我从没想弄死他。再说了，咱们合欢宗就算踩不死他又怎么了？不合规矩吗？”姜寻耸肩道：“规？合规？我……”姜岩闻言脑瓜子嗡嗡的，他说的没一句是他能反驳的。这也是为什么当初明明不直接找于言，而是直接把姜寻收为弟子另辟蹊径，因为这种事在合欢宗根本就说不清楚。既然合规又合情合理，师姐还是快去把梁如叫来，别坏了咱们内门的规矩。姜寻挺胸抬头道：“我坏规矩？”姜岩一愣，怎么反而成了自己坏规矩了？可是这么一盘算，好像还真是啊。内门有一条规矩，谁坏规矩谁受惩戒，对谁坏规矩要听谁的话。此时一道妩媚的声音从房顶传来，二人回头看去，月光照耀，女子侧身站在房顶，微风浮动下，红裙飘飘，勾勒出极完美的身材，长剑在衣裙后闪着寒芒。若云师姐。姜寻见状喜出望外，没想到若云师姐来帮他了。你什么意思啊？姜岩看着若云皱眉道：“我的意思是，既然你不让梁如来，那你便坏了规矩，要么你代替梁如留下一碗，要么把你的命留下。”若云转过身来，举剑指着姜岩：“我劝你不要反抗，因为坏规矩的人就算被杀也没人会管。”姜岩顿时脸煞白，现在这个情况的意思难道是梁如没救成，自己还得陪姜寻一碗？不可能，想让我和他双修绝无可能。姜岩立即喊道，心中想到，我数十年来守身如玉，怎么可能便宜了这家伙？那你自裁还是我动手？若云嘴角勾起，看着姜岩笑道，这笑容简直太有魅力了。姜寻此刻也是两眼放光，这师姐好啊，这师姐可太好了，不但来救命，还要给自己搞个漂亮美人。此时此刻此景，若云简直是女神啊！打了再说。姜岩说罢，直接一跃而起，持剑攻向若云。若云立刻从房顶跳了下来，两人长剑在空中对撞，发出枪的一声脆响。同时，若云身后一阵劲风袭来，化作风刃袭向姜岩。姜岩的剑上出现火焰，瞬间又被劲风吹了出去，火焰被风吹得更加剧烈，方向却是攻向姜岩自己。姜岩的衣衫也被风刃划成碎片，直接是只剩下衣械裤，露出大片白嫩肌肤。师姐，别整的血滋呼啦的，体验感可不好。姜寻躲在门后面，对着若云喊道：“拿我当什么了？”姜岩回头看着姜寻喊道，就这一走神，就被若云一脚踹回了地面，长剑直接抵在姜岩喉咙上。分神，我看你真是想死，杀了我吧！姜岩躺在地上，胳膊肘撑着，闭上眼睛咬牙说道：“师弟过来。”若云没有理会姜岩，对着姜寻勾了勾手指。姜寻立刻来到若云旁边：“师姐，捆了。”若云从储物戒中拿出一捆绳子抛给姜寻，姜寻一看就知道这是捆灵绳，可以抑制被困人的灵力。姜寻毫不犹豫，立刻用合欢宗特有的捆绑方式把姜岩给捆得凹凸有致。喜欢师姐送你的这个礼物吗？若云收起剑，一条胳膊搭在姜寻肩上笑道，他1米7、8的个子简直绝了，腿长少说也得有1米2上下，我可太喜欢了。姜寻连连点头。话说师姐怎么会来这里？守山门的4个弟子分别是合欢宗4堂弟子，月堂弟子告知我山下发生的事情，我便猜测今晚会有人来，于是便来了。真是太谢谢师姐了，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姜寻嗅着若云发丝的芳香说道：“哎，我跟你说，这姜岩可是玉鸾堂的宝贝，于岩的2徒弟，练的不是合欢宗功法，从天白门挖来的。”若云看着姜岩道：“天白门挖来的？”这么说，姜寻看着姜岩的眼睛简直要变成强光手电筒了。是个厨，这种对你练的锁阳诀很有用，再加上他是个元婴，说不定你有直接突破的机会。若云一脸正经地说道：“怪不得他不知道咱合欢宗的规矩，冒冒失失的跑来，这是被梁如坑了呀。”姜寻点头笑道：“梁如求遍了于岩所有弟子，只有姜岩答应了，可不是谁都和你一样好命，有师傅帮你。”姜寻高兴的笑容突然消失，一脸无奈。可师傅不是说我只能和师姐们双修吗？师傅不会罚我吧？放心，不会的。你把锁阳诀练好，对我们也是好事啊。若云笑道，随后站直身体，拍了拍姜寻肩膀：“师姐走了，你好好玩，等明天好好报答师姐。师姐不能把我弄死吧？”姜寻闻言警惕道：“放心，不会。”若云摆摆手，舔了舔嘴角，诱人一笑，转身非礼：“嘿嘿嘿，小娘子，咱们屋里一叙啊。”若云走后，姜寻奸笑着走向姜岩：“你别过来，滚开啊！我 X 你 X 的，你他妈的 Triple X， 我去你 X 的！”
姜岩一边被江巡抗进房间，一边嘴上不停的大骂：“好家伙，你不是天白门弟子吗？嘴咋这么脏？来合欢宗光学骂人了！”江巡听着姜岩的污言秽语道，同时走进房间，用脚关上门，打开隔音结界和防御结界，把姜岩丢到床上。呜啊！江巡刚脱掉外套，姜岩突然哇的一声哭了，给江巡整懵了。你们合欢宗都是强盗，都是劫匪，我本来就是被抢到合欢宗的，现在还要被你糟蹋了，我不活了，不活了！姜岩的哭声极大，若不是江巡开了隔音结界，这左邻右舍的指定全被喊来了。而且这场面江巡还真是第一次见，不由把自己衣服穿好了。姜岩的哭声也戛然而止。江巡见状一愣，又脱外衣，姜岩又开始哭，又穿又停又脱又哭，又穿又停又脱又……不是姐们，你有病啊！江巡看着情绪飞速变化的姜岩喊道：“你才有病呢，又穿又脱的，你到底想干嘛？”姜岩对着江巡骂道：“想啊！”江巡喊道：“姜岩一愣，随后反应过来：“你给我滚！你今天你敢碰我一下，只要我没死，我非宰了你不可！大姐，你违反合欢宗的规定了，你咋还委屈上了？”江巡穿上衣服，坐在床边说道：“你滚！”姜岩被捆住的双脚一起抬起，两脚把江巡踹下床：“别靠近我2米，3米内！你什么时候上的合欢宗啊？不知道合欢宗的风格吗？”江巡从地上爬起来，揉着自己的屁股说道：“你管我？你怎么才能和我双修之后不死呢？你这小身段，小模样，我还真不舍得你死呢。”江巡打量着姜岩说道，虽然很好奇他一个天白门弟子是怎么被抓到合欢宗，还成了余言的弟子，但现在显然不是问他这种事的时候。“你敢碰我，我必死！”姜岩果断喊道。“那好吧，那就享受当下吧。”江巡看他这么决绝，直接扑了上去，刚摸到姜岩的脖子，姜岩就怂了。“哎，别动，别动，别动，商量商量。”“商量什么？”江巡的手轻轻放在姜岩白嫩的玉颈之上，在姜岩耳边问道：“这耳边还挺香。”“是，我知道我违反了合欢宗的规矩，但是咱们俩能不能商量一下？至少我们俩先认识认识，熟悉熟悉，给我们彼此之间一点时间，培养培养感情。这种事，等我们成为道侣之后，再说。”姜岩红着脸说道：“大姐，你当是谈恋爱呢？这不是天白门，内门也没道侣一说。”江巡起身看着姜岩道：“何为谈恋爱？”姜岩愣了一下问道：“就是道侣。”江巡无奈道：“何必管他人？你我之间如此相处，不好吗？那你睁眼看看我啊倒是。”江巡吐槽道。姜岩闻言缓缓睁眼，和江巡四目相对，沉默。太近了，真的太近了。片刻沉默后，姜岩嚎哭道。江巡无语，从姜岩身上坐了起来：“你别说，你还真别说，真让他哭得没兴致了。你一个元婴，这么哭真的合适吗？我真没见过这场面啊！从小我的师傅就告诉我说，我天白门的师傅告诉我说，女孩子一定要洁身自好，身在天白门，一心专注修炼，不要有什么男女之情。谁知道你们合欢宗完全反着来啊！”姜岩缩在墙角，一副弱小无力的样子说道：“行了，别哭了。”江巡说着从床上站起：“都让你哭没兴致了，那你给我解开，我走了。”姜岩往墙上拱着坐起身来，看着江巡道：“那不行，我给你解开，你要是动手，我可打不过你。”江巡摇摇头：“今晚就这么着吧，先搂着你睡一晚再说。”“别啊，咱俩没熟到可以抱着睡觉的地步吧？”姜岩闻言愁眉苦脸道：“那我可动手了。”江巡闻言盯着姜岩，在虚空中捏了捏手掌：“别，抱着睡就抱着睡，说好了，你的手可得老实点啊！”姜岩连忙喊道：“来，发个誓吧，从今往后绝不对我出手，今天晚上乖乖让我搂着睡一晚，这样我也能把你解开，咱俩都得劲。”江巡看着姜岩道：“从今往后。”姜岩闻言眉头一皱，他还打算事后找江巡报复来着。“哦，看来你是打算事后报复我啊？那我们还是享受当下吧。”江巡说着又扑在姜岩身上，这一来二去的，说没占到便宜肯定是不可能的，最起码大腿附近都被摸了个遍。“我发！”姜岩连忙喊道，同时开始发誓，从今往后绝不对江巡出手，今晚也会乖乖的。早这样多好！江巡一巴掌拍在姜岩屁股上：“你！”姜岩的脸早就红透了，此时听到啪的那一声，更是害羞不已。但江巡随后把困着他的锁灵绳解开，他顿时感觉浑身上下轻松不已，被捆疼的手也舒服多了，他也就没再说什么，只是一脸幽怨的坐在床上看着江巡：“快去洗洗吧，别搞得我床上臭臭的。”
江巡起身看着江岩道：“你才臭呢！”江岩闻言起身喊道：“那我们一起洗个澡，增进感情。”江巡脱掉外套，就准备脱里衣。我自己洗，你别进来。江岩见状连忙起身，快步跑进浴室，并反锁上门。虽然锁的没什么鸟用就是了，一脚就踹开了，属于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看来亲传弟子用的房间格局都是一样的，不然他也不会直接就知道浴室的位置。待江岩洗漱完之后，看着江巡：“你也赶紧去洗洗，我可不想和一个臭人同床共枕。”嗨，江巡对此倒是并不反驳，毕竟早上被明明给扔进湖里，晚上又和梁云云出了一身汗，确实是有点臭。江巡走进浴室，脱掉衣服，舒舒服服洗了个澡之后，换上浴衣出来。坐在椅子上的江岩看到江巡这裸露的胸肌腹肌，也是一愣，随后连忙把头扭开。他哪见过这玩意啊？有伤风化，有伤风化。你这可真不适合待在合欢宗啊，这才哪到哪。江巡见状笑道：“我本来就不是你们合欢宗的。”江岩低着头道：“那你为什么会被抢来合欢宗？”江巡不由问道。说到这个，江岩也是十分无语。说说呗，闲着也是闲着。江巡拿着茶杯茶壶走到江岩面前，给他倒了杯茶。我当年被绑到合欢宗的事情，内门几乎人尽皆知，你不知道？江岩问道。我昨天才刚到内门。江巡耸肩道：“3个月前，我下山历练时遇到了合欢宗玉灵堂堂主顾晴，他说我是什么天生媚骨的体质，很适合合欢宗，于是向我的师傅提出交换弟子。”江岩有些无奈地说道：“你师傅就答应了？”江巡闻言也是不禁挑眉：“那他这个师傅也不是东西了吧？”没有。江岩摇摇头。后来合欢宗宗主拿出一枚混元丹和一名元婴初期巅峰的弟子交换，混元丹正是我师傅当时最需要的丹药，他就换了。混元丹是啥玩意？江巡问道。混元丹确实是一种很珍贵的丹药，炼虚以上相当于是修士的分水岭，从化神境突破到炼虚境非常困难，哪怕是有极品破虚丹也不行，必须有高阶以上的混元丹作为辅助，否则9成9会突破失败，被天劫劈死。而高阶丹师非常稀有，若非从一开始修炼就选择炼丹的人是无法成为高阶丹师的，但大家都是修道之人，为的不就是终有一日飞升仙界吗？而丹师是绝无飞升可能的，所以一开始选择炼丹的人少之又少，混元丹自然也就极其珍贵。哦，这么说你是天白门派来的探子？江巡听后似懂非懂的点点头。什么啊？我加入合欢宗的时候是立过誓的，这辈子都不会做出背叛合欢宗的事情。江岩白了江巡一眼。哦。江巡点点头。他们做交换，你就来，不反抗一下或者跑了算了。怎么跑啊？我师父化神大圆满，当时还有顾长老和合欢宗宗主在，我敢跑就是个死啊！江岩无奈道。那你加入合欢宗之后呢？为什么成了玉鸾堂的而不是玉灵堂的？那我就不知道了。江岩摇摇头。当时4个堂主和宗主一起讨论我的去处，我在门口等着，出来之后就让我到玉鸾堂报道了。既然如此，你就不应该是于岩的二弟子吧？辈分是不是大了点？因为和我做交换的就是于长老的二弟子，所以我就顶了他的位置，正好我们的实力也差不多。这么说来，应该是于岩极力争取你的。江巡点点头。于岩没让你练合欢宗功法，或者和别人双修。如果要练合欢宗的功法，我势必要废掉这一身功力，从头开始，所以他们一时还没拿定主意，就先把我放着不管了。江巡听后若有所思，突然感觉自己被下套了。梁如去玉鸾堂到处求救的事情，于岩的亲传弟子都知道了，于岩肯定也知道，而他所有弟子除了江岩之外，没有一个人愿意管这事。如果这就是于岩授意的结果呢？他就是故意让江岩来的，让江岩触犯合欢宗的规矩，然后落入自己手中。于岩给自己送个大美女来，没有这么好的事吧？还有自己和若云非亲非故，按照合欢宗妖女的脾性，明明下令以后只能和江巡一人双修，他们肯定不会满足于此的。应该说恨不得江巡死了算了，江巡活着还妨碍他们找男人呢。而且这是明明绝对知道，甚至若云就是明明派来的。结合上下，这里面肯定有猫腻。猫腻在哪呢？是什么能让于岩和明明联手给自己下套呢？或许只有自己睡了江岩才知道。想到这里，江巡上下看了看江岩。江岩看到江巡这目光，连忙抱住自己的身体。你要干嘛？咱们可是说好的不乱来的。江巡没有理会江岩，心里还在寻思猫腻。如果说于岩他们不想让自己动江岩的话，此刻应该有人在外面盯着。不，应该说不管自己动不动江岩，外面都有人盯着，除非这事跟他们没关系。想到这里，江巡起身来到窗边，悄悄把窗打开，随后来到门前把门反锁。你干嘛呢？江岩看着江巡的动作问道。锁门睡觉啊。江巡答道。
随后立刻从窗户翻了出去查看四周，果然在围墙上看到一个黑影一闪而过。怎么了？姜妍见状也从窗户里跳了出来，站在江巡身边。这一刻两人倒还有些夫妻相了。没事没事，回去吧。江巡摇摇头翻窗回去。姜妍这个反应也不像装的，他应该也确实不知道自己被利用了。你这人怎么神神叨叨的？姜妍也无奈翻窗跟了回去，顺手把窗户关上。你加入合欢宗之后，于言没给你介绍个道理什么的？江巡坐回椅子上问道。没有啊。姜妍摇摇头，竟问些奇怪的问题。我要修炼了。姜妍说着四处看了看，随后坐在书架前的软垫上盘腿。你现在不睡吧？你要多久？江巡点点头问道。就日常修炼，大概2个时辰吧。姜妍想了一下。江巡点点头，正好他也要修炼血涌天罗。突破筑基1层之后，血涌天罗第2层和第1层都已经大圆满，还没来得及仔细研究研究呢，气血也还没来得及补上去。姜妍看江巡不说话了，于是运功闭眼开始修炼。江巡也盘腿坐在床上服下让梁云云买来的血凝丹吞了下去，随后开始运转血涌天罗，闭眼。约莫3个时辰之后，江巡才缓缓睁眼，顿感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气血已经完全恢复。抬起手掌，心念一动，5根手指上出现5条如丝线般的血液，随风舞动。江巡在心念一动，这5条流动状的血猛地竖起，变得如同尖刺，随后覆盖了一层黑色，变成了5爪黑刺。整只右手现在就像个利爪一般。江巡见状挥了挥手，黑爪消失，血液在空中流动，跟随江巡心中所想，化作一杆长枪，覆盖一层黑色后落在江巡手中。完全没有液体的感觉，是一杆通体黑色、十分坚固的长枪。江巡试着挥了一下长枪，直接就是一阵破风之声。怎么了？就在此时，江巡身后传来声音，江巡手中长枪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回头看去，是姜妍躺在床上，他一脸迷离地看着江巡，眼睛微微睁开一条小缝。姜妍修炼结束后，发现江巡还在修炼。原本他想直接躺在书架的软垫上睡的，可是怎么睡都难受。于是他便来到江巡面前，仔细地看了看江巡，这才发现这小子着实有些姿色。而且江巡没有睁眼，他还肆无忌惮地看了看江巡的胸肌，差点就上手摸摸了。还好后来理智占据了上风，忍了下来。然后姜妍百无聊赖地在房间里打转，因为立了是不能走，所以很是无聊。又想到之前已经被江巡占不少便宜了，就算睡他旁边又能怎样？于是他便上床睡了。没事，睡吧。江巡回头看着姜妍轻声道。姜妍闻言闭上眼睛，咂巴咂巴嘴，用小到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道：别乱碰我啊。然后就直接睡着了。江巡看着发丝缭乱、阴唇微张、安然酣睡的姜妍，这可爱的小玩亦能是天生媚骨。江巡摇摇头，也躺下睡了。第2天辰时，啊！一声刺穿耳膜的尖叫声在耳边响起，江巡整个人宛若灵魂出窍一般，吓得从床上坐了起来。什么情况？江巡一脸懵地看向尖叫的来源，却发现是姜妍紧紧抱着被子裹着他自己，白嫩的一字香肩露出，满脸通红。江巡不由睁大了眼睛往一旁看去，姜妍全身衣物都在地上，还有江巡的衣服。你混蛋，你对我干什么了？姜妍一巴掌甩在江巡脑袋上喊道。因为立誓不伤害江巡，所以这一巴掌没有丝毫灵力，可以说完全是挠痒痒。我有个睡觉必脱衣服的特殊技能，肯定是你衣服蹭得我难受，我就给你扒了。江巡挠了挠头笑道。那也不能扒得一点都不剩吧？你滚下去滚下去！我的清白，我的清白啊！姜妍直接是一个嚎啕大哭，要不是不能伤害他，现在高低一脚给他踹出几百米远。哎呀，倒也不用这么伤心。江巡一边说着，一边走到衣柜旁给自己穿衣服。我这不是也被你看光了吗？再说了，你来我屋里的那一刻，在外人看来就已经没有清白了。你无耻！姜妍看了江巡一眼，又连忙挪开目光。其实让他放声尖叫的都不是被扒光了，而是他迷迷糊糊抓到一把剑柄一样的东西。惊醒之后低头一看，看到了不得了的东西，这才放声大喊。姜妍也是连忙裹着被子从地上捡起他的衣服，又指着江巡，头转过去，不许看。好。江巡点点头笑道，转身穿好自己的衣服，等了片刻，直到身后没动静了。好了没？喂。江巡听没人回应，回过头去发现姜妍已经不在了，房间大门也敞开着。于是江巡打开窗户，姜妍就站在院子里看着天空发呆。先别走呢。江巡冲着姜妍喊道。干什么？便宜还没占够吗？姜妍回头瞪着江巡道。他本想直接飞走的，但是站在院子里的时候，他一下不敢出去了，生怕被人看到。还得请你帮个忙呢。江巡趴在窗口笑道。
呸！我才不帮你！江岩狠狠瞪了江巡一眼，道：“等你回去之后，就跟于言说，咱俩什么都干了。你，去你妈的！”江巡话还没说完呢，江岩就破口大骂，跑到窗口，一把抓住江巡的衣领：“你要死啊！”哎，别急，听我说啊！江巡轻轻摸摸江岩的手背：“你跟他说，你立了誓，以后只跟我一个人双修，否则必遭天谴。这样，哪怕他让你废掉功，法重修和欢宗功法，你也不会被迫和别人双修了。对你难道不是好事吗？”江岩闻言，眉头微皱，低头沉思片刻，又抬头看着江巡：“就算如此，我的清白不是也没了吗？我不是都说了吗？你进了我的院子，待了一夜，出去之后，无论你说什么都不会有人信，在他们心里，你已经是我的女人了。”江巡笑道。江岩闻言没有说话，因为他知道江巡说的是对的。与其只被上一个在江巡房间过夜的名头，还不如随了江巡的愿，把他的话转述给于言，至少可以保证自己的身体清白。知道了，但这对你有什么好处？江岩放开江巡的衣领问道。没好处啊，我纯帮你。江巡笑道。你刚明明说是让我帮你个忙。江岩不解道。你是我的女人啊，给你帮忙不就是给我帮忙吗？江巡伸手捏了一把江岩的脸，因为不知道江巡想干嘛，所以江岩没有躲避，发现江巡是捏他脸之后，立刻后退2步。臭不要脸的！江岩白了江巡一眼，随后御空飞离。修士到了元婴境，就可以不用借助武器，直接御风飞行了，有点撒娇的意思，好玩。江巡看着江岩离开的背影，笑道：“撒你大爷！”江岩回头骂道，下一刻就不见踪影。看江岩离开，江巡开门走出房间，给自己做饭、吃饭、洗漱之后，站在院中，右手一挥，一把黑枪出现在手中。江巡站在院内，开始笨拙的舞动长枪，也就是一些是个人就会的横扫、直刺、上挑。可以感受到这血液形成的黑枪确实是威力十足。江巡拿出一把灵品长剑抛在空中，长枪横扫，灵品长剑直接一分为2，就像是划破了一张纸一般轻松。江巡大致也能掂量出来，这黑枪的强度应该在圣器之下，宝器之上，无限接近于圣器的程度，算是相当厉害了。江巡随后心念一动，手中长枪在长剑、折扇、锁链、剑之间变化，随后又变成一把全黑的手枪。嚯！江巡见状不由会心一笑，没想到还真能变出来。江巡举枪瞄准自己的围墙，直接扣动扳机。砰！一声脆响，一枚黑色子弹从枪膛中射出，急速命中墙壁，围墙直接被洞穿，出现一个圆形孔洞。这威力比前世正儿八经的手枪威力还大。江巡本想编个火箭筒出来试试，但一想到自己现在身处的位置，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把你给睡了。与此同时，于言上下打量着面前的江岩。江岩刚回来就被于言叫到了他房间里，见到于言就按照江巡教的话告诉了于言。江岩低头轻点。于言闻言笑了笑，沉默片刻，江岩也是心虚极了。下去吧。于言随后挥手让江岩离开。是。江岩点头，退出于言房间并关上门。你怎么看？江岩离开后，于言看着屋内的屏风开口：我又没经验，我怎么知道？黑色纱裙女人从屏风后走出，正是明明。你不是很有经验吗？你会看不出她有没有被破身？师姐跟我开玩笑，师姐都没经验，我又怎么会有经验呢？于言笑道：师姐还是回去问问你那新收的弟子吧。那江岩体质特殊，和他双修过的人会得到他身上天生媚骨的体质。你回去看看，你对那小子有没有感觉，就知道他们俩到底有没有睡了。不敢。明明苦笑，摇了摇头。万一真有，我不是惨了？那你派你弟子去看啊。于言说道：你怎么不派你弟子去？你弟子是宝贝，我弟子就不是。明明狠狠瞪了于言一眼道：大姐，你随便找个合欢宗内门的弟子去看看呗，先把这事定下来，宗主亲自盯着呢。于言无奈道：知道了知道了。明明白了于言一眼，随后从后门离开。明明回到玉月堂，喊来若云：你去找一个信得过的内门弟子，让他去江巡那边，如果他不受控制的爱上江巡，就让他回来禀报。对了，你别看他。明明补充道：是。若云点点头便离开，来到内门弟子的聚集地，找来一个叫刘晨的弟子送到江巡屋前。他开门之后：你若是感觉自己爱上了他，就回来找我，就说走错地方了，我会在林中等你。若云看着刘晨道：若是没有呢？刘晨点点头问道：没有自然也回来。是。刘晨点点头，随后上前敲响江巡的大门。若云则快步来到林中，躲在树后。谁啊？江巡正在院子里独自练习长枪，这次用的是明明送自己的那把，这把枪也着实不赖，尤其是在枭首陈城之后，
江巡更觉得他多了几分杀气。师弟，我是刘晨，陈师姐在吗？刘晨装作不知道里面是谁的样子问道。走错了，江巡喊道。是，能住在这里，难道是师兄？既然走错了，不如将错就错。师兄现在有时间宠幸人家吗？刘晨骚里骚气的笑道。瞬间门就开了。有啊，快快请进。江巡开门看向门外，果然是一位风骚至极的女子。门刚打开，江巡就闻到一股浓烈的香囊味道。刘晨看到江巡时也不禁一愣，瞳孔放大了些许，有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小脸都红了。合欢宗竟然有这么帅的男弟子，这莫非是若云师姐的窖藏？我走错了。想到若云的嘱咐，刘晨连忙扭头往林中跑去。有病！江巡看着突然落荒而逃的刘晨，不禁骂道。随后砰的一声关上门。是师傅他们派人来试探的。试探什么？江巡在开门前就已经想到了，眉头紧皱。只是他实在不知道他们在试探什么。师姐，我爱上他了，他太帅了。刘晨快步跑回林中，一脸激动地看着若云。你确定？若云闻言皱眉问道。这么神奇吗？真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帅的男子。刘晨连连点头，他真的只是单纯没见过这么帅的男弟子罢了。这些年在合欢宗见得那些弟子都是什么歪瓜裂枣，和服用美颜丹的江巡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师姐，我能去跟他双修吗？刘晨拉着若云的胳膊问道。不行，你回去吧。若云果断摇头。师姐，求你了。刘晨晃动着若云的手臂撒娇道。回去。若云无奈瞪了他一眼。哦。刘晨见状也只能点了点头，一脸失落的转身离开。若云看着刘晨离开后，立刻飞起往御乐殿飞去。哎，你人呢？你屋子怎么没了？你死了！就在此时，刚盘腿坐在院子里的江巡耳边突然传来钟连琴的声音。江巡连忙掏出传讯玉筒。我在与女峰呢，前天入了内门了。入内门？内门哪呢？我找你去。玄字房15号，找我干嘛？江巡问道。分成啊，这2天卖出去了几颗玄灵丹，我把分成给你啊，一共6000灵石。钟连琴说道。倒也不用2天分成一次吧，你帮我存着呗，我没灵石了去找你。江巡回应道。你不怕我给你花了？钟连琴笑道。你缺钱啊？你得是个富婆吧，不会在乎我这点的。江巡笑道。行吧，既然你愿意相信我，那我就帮你留着。钟连琴点点头，便切断联络。与此同时，若云已经把江巡和刘晨的事情告诉了明明。看来江巡和江岩确实是睡了。明明听后，手指有节奏地在桌上敲打，美目轻轻合起，脑中思索。师傅，接下来做什么？若云看着明明问道。接下来你们姐妹几个都别去见他了，等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去，你们再去，跟他们都说一声。明明思索片刻道。是。若云点点头，又欲言又止。师傅，没事。若云摇摇头，随后转身离开。若云，再熬一段时间，合欢宗会变天的。明明知道若云心中的想法，对着若云的背影说道。若云回头点头，行礼后离开。师傅。就在此时，江巡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明明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连忙挥手关上房门。这要是爱上江巡，两人发生点什么，事情可就大了。刚准备走进屋里的江巡看到突然关上的房门也是一愣，差不点被门给夹了。难不成师傅在里面忙着呢？师傅，打扰您了。江巡试探性问道。何事？明明冷静了一下，随后问道。师傅，我入门2天了，您送了我宝器，还没教我功法呢，这不是来学习了吗？江巡喊道。你先自己琢磨琢磨，待我把剑法枪法写在书上，会让人给你送去，没事别来了。明明说道。哎，好。江巡点点头。其实他是来试探明明的，这么看来明明确实有问题啊。师傅，那我回去了。江巡在门口喊道。屋内明明没有回应，江巡就当是默认了，随后便御剑离开。江巡本想着沈月也是练剑的，那就去见见沈月，让沈月教教他。怎料沈月闭门不出，只说不见他。无奈下，江巡去了若云院子里。若云师姐也耍得一手好剑，可若云师姐更是无情，就一个字：滚。其他师姐都不熟，江巡也没去找他们，去了涂庆院子里。结果涂庆本来还在院子里荡秋千呢，看到江巡来了，那叫一个连滚带爬的就跑回屋里反锁房门。干嘛呀师姐，这是怎么了？江巡一脸无语的站在涂庆房门喊道。你快走，你别过来。涂庆靠在房门上喊道。师姐，这是咋了呀？咋一夜之间你们都不见我了？江巡趴在门上问道。哎呀，你快走吧，别问我了。涂庆的语气中都充满了为难。师姐，
是不是师傅不让你们见我啊？不知道，我啥都不知道。你快走，要不我再也不理你了。涂庆喊道。你再也不见我和再也不理我也没区别啊。江巡无奈道。你要是不跟我说，我就把你被我的驻颜丹收买的事情告诉沈师姐了啊。不行。涂庆闻言急了，直接开门看着江巡喊道。那明明是你让我保守秘密的，怎么成了你威胁我的筹码了？涂庆再笨也知道，当初没有跟师姐说出江巡偷他肚兜，现在就更不能说了，那就相当于是背叛了师姐啊。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们都不见我？江巡看着涂庆道。还不是师姐说你和江岩睡了，成为了什么天生媚骨体质，女人看到你就会被你媚。我擦！涂庆话说一半，连忙关上房门。天呐，我怎么全说出来了？完了，我不会爱上他了吧？我现在难道应该跟他双修吗？虽然涂庆话没说完，但江巡也听出是什么意思了。这江岩的天生媚骨，原来指的不是他自己是天生媚骨，而是第一个睡了他的人会成为天生媚骨的体质。明明早上派那个女的来试探自己，结果那个女的也不知道抽了哪根筋，好像真看上自己了。于是乎，他们现在都认为江巡和江岩睡了，还得到了天生媚骨的体质。可是那也不应该啊，这都是合欢宗的妖女啊，就算被自己魅惑了，和自己睡了又能怎样？本来就是要跟他们双修的，除非师姐们都和涂庆一样没和别人双修过，但是也不可能呀。若云师姐明明就骚骚的，美美的，这种美可不是一个纯洁小女人能演出来的。倒是涂婉那个莫名其妙的理由和已经脱光都不让碰一下的师傅，一副生人勿近的谢了，一脸清纯的花白蕊，确实有点奇怪。江巡心中有了一个超级大胆的想法，该不会这明明手下的亲传弟子真的全是纯洁玉女吧？那自己成为明明的亲传弟子，岂不是赚大发了？当然，这也只能是个想法，还是得想办法求证才行。丁，任务发布，探究明明等人真实身份，任务奖励圣气长枪。呀，江巡正寻思呢，系统任务突然蹦出来，这下江巡更确定了，这师傅师姐们果然是有问题啊。江巡，你真烦人，你干嘛总欺负我？涂庆在屋里喊道。好，我不欺负你了，我走了。江巡闻言喊道。对了，师姐，师傅是不是从不和人双修啊？是啊。呀，江巡。涂庆下意识回答，又慢半拍反应过来，大喊一声，谢了师姐。江巡会心一笑，预见返回自己的院子完了，全完了，师傅会收拾我的。我这个大漏勺啊，师傅，对不起。感觉到江巡离开涂庆，靠在门上欲哭无泪。回到自己院子后，江巡一边做饭一边心里寻思，既然明明他们现在都以为自己成了天生媚骨的体质，那自己是不是该做些什么，坐实他们这个想法，然后看看他们到底想干嘛。盘算好之后，江巡吃了饭便前往外门。路过山门的时候，专门看了一眼，今天守门的弟子中没有那个梁如，这梁如再让自己带到，非试试他的深浅不可。当江巡来到外门女弟子聚集地时，先看到他的弟子愣了一下，但当江巡拿出自己那根拐杖放在旁边时，女弟子们眼前一亮，因为江巡成为外门长老的事情早就在第一时间传开了，外门男女弟子都知道。既然江巡成为外门长老，那就肯定突破筑基，整个人变年轻了，靠着这个拐杖也能认得出江巡的身份。是江巡，江长老来了。江长老是来宠幸人家的吗？女弟子们你一嗓子我一嗓子的，随后全部向着江巡的方向呐喊着跑了过来。这帮女弟子当然以为江巡是来卖丹药的，而且江巡现在变年轻了，并且如此帅气，愿意现身江巡的有钱女弟子自然也多了非常多。我去，天生媚骨却有此事啊！从江巡出门之后，就一直悄悄跟在身后，连江巡脸都不敢看的若云看到这一幕，更加确信江巡有天生媚骨的体质了。江巡，你真突破筑基了，你年轻的时候这么帅啊！林清婉在屋里听到江巡来了，也是连忙跑了出来，看到坐在那里的江巡，立刻撒腿跑了过去，扑进江巡怀中。哎呦，小宝贝，几天不见想我没？江巡一把搂住林清婉笑道。想啊，但是我知道你刚成为外门长老，肯定挺忙的，我就没找你。林清婉点头道。乖宝，我就是专门来找你的，走，咱们去义务堂。江巡站起身来，在一众女弟子羡慕的目光下，搂着林清婉直接御剑飞走。树林中，梁云云也抬头羡慕地看着空中离去的二人。去义务堂干嘛啊？林清婉在江巡怀里闭着眼睛不敢看下面。去给你买玄灵丹，让你早日突破筑基，来内门，我们天天在一块。江巡说道。你睁眼看看，景色很不错的。我害怕。林清婉摇摇头，腿都有点抖，她可从来没飞过。等你筑基之后也是要学御剑的，先适应适应呗。江巡鼓励道。林清婉犹豫片刻，
紧紧抓着江巡的衣袖，睁开眼睛。江巡也特意降低了些高度，好美。适应片刻后，林清婉看着下方感叹道。随着江巡渐渐落地，林清婉也是愈发紧张，毕竟这种从空中掉下去的感觉，她只在梦里经历过，还会打个寒战。呼，落地后，林清婉深深呼出一大口气，又爽又害怕，这感觉好奇妙。这就是义务堂啊！江巡看着面前的建筑，像是个城池中的普通商铺一般，倒也不大，300平左右。大门敞开着，站在外面就可以看到吧台。吧台后坐着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女人，手里正在刺绣打发时间。这还是江巡第一次来义务堂。为什么要来义务堂呢？你没有丹药了吗？林清婉缓过来之后，看着江巡问道。这是3颗极品玄灵丹和1颗中品玄灵丹，你先拿着。江巡掏出几枚丹药放在林清婉手里。看到3颗极品玄灵丹，林清婉很是吃惊。来义务堂，我给你存放一些灵石，让老板认一下你。等你这些丹药用完之后，再自己来这里取别的丹药。你真好。林清婉闻言，一把抱住江巡。还好我当时选择进入那个小老头的房间了，要不然我可错过你了。该不会是骗我的吧？怕我以后不给你资源了。江巡低头看着林清婉笑道。就算是骗你，那也要骗你一辈子。林清婉抬头笑道。走吧。江巡轻轻拍了一下林清婉的屁股，随后搂着她走进义务堂。掌柜的抬眸看了江巡一眼，随后道。要什么？钟莲琴。江巡站在吧台前说道。钟莲琴。掌柜闻言，正在刺绣的手停止，眉头紧皱。钟莲琴这些天一直往出跑找的就是你，应该是吧？江巡点点头。掌柜的闻言放下刺绣起身。等会我去叫他。如果换做别人掌柜的肯定不会理会，但江巡就不一样了，毕竟钟莲琴从江巡这得到了丹方才能炼制极品丹药，他也从中获益良多呢。片刻后，钟莲琴跟着掌柜一起来了。刚还说去找你不让，现在怎么找来了？钟莲琴趴在吧台上看着江巡问道。带我小宝贝过来给你认认脸，以后他有什么资源，我临时够的情况下你就给他拿，不够了你随时跟我说。江巡说着拿出一大兜子灵石交给钟莲琴。这里有我全部的灵石，再加上你那的，以后我的灵石都由你管了，拿我当你的储物借用啊。钟莲琴闻言笑道。整得还挺暧昧，让媳妇管工钱一样。掌柜的坐在那里一边嗑瓜子一边说道。磕死我了。刘姐说什么呢？钟莲琴白了掌柜的一眼。这小子也算是我在合欢宗唯一的朋友，就当给朋友帮忙了。哎，对，刘姐敷衍的点点头。先给他拿把灵气吧，你喜欢剑还是什么？江巡看着林清婉问道。剑吧。林清婉点点头。掌柜的闻言挥手，旁边的柜子突然沉入地下，又升起一个挂了10几把灵气长剑的墙壁。林清婉见状上前去选了一把白色剑鞘白色剑柄的长剑，跑回江巡身边。那我们先走了，你们之后可别认错人啊。江巡搂着林清婉的肩膀笑道。放心吧，不会认错的。掌柜的点点头。再有丹方记得拿来。钟莲琴看着江巡道。一定。江巡点头，搂着林清婉离开。随后江巡便把林清婉送回到女弟子聚集地附近，好好修炼，早日来内门见我。一定。林清婉重重点头。走了啊。江巡摸摸林清婉的头说道。这就走了？林清婉一把抓住江巡手腕。怎么了？江巡疑惑道。林清婉小脸一红，伸手指了指小树林。香。走。2个时辰后，带江巡回到自己住所。屋内的桌上放着2本书，一本是天灵剑法，另一本是御焰枪法，还有一张纸条，写着1个月后内门将会举办一场合欢宗每半年一次的擂台赛，是筑基和金丹弟子分组对战。在筑基弟子中赢得最终胜利的弟子可以得到1枚极品凝金丹，用来突破金丹境。金丹弟子的最终胜者可以得到极品化阴丹。明明希望江巡能在这1个月里认真闭关修炼，参加擂台，争取拿个好成绩。江巡算是发现了，明明的重点是让他闭关，也就是让他在这1个月里别乱跑，也不能见任何人。天灵剑法听着还挺厉害。江巡拿起剑法坐在院子里开始翻阅。这天灵剑法主打的是一个快准狠，招招毙命，前后剑招的衔接十分丝滑，看上去似乎是一部玄阶功法，但如果运用得当，完全可以媲美地阶功法。再看这个御焰枪法，听上去似乎对火系的修饰作用更大一些，但事实不是，御焰枪法主打的是一个大开大合，攻守兼备，利用灵力附着武器进行大范围 AOE。 这种功法一旦学会，在战场上那绝对是最亮眼的。一番思索后，江巡还是决定先练御焰枪法。江巡仔细翻阅整本御焰枪法后，拿出明赠他的名为镇啸的银色长枪。镇啸挥舞之际，雷电缠绕，
黑色雷光在枪身随着江巡的舞动闪烁，所过之处尽是雷鸣虎啸之声。随着江巡全力调转灵力凝聚与枪头，黑色雷电狂暴不已，重重一枪砸下，院内直接出现一个3米宽1米深的巨坑。这对于灵力不能外放，比如展出火焰、引动雷电、天降大水的筑基弟子来说，江巡简直就是壮年小伙打刚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1个月，江巡便潜心留在院内修炼御焰枪法，同时用修炼枪法得到的修炼点提升自己的境界。至于明明他们身份的事情，江巡现在被软囚禁，暂时是无法探寻了，只能暂且搁置，等自己出去之后再说。月余之后，清晨，师弟，江巡正在院中打坐，院外大门传来沈月的声音。江巡闻声立即起身开门。是。话还没说出口，沈月手里拿着一个半遮脸的银色面具，直接按在江巡脸上。把这个面具戴上。江巡一愣，但还是乖乖递上面具。好家伙，你这院子是怎么了？沈月在江巡戴面具的时候看向江巡的院子，却发现院内到处都坑坑洼洼的，四面的围墙上全是各种坑洞，还有一面墙都已经倒塌了一半，地上石板地全变成了坑坑洼洼的泥土地面，就剩下最中间一块圆形石板，那是江巡用来打坐的。师傅不是让我闭关修炼吗？我练习枪法，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院子就被搞成这样了。江巡戴上面具，无奈笑道：“这面具只露了嘴出来，连鼻子都被遮住了。你倒真是有点东西。”沈月闻言，围着江巡打转观察。月余不见，你居然从筑基1层练到筑基3层了，是不是有点太快了？毕竟这是一般人至少1、2年才能做到的。还好吧？江巡笑道：“筑基弟子擂台肯定有筑基大圆满吧？遇到他们，我怕是打不过。师姐是不是也要参与金丹境的擂台？”我不参加。沈月摇摇头，有涂师姐和谢师姐在，金丹境的比赛跟我就没什么关系了。涂婉是金丹大圆满，谢冷是金丹后期，他们现在应该都是非常需要那枚极品化阴丹的。师傅让我告诉你，擂台赛明天在玉女峰中心的广场，就是你成为外门长老的擂台那里举办，辰时开始。沈月随后走出江巡的院子说道：“那我为什么要戴面具呢？明天参赛也戴吗？”江巡问道。师傅说，从今往后，只要你走出这个院子，就必须要戴面具，有人来你这里，你也要戴面具。沈月点点头，我这么见不得人吗？江巡撇嘴道：“是呀。”沈月眯眼笑道，其中缘由他自然是知道的。好了，我走了，你明天加油吧。沈月说着便御剑离开。待沈月离开后，江巡摘下面具看了看，发现这面具上是有灵力的。面具通体银白色，正面刻着一些纹路，看上去像是阵法的一种。结合之前涂庆说漏嘴的话，这应该是一个可以抑制天生媚骨的面具，只是江巡根本没有天生媚骨，所以这面具对江巡来说就是个非常普通的面具罢了。或许是明明在这1个月内让什么人专门制造的，并且让沈月送来也是为了试试这面具是否有效果。第二天一早，江巡洗漱一番，戴上面具，专门配了一身带着银色刺绣纹路的白袍前往广场。一路上还见到不少人都在往那个方向飞。当江巡落在广场上时，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清一色的全是女弟子，这可比当时外门长老选拔来的人还要多，可见外门长老对于内门来说根本就不重要。而且江巡当上外门长老这段时间以来，也确实没有任何身为长老的事情可做，只是个名头罢了。看到戴着面具的江巡落地，女弟子们也不禁看了过去，毕竟他们没见过哪个内门男弟子戴面具的，难道是刚加入内门的？师弟，这边过来。沈月站在不远处的台阶上，对着江巡挥了挥手，他身旁还站着涂婉和谢冷。江巡见状，快步走了过去。众人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前段时间风头很大，跨界1打5成为内门长老，并当场突破，从于严长老屋里活着出来的唯一一人，成为明明长老亲传弟子的江巡。大师姐、二师姐还有6师姐不来吗？江巡跑到3人身旁问道。涂庆被关禁闭了，你大师姐、二师姐对这事不感兴趣？沈月笑道。关禁闭？江巡闻言诧异，你自己心里没数吗？涂婉看着江巡说道。江巡闻言也就明白了，应该是涂庆主动去跟明明说他说漏嘴的事情了。什么时候关的？你闭关之前他就禁闭了，关多久就不知道了。谁叫你欺负师妹，心直口快的，看把他害的。涂婉一把揪住江巡的耳朵说道。说好听点就是心直口快，说难听了就是傻。疼，师姐，我也不是故意的，谁让你们当时都不见我，我就随口一问，涂师姐就全盘托出了。江巡抓着涂婉嫩嫩的小手说道。其实他也没用你，师姐你先别弄他了，咱们先给他说说规则吧。沈月看着涂婉道。涂婉点点头，这才松开江巡的耳朵。才筑基3层，也不知道你来干嘛来了，万一赢了呢？江巡笑道。
这擂台什么规则啊？筑基弟子会全部进入一个由4个长老布下的幻境中进行混战，不用管对方的死活，直到幻境中只剩下8个人时，幻境会解除。这8人再在外面进行抽签对决，最后的胜者得到极品凝金丹。沈月说道：“不用管对方的死活。”江巡闻言感到诧异，除了能力和本身完全相同之外，幻境里发生的一切都是假的，被杀的人会立刻脱离幻境，也就是视为失败。沈月点点头：“哦，原来如此。”江巡这才点点头，还以为进去就是大开杀戒呢，这对宗门来说岂不是太可惜了？那我如果在幻境中一口气把所有人都干掉呢？是不是直接就赢了？江巡问道。你口气也太大了吧？涂婉闻言撇撇嘴，参加这个的基本都是筑基大圆满很久的，为的就是争夺凝金丹，实力比你强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你能挺进前8你就偷着乐吧。而且剩8个人时幻境会立刻消散，除非你能在剩下9个人时瞬间把其他8个人都干掉，否则是不可能做到直接胜利的。沈月补充道：“师姐多少有点看不起我了，要不我们打个赌啊？”江巡看着涂婉道：“赌什么？”涂婉闻言直接问道：“我若是赢了筑基擂台赛，师姐今晚和我双休啊？”江巡笑道：“这个不行。”谢冷难得开口道，他也知道涂婉这个人风风火火的，生怕他冲动之下就答应了。为何不行？江巡疑惑道，这也确实是江巡对他们的一个试探。或许自己这群师姐们真的从没双休过，就和涂庆一样，只不过只有涂庆一个人说漏嘴了，没有为何。谢冷冷淡道：“换一个，换一个。”涂婉也看着江巡说道：“没劲。那我若是赢了，师姐让我搂着睡一晚。”江巡撇撇嘴，退而求其次，这都不答应的话就太过分了。行，答应了。你若是输了呢？涂婉直接说道。谢冷刚准备拦都已经拦不住了。我输了，我挥刀自宫。师弟莫开这种玩笑。沈月闻言无奈道：“就这个，不许反悔啊！”涂婉一把捂住沈月的嘴，看着江巡喊道：“绝不反悔。”江巡伸出3根手指，信誓旦旦。两人随后更是不管谢冷和沈月的阻止，直接相互立誓。可惜师傅好不容易收了个男弟子，就要变成太监了。立誓结束后，涂婉咂舌笑道：“师姐话可别说早了，等你躺在我床上的时候，我可能会忍不住做些什么。”江巡也是笑道：“那也算你有本事。”涂婉闻言毫不在意：“长老们来了。”就在此时，有弟子喊道。江巡几人也都安静下来。4位衣着各色服装的绝美女子很快便落在擂台之上，黑红青白，争奇斗艳。黑色纱裙的自然是明宁，青色的则是于言。另一位红裙女子长得也是十分漂亮，丹凤眼，柳叶眉，鼻梁挺翘，阴唇小巧可人，身上更具媚骨，一身媚意像是浑然天成一般。这是玉灵堂堂主顾晴。另一位白衣女子的白裙似透似实的，让人看得都有点晕了，恨不得趴上去看看到底是不是透的。长得桃花眼，一字眉，鼻子小巧而挺拔，高马尾，看上去还是十分漂亮的。这是玉营堂堂主李梦秋。4人都是元婴大圆满的强者，身上的气势都是强横无比。众女弟子们见到他们也是一脸兴奋，毕竟美女也爱看美女啊。这4位堂主的颜值实在是秀色可餐。参赛筑基弟子上前，于言开口说道。不参与比赛的弟子们立刻散去，100多个女弟子往擂台前聚集，只有江巡一个男弟子走了过去。师姐们师妹们好，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啊！江巡一边往里走一边拱手笑道。那是江巡，他不是刚筑基吗？怎么敢参与这比赛？人群中张元看到江巡的身影大吃一惊。至于他是怎么认出江巡的，内门一共就那么几个男弟子，除了上次被江巡踹入悬崖的都在他身旁了，那除了江巡还能是谁呢？师弟怎么还戴面具啊？师姐，他是明长老的亲传弟子，咱们得叫师兄。这不是太帅了，怕各位师姐师妹到时候不舍得对我出手吗？江巡笑道。师弟口气倒是不小，可境界只有筑基3层啊。有不知是谁门下的亲传弟子说道。是啊，师兄，这里可都是筑基大圆满，要不师兄还是趁现在退出吧。师弟虽然是幻境，但精神上还是会受伤的。师姐看你身形不错，小嘴都这么性感，是个上好的炉鼎吧。快快退出，师姐事后去你房里安慰你啊。多谢师姐师妹们好言，但这次我势在必得啊，进去之后我会对各位手下留情的。江巡看着几女笑道。安静。于言看着江巡冷声道。众人听到于言发话，也是都安静下来，不再多言。规则大家都清楚，不多说了，接下来直接进入幻境。筑基弟子结束之后，金丹弟子做好准备。于言说罢，4个长老分散，呈4角围住众筑基弟子，随后一起掐诀施法。江巡只感觉面前突然涌出雾气，
这雾气越来越浓，直到最后眼前什么都看不到。再看清周围时，面前已经变了一副场景。原本身处广场的江巡面前变成了一道悬崖，周围的时间也变成了黄昏，而且身边的女弟子们也全部消失了。与此同时，幻境外的弟子头顶出现许多虚幻的屏幕，他们可以通过这些屏幕看到自己想看的弟子。师弟，对不住了。江巡还没来得及搞清楚情况，身后便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回头看去，一白裙女子正一个箭步，提剑向着江巡的心脏直直刺来。江巡站在那里寸步不移，任由长剑刺在自己身上。砰！不出意料的，长剑断了。那女弟子也因为惯性扑进江巡怀里。师姐，如果是投怀送抱的话，倒也不用说什么对不住。江巡搂着女子笑道，长得虽不及自己的师姐们，但还算上等了。你放开我！女子这才从自己的宝器断成2截中缓过神来，推着江巡喊道。谁料江巡的力气出奇之大，根本挣脱不开。什么意思？陈琳的剑不是宝器吗？为什么断了？在屏幕上看到这一幕的涂婉也很是诧异，江巡的肉身居然强于宝器，这可能吗？会不会不是那把剑？沈月的表情也很吃惊，就是那把，我见过。谢冷的表情也终于有些变化了，眼睛微微放大，就连4位长老都惊了。而江巡根本不知道自己刚才弄断的那个是个宝器，不然他自己都要吃惊了。师姐，哪个堂的？江巡搂着陈琳问道。与你何干？陈琳眉头紧皱，本来自己就比他境界高，搞得还是偷袭，结果现在却被紧紧搂住，动弹不得，这太丢人了。怎么可能会跟他说是哪个堂的？师姐跟我说，我带师姐进前吧。江巡捏了一把陈琳的屁股，笑道。真的？陈琳闻言也顾不得被捏屁股，自己的宝器都断了，陈琳完全可以相信江巡这句话，那是自然。江巡点头笑道，玉灵堂的。陈琳抬头看着江巡，小声道，哦，那就是顾长老的弟子。江巡点点头，亲传弟子。陈琳点点头，我和顾长老没什么交情，所以走你。江巡一把抓住陈琳，封住他的灵力，直接甩向悬崖。你妈了个！陈琳往悬崖下落去，中途大喊了几个字，只可惜后面的江巡听不到了。随着陈琳坠入崖底，他的断剑化作雾气消失，想必陈琳也是如此。江巡随后也拿出镇笑银枪，往树林中走去。这地方比他想象中要大，但地貌比较熟悉，似乎是整个玉女峰山头，只是没有那许多建筑，应该是合欢宗没来这座山之前的样子。与此同时，其他的女弟子们也已经开始混战。在这个阶段，同一个堂的弟子联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所以打得非常热闹。至于江巡，他们根本就没把江巡这筑基3层放在眼里，对他们来说，让江巡混到前8反而是一件好事，那和多了一个名额也没什么区别。江巡在树林中慢走，也并不着急。是那个男弟子，干掉他吧。江巡走进森林中，树上站着2个女弟子，看着江巡的背影传音道，上。另一个女弟子也点点头，2人对视一眼，拿出武器，随后同时从树上跳下，向着江巡冲了过去。江巡虽然没有发现有人偷袭，但他们的武器捅在江巡背上，直接断掉。江巡感觉后背一痒，回头看到是2个女弟子，直接挥动长枪，携带着黑雷的长枪声势浩大，直接把2个女弟子扫飞出去。2个女弟子都是一声痛嚎，倒飞着撞在树上。江巡直接抛出手中镇笑银枪，其中一个女弟子直接被镇笑银枪捅穿心脏，化作雾气消失。师妹，偷袭是很不道德的。江巡一边走向银枪，一边看着另一个女子弟说道。那女弟子撞在树上，口中鲜血喷涌，捂着胸口坐在树下爬不起来。她实在是想不明白，他们2个筑基大圆满的，为什么面对一个筑基3层的，连一击都挡不住？而且刚才2把剑明明命中他了，怎么就断了呢？女子看着江巡举枪向他走来，刚准备说话，一口血就涌了出来，硬把话给呛了回去。外面见了师妹。江巡说罢，挥动银枪，直接消手。师姐，你这弟子怎么回事？为什么筑基大圆满和宝器都拿他没办法？外面顾晴眉头紧皱，对明明暗自传音。若非如此，我怎会收他为弟子？明明笑道，其实心里在骂江巡，都让你低调一点了，你这低调了吗？殊不知江巡后面还会做出更让他们惊掉下巴的事。送走那女弟子后，江巡动身往喧嚣的地方走去。约莫1刻钟的时间，江巡来到战场中心，这里有数十位女弟子正在打群架，那叫一个热闹。而且他们打起来，身上的衣服一片一片的被斩断，好些人身上几乎都没有布片了，也是让江巡大饱眼福。虽然他们也注意到江巡来了，但根本没有把江巡这个筑基3层放在心上。依他们所见，江巡只要敢冲上来，
随便一个人随便一拳都能干死他。江巡也不着急，把银枪插入地面，随后靠在银枪上，看着女弟子们争斗。这是打算坐收渔翁之利啊！看到江巡的行为，涂婉说道：“我觉得他是在等其他人全部聚集过来。”谢冷秀眉紧皱，看着江巡说道：“啊！”沈月闻言看着谢冷：“怎么，他真想一次性把所有人干掉？”“恐怕是的。”谢冷点点头，他练的是御焰枪法，专攻战场，配合雷灵根，威力极大。从刚才他能瞬间干掉2个筑基大圆满来看，我们不得不相信他能一瞬间干掉更多筑基大圆满。御焰枪法和花师姐一样。沈月闻言一愣，谢冷点点头。现在大家都在往那里聚集，看他想干嘛吧。涂婉看着其他屏幕说道，心里有点担忧了，自己不会真赌输了吧？那岂不是要陪他睡？操！涂婉心中暗骂一声。与此同时，江巡看着周围聚集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也已经摩拳擦掌。所有的弟子基本上分成4个方阵，自然分别是4个堂的弟子。他们的作战计划很清晰，就是先干掉别的堂的人，在自己内部消化，留8个位置出来。眼看人基本已经到齐，江巡也起身拔出银枪。动了。沈月看着江巡，没来由的紧张起来。4大长老的目光也不约而同的看向江巡。只见江巡双腿缠绕黑雷，拿着银枪直接跳起，银枪之上燃起黑雷，从空中落下。轰！江巡的身影出现在战场的最中央，一团黑雷自脚下炸开。巨响之后，周围掀起尘土与一大片浓郁的雾气。待雾气与尘土全部散去之后，整个地面出现一个巨坑，而且除了江巡之外，数十位弟子居然一个都不剩，想来是全部化为雾气消失了。什么情况啊？我怎么出来了？这怎么从幻境出来了？被江巡打出幻境的弟子们睁开眼睛，看着周围的场景也是喧闹起来。他们刚才只看到一团黑雷从空中落下，随后就是眼前一黑，感觉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睁眼时就已经离开幻境了。我去，他一招就把所有人全送出来了。沈月瞪大了眼睛看向屏幕，整个屏幕了，除了江巡之外，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长老们都没反应过来，连幻境都忘了解除。这他妈是筑基3层能打出来？灵力外放，作弊！张元缓过神后，扯着嗓子大喊道：“作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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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们缓过神来之后，也纷纷喊道：“从一开始那宝器断掉开始，他们就觉得江巡不对了，他绝对是隐藏了实力，或者服用了什么暂时增强能力的丹药。”4大长老也把江巡从幻境中放了出来。作弊！作弊！作弊！臭不要脸的，作弊！江巡一出来，自己还没说话呢，就听到旁边一直在喊，一时有点懵。安静！明明用灵力喊话，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谁他妈第一个放屁的？有本事站出来！江巡在众人安静下来之后喊道。有些人则不自觉地看向张元，毕竟这家伙刚才扯着嗓子喊，嗓子都快喊哑了，谁不知道是他呢？江巡直接就是掏出银枪，直接雷电附着银枪抛向张元。被雷电覆盖的银枪速度极其之快，在张元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银枪已经在他脸上了。枪！一声脆响，一道雷电从银枪侧方命中银枪，将银枪打飞出去，直直插进一旁的树中。是李梦秋长老出手了。卧槽！张元只感觉额头一痛，一缕鲜血从额间落下。李梦秋出手再慢一点，张元的脑袋就被捅穿了。他没作弊。李梦秋把手放下之后说道：“他只是灵根比较特殊，修炼的功法和体质也比较特殊，刚才那一招，金丹境也有可能挡不住。”听到李梦秋的话，众弟子们也是面面相觑。筑基的攻击，金丹挡不住，这不扯呢吗？张元，把老子枪拿过来！江巡看着张元喊道：“是师兄。”江巡刚才那一下真是把他吓死了，他也没想到江巡就敢当着这么多长老的面直接动手，这下也是乖了，连忙跑去把江巡的长枪从树里拔出来，快步跑向江巡，随后恭恭敬敬的双手举起长枪，低着头站在江巡面前。江巡伸手握住长枪：“张元，你看我挺不顺眼啊？”没有，我就是心直口快的，太嫉妒师兄了，是我错了。张元连忙说道。但江巡已经浑身杀气，从张元手中拿起长枪，就准备直接捅他几个窟窿。江巡住手！意识到江巡想做什么，明明开口喊道。几乎是同一时间，江巡的银枪枪头已经在张元脖子旁不到1寸。张元是内门为数不多的男弟子，杀了他内门里，你很多师妹可是会夜夜难受，算是为了你这些师妹，且饶他一命。明明看着江巡说道：“不是为了别人，只是单纯给师父面子。”江巡说着，手中银枪消失，被收回储物戒中。张元满头大汗，反应过来自己死里逃生，身体一软，
裤裆一湿，当即尿了裤子。咦，好恶心，居然尿裤子了，真丢人！再也不跟他双修了，这也太恶心了。+1，江巡，祝激进胜者，这是你的奖励。于言看着江巡抛出一个小盒子，江巡一把接住，这里面放的就是极品凝金丹了。谢于长老。江巡拱手说道：“师姐，把你这弟子给我吧，你又不是雷灵根。”李梦秋看着明明笑道，一边玩去。明明白了李梦秋一眼，并岔开话题：“赶紧的，金丹弟子往前走。”闻言，众筑基弟子也是纷纷散去。有李梦秋亲自验证过江巡的实力，他们也不再认为江巡刚才在幻境中作弊了。师姐加油啊！我晚上在我屋里等你。江巡走向沈月等人，途中遇到涂婉的时候笑道：“七。”涂婉翻了个白眼，从江巡身旁走过。毕竟是立了誓的，也容不得他反悔。师弟厉害啊，该不会我都不是你的对手吧？沈月看到江巡回来，快跑几步迎了上去。怎么会呢？李长老那实在是严重了，我怎么可能是金丹境的对手？江巡摆手笑道：“花师姐练的也是御焰枪法，你可以多找她请教请教，她应该能教你很多。”沈月点头道：“是吗？花师姐看上去不像是用枪的类型啊。”江巡闻言诧异道：“花白蕊看上去就像是一朵小白花似的，又清纯又可爱的，很难想象她耍枪会是一个什么场面。花师姐很反差的，用枪的时候超帅的，很多宗内的女弟子都很喜欢你花师姐呢。”沈月笑道：“那花师姐该不会……哎，可别乱说啊，你花师姐的性取向还是很正常的。”沈月知道江巡在想什么，打断他说道：“那就好，那就好。”江巡松了口气，万一花白蕊是个拉拉，要掰回来还是挺难的。对了，师姐，谢冷师姐能打过涂师姐？打不过啊。沈月摇摇头，那她还参加这个擂台干嘛呢？帮忙啊。沈月说道：“金丹弟子和筑基弟子可不一样，极品化阴丹也比极品凝金丹稀有的多，每个人都想独赢，不会联手的，所以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带一个目前不需要极品化阴丹且能帮得上忙的金丹后期或金丹巅峰的弟子进去帮忙。”哦，这样啊。江巡点点头。两人谈话间，金丹弟子也已经进入幻境之中。金丹弟子并没有筑基弟子那么多，一共也就30人左右。一个个的大屏幕再次出现在众人眼前，幻境还是和之前一样，玉女峰山顶。江巡和沈月也到处寻找涂婉的踪迹。那里，沈月指着左边喊道。江巡顺着看过去，涂婉一进去就遇见目标明确的往幻境中的西北角飞去，那个位置应该是现在玉月堂的位置。同一时间，谢冷也往那个方向飞去，看来两人是约好了要在那里会合。其他的弟子也几乎是一样的举动，中途也有几个相遇的弟子直接开打，陆陆续续有人从幻境中被杀了出来。涂婉和谢冷则成功聚首，随后二人的战术是躲进一个山洞部下防御结界。如果能就这样到前8，自然是最好。如果有人找来了，那就干，这并不丢人，这是非常正常的战术。为了极品化阴丹，大家都很谨慎。你看那些弟子，也有很多人都藏起来了，所以这场时间可能拉得很久。沈月看着屏幕对江巡说道：“因为江巡迟早也有这一天，所有他提前跟江巡说一说这些事。那如果到最后剩下10个人，大家都不出来，岂不是永远结束不了了？”江巡不由问道。长老们自然也考虑到了这个情况，所以幻境在4个时辰之后会慢慢缩小，如果脱离了幻境的范围，就会直接离开幻境，也就是被淘汰。沈月点头道：“毒圈啊。”江巡闻言挑眉，想起了100年前自己还没这个世界玩过的一款游戏。毒圈，倒也可以这么形容。沈月闻言想了一下，随后点点头：“那我修炼一会，等师姐赢了你喊我啊。”江巡说着就盘腿坐下。“你对师姐这么有信心啊？”沈月闻言笑道：“那可是我师姐。”江巡笑道，随后便闭上眼睛开始运功修炼。时间1分1秒过去，等沈月叫江巡醒来的时候，幻境已经解除，涂婉正走向擂台，与他交手的是玉银堂的一个弟子。幻境已经结束了，现在是8进4擂台了。沈月看到江巡睁眼，坐在江巡身边说道：“过去多久了？”江巡抬头看了一眼天色，已经是清晨了，1天1夜了。最后是有人找到师姐他们的藏身之地了，谢师姐自爆干掉他们，涂师姐成功进入8强。沈月解释道：“玉月堂，涂婉。”涂婉上台后看着面前女子说道：“玉银堂，林田。”涂婉对面的淡黄色锦袍女子也行礼道：“林田是玉银堂李梦秋的亲传弟子，二人相互之间也是认识的，现在自我介绍也是为了给观看的弟子介绍，顺便增加一下自己的知名度。”说罢，二人分别掏出自己的武器。林田的武器是一把长剑，而涂婉的武器比较特殊，是一把伸缩自如的蛇链剑。
通过剑柄上小巧的机关，可以把这把一个个小刀片组成的剑身解锁分散，变成一把通体刀刃的鞭子。战斗一开始，涂婉就一个后跳拉开身位。林田显然也不是第一次和涂婉交手，没有丝毫犹豫就追了上去，因为他知道一旦被拉开身位，就很难再靠近涂婉。涂婉推至场边，立即转身挥剑，未解锁的蛇链剑与林田长剑相撞。涂婉的剑身缠绕火焰，而林田的剑身则是雷电，双方都是极具杀伤力的灵根。猛地，涂婉的蛇链剑上爆发剧烈的火焰，整个人都被火焰包裹其中，林田不得不先行后退。他刚一个后空翻落地，火焰中便冲出一条缠绕着火焰的火蛇，向他席卷而来。林田立刻举剑挥出一道雷电，与火蛇相撞。那火蛇正是涂婉的蛇链鞭。雷电与火蛇相撞，雷电消失，火蛇被击退，向后倒飞。涂婉立刻从火焰中跳了出来，站在擂台边缘的柱子上挥剑，一道热浪攻向林田。同时，火蛇紧随其后。林田见状，身上缠绕雷电，以极快的速度消失在原地，躲避了涂婉的热浪，而后出现在擂台的另一侧柱子上。这里也是涂婉蛇链剑的所碰触不到的距离。师弟，你看，等你到金丹境的时候，也可以和林田一样，用雷电促进自己的速度增加，进行短距离的瞬间移动。沈月指着林田对江巡说道：“我倒是也有过这个设想。”江巡点点头：“师姐，金丹境就能灵力外放了吗？”沈月点点头：“金丹境的修士可以进行简单的灵力外放，可以外放的灵力比较有限，元婴境就可以将体内全部的灵力一次性释放出去。一次性只是打个比方啊。”“我知道。”江巡点头：“就是元婴境就可以无限制的释放现有灵力了，比如火焰将会比师姐现在这个火焰和火蛇更强，对吧？”“是这个意思。”沈月满意的点点头。不但如此，还可以将元婴脱离身体进行战斗。不过元婴虽然有和本体一样的战斗力，但防御力几乎为零，随便一掌就能打死。在遇到生命危险时，可以将元婴脱离，暂时保住性命，找机会夺舍其他修士。好，了解了。江巡点点头。他们这边在聊天，涂婉和林田那边又打成一团。两人都没敢肆意挥霍灵力，毕竟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胜者还得进行下一次战斗呢，多少得留点。师姐，干他！肆意挥霍，我帮你恢复灵力。江巡看着涂婉大声喊道：“臭小子，闭嘴！我不能分神。”涂婉的蛇链剑合并在一起，其中一段刀刃卡住了林田的剑，两人僵持不下。涂婉趁机对江巡传音：“师姐干他！相信我，师弟还能害你不成？”江巡闻言喊道：“为啥不传音？因为他还没学啊。”涂婉闻言眉头紧皱，一时间不知该作何抉择。毕竟他为这天已经等了很久，准备了很久了。不敢吧？林田和涂婉脸对脸笑道：“有何不敢？虽然我这师弟刚收不久，但我看他不是那种信口开河之人。”涂婉说罢，浑身灵力猛地爆发。若不是上一轮看到江巡的表现，知道他是个不信口开河的人，涂婉也下不了这个决心。“你疯了！”林田见状，连忙想要后退，可他的剑却被蛇链剑死死卡住，动弹不得。正准备放手时，涂婉的灵力已经释放完毕，带着火焰的手一掌拍出，林田被命中胸口，整个人被拍飞出去，空中都形成了一道颇为火焰的手掌。啊！一声凄惨的叫声，林田从空中落在擂台上，瞪大了眼睛看着天空，身体已经动弹不得。这是涂婉全部的灵力，这一掌下去，林田差点归西。砰！林田无法动弹之后，涂婉也半跪在地上，另一只手用蛇链剑撑在地上，满头大汗。涂婉胜，下去准备下一场吧。余言宣布道。谢冷和沈月立刻飞上去，把涂婉给带了下来。玉银堂那边的弟子直接给林田服下大还丹，然后带着林田往远处飞去，想必是去治疗了。双方选手撤离之后，下一站的选手也立刻上台。臭小子，你可别坑我！涂婉坐在台阶上，虚弱地看着江巡说道：“所剩的灵力只够维持一口气而已。放心，绝对不会害师姐。”江巡掏出回元丹，直接塞进涂婉嘴里，然后在涂婉耳边小声说：“师姐，回元丹，这可是我的秘密，你别跟别人说。”涂婉闻言，这才把口中回元丹给吞下去，感觉到灵力正在恢复，诧异地看了江巡一眼，传音问道：“你怎么会有回元丹这种珍贵的丹药？”回元丹当然珍贵了，瞬间恢复所有灵力的丹药。若是两个大成境的圣人交手，双方灵力耗尽，一方吞了回元丹，后果可想而知。师姐，晚上咱俩单聊呗。江巡笑道。一提到晚上的事情，涂婉就头疼，撇撇嘴没有说话。你给师姐吃什么了？一旁沈月看着江巡问道。秘密。江巡抬头看着沈月笑道。别是什么违禁品吧？别害了师姐。沈月瞪了江巡一眼道。不是。涂婉摇摇头，此刻灵力已经全部恢复，整个人也恢复精神了。看到涂婉这一变化，沈月和谢冷都很诧异，但既然江巡说了是秘密，
他们也没有多问。涂婉也为了帮江巡隐藏这个秘密，吞下一颗小还丹，开始盘腿运功，假装恢复灵力。小还丹和大还丹都是可以恢复少许灵力的。时间1分1秒过去，擂台上的战斗也进行到了尾声，4强选手已经全部选出。随后于言开始进行抽签，第一轮进行战斗的便是涂婉，他的对手则是玉鸾堂的内门弟子陈子怡。双方选手上台，于言抽签之后说道：“师姐加油！”沈月看着起身的涂婉喊道。涂婉点点头，快步走向擂台。另一边，衣着裸露、半遮半掩的陈子怡也走上擂台。这女人主打的就是一个骚啊，还好长得还算可以，否则就有点恶心了。涂师姐，就你剩的那点灵力，不如还是投降吧，别死在我手上了。陈子怡看着涂婉笑道，虽然她刚才也消耗许多，但和涂婉比起来，她还是剩了不少的。哪来这许多废话？打不打？涂婉白了陈子怡一眼，拿出蛇链剑。师姐真是心结，那我就占这个便宜了。陈子怡见状勾起嘴角，随后掏出一把粉色折扇来轻轻放在胸前挥动。随着于言一声令下，陈子怡脸色一变，挥动折扇，一片淡粉色的粉末向着涂婉扑了过去。这是合欢宗特有的合欢粉，若是吸入这粉末，便会欲火焚身，身痒难耐。涂婉见状，身边立刻形成一道火焰屏障，将所有粉末尽数燃烧殆尽。陈子怡见状，催动灵力，猛地挥扇，一阵狂风掀起，将涂婉的火焰屏障连根拔起，消散于空中。再次挥扇，狂风裹挟着合欢粉再次涌向涂婉。涂婉身后的弟子们见状也是连忙躲开，万一被这粉末殃及，今天合欢宗可就热闹了。没有灵力的你根本无法抵挡吧？陈子怡看着涂婉笑道，但下一刻他却笑不出来了，因为涂婉挥动蛇链剑，斩出一道火焰，威力极强。这根本就不是他计算中涂婉现在的灵力能用得出来的。火焰吞噬全部粉末，威力不减地向着陈子怡攻去。陈子怡立刻挥动折扇，但他的灵力根本不足以抵挡这道火焰，毕竟他也经历了上一轮战斗。这道风只是微微将火势减缓，陈子怡趁这个时间往远处躲去，可涂婉灵力充沛，根本不给他机会，一个箭步冲了上去，甩出蛇链剑，火蛇穿过火焰，先一步捆住了陈子怡。坏了！陈子怡顿感不妙，连忙用灵力包裹自己，以防止自己的身上被火焰燃烧。而蛇链剑捆住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满身伤痕了。涂婉随后伸手一拽，将陈子怡整个人如同陀螺一般甩了出去。陈子怡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在空中旋转，身上各处都涌出鲜血，火焰也在此时命中陈子怡，将他整个人击飞擂台，身上也开始燃烧。啊！救命！救命！陈子怡变成一团火焰，在地上滚来滚去，很是痛苦的哀嚎起来。一旁玉鸾堂水灵根的弟子们连忙上前扑灭火焰。涂婉胜。于言看了一眼浑身被烧伤几乎不成人样的陈子怡，宣布道，虽然陈子怡现在被烧得不成人样，但金丹境的修士是可以把身上受损的地方恢复的，哪怕是断手断脚也是可以恢复的，所以也无需手下留情。你刚才分明没有灵力了。陈子怡在弟子的搀扶下站起来，指着涂婉咬牙说道，关你屁事。涂婉收起蛇链剑笑笑，随后翻身离开擂台。陈子怡也在几个弟子的搀扶下离开广场。下一场是玉鸾堂于言亲传弟子苗可和玉灵堂顾琴亲传弟子柳青，这俩人也都挺厉害，只不过之前已经消耗不少灵力，苗可更是已经和玉灵堂亲传弟子打过一场，一盏茶功夫不到就被柳青干掉了。半炷香时间后进行最后一战，于言随后说道。柳青也是连忙回到自己的位置，吞下大还丹，开始尽量恢复体力。之所以要1天之内把所有的比赛打完，也是为了锻炼弟子在没有灵力的极端情况下处理战斗的能力。按照推算，所有弟子在打到最后一战时，灵力都不会剩下多少，甚至没有一丝灵力。只不过这次有江巡在，涂婉的灵力依旧十分充沛，柳青的灵力已经所剩无几了。师姐，看来这次你赢定了。沈月一脸开心地看着涂婉说道，也别小瞧了柳青，她的魅术很厉害，不是陈子怡那种靠合欢粉的，一不留神被她魅惑，还是有可能输的。涂婉看着柳青的方向说道，柳青这小妞长得确实不赖，衣着宽松，露出一字相间，锁骨清晰可见，皮肤白嫩，垂泪眼，小直鼻，含珠唇，这小模样看着就挺勾人。要不然让师弟现在过去把他给魅惑了，直接让他投降算了。沈月灵机一动，看着江巡说道，自从涂庆大漏勺说漏嘴之后，他们也没必要对江巡隐瞒天生媚骨这事了。江巡闻言一愣，心中想到，我会个屁的魅惑，没那个必要，他还能骚过我不成？涂婉挑眉笑道，小虎牙露出来，还怪可爱的。师姐，你好像是可爱那挂的，何骚不沾边啊？江巡看着涂婉说道，谁说的？什么？
什么可爱？我明明很性感的。涂婉闻言急了，不就是穿的多了点吗？我现在就……哎，眼看涂婉要当众扒衣服了，沈月连忙拦住他：“师姐，别被那几个男弟子白白看了。就是，咱俩晚上在我房里有的是时间呢。”江巡点头笑道：“哼。”涂婉白了江巡一眼，冷哼一声。时间很快过去，在余言的召唤下，涂婉和柳青走上擂台进行最终决战。柳青的表情并不是太好，因为刚才恢复的灵力根本不足以让他作战，而且他看涂婉这个相当不错的状态，感觉出自己不是他对手，但已经走到这里了，也没有放弃的理由。涂婉拿出蛇链剑，柳青也把肩膀上卡着的裙子往下拉了一些，露出那傲人事业线，要的就是这个骚骚的感觉。随着余言一声令下，两人开始发力。柳青往前一步，露出裙下大长白嫩腿，对着涂婉抛了个媚眼。然而涂婉早已经闭上眼睛，只要不看，只要不想，就不会受到影响。哎呦我！场下江巡却不行了，他实在没忍住，一直盯着柳青看。这小动作一出来，江巡差不点直接扑上台去，还好谢冷和沈月一把江巡给按住了。师弟，你这自制力也太差了吧？沈月看着江巡嘲笑道：“师姐这话可不对，英雄难过美人关，爱美之心人皆有。何况这不是咱合欢宗的功法吗？我一个男人抵抗不了很正常。”哈哈哈哈！江巡有些尴尬的笑道。轰！台上一声巨响，霎时间火光冲天，柳青一声惨叫被轰飞出去。涂婉因为闭着眼睛无法确定柳青的方位，所以他决定一次性释放所有灵力，进行最大范围的进攻。柳青虽然反应过来涂婉想做什么，但他万万没想到这涂婉居然还有这么多灵力，以他现在的灵力根本就挡不住，整个人如同爆炸中心的布偶一样从擂台上被炸飞出去，瘫在地上。若非还有肚兜，直接就是春光大泄师妹。玉鸾堂江岩见状，连忙跑过去提起柳青的衣服，给柳青服下大还丹之后，背着柳青离开。胜者涂婉，你的奖励。余言秀眉微皱，对于涂婉灵力全部恢复的事情有些疑惑，但也看得出来涂婉没有作弊，于是便把极品化阴丹给了涂婉。谢长老。涂婉接住化阴丹行礼道：“散了吧。”余言点点头，随后挥手喊道：“弟子们也应声纷纷离去。”师姐，回屋一叙啊！江巡快步跳到擂台上，扶着再次虚弱的涂婉笑道：“一边玩去，我要先恢复一下灵力，晚上自会过去。”涂婉白了江巡一眼，拿到极品化阴丹，他心里是极开心的。我背师姐回去休息。江巡俯下身说道。涂婉也没太犹豫，趴在江巡背上。江巡顿感后背一阵柔软，和涂婉的上半身应该被什么东西隔开了7、8厘米远。心猿意马的江巡遇见，带着涂婉一起离开。你敢把我摔了，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涂婉趴在江巡背上，搂着江巡的脖子说道：“他现在一点灵力都没有，这个高度摔下去，基本上是必死无疑了。放心吧，师姐，我又不是涂师姐那笨蛋。”江巡笑道：“对了，师姐，为什么你和花师姐还有谢师姐用的都不是合欢宗功法呢？师傅教我的这个也不是合欢宗功法。”江巡趁势问道：“师傅教什么就学什么呗。”涂婉自然地回答道：“师姐，你身上香香的，你嗅觉有问题吧？我出了一身的汗。”涂婉吐槽道：“汗都是香的，你有点恶心了。师姐要不要洗个澡？我给师姐搓背啊。”你想得美，赶紧滚蛋！说话间，江巡已经落在涂婉屋子门口。涂婉从江巡身上跳下来说道：“那我回去洗干净，在床上等师姐来啊，门就不锁了。”江巡一边说着，一边御剑飞起，还不忘补了一句：“师姐要早点来啊。”涂婉一脸无语地看着江巡离开的背影，此刻对自己发的誓后悔不已。干嘛要跟他赌呢？万一他晚上偷偷摘掉面具，用天生媚骨魅惑自己，跟他发生些什么，这可怎么办？唉，涂婉叹了口气，无奈地走进房间。不管怎样，至少也得洗个澡，干干净净的再去，省得他又说自己身上有汗。江巡这边也已经回到自己的院子，应该是自己的院子吧？哎，玄字15号，我没走错啊。江巡从院子里开门跑出去，看了一下门牌，确实是没错。可院子里这段时间他修炼砸出来的坑已经全部恢复了，倒塌的墙壁也已经恢复如初了。还有这好人呢。江巡又走进院子里，原本还打算自己抽空慢慢修呢，这打了个比赛回来，啥都好了，你就是江巡。正当江巡回到院子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道极具诱惑力的御姐之音，毫不夸张地说，光听这个声音，江巡都快忍不住了，甚至于是脑中自动形成了一个绝世美人的画像。哪位？江巡呼出一大口气，往周围看去，并没有看到任何人。黑雷灵根，钢筋铁骨的体质，又得了天生媚骨，不错。女人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江巡四处寻找，却什么都没看到。
到底是哪位啊？一听声音就是极美的女人呐，不妨出来让我见见。江巡看着周围喊道：到底是个啥玩意啊？怎么光是看了自己一眼就把自己全看穿了？院子也是这个女人修好的。江巡说完之后，周围没有丝毫动静。走了。江巡试探性喊了一声，半晌都没有得到回应，看来是走了。能在合欢宗这么来去自如，还能不露面就看穿自己，江巡心里也有所猜测，要么是某个大成境的大能闲得没事了，当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最大的可能就是宗主或者副宗主亲临了，想必是自己这段时间在宗门的表现，再加上睡了姜岩，他们以为自己得了天生媚骨，于是宗主或副宗主亲自来看看。这姜岩一事还有宗主的参与，江巡是没想到的。江巡一边往里走一边小心翼翼地看着周围，来到房门前时，猛地推开门往里探头看去，确定没有人之后才松了口气。随后江巡给自己放水，脱掉衣服跳进浴桶中。昨天他也在广场修炼了一整天，此刻也是一身臭汗，再说了晚上还要抱着漂亮师姐睡觉呢，当然要把自己收拾干干净净的。与此同时，既然你们打了赌，我也不能拦你，只是今晚你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的面具离开脸。明宁站在正在沐浴的涂婉旁边，看着他交代道：哎，想想都头疼。涂婉无奈地叹了口气，谁让你如此冲动，万一今日被破了身，你该如何是好？明宁摇头无奈道：谁能想到他居然真的一瞬间就干掉了几十个人啊，以他一个筑基3层的灵力，做不到的吧？涂婉看着明宁说道：这和灵力没关系，是他的实力和这些筑基大圆满的弟子比起来确实强很多，这小子再这样修炼下去，假以时日一定是个妖孽。明宁说着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等他实力提升上去，终有一日说不定会坐上宗主之位呢。师父，你准备在他身上押宝了？涂婉闻言诧异地看着明宁，不只是我，于言、李梦秋、顾晴都压在他身上了。明宁严肃地点点头。涂婉闻言不由吞了口口水，看着明宁愣了半晌才开口：师父，他前80年都在外门碌碌无为，现在也才筑基3层，尽管他最近的表现让人吃惊，但压在他身上是不是不太好啊？那还能怎么样？姜岩本来是给其他人准备的，莫名其妙被他给睡了。天生媚骨的男人，这世界上就他一个，除了他还有谁能有接近他们的机会？明宁无奈道。而且现在整个合欢宗突破最快的也是这小子。行了，我就先走了。明宁站起身走到门口，接着说道：千万小心啊，实在顶不住的话自己想办法缓解缓解。涂婉闻言也是哑然，自己想办法缓解，难不成当着江巡的面自己缓解吗？那和现身有什么区别？沐浴完之后，涂婉换上一身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黑底红线条的锦袍，就连里衣都穿的是非常严实的那种，躺在床上休息，恢复了一整天的灵力，直到晚上做好心理准备之后才前往江巡房间。臭小子，我来了。晚间，涂婉直接飞进江巡院子里，敲了敲江巡的房门。来了来了。江巡早就迫不及待了，还在屋里把自己打扮得十分帅气，把头发梳了个漂亮的造型，穿上他的新肌陆腹肌浴衣，兴冲冲的就跑去开门。你面具戴了没？听到江巡往屋门方向跑来，涂婉连忙喊道：等一下。江巡急忙刹车，转身去桌子上拿面具，戴上面具之后照了下镜子，这一身搭配颇有一种变态的感觉啊。但无奈江巡还是就这样走过去，打开了房门，一股芳香顿时扑鼻而来。屋外，涂婉披散着过腰黑发，微风浮动，黑裙摇摆之下勾勒出完美的身材，万线过裆更显身形绝佳。缕缕黑发之下白嫩可爱的面容，卸妆之后没有那么异常红润的嘴唇也让人很是动容。这带出去说她是合欢宗妖女，谁信啊？师姐披发这么漂亮啊？江巡看着涂婉兴奋地说道。涂婉看着几乎赤裸上半身的江巡，一脸无语，默默地把头撇到一旁。你不能多穿点吗？这不是在自己家吗？为了迎接师姐，洗得干干净净的，师姐快快请进。江巡让开一个身位笑道。涂婉无奈低着头不看江巡，走进屋内。江巡直接关家反锁，打开防御结界和隔音结界。你干嘛？你敢乱来，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啊！涂婉看到江巡这一系列操作，警惕地喊道：习惯性动作。江巡回头看向涂婉，有些尴尬，这确实是习惯性动作，只要房里有女人，必是这套流程。赶紧，睡一觉我就走了，说好了只是抱着睡，你要是敢乱动手动脚，你别怪我没警告你哦。涂婉指着江巡警告道。一定。江巡点点头，但我睡着了，如果做些什么，那可跟我没关系啊。师姐这就睡啊，咱俩聊聊天呗，也不困。江巡说着走到桌旁，给涂婉倒了杯茶。聊什么？涂婉走向椅子，坐在江巡身旁。师姐准备什么时候突破元婴？嘿，
说到突破原因，涂婉不禁开心起来。这不是灵力耗费太多，这2天肯定是不行了。等我做好准备，5天后吧。那我也给师姐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吧。这颗回元丹师姐收着，渡天劫的时候万一没了灵力，就吃它。江巡拿出一枚回元丹放在涂婉面前。涂婉见状，看着桌上的回元丹发起呆来。这一整天他都在担忧晚上和江巡抱着睡的事，倒是差点忘了，若不是有江巡帮忙，他今天都不一定能赢。想到这里，涂婉心中不禁放下许多戒备。你自己留着吧，不管你是从哪里得到的，回元丹这个东西很珍贵的，以后你总有用到的时候。涂婉把回元丹放回江巡面前说道，这不就是用的时候吗？有什么比我师姐的命重要的吗？江巡一把抓住涂婉的手腕，把回元丹塞进他手中，一脸认真。师姐若是没用到，自然是最好，回来还给我就是。涂婉闻言思忖片刻，点了点头。好，我争取不用它，把它带回来还给你。丁，赠送任务完成，恭喜宿主获得10倍返还奖励。回魂丹 X1， 回魂丹可活死人肉白骨，只要将回魂丹用在任何一具尸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或血液上，不论大小，都可以将此尸体完全复活，并恢复全部灵力。江巡当然不会上赶着用回元丹博取涂婉的好感。刚才涂婉敲门的同时，江巡的系统也跟着响起，又是10倍返还的任务。江巡身上自己能用到的，且涂婉目前能用到的就是这个回元丹了。只是江巡万万没想到，一枚回元丹换来的竟是回魂丹。回元丹尚且无比稀有，更何况这活死人肉白骨的回魂丹呢？更是多方强者挤破头都想得到的东西，也是整个世界的高阶丹师穷其一生都想炼制的终极丹药。但你别指望1-2颗回元丹就想让我和你双修啊！我上次说过了，我不喜欢你这种一点都不反抗的类型。涂婉收起回元丹，看着江巡道：那肯定，师姐都没有跟人双修过，怎么会知道自己喜不喜欢会反抗的人呢？江巡笑道：你怎么知？涂婉话说一半，突然意识到不对，师姐你果然没有双修过。江巡一拍桌子，兴奋喊道：胡说！死在我床上的外门弟子不计其数。涂婉也一拍桌子大喊道：老寒腿车是什么？江巡直接问道：是一个老头推着手推车啊。涂婉犹豫了一下，随后说道：师姐不对啊。江巡摇摇头，笑得更放肆了：你甚至连合欢宗的图册都不看啊？江巡都说到合欢宗图册了，他也反应过来这肯定是某种姿势，但他根本就没学过这方面知识。我算是知道为什么涂庆在你面前什么都说了。涂婉看着江巡那贱兮兮的表情，默默叹了口气：师姐，想必除了你和涂师姐之外，其他4位师姐也和你们一样吧？江巡看着涂婉问道：好了，咱们不谈这些无关话题，睡觉吧，我困了。涂婉站起身来往床上走去，直接脱掉锦袍挂在一旁，滚到床上就用被子裹住自己。你自己再拿个被子，我就一床被子啊。江巡看着涂婉这行为不由好笑，明明是合欢宗弟子，今晚的穿着和行动比天白门的江岩还要像个正派弟子。那你别盖了，反正也不会生病。涂婉用被子蒙住头，其实脸已经通红，同时闻到江巡被子的味道，心中想到：香香的，看来也是刚换的。师姐，师父和宗主他们的计划我已经知道了，你不用藏着掖着了。江巡手撑在茶桌上，托着腮看着涂婉说道：涂婉闻言从被子里探出头来，眉头紧皱：你都知道了？是啊，我送你回去之后，在我院子里见到了宗主，宗主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是个性感的女人。江巡点头道：宗主。涂婉闻言从床上坐了起来：宗主已经很多年不露面了，他怎么可能会来见你？因为他的计划，我这不是天生媚骨了吗？还体质特殊，灵根特殊，他就来了，还帮我把炸毁的院子给修复了呢。除了宗主，还有谁能在一夜直接把我院子恢复？涂婉闻言眉头皱得更紧了。江巡院子因为修炼被他自己破坏的事情，沈月也是跟他们讲了的。他说的是真的？那你敢吗？涂婉看着江巡问道，紧盯着江巡的表情，似乎想从江巡的表情上进行最后一次确认。不敢又能怎么样呢？我还有反悔的余地吗？虽然不知道涂婉在说什么，但能问出敢吗这2字，肯定是危险的事情。那就这样模棱两可的回答就可以了。没想到宗主居然真跟你说了。涂婉闻言看着江巡一脸严肃：这事你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太危险了。师姐，你们这些年承受的压力不小啊。江巡说着走到床边，坐在涂婉身旁说道：主打一个乱猜乱说，猜对了就赚到了，猜错了大不了就露馅呗。唉，涂婉叹了口气，为了这点事，这些年装作合欢宗妖女装的确实挺辛苦的。江巡闻言心中大为震惊，这话的意思是他们根本不是合欢宗的人。师姐们和师父
还有其他各堂的长老们和亲传弟子们，时刻都担心自己身份败露，时不时还要找一些外门男弟子，装作把他们才不死的样子，悄悄送出天灵山去，太难了。这话信息量对江巡来说就太大了，合着合欢寺堂堂主和每个堂主手下的亲传弟子都不是合欢宗弟子啊？那宗主也不是，这就离谱了吧？是啊，若非如此，师父也不会下达那个之后，你们只能和我双修的命令，也算是为师姐和师父分担压力了。江巡又悟到了，原来当初明明的命令不只是为自己好，还为玉月堂的弟子和他自己好啊。涂婉点点头，眼神里充满思念。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百花宗，再这样下去，百花宗的弟子就全进合欢宗了。原来是百花宗的，百花宗全部都是女弟子，从来不和男人接触，怪不得涂婉今天衣着打扮的反应都比江岩还害羞，难怪汗都是香的，毕竟是从小在花海里长大的女孩啊。不过百花宗的弟子全部打入合欢宗内部，这是要干嘛呢？丁，任务，探究明明等人真实身份完成。任务奖励：圣气长枪，天降，已存入系统空间。看到系统任务完成，江巡也确定涂婉这小妞没说谎。圣气啊，小小年纪便拥有了圣气的江巡，以现在的实力和体质，再配合上这把天降，这一下是真的能打过金丹了。师姐，你们有信心吗？江巡接着问道，总感觉还差一点就能找到真相了。合欢宗那两个老东西已经有300年没露面了，但他们就在山顶，绝不会错。想让他们露面，只能是通过男色诱惑。我们有没有信心，全看师弟你争不争气了。合欢宗老东西2个，300年没露面，住山顶。2位太上长老，他们的目的是让我诱惑2位太上长老。我到底是怎么从单纯的调戏一个女弟子，走到要帮助百花宗魅惑2位合欢宗太上长老这一步的？话说回来，师父为了让我不发现他们的假身份，能做到在我面前脱光的地步，也真是够拼的啊。看来这是完全值得他们搏命啊。这是我一个筑基能参与的吗？你怎么了？涂婉看到江巡那一脸吃了屎的表情，不由问道。可是他这话刚说出来就反应过来了。江巡，你炸我！涂婉气得从床上跳起来，一把抓住江巡的脑袋，直接给他来了个锁喉。你太过分了吧，你也太会骗人了吧。师姐喘不上气了。江巡连忙拍着涂婉的手臂喊道，虽然头靠的地方十分柔软舒适，但真的要死了啊！你混蛋你！涂婉也怕真把江巡勒死了，放开江巡，一脚把他踹到床底下去。师姐，你话都说到这了，干脆把一切都告诉我呗，我也知道了个七七八八了。嘿嘿。江巡坐在地上看着涂婉说道。你！涂婉气得咬牙切齿。这计划本身就是不能让江巡察觉到的，怎料先是涂庆说漏嘴，被禁足了，现在自己又几乎全盘托出，万一因为自己这些话，江巡退却了，逃走了，他们就再也无法引出合欢宗那2位太上长老了。天生媚骨的男人也不会再有第2个，他们将会满盘皆输啊！师姐，你说吧，你放心，我不跑。江巡从床底下爬起来，一脸认真地看着涂婉。等你说了，我再决定我要不要跑。涂婉看着江巡，深深呼出一大口气，嘿，还是香的。就这么说吧，就算你想跑，你也跑不掉了，整个合欢宗的人都会盯着你的。涂婉看着江巡说道。是呀，所以你就给我娓娓道来吧，至少让我知道你们的计划，我才能好好配合你们，不是？江巡强装镇定的点点头。涂婉思索片刻，随后盘腿坐在床上，开始给江巡诉说真相。约15年前，合欢宗宗主若兰收到太上长老的指令，无上皇朝十皇子出生，待十皇子18岁那年，命合欢宗宗主若兰与副宗主妍妍分别嫁给十皇子做妻妾。等会，合欢宗的宗主和副宗主，他俩得是越南无数吧？这无上皇朝是一点不挑啊！江巡打断涂婉说道。他对于越南无数的女人都多少有些抵触，更何况这些皇室呢？合欢宗宗主和副宗主是一对，他们2个女人相互结成道侣，一直以来都是他们2个双修进行提升的，所以没有过男人。涂婉解释道。这都行？江巡闻言，脸部一阵抽抽。合欢宗以情入道，自然也会照顾到一些性取向特殊的人，以此产生相应的修炼功法，这在合欢宗没什么奇怪的。那个皇朝具体是什么意思？江巡点点头问道。他虽然也听说过皇朝，但具体的还真不清楚。所谓的皇朝便是这世界上的顶尖势力。这片大陆简单来说共分为东岭、南海、西域、北漠4大区域，每一大区域上分别有3到5个皇朝。3到5个皇朝中只有1个顶尖皇朝，一个顶尖皇朝可以顶得上4个其他皇朝，所以每片区域之间基本都是4个皇朝联手与顶尖皇朝相互牵制。天灵山位于东岭，
算是隶属于东陵顶尖皇朝——无上皇朝。待十皇子满18，若兰和妍妍嫁给十皇子之后，合欢宗就正式成为无上皇朝手下的宗门了。届时，整个东岭便没有任何一个皇朝敢打合欢宗的主意。当然，若是合欢宗拒绝，那么无上皇朝便会对合欢宗出手，包括合欢宗在内，凡是被无上皇朝收入麾下，便要为无上皇朝而战，每年还要给无上皇朝提供相应的保护费。这就使得无上皇朝越来越壮大，迟早有一天可以吞并其他皇朝。既然如此，这个计划跟我去魅惑2位太上长老有什么关系？就算我成功魅惑了太上长老，无上皇朝那边也不会改主意啊。江巡听后说道：杀了他们，待合欢宗全员加入百花宗。涂婉五指并拢，在胸前一挥。啊！江巡闻言瞪大了眼睛。据我所知，合欢宗宗主应该是炼虚境修士，作为太上长老，少说也是合体境修士吧？我凭什么能杀了他？俩，天生媚骨啊！涂婉理所应当道。一开始，若兰和妍妍的计划是联合一直和合欢宗不对付的百花宗，让百花宗的弟子渐渐渗透合欢宗的高层，也就是长老和亲传弟子，找到机会和合欢宗2位宗主以及百花宗2位宗主和太上长老一起出手击杀合欢宗2位太上长老。可后来经过若兰和妍妍的努力，2位太上长老根本就不露头，死活不出来。正巧此时，顾晴接着招募弟子之名下山，去百花宗面见百花宗宗主。返程路上遇到了天生媚骨的姜妍，一番了解之下，发现姜妍这体质很特殊，需要与男子双修之后，把天生媚骨这一体质传递给那男子。虽然一时拿不准主意，但这好歹也是个方法。一番商讨后，若兰决定无论如何先把姜妍带上山，再伺机寻找个机会，给姜妍找一个他看得上眼的道侣。姜妍上山的这3个月，内门的男子都给他介绍过了，他除了抵触就是抵触，都看不上眼，也就一个筑基3层的男弟子能和他说上2句话。结果那个筑基3层的男子在前不久的外门长老选拔比试的擂台上，被江巡踹到悬崖下面，人死了。怪不得于长老当初应该是真想弄死我。听到这个，江巡扯了扯嘴角，没想到被自己踹死的那个弟子还有这故事呢。这么说来，当天于言叫自己去他房间，是真的恨得牙痒痒，想弄死他。涂婉点点头，是啊，毕竟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能和姜妍看对眼的男人，但师父知道你的事情之后，便去劝说于长老，打算让你和姜妍接触试试。于长老便决定试试你，用迷香和幻术将你迷晕，试探了你的体魄和灵根，发现你小子确实是个可塑之才，便留你一命。说来也是巧了，你小子倒真是风流成性，正准备找个什么理由让你和姜妍接触，你就调戏了玉鸾堂的梁如。梁如上山求救，于长老便安排其他弟子不要插手，只有姜妍回去你那边。之后于长老和师父通了气，师父安排若云师姐前去观察情况，因为你确实很有天赋，而且姜妍看不上其他人，师父便决定，如果姜妍和你不对付，就让若云出手把姜妍捆了，让你强行占有她，获得天生媚骨的体质。你这色中恶鬼果然不负众望，把姜妍给睡了。江巡听后脑瓜子嗡嗡的，合着自己入内门之后的一言一行都在他们的计划之中啊，被当成棋子了，还好自己这个棋子有点脑子，不然被他们玩死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既然你和柳青都是百花宗弟子，那你们在擂台赛还那么拼命啊？柳青用的怎么还是合欢宗功法？他一看就是地道的合欢宗弟子啊。江巡看着涂婉问道，不管对手是谁，我们都很需要极品化阴丹啊，合欢宗的擂台赛和奖励又不是假的。涂婉理所当然道，也就是说，除了外门弟子和内门弟子以及宗主之外，整个合欢宗的长老和亲传弟子这个中高层已经全部换掉了。江巡点点头道，涂婉点头，那原本的长老和亲传弟子呢？太上长老难道不知道已经换人了吗？原本的长老和亲传弟子已经全部进入百花宗了，这一批人合欢宗的太上长老也从没见过，所以他不会注意。那其他内门弟子呢？难道他们也没见过这些长老不成？江巡不禁问道。整个内门不可能没人见过这些长老，见过长老的内门弟子也都被送去百花宗了。现在合欢宗内门女弟子基本上半个内门都是百花宗弟子，所以我才说再这样下去，百花宗弟子就全搬来合欢宗了。涂婉的表情颇为无奈。江巡闻言也很是无语。那梁如，百花宗弟子？涂婉点点头，怪不得那么害羞。江巡撇撇嘴，这些计划想必姜妍本人也不知道吧？如果姜妍知道的话，若云当初就不会用合欢宗的规矩压他了。当然不知道，他直到现在还以为自己成了合欢宗妖女呢。涂婉点点头，哦。江巡点点头，总之计划就是让我引起2位太上长老的注意，然后用天生媚骨魅惑他们，
如果能杀，就给他们杀了；如果杀不了，至少把他们引出来，让你们联手杀他们。涂婉点点头，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行，我知道了，早点告诉我多好，害得我还得先和你们耍心眼子。江巡听后点点头，低头思索起来，要不要告诉涂婉自己没有天生媚骨？如果不告诉涂婉，自己得想个办法，真把江岩给办了，以防万一。因为按照时间来算，距离无上十皇子成年只剩不到3年了，指不定自己什么时候就会因为明明他们到处在合欢宗造势而引起太上长老的注意。如果被送进去，自己没有天生媚骨的情况下，肯定遭不住。如果告诉涂婉自己没有天生媚骨，涂婉肯定会告诉明明，而且今天晚上涂婉全盘托出的事情，明明也一定会知道。明明会怎么做呢？一定会把江岩给捆进自己房间，逼着自己拿到天生媚骨吧。而且从今往后会对江巡充满戒备和怀疑。与其如此，不如先自己想个办法试试，看能不能和江岩有所进展。其实江巡闭关这1个月来，江岩倒是偶尔来过几次，就跟他自己说的差不多，他似乎是真的想先和江巡接触接触，正儿八经的谈个恋爱。师父肯定要收拾我了，都怪你，说不定我也要被禁足了。涂婉坐在床上深深叹了口气，都是因为自己蠢，才会发生这种事情。不，是江巡这小子太精了，他的一言一行真的装的和真的知道了一样，他甚至能接上自己的话茬，这谁能看得出来他不知道啊？不会的，你既然已经把事情全盘托出了，我又愿意配合，说不定因此涂庆还会被解除禁足呢。江巡笑道，但愿吧。涂婉无奈的点点头，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他还能怎么办呢？你先睡吧，我出去透口气。江巡说着起身往屋外走去。你不是要跑吧？涂婉见状说道，宗主的护山大阵在呢，我往哪跑？江巡开门笑道，说的也是。涂婉点点头，不再多言，看着江巡走出房间，心中想到，突然这么大压力在头上，会紧张也是正常的吧。来到院中的江巡其实身后已经出了一身冷汗，他差点没反应过来，他是合欢宗弟子啊，超级正统的合欢宗弟子啊，干嘛要为百花宗做事啊？虽说此事是由合欢宗2位宗主牵头的，但合欢宗是太上长老创立的啊。说白了，太上长老就是若兰和妍妍的师傅啊。若兰和妍妍此刻的行为，完全就是在背叛合欢宗。自己这个合欢宗正统弟子，是不是该站在合欢宗的角度思考这件事情？上报太上长老，让太上长老出其不意，先一步干掉百花宗这些弟子们。可这几个师姐和这个师傅，他还挺舍不得的呀。说到师傅，自己上合欢宗以来拜的第一个师傅就是百花宗的明明啊。那自己现在到底算是合欢宗的还是百花宗的？江巡纠结极了，或许可以选择从利益角度出发，上报太上长老能得到什么？天材地宝、修炼资源、灵石，执掌合欢宗的大权。从今往后，想要多少女人就有多少女人。如果失败了，那肯定是死了。帮助百花宗会得到什么？可能会被太上长老识破，可能会死，可能死无全尸。如果成功了，又能得到什么？6个师姐和师父的青睐，在百花宗的一席之地，或者还是从若兰妍妍那里得到和太上长老那里能得到的一样的东西。这么算来，太上长老能给的，若兰妍妍能给；太上长老不能给的，百花宗也能给。那就明了了，跟明明干了。对，跟明明干了。江巡想清楚之后，重重点头，口中呢喃：跟明明干的第一步，先把江岩干了。在此之前，不能暴露自己没有天生媚骨的事情，否则对他们来说，自己又成了个没用的人。而且知道他们的计划，又是合欢宗弟子，只能是死路一条了。毕竟他们现在已经急眼了。刚才涂婉都说了，明明就是准备让若云捆了江岩，让江巡强行获得天生媚骨。江巡此刻已经知道计划，且不好掌控，他们更想要一张什么都不知道的白纸。等会还有第3条路。江巡反应了一下，他不想只做一颗任由他们摆布的棋子。现在的他和以前的他已经不一样了，他有系统。有系统的这3个月，他从一个只剩一口气的老头，到现在已经成为长老亲传弟子、外门长老，还能以筑基之阶战金丹。如果是3年呢？这3年，江巡必能站在比现在高的程度。到那个时候，就不是江巡选择站在哪边了。他们合欢宗的，他们百花宗的，都得听自己的，看自己脸色行事。不是他们给自己好处，而是自己施舍给他们好处。对，就是这条路。他决定要走这条路。想清楚这些之后，已经过去半炷香时间。江巡转身回到房间，涂婉似乎已经睡了。江巡熄灯，蹑手蹑脚地躺在床上，没想到涂婉轻轻把被子盖在江巡身上，随后用很小的声音说道：不管怎么样，你拜了师傅，就永远是我们师弟，师姐们都会保护好你的安全的。师姐，
江巡闻言感动地看着涂婉，这么好的氛围，江巡不自觉地靠近涂婉的嘴唇。啊！下一刻，一声惨叫：“干什么？你这色中恶鬼，我就不该关心你！”涂婉将江巡手臂掰到他后背，直接把江巡翻了个身，按在床上。再敢动歪心思，我弄死你！错了师姐，我错了，实在是师姐长得太漂亮了，这个氛围又很好，我没忍住。江巡痛嚎着喊道：“哼！”涂婉冷哼一声，这才放开江巡。老师点，别闹了，我真困了。今天2次灵力被掏空，我很累的。好好好，不闹了。江巡连连点头。二人重新盖上被子，涂婉主动钻进江巡怀里，毕竟立誓就是要抱着睡的。确定江巡没有小动作之后，闭眼入睡。他应该是真累了，睡着得很快。江巡也一副睡着的样子。直到半炷香之后，江巡悄悄睁开了眼，手一点一点挪到涂婉腰间的腰带上，缓缓向外拉扯。怎么可能有人有睡着了脱别人衣服的技能呢？小傻子江岩之前被江巡骗惨了。呜，咔嚓，啪，砰！第二天一早，江巡的手腕被涂婉掰断，手臂被拧到背后，整个人一丝不挂从窗户中飞了出来，砸在地上。操你妈的，我肚兜呢！涂婉在屋里喊道。疼啊！江巡左手撑着地面站起来，伸手把自己的右臂掰正，又忍痛把自己的手腕掰回去。天哪，这可比江岩凶多了。虽然该占的便宜都占了，上上下下都是软软嫩嫩的，但是这个代价是不是有点太疼了？姓江的，你给我等着！涂婉半天没找到肚兜，只能先穿上自己的衣服，然后捂着自己的胸部从房间里飞出来，红着脸御剑离开。也不知道是害羞的还是气的。早上睁眼的时候，江巡的手就在他 AC 之间上放着，他差点没吓死。我的脸！看着涂婉离开，江巡捂着自己的火辣辣疼的脸，随后从怀里摸出一个红色小肚兜，这一巴掌挨得倒是值了。涂婉离开后，江巡连忙跑进屋里，以防止又被人看到自己没穿衣服。换好衣服洗漱一番，江巡一边做饭一边联络了江岩。正好没什么事做的江岩不多时便来到江巡院子里。哟，你还会做饭呢？江岩看到在厨房忙碌的江巡，站在门口说道。那肯定。江巡回头看了江岩一眼，江岩这小妞长得是真好看，身材也是真的好。随后江巡道：你在屋里等会，等下你就有口福了。我又不用吃饭。江岩闻言道：你是不用吃，又不是不能吃。江巡笑道：还没人吃过我做的饭呢，你尝尝呗。你不能毒害我吧？江岩一听没人吃过，心里有点犯嘀咕，谁家元婴怕毒？说的也是，那你快点。江岩撇撇嘴走进屋里，虽然床上收拾得平平整整，但刚进来就闻到一股香味。在江巡房间睡过的江岩一下就闻出这不是江巡身上的味，这色鬼又祸害哪个女弟子了？江岩一阵无语，翘着腿坐在椅子上。片刻后，江巡走进房间，吃饭了。伸手一挥，储物戒中的食物摆满桌子。哟，闻着还挺香呢。江岩凑近闻了一下面前的炒油菜，眼前一亮。那肯定别光盯着炒油卖，还有猪肘子、烤羊腿、番茄炒蛋。江巡递给江岩一副碗筷，笑道：吃饭吃饭，做这么多你不怕撑死啊？江岩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一根银针，依次试了每道菜。真没下毒，我自己还吃呢。江巡见状无奈道：防人之心不可无，谁知道你各色鬼会不会给我下个迷药什么的。江岩龇牙笑道，验过无毒之后才放心夹了一筷子菜送进嘴里，咀嚼2下之后眼前一亮，不错哎，那肯定。接下来两人一边聊天一边吃饭。江岩的饭量属实是震惊了江巡，这一大桌子几乎被他一个人吃完了。还好我做的多啊，要不然都不够你一个人吃的。江巡看着满桌空盘说道：这不是你手艺太好了吗？好吃好吃，给你竖大拇指。江岩伸出大拇指笑道：你想吃就跟我说，我愿意给你做一辈子饭。江巡点头笑道：说什么一辈子？江岩闻言脸一红，你不知道修士的一辈子很长吗？我现在寿元有1000年了，你呢？还不到200年吧？放心吧，很快就能提升上去了。对此江巡倒是不担心。你今天叫我来干嘛？不是单纯吃饭吧？江岩也撇开话题，怎么就跟他聊起什么一辈子不一辈子的事了呢？就是吃饭啊，你不是说了吗？咱们俩多接触接触，一起吃饭也是夫妻生活的一部分啊。谁跟你夫妻了？江岩闻言喊道：好歹算是你的道侣吧。江巡说道：才不算呢，都把你摸了个遍还不算？你难道已经完美融入合欢宗妖女了，对自己的清白一点都不在乎了？江巡笑道。江岩撇撇嘴，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反驳。说是道侣，应该也算是吧。
毕竟他都对自己那样了，不让他负责好像也说不过去。但是让他负责，姜岩不禁看向江寻的床，他那床到底多少人上去过啊？这样的男人真的能负责吗？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在合欢宗还想找到什么好男人啊？不可能的吧？对了，上次你回去之后，于长老没责备你吧？江寻看着姜岩问道。没有啊。姜岩摇摇头，之前总是给我介绍男弟子，自从我说和你双修之后，他们也没有再给我介绍过男弟子了。大家都知道你是我的女人，内门外门的男弟子没有人敢和我抢你的。江寻笑道。可把你厉害坏了。姜岩撇撇嘴也没反驳，毕竟之前的擂台赛他也看了，就连筑基大圆满都不是他的对手，何况那几个筑基3、4层的内门弟子呢？这小子确实是厉害，假以时日肯定是个了不得的家伙。之前和你看对眼的那小子被我踹下悬崖了，你没什么想说的？江寻看着姜岩问道。什么啊？那人我甚至不知道叫什么。姜岩也知道江寻说的是谁。说实话，当时江寻把他踹死，姜岩还真松了口气。那怎么有人说你俩看对眼了，准备发展发展呢？我只是实在受不了于长老他们一直给我介绍男弟子，随口说了句我先和他接触接触，只是拖延时间罢了。姜岩无奈说道。哦，那你给我说先接触接触也是拖延时间？江寻看着姜岩狐疑道。怎么又说回咱俩的事了？吃了你的饭，我去给你洗碗。姜岩说罢就把盘子碗筷堆在一起，抱着跑了出去。江寻看着姜岩落荒而逃的背影笑了笑，看得出姜岩对自己应该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意思的，不然不至于一直脸红。坐在屋里喝了几杯茶的功夫，姜岩洗完碗筷回来了。你还有事吗？没事，我回去了。坐下喝杯茶呗，你回去也没事。江寻一边给姜岩倒茶一边说道。姜岩也没拒绝，坐在江寻对面看着屋外发呆。想什么呢？江寻见状问道。想天白门的师兄师姐们，还有我那些师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姜岩看着屋外，眼中满是怀念。江寻也想明白了，姜岩的师傅应该不会把姜岩换到合欢宗，顾晴他们想必和他师傅坦白了身份，听到是百花宗弟子，他师傅这才答应了。不过要找人和姜岩双修的事情，他应该也是不知道的。想回天白门啊？江寻放下茶杯。那当然，虽然说在合欢宗这些师姐师妹还有于长老对我也都挺好的，没为难过我除了找道侣之外的事情，但我还是在天白门长大的呀，那里也算是我家吧。姜岩看着江寻激动道。你师傅都把你抛弃了，你还把天白门当家？我若是你，肯定要找机会报复他的。师傅的事我也能理解，混元丹可遇不可求，多少人一辈子都是因为没有得到混元丹而止步不前，遗憾终生，就当我报答师傅的养育之恩了。我侄女要是有你这觉悟，我也不会把她丢在外门不管她。江寻闻言笑道。你侄女？姜岩疑惑。你不知道我的故事？江寻看着姜岩神秘道。我上哪知道去？姜岩理所当然道。那我给你讲讲吧。这也算是找到话题了，江寻便开始说起以前的事情。半个时辰后，姜岩一脸好奇地问道。我看你现在修炼速度很快啊，以前为什么那样？弥留之际突然悟到了，厉害吧？江寻挑眉笑道。你说的要是真的，那真挺厉害的。姜岩撇撇嘴，说不上不信吧，但除了这一点，还能在什么情况下让他逆袭呢？当然是真的，那种感觉很奇妙，一瞬之间，我的体质和灵根都产生变化了。若非如此，怎么会有现在的实力？既然如此，你就不应该继续在男女之事上下功夫，应该多修炼才是，珍惜你现在的灵根。姜岩看着江寻劝道。我下功夫了呀，自从你说要和我接触之后，我都没有和别的女人发生过什么了。江寻立刻说道。这可是真的，这1个月他被禁足来着，也就昨天晚上和涂婉发生了一些平平无奇的摸摸。哟，要不是闻到你这屋里一股女人的味道，我都信了。姜岩咂舌道。嗨，这味道是早上我涂婉师姐来了，感谢我昨天帮她拿到化阴丹呢。江寻脸不红心不跳的扯道。怎么感谢？和你双修呗。姜岩翻了个白眼。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江寻见状凑近姜岩笑道。呸，谁会吃你的醋？你们和欢宗的师姐师弟之间双修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吧。再说了，你师傅都下令他们只能和你双修了，想必你每天都很忙吧？谁说的？你也在我这待了一上午了，你看有人来找我吗？江寻伸手指着大门说道。哟，我来的不是时候。几乎是同时，门口传来一道摄人心魄的声音。江寻和姜岩都往门口看去，竟是明长老。姜岩连忙起身行礼。师傅，您怎么来了？江寻也起身问道，同时立刻拿出面具戴在脸上。打扰你们小两口了。明明扭动腰肢走进屋内笑道，这小腰扭得很是勾人。没有。姜岩红着脸低下头。什么小两口？
可现在他也不能反驳。放心吧，不是来跟你抢男人的，我有些事情要找江巡说，你可以先在门口等一下。明明走过2人身旁，坐在江岩那个位置上，翘起诱人的大长腿说道：是。江岩点点头，往屋外走去。别离开啊，等会再接着说。江巡拉住江岩手腕说道：明明来的可真不是时候，本打算试试今天能不能把江岩办了。知道了。江岩点点头，江巡这才松开他的手腕，任他离开。江岩出门前还把门给关上。坐吧。明明看着江巡背影道：师傅，今天来是涂婉师姐的是吧？江巡闻言坐回椅子上问道：明明点点头。既然事情你都已经知道了，今天你还没有要跑的举动，我很欣慰。怎么会跑呢？我拜的师傅是您，也只有您一个师傅，从拜师那一刻起，我就是百花宗的弟子了。江巡笑道：你能想明白这点就好。明明勾起嘴角点点头。百花宗不同于合欢宗，哪怕是外门也是没有任何男弟子的，你算是开宗以来第一个。这是师傅你们早点告诉我，我早就配合你们了，何须藏着掖着。江巡点头笑道：你还挺有勇气，知道面对的是什么人吗？2合体境的太上长老呗。那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闭关300年不露面吗？为什么？因为他们其中一位马上就要突破大成境，成为圣人了。啊，啥叫圣人？江巡愣了一下，随后问道。明明白了江巡一眼：你不知道什么是圣人，你还那么震惊？大成境就够震惊了呀。圣人就是大成境的一种代称，大成境被称为圣人，渡劫境被称为至尊。这世上圣人共有48位，至尊只有4位，可想而知他们有多强，听上去就很厉害。江巡点点头。可是数量怎么这么准确？因为天道只允许有这么些，一位合体境大圆满的修士想要成为圣人，必须击杀一位圣人，或等到一位圣人生死道消。至尊也是同理，或者等其中一位至尊飞升仙界。明明解释道：哦，想成为炼虚必须有混元丹，想成为圣人必须死一个圣人，想成为至尊必须死一个至尊，或者一位至尊飞升。那合体境有什么要求吗？江巡点头问道。这些事情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要想达到合体境，需要得到炼体花，炼体花10年一开花，只生长在炼体谷中，每到10年之期，炼体谷都十分热闹，且只有300位炼虚大圆满的人能进入，还限制数量和境界。江巡闻言感到诧异，直接闯进去不行吗？当然，炼体谷是由一位至尊把守的，想要进入炼体谷，需要先交给至尊50万灵石。明明点头。这不是强盗吗？江巡闻言哑然。进入炼体谷的人目的都是炼体花，且只有1朵，进入的人极大概率只能活着出来1个，所以他们并不在乎这些身外之物。明明点点头，对江巡说那位至尊是强盗的事情还是比较赞同的，而且最后活下来的人不但能得到炼体花，还能得到其他所有人的储物戒，这50万肯定能回本。江巡闻言点点头。你怎么掉钱眼里了？明明闻言感到无语，他好像对死了多少人并不在意，而是一直心疼灵石。嗨，灵石嘛，谁会嫌多呢？江巡笑道，接着说道：那如果我是没能进入炼体谷的人，我在外面等着，把最后拿到炼体花的人杀掉不就行了？炼体谷内有至尊设下的随机传送阵，没人知道他会传送到哪，毕竟交了钱，总不能让他死在自己地盘不是。话说远了。明明随后摆摆手。说回合欢宗的事，因为合欢宗和我们百花宗一直不对付，若是合欢宗太上长老成为圣人，第一目标就是吞并百花宗，所以我们才必须要阻止他。正好若兰和妍妍提出合作，我们便顺水推舟同意了。因为成为圣人不是小事，所以合欢宗的2位太上长老不允许出现任何失误，便直接闭关，而且永远维持着巅峰的状态。闭关洞府四周布满了强大的阵法，所以我们必须得想办法把他们引出来。他们难道是准备在里面熬死一位圣人？江巡闻言问道。明明点头。一旦有圣人陨落，所有合体境大圆满的修士便会被强行传送至圣人谷，最后活下来的人可以拿到成为圣人的权利，叫做圣位。好家伙，那岂不是要死很多人？全部的合体境大圆满，江巡都不敢想有多少人。整个圣人谷不得被砸穿。对自己此时实力没有信心的人，可以选择通过传送阵离开，离开视为放弃，最后基本上也就是几位合体大圆满之间的争斗罢了。哦，原来如此。江巡点点头。那你们何不联合几位合体大圆满的，在圣人谷围攻他们呢？那不更方便吗？前提是得有一位圣人在无上石皇子18岁之前生死道消啊！我们的目标不只是杀掉那2个人，还要合并整个合欢宗。若是若兰妍妍嫁给石皇子，那一切就是空谈。明明无奈道。哦，差点忘了这茬。江巡点点头。我要让他们把你当作上好的炉鼎交到闭关洞府中，你再用天生媚骨的体质勾引他们出来。
在此期间，你所需要的一切修炼资源，合欢宗和百花宗会一起给你提供，这算是给你的奖励。那好啊。江巡闻言眼前一亮，但是又话锋一转，可是他们俩闭关，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存在呢？每2年，太上长老会传信给若兰一次，让他把2个修为最高的内门弟子送进闭关洞穴，供他们采补，保持巅峰。现在距离那个时间还有1年半左右。江巡闻言很是无语，3年倒还有可能把自己的境界练上去，你给我1年半，我撑死也就到化神吧，这还怎么做棋手？到时候我若是失败了，师傅可有保我活下来的办法？江巡看着明宁问道。放心，师傅肯定会保你性命，届时会给你几张大挪移符，你先逃走，找机会到百花宗去。明宁点头道。在明宁心里，江巡的天生媚骨一定会对2个太上长老产生作用，哪怕是他们有办法清醒过来，肯定也会恍神片刻。趁这个时间，江巡是有机会逃走的。我给你带来了一些筑基禁用的修炼丹药。明宁从储物戒中拿出一个储物袋放在桌上，这里面有筑基6层之前用的筑体丹20颗，筑基6层之后用的筑灵丹30颗，都是极品丹药。你先用，不够再说，等你突破到金丹，我会给你金丹禁用的丹药。玉燕枪法你用的很不错，继续练下去会有所成就。至于天灵剑法，我建议你先搁置，不要一心二用。能让花师姐来教教我吗？江巡收下储物袋，期待地问道。怎么，占了你涂师姐便宜还不够，又盯上你花师姐了？明宁瞪了江巡一眼道。师姐怎么什么都和你说啊？江巡闻言有些尴尬。哼。明宁冷哼一声，既然你已经知道我们不是合欢宗的人，就对我们放尊重一些，知道吗？知道的。江巡连连点头。我会让白蕊抽空来教你枪法，但你最后别想占他便宜，他真的会给你捅几百个窟窿的。花师姐这么凶残。江巡闻言打了个冷战。当然，不然他怎么会学这种枪法呢？明宁笑道。师傅，跟您说个事。你说。你可不能生气啊。你说。我不生气，我和江岩没睡，我没有天生媚骨。江巡犹豫再三，还是决定说出真相。明宁闻言脸色一变，笑容僵在脸上。你认真的吗？明宁咬着牙问道。真的。江巡点点头。这事还有谁知道？你、我、江岩没了，现在立刻马上把事给我办了。明宁一拍桌子喊道。这不正在进行中吗？师傅你就来了。江巡撇撇嘴道。这可不是小事，如果你办不了，我帮你。明宁说着拿出一朵粉红色的花，这是迷情花，催动之后花香会把除使用者之外的人拉进幻境，他脑子里会想他最想做的事情，在此期间外界的身体被怎样都不会有反应。好熟悉的味道。花刚拿出来，江巡就嗅到一股熟悉的味道，眉头一皱，反应过来，这不是于长老屋里的味道吗？当初他就是用这个把你迷晕，让你以为你和他双修了。明宁点点头。江巡顿感无语，所以自己当时那个时候最想干的果然是于言。师傅，这花我先留着，迫不得已的时候我再用。江巡接过迷情花说道。3天之内，你要是没把事情办了，我就只能亲自帮你们了。圣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可能几年，可能几十天，也可能我们说话的这一刻就死了，所以你必须要抓紧时间。明宁说着站起身来往外走去，这就是让江巡赶快办事的意思。走出房间，明宁看了一眼站在院中的江岩，从江岩身旁走过去的同时传音说了些什么，只是江巡看不出来罢了。听到明宁的话，江岩身躯一颤，愣在原地。妍妍呐，快来，师傅走了。江巡走到房门前，对着江岩喊道。哦，来了。江岩看着明宁的背影点点头，随后缓步走向江巡。与此同时，明宁御风飞走，江岩站在门槛前看着走回茶桌的江巡，一时没有走进房间，心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怎么了你？江巡转身发现江岩没进来，看着他问道。江巡，你想死吗？江岩看着江巡沉默片刻，随后问道。啊。江巡闻言一愣，随后答道。当然不想啊，你刚在院子里想什么了？怎么突然问这种问题？江岩撇撇嘴没有说话，只是深吸一口气，然后一副下定决心的样子走进房间，关上门，然后打开隔音结界。怎么了你这是？江巡一脸疑惑。江岩在转过身的时候，整个脸都憋得通红，手紧紧攥着自己的衣服走到床边，随后开始脱掉外衣。啊。江巡见状满脸问号。干嘛这是？吃饱了准备睡个午觉。江岩闻言差点没绷住，伸手脱掉外衣搭在床边，随后看着江巡脱掉里衣。过来啊。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江巡虽然不明白他这是要干嘛，但看到他光滑的肌肤渐渐露出，脚下没有丝毫犹豫，就走向了江岩。江巡走过来的时候，江岩里衣都脱了，浑身上下就剩下那2个小件了。之前都已经被江巡给那样了，所以
他此时倒也并没有那么害羞。我想通了，你想做什么就来吧。姜岩说着就躺在床上闭上眼睛，一副任君采摘的样子。是不是我师父跟你说什么了？江巡闻言拿起被子盖在姜岩身上问道。想起之前在院子里姜岩看着明宁发呆的样子，再结合他现在这个行为，江巡大致能猜到是明宁给姜岩传音了。你师父说我的天生媚骨是要被别人取走的，你之前撒谎，现在有什么任务在你身上，你无法收场。如果我们什么都没发生的话，就要死了。姜岩看着江巡平静地说道。哟，那你这是舍不得我死呗？江巡闻言笑道。你好不容易才从地狱爬回来，又是为了帮我，虽然不知道你有什么任务吧，但你先活着吧。而且你把这天生媚骨取走之后，我也能轻松很多。江巡倒是没想到自己刚才随便找话题给他讲故事还能起到这个作用。上次和你分开之后，我真没碰别的女人。江巡看着姜岩认真道。谁管你啊？姜岩撇撇嘴，但其实心里还是高兴的。快点吧，我好不容易做好心理准备，你别让我反悔。我会对你负责任的，再过不久我会带你离开合欢宗。江巡轻抚姜岩脸颊说道。哟，你舍得合欢宗这么多漂亮女弟子呀？以你现在外门长老的身份，去了外门，女弟子还不任你采摘，他们跟你当然没法比啊。而且我保证以后绝不轻易沾花惹草。快拉倒吧，没指望你做到那种地步，你再不来我可走了。姜岩说着就准备起身。江巡见状也不再啰嗦，直接扑了上去。怎么样，你看我有感觉吗？1个多时辰后，没戴面具的江巡看着身旁的姜岩问道。要有什么感觉？姜岩看着江巡的眼睛疑惑地问道。你把这个衣服吃了。江巡拿起一旁的小肚兜说道。你有病吧，谁会吃这种东西？姜岩一巴掌拍在江巡手臂上说道。怪了，天生媚骨不管用。江巡嘴里嘟囔着，打开系统查看自己的人物面板。宿主姓名江巡，宿主寿命83150，宿主灵根神雷灵根，宿主体质钢筋铁骨天生媚骨，宿主修为筑基4层，宿主修炼功法血用天罗2层大圆满，御焰枪法1层大圆满，天灵剑法入门锁阳诀1层中期。根据系统显示，江巡不但得到了天生媚骨，而且还突破了，可天生媚骨现在对姜岩却不起作用。天生媚骨体质详细资料。江巡心中想到。系统画面上画面一变，开始显示天生媚骨。天生媚骨，拥有天生媚骨体质的人可催动灵力，对自己境界之下的人进行魅惑，被魅惑的对象将会对宿主言听计从，绝不反抗。若对方境界高于宿主，则对方只会觉得宿主很帅。男女通杀。坏了，看到系统介绍，江巡暗道不妙。怎么了？天生媚骨没传给你吗？如果要再来一次的话，这次能不能再多温柔点？我疼。姜岩红着脸说道。天生媚骨已经在我身上了。江巡闻言不禁笑了，这小妍妍还怪可爱的。那为什么对我没作用？姜岩闻言问道。好像只能对比我境界低的人起作用。江巡耸肩道。这样啊。姜岩点点头。那这样你能活下来了吗？放心吧，我一定能活下来。江巡轻抚姜岩脑瓜笑道。至少先让他放下心来那就好。我好累，我想睡一会，能睡你这吗？姜岩松了口气说道。当然了，我的就是你的，我家就是你家，你想干嘛就干嘛。江巡果断说道。姜岩重重点头，露出笑容。那你先休息，我多研究一下这个天生媚骨。江巡一边说着，一边下床穿上衣服。好。姜岩点点头，打了个哈欠便睡了。江巡则来到屋外，坐在院内的躺椅上。当务之急还是要把自己的境界提升上去，但就算再努力也不可能一下到大成境去魅惑2位太上长老，更何况还得等炼体花开，还得杀掉1个大成境，还得有混元丹，这3个哪个都不是现在能做到的。愁啊愁啊，傻好人穿越开局之后的第1个大对手是2位合体大圆满啊，要不先跟明宁说一声，看他们会怎么办。想到这里，江巡便用传讯符直接联络明宁，将天生媚骨的事情传达给他。当明宁收到江巡的联络之后，果然急了，立刻联络其他4位长老和2位合欢宗宗主来到合欢殿议事。合欢殿便是整个合欢宗的，算是总坛最高议事厅。4位长老齐聚不久，若兰与妍妍从合欢殿后走出。经过一番激烈的商讨之后，明宁来到江巡院内。师父。看到明宁来了，江巡从躺椅上起身问好。此刻江巡没有戴面具，明宁和江巡对视，发现自己心中果然没有想听他话的感觉，灵力扩散出去，发现姜岩还在江巡屋里睡觉，这证明江巡没有说谎。我们商量了一下，
先试试你的天生媚骨对比你境界低的人有什么样的作用。明明随后看着江巡道：“然后呢？”江巡点头问道：“先试试再说。若云已经去找比你境界低的弟子了。”明明坐在江巡躺椅上说道：“好。”江巡点点头。二人等了片刻，若云怀里搂着一个女弟子落在江巡眼前。明女弟子落地之后，刚准备和明明打招呼，余光不经意瞥到江巡的瞬间，呆立当场。明明见状，也用眼神示意江巡说些什么。脱衣服。江巡看着女弟子说道：“你呀。”若云闻言，一拳打在江巡脑袋上，但完全没用力。这是我们百花宗的弟子，你能不能别张口闭口就是脱衣服？既然江巡已经知道他们的身份，若云也不跟江巡装风骚了。江巡刚准备改口，却见那女弟子已经开始脱衣服了，外衣都已经脱掉了，正准备脱里衣的时候，若云伸手抓住她的手腕拦住了她。可那女弟子一把甩开若云的手，还要继续脱。好了，可以了。江巡见状也出言阻止，女弟子这才终于停止。若云见状不禁和明明对视一眼，明明也对这一幕感到有些惊讶，没想到居然能魅惑到这种程度。若云，送她回去吧。明明起身说道：“是，师傅。”若云点点头，抱着女弟子离开。待若云离开后，明明来到江巡面前：“既然你天生媚骨已成，我们做了一个决定。”明明一脸严肃地看着江巡：“咱们百花宗的太上长老，你的师祖合体大圆满，你将你的体质给他，让他成为天生媚骨的体质，由他去勾引合欢宗那2个女人。”啊，这玩意我咋给他啊？江巡闻言问道。百花宗有一种特殊的乙水花，可以将一个人的体质和另一个人进行交换，每个人一生只能换一次。之前天生媚骨在江岩体内，就算交换了，也只是交换一个容器而已，所以没有用这种方法。不是，我还有个钢筋铁骨的体质呢，我挺喜欢的。江巡连忙说道：“这钢筋铁骨可好用得很啊，等境界上去之后，走遍天下都不怕。快得了吧，钢筋铁骨这种体质，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有吗？有的人多了去了，一旦你受内伤，大还丹之类的丹药无法治疗，就没人能救得了你了。”明明笑道：“江巡哑然，好像是这么个理啊。可是修仙好像也不存在做手术什么的吧？都是通过灵气和丹药治疗，碰不到体内又能怎么样？钢筋铁骨练到后面，别人的灵力都无法进入你体内，但比你境界高很多的人一掌下去，让你的五脏六腑和脉络都能粉碎，或者是奇特的功法也能达到相同的作用。多少钢筋铁骨的人都是死在对自己身体的自信之下的。”明明看穿了江巡现在的想法，于是补充道：“你师祖的体质可是9天神体，可以修炼任何属性的术法，高阶版杂灵根。”江巡闻言扯了扯嘴角：“什么高阶杂灵根？”明明闻言差不点给江巡一巴掌。9天神体可以将所有属性的术法修炼得得心应手，事半功倍，境界上去之后，甚至可以免疫一切属性的术法，可谓无敌于世间。能换到这种世间罕有的体质，你就偷着乐吧。既然师祖有这种体质，直接冲进去干他们呀！还跟我换什么？江巡闻言问道。这9天神体确实是有点东西啊。9天神体需要从至少金丹境开始，耗费大量的灵药和灵石进行滋养。你师祖当年条件不好，开创百花宗的时候已经是元婴了，再想滋养9天神体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现在的体质是有缺陷的，无法发挥全部的能力。师祖也一直在考虑把这个体质交换给百花宗弟子，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那我就是这个合适的人选了？江巡问道。说不上合适吧，毕竟你说到底还是个男人，这个体质一旦传承给你，就代表以后百花宗也会托付给你。只是现在天生媚骨，既然只能境界高的人使用才有效，也就只能和你换了。至于你是否能继承百花宗，就看你以后的表现了。首先第一步就是改掉你在合欢宗这满脑子都是女人的恶习。哎，这话可不对啊！江巡立刻说道。虽然我身在合欢宗，但我上山83年，差不多4个月前才有的第一个女人，我还是很单纯的男孩呢。江巡立刻反驳道。你在外面卖丹药，至少也有7、8个女弟子进你屋里了吧？明明不禁脸部有些抽动。真好意思啊，还敢说自己是单纯男孩，这你都知道了。江巡尴尬地挠了挠脸颊。当然要把你彻底调查清楚，才会收你为徒。明明点头道。好了，该说的都说了，你这就跟我动身去百花宗？这就走？江巡闻言一愣。当然了，我不是一直跟你说吗？抓紧时间。明明点头道。那等一下，我去跟江岩说一声。江巡说着便跑进屋里，轻轻叫醒江岩之后跟他说要出去一趟。江岩也没多说什么，点点头便接着睡了。于是江巡便打开防御结界，离开屋内。看江巡已经准备好了，明明御风飞行，江巡也立刻御剑跟上。在明明的带领下，
江巡第一次离开了合欢宗的护山大阵，久违的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好久没看到这灵气缠绕的天灵山了。江巡回头看着身后的天灵山，感叹道：“我们去最近的城镇，通过传送阵去百花宗最近的城镇，再到百花宗。”明宁回头看着江巡：“你可别想着跑啊，不然为师可是会很难办的。”“开玩笑，我是去得到9天神体的，怎么可能跑呢？”江巡闻言笑道：“这绝对不跑啊！”明宁点点头，一把抓住江巡，快速往城镇飞去。这速度可比江巡自己飞快得多了。江巡也是连忙把自己的剑收起。“师傅，那天在你房间里，你也是用迷情花让我进入幻觉吗？”江巡在明宁手上问道。“当然。”明宁点点头，“前半部分都是幻觉，后面摇床开始就是真的了。还没问你，你在幻觉里看到了什么？”“看到师傅你一丝不挂，就是不知道我看到的和真实的到底有没有区别。”江巡的目光不禁往明宁领口看去，“这个大小应该差不多吧？”“龌龊！”明宁白了江巡一眼，但其实他心里也有数，毕竟进屋之前的心理暗示一直都是那点事，他陷入那样的幻觉也很正常。在明宁的带领下，二人很快来到天灵山附近的名为天灵城的城池，落在传送阵上，一人1000灵石传送。这还是江巡第一次见到传送阵，脚下的圆台闪烁白色光芒，刺得江巡睁不开眼。等光芒消散后，江巡缓缓睁开眼睛，眼前已经不是天灵城了。“嚯，这么厉害！”江巡看着周围说道。明宁没有理会江巡这个山里人的惊讶，拽着他的衣领又往空中飞去。这里是欢义城，距离百花宗最近的城镇约10里外就是百花宗所在的青灵山。咱们百花宗挺亲民啊，合欢宗距离天灵城还是挺远的。江巡闻言说道。“那是自然，百花宗又不是魔教。”明宁说道。就几句话的时间，二人已经跨越10几里，来到青灵山山顶，百花宗总坛所在的百花殿。明宁躲开所有弟子的视线，进入百花殿后方的居所。是一个大庭院，院子里种满了各种花草，漫天的奇香也不知是这院子里的还是整座山的。“你在这等我，我进去跟长老商议一下。”明宁放下江巡后说道。“合着你还没跟师祖说呢？”江巡闻言一阵无语。“那当然，消息自然无法这么快就传回来，等着吧。”明宁说罢便往屋内走去。江巡只好在花园里暂时等待。约莫过了半个时辰的时间，明宁终于出来了。想来是把这段时间关于江巡的所有事情都给那太上长老说了一遍。“只要你发誓日后绝对效忠百花宗，凡事都为百花宗好，长老愿意把9天神体换给你。”明宁来到江巡面前说道。“那是自然。”江巡稍作犹豫，随后点头。“走吧。”明宁点点头，随后在前面带路。江巡立刻跟上。穿过花园，二人走进屋内，一股独特的香气传来。江巡下意识以为是迷情花，但明宁对他摇了摇头，表示不是。江巡这才放心的点点头。屋内非常空旷，没有床也没有书架，只有一个淡粉色衣衫的女人盘腿坐在一张软垫上。这女人看上去便气势不凡，一头黑色长发如瀑般随意披散在身后，腰肢白色宽束腰勾勒出完美腰肢，美目轻轻闭着，鼻尖高挺，小巧的嘴角轻微向下，整张脸可以说是比例十分完美，绝对算得上是极品。“师爷，江巡带到。”明宁恭敬的鞠躬说道。“师祖好。”江巡也立刻抱拳鞠躬。女人这才睁开眼睛，一双淡粉色的眸子似乎闪烁着光芒一般，上下打量江巡片刻。“长得倒是不错。”女人开口道。“多谢师祖夸奖。”江巡闻言笑道。“脱衣服吧。”“啊，使用乙水花时，你们2个需要在同一个浴桶里，乙水花溶于水，再将你们的体质通过水进行交换。”明宁解释道，同时指向江巡右侧。回头看去，那里已经放好了浴桶和水。“哦。”江巡点点头，走到浴桶旁开始脱衣服。俩女人都不害羞，他有什么可害羞的？“哎，那个不用脱。”江巡脱到最后一件小四角的时候，明宁连忙说道。“哦。”江巡点点头，翻身进入浴桶。太上长老随后也起身，一边走一边脱掉身上的衣服。正当江巡准备大饱眼福的时候，一条丝巾不知从哪飞来，蒙住了江巡的眼睛。“唉。”江巡无奈叹了口气。“收起你那些杂念，专心运功，否则乙水花可能会要了你的命。”感觉到浴桶中的水抖动，光滑的双腿与江巡近乎缠绕在一起，这感觉让江巡浑身一颤。不过太上长老的话也让他一阵后怕，连连点头。同时已经感觉到太上长老坐在自己对面，随后他将江巡的手抬起，和他的双手并在一起，两人开始运功。明宁也将乙水花用灵力催动，放入浴盆中。江巡的眼睛看不到，但他能感觉到浑身上下渐渐有一种十分难受又很舒服的感觉，这感觉很奇怪，根本无法形容。全力运转功法，不可有半分分心。
太上长老运转功法的同时说道。江巡也沉下心来，全力运转血涌天罗第2层。明宁见状眉头一皱，这什么功法？但他现在也没时间问这种问题，他也需要在一旁全力控制乙水花的流动。不知过去多久，江巡在感觉自己的灵力都要被掏空的同时，身体渐渐感觉疲软下来，浑身无力麻木，随后直接昏了过去。在睁眼时，他躺在先前太上长老打坐的软垫上，身上的衣服也不知道是谁给穿上的，大概是明宁吧。江巡首先检查了一下系统的人物面板，发现自己的钢筋铁骨和天生媚骨果然都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9天神体。醒了，明宁的脸突然出现在江巡面前。即便是江巡躺在地上，从下巴看明宁的脸，他的脸也丝毫不大，依旧完美。师傅，江巡连忙从垫子上坐起，交换成功了，现在你已经是9天神体了。明宁往后退了一步说道。师祖呢？江巡点点头，看向周围。长老已经是天生媚骨的体质，如果你看到他，你整个人会完全失去理智，所以他暂时去别的房间了。明宁说道。天生媚骨是要用灵力主动催动的，如果师祖不用灵力，天生媚骨是不会生效的。江巡说道。但对于你这种和他实力差距实在太大的人来说，就算不用灵力你也顶不住。明宁笑道。他刚才看着一丝不挂的太上长老都冲动了，不受控制的想亲近他，结果被太上长老一掌推出几10米远。催动灵力试试看，能不能用其他属性的术法。我的灵力。江巡刚准备说自己已经没有灵力了，但试了一下，浑身灵力充盈得很。从你昏过去已经过去3天了，灵力早就恢复了。明宁说道。3天，这乙水花也太厉害了吧。江巡闻言不禁挑眉，用之前我没跟你说，怕你不敢，乙水花是要人命的东西，交换过程中出现失误，参与其中的你、我、长老3个人都会死。大姐，不是，师傅，下次危险的事情你也提前跟我说一声吧，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别死得不明不白的，我真没你想的那么怕死。江巡闻言很是无语，哪那么多话，快试。明宁白了江巡一眼说道。哦。江巡点点头，伸出手，手中出现火焰，随后变为水球、树苗、沙土、风球、冰球、毒素，一团黑雾，一团光球，加上江巡灵根的神雷，江巡现在可以使用10种元素，而且修炼一种元素的同时，其他元素都会跟着一起增长，并不会降低江巡的修炼速度，反而让江巡的修炼速度更快了。师傅，黑雾和光球是什么？江巡看着明宁问道。每个人得到9天神体之后能使用的元素也是不一样的，黑雾可能是控制魂魄、亡灵、死气，也可能是控制影子，光球可能是治疗，甚至掌控时空、秩序、时间等。你自己摸索吧。还能掌控时间，这有点厉害啊。江巡闻言也是兴奋不已。你的面具呢？给我。明宁点点头，伸手道。江巡也立刻从储物戒中拿出面具交给明宁，在花园里等我。明宁说罢便拿着面具离开。好啊。明宁离开后，江巡的肚子咕咕响，不过身上是一口吃的都没有，无奈叹了口气，走进花园中等待明宁。片刻后，明宁从隔壁房间出来，喊了江巡一声，便往空中飞去。江巡也遇见跟上。师傅，师祖不和我们一起吗？江巡追上明宁问道。还不到和欢宗那2个女人要弟子的时候，到时候长老会来的。哦，那我们现在去啊？江巡点头问道。你不是饿了吗？去吃饭吧，顺便见一下宗主。明宁说着便往下方飞去。江巡见状也立刻跟上，2人很快便落在百花殿敞开的大门前。跟在明宁身后，江巡走进百花殿内。百花宗不愧是百花宗，整个百花殿像是笼罩在一个参天大树之中，四周的郁郁葱葱的。一位身着粉白色带花纹锦袍的女子正翘着腿坐在一张双人宽的藤椅上，女人赤足，粉嫩漂亮的玉足差点让江巡的视线没看她的脸。长发用发簪和步摇束着波浪装饰发型，腰肢纤细，面容极佳，整个人看上去单纯又不失媚意。宗主。明宁来到女子身前鞠躬行礼，江巡也有样学样。坐吧。女子点点头，指向一旁的木椅。2人落座后，江巡面前出现一张木质小桌，随后便有百花宗的弟子端着食物放在桌上后离开。这位便是宗主尹宁玉。明宁看着江巡说道。宗主好，恕我无礼了，真的很饿了。江巡一边说着一边拿起筷子。无妨，叫你来就是让你吃饭的。尹宁玉点点头笑道。江巡闻言便低头开始吃饭。师傅那边都处理好了。尹宁玉随后看向明宁问道。都处理好了，只等1年半以后，长老混入合欢宗，扮作弟子送进闭关洞府。明宁点头道。他们都是合体大圆满，确认有效吗？尹宁玉不放心地问道。有效，
当初江巡尝试天生媚骨时，找来的弟子和他就是一个境界，完全没有抵抗力，所以应该是可行的。就算不可行，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尹宁玉无奈点点头。宗主，你为什么不穿鞋啊？江巡抬头看着尹宁玉问道。那是我师傅，你师爷，你礼貌一点。明宁瞪了江巡一眼说道。没关系。尹宁玉笑了笑。百花宗到处都是草地，我喜欢踩在草地上的感觉，所以不喜欢穿鞋。就连百花殿地面都是草坪。至于扎脚的问题，完全不存在这种问题，谁家修炼者害怕扎脚啊？这样啊。江巡点点头，喝完汤放在一旁，3两口就把饭给全吃完了。喜欢百花宗吗？尹宁玉看着江巡问道。我也就看了个花海，也只见过您和太上长老，谈不上喜欢百花宗，您二位我倒是很喜欢。江巡笑道。啧。明宁闻言咂舌皱眉，说什么呢你？师傅，你这就是刻板印象，我说的喜欢不是你想的那种喜欢，你被合欢宗腐蚀的太透彻了。江巡笑道。哈哈。明宁正要发作，尹宁玉却掩嘴笑了。既然你已经发誓要效忠百花宗了，又继承了你师祖的9天神体，不如从今天开始你就留在百花宗。这，宗主，我还是想先回合欢宗去，师傅他们在那边涉险，我能帮多少忙我就帮多少忙呗。江巡犹豫道。我看你是舍不得合欢宗里你的那些女人吧？难道我百花宗的女弟子还不如他们？尹宁玉笑道。其实合欢宗我在意的女人也就林清婉和江岩2个人而已，更多的还是放心不下师姐和师傅。虽然我的实力只有筑基，但我和合欢宗那位高阶丹是很熟的，通过他应该还是可以帮到师傅师姐的。江巡说道。如果留在百花宗的话，可怎么和自己的6位师姐们发展感情啊？既然你愿意陪你师傅师姐他们涉险，我当宗主的自然不会阻拦。尹宁玉点点头，随后看向明宁。现在江巡拥有9天神体，对我们百花宗十分重要，不管你们之后成功与否，江巡都必须活着。尹宁玉说这话的时候，虽然脸上还是挂着漂亮的笑容，但还是听得出来语气中那不可违抗的感觉。是。明宁郑重的起身点头。倒也不用这么严肃吧。江巡也不自觉站起身来说道。9天神体的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个你拿着。尹宁玉抛给江巡一块吊坠，江巡一把接住。这叫平灵佩，将它带在身上，任何人都无法看穿你的体质、灵根、境界。你要保证它时刻不离身。好。江巡点点头，把平灵佩挂在腰间。那师傅，你是怎么和合欢宗的人说换体质的？我没说换，我只说抽离，将你的体质抽离出来之后，由你师祖吸收。明宁答道。话说回来，我师祖叫什么？江巡点头问道。尹洛星。尹。江巡闻言不禁看向尹宁玉，只是恰巧同姓。尹宁玉见状说道。哦。江巡点点头。师祖这名字起得还挺厉害，洛星连星星都能砸下来，还是能控制星星。好了，我们回去吧。明宁看向江巡说道。好。江巡点点头。和尹宁玉打过招呼之后，2人便转身离开。历经一番折腾之后，2人在当天中午回到合欢宗。待江巡和明宁分别之后，便回到自己小屋。本以为江岩应该已经走了，没想到他还在，正在江巡院子里练剑呢。小妍妍，江巡喊了一声之后从空中落下，怎料江岩一剑刺来，江巡连忙躲避，江岩又是一剑横扫。注意到江岩并没有使用灵力，江巡知道这是江岩想和自己过过招。江巡会心一笑，当即拿出长枪挡住江岩长剑，整个人身体握枪，一个旋转抵住剑，将江岩甩了出去。江岩在空中一个360度旋转，漂亮落地，用剑指着江巡，说3天不回家，干什么去了？办正事呢。江巡笑道。办什么正事？江岩继续举剑刺来，同时问道。江巡把枪往前一刺，1寸长1寸强，枪头先江岩一步来到江岩面前，江岩歪头躲开，江巡立刻横扫。不能告诉你，但肯定不是找别的女人去了。江岩一个下腰躲过江巡这一枪，还不等他说话，江巡的枪向下砸去，江岩立刻举剑抵挡，利用巧劲把长枪甩开，一个箭步冲到江巡面前。小样，还挺厉害。江岩反手握剑，剑刃抵在江巡脖子上，笑道。还是小妍妍厉害。江巡收起长枪，一把搂住江岩的小腰，笑道。天哪，你身上也太香了点，你这是去找了多少女人？江岩此时嗅到江巡身上的味道，在百花宗待了3天，江巡身上都全是百花宗花草的香气了，真美。就是在花海里泡了几天，师傅带我修炼呢，算是药浴的一种。江巡笑了笑说道。哦，行吧。江岩点点头，收起剑。你这3天一直没走吗？江巡问道。出去也没事，就在这一边等你回来，一边修炼。江岩点点头。
你是担心我吧？怕我回不来了？江巡笑道。谁担心你？不想我留下，那我走了。江岩说罢，就从江巡怀里钻出来，准备离开。江巡一把抓住他的手腕，一个超底公主抱起江岩，往屋里跑去。你哪都去不了。二人辛劳一天一夜，江岩整个人都麻木了。第二天一早刚睁眼，就连忙跑路了。江巡这家伙简直不是人啊！师兄，江师兄。江岩刚走不久，江巡还在睡觉，突然听到外面传来熟悉的声音，立刻从床上弹了起来，穿上衣服打开门。清婉，真是你！江巡看到院子门口漂亮可人的青衣女子，眼前一亮，开心地喊道：师兄！林清婉看到江巡真在这里，快步跑进屋内，跳起来挂在江巡身上，紧紧抱着江巡。师兄，我筑基了！看出来了，看出来了，清婉这么厉害呢，这才1个多月就从炼气6层到筑基了。江巡抱着林清婉，很是惊讶，这修炼速度居然都快追上自己这个有系统的了。多亏师兄和钟师姐一直帮我，不然我也不会修炼这么快的。林清婉亲昵地蹭了蹭江巡的脸颊，开心道：师兄这是又跟哪个师姐共度良宵了？身上还残留着师姐的香味呢。林清婉对此倒是一点吃醋的意思都没有。你江岩师姐是玉鸾堂的亲传弟子袁英静，她吃醋可厉害了，你可躲着点她。江巡放下林清婉说道：哦，那我离她远远的。林清婉乖巧的点点头。你进入内门之后是哪个堂的弟子？江巡看着林清婉问道。还不知道呢，进入内门之后要先去见内务堂大弟子，他会给我分配进入哪个堂，我一上山就先来找师兄了，所以还没去见他。林清婉摇摇头道：内务堂是由4个堂修为最高的4名弟子共同管理的，专门处理内门事务的堂口。新弟子分配、山门前站岗、打扫卫生、清扫长老屋、盖房子等等事务都是内务堂来安排的。我跟我师父说一声，以后你就留在月堂吧。好呀，当然好呀。林清婉连连点头。亲传弟子吗？亲传弟子应该是不太行，我会试着跟师父说的。江巡也拿不准明明会不会收林清婉，会收自然最好。没关系，师兄也不必为难，我能够进入内门就已经非常满足了。林清婉笑道，然后又突然想起什么。对了，师兄，你那个侄女前几天被人打断了腿。哦。江巡闻言眉头一皱，他又犯贱了？倒也没有吧。林清婉摇摇头，外门的女弟子们不是因为你的事情总欺负她吗？她就长期不回她的住所，然后就有女弟子说她肯定是住到男弟子聚集地了。男弟子那边整个是个超大的住所，几乎上百个人挤在一起嘛，大家就说她每天晚上要被100个弟子一起上，她好像就受不了造谣，回去找那女弟子麻烦，然后被几个女弟子一起打断了腿。那天晚上她就用树枝支撑着走了，从那之后我大概有半个月没见过她了。其实我挺不理解的，人在合欢宗还接受不了被造谣，明明只是炼气8层而已，还敢一个人和那么多人打。好吧，先不管他的事，你跟我去见我师父。江巡说着便拉着林清婉一起御剑向明宁住所而去。见到明宁之后，江巡大致说了林清婉的情况，明里暗里都在说以后要把林清婉也带到百花宗，对于进入玉月堂内门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至于亲传弟子，还是需要考量一番。师父，他1个月的时间就从炼气6层练到筑基了，修炼速度挺快的，我想他的灵根和体质都是很不错的。江巡看着明宁说道，要不是他自己不会测根骨，早就验了。哦。明宁闻言果然也来了兴趣，对林清婉勾了勾手指。林清婉见状快步来到明宁面前，明宁一把抓住林清婉的脊梁骨，林清婉差点疼得喊出声来，但还是强忍了下来。有点疼，你忍忍。看在江巡的面子上，明宁开口道。林清婉点点头，没想到明长老如此平易近人啊。明宁仔细感受着林清婉，片刻后放手，林清婉也松了一大口气。单细的水灵根，上好的炉鼎。明宁看着林清婉笑道。啊。林清婉闻言吓出一身冷汗，明长老该不会要把自己当做炉鼎吧？师父，你就别吓唬他了。江巡无奈笑道。没开玩笑，极阴之体加上单属性水灵根，确实是天生的极佳炉鼎。明宁看着江巡道，极阴之体本就是作为炉鼎的上好选择，水灵根也是如此，更何况水灵根和极阴之体在同一个人身上呢，难怪他修炼速度这么快。江巡闻言点点头，和他双修你的境界也会提升得很快，尤其是当他的境界达到一定程度时，你把他作为炉鼎采补，你的修为将很有可能飞速提升。这么说吧，当你化神大圆满，他也化神大圆满，你将他采补之后，很有可能不需要混元丹就能突破到炼虚5层，也就是炼虚中期。好家伙！江巡闻言一愣，知道很厉害，没想到这么厉害啊！如果是为师兄死，我是愿意的。林清婉快步来到江巡身旁，搂住他的胳膊说道。
但如果是给其他人，我是绝对不答应的。有我在，谁都不能裁捕你。江巡弹了林清婉一个脑瓜，崩笑道。明明看着亲昵的两人一脸无语。行了，他体制的事情别转出去。今天之内，若是他能学会御剑，我就收他为徒。明明说着，抛出一枚吊坠，江巡一把接住，是平灵佩。江巡也知道明明的意思，便把平灵佩给林清婉戴上。这个吊坠别摘下来，可以隐藏你的灵根和境界。林清婉点头。走，带你去学御剑。江巡说罢，便拉着林清婉走出房间，来到明明教自己御剑的这个亭子前。此刻江巡也能使用风系术法，只要根据当初明明教自己照葫芦画瓢教他就行了。林清婉学御剑的速度很快，比江巡学的要快，可能是一开始就知道要学御剑吧。江巡还悟了好一会。当天下午，林清婉成功学会御剑，明明按照约定收林清婉为徒，还送了她一件宝器长剑和玄字19号房的钥匙。为林清婉安排好住所之后，也已经是傍晚了。两人一起吃了饭，一番温存之后，江巡在深夜来到外门。女弟子聚集地内果然没有找到梁云云的踪影，不出意外，男弟子聚集地也没有。江巡四处寻找，最后在林中一个山洞看到了坐在火堆旁发呆的梁云云，她的右腿用树枝和绷带捆着，以此来缓解痛苦。没有丹药，不会用治疗类术法的她，只能靠着修炼者的身体，慢慢等待腿部恢复。江巡跳上树，坐在树干上看着梁云云，眼珠一转，突然想玩一下。你渴望力量吗？江巡用凌厉的声音在梁云云耳边萦绕这句话，回音让梁云云听不出那是江巡的声音。谁？梁云云闻声愣了一下，随后往周围看去。你想要变得强大吗？谁？出来！梁云云连忙扶着石壁站起，看着周围喊道：你想要成为这世上最强的修士，想飞升成仙吗？说吧，只要你说出来，我就会帮你。江巡接着说道。梁云云闻言眉头紧皱，没有说话。想向那群女人报仇吗？我想。梁云云闻言点了点头。想撕烂他们的嘴吗？我想。想成为这个世界最强的人吗？我想。想向你那个薄情寡义的大伯复仇吗？梁云云闻言哑然。我不想，是我对不起江伯。听到梁云云这话，江巡知道这小妞是彻底醒悟了。其实他对江巡做的也只有一件事，就是背后说江巡坏话。惩罚到这个地步，江巡也觉得足够了，不过也仅限于此。梁云云没有任何机会成为江巡真正的女人。将一颗小环丹抛给梁云云后，江巡转身离开。小环丹缓缓滚到梁云云的脚下，梁云云也认出那是小孩丹，愣了片刻后俯身捡起，又诧异地看了看周围，还是没有找到任何人。但确定小环丹没问题之后，他还是把小环丹给吞了下去。吞下小环丹后，梁云云开始运功，片刻后被打断的小腿便恢复如初。离开外门后，江巡回到自己的小屋中，吞下丹药开始修炼。这些天江巡和江岩积攒了不少修炼点，再加上今天和林清婉也积累了修炼点，直接是10年苦修的量。全部加在身上之后，江巡直接从筑基4层突破到了筑基7层。这9天神体和神雷灵根配合起来的修炼速度果然非常快。待第2天江巡睁眼时，系统传来画面：宿主苦修1夜，获得奖励，修炼点 X20， 目前修炼点剩余100，一夜跨3层，可以说是相当厉害了。但现在身上有平灵佩，江巡倒也可以肆无忌惮地提升自己的境界，不用担心被人发现。呼出一大口气后，江巡起身换掉床单，随后开始沐浴。江巡人呢？就在江巡刚脱掉衣服准备进浴桶时，外面传来声音，这声音对江巡来说并不熟悉，于是江巡连忙去捡衣服，但没想到房门直接被踹开了。手持长枪的粉衣女子走进屋内，先看床，后看右边，于是便和江巡对视。衣服粉粉的，手上却握着一把长枪，整个人身上杀气腾腾的，说起话来也屌屌的，怎么看都感觉奇怪。花师姐。江巡有些尴尬的打了个招呼，花白蕊也很尴尬的转过身去。大白天洗什么澡？我修炼了一整晚，刚起身。江巡说道。你快点，我在外面等你。花白蕊说罢便转身走出房间，3秒后又走回来，给江巡关上房门。江巡无奈摇摇头，跳进浴桶内快速洗了个澡，换上一身干净衣服之后来到院内。师姐，今天来是教我枪法吗？江巡走进院内，看着坐在自己躺椅上闭目养神的花白蕊问道。今天的花白蕊绑了个马尾，腰封紧紧勒着纤细的小腰，这长靴看上去就是一副准备大展身手的样子。是啊，你不是让师傅喊我来教你吗？花白蕊点点头，坐起身来。我先跟你说清楚，我从没教过人，所以我教你的方法也很简单。话说到这里，江巡已经知道他的意思了。下一刻，花白蕊果然抽出长枪，一跃而起，
向着江巡当头劈下。师姐，我是筑基。江巡拿出镇校的同时大声喊道。花白蕊这女人用元婴的实力劈他。听到江巡的话，花白蕊也连忙收起自己的实力，以筑基中期巅峰的实力，长枪裹挟着火焰攻向江巡。江巡立刻使用镇校抵挡。轰！一声巨响，江巡脚下地面呈蛛网状裂开，江巡的表情也十分吃力。江巡咬牙发力，一声暴喝，用力挥动长枪将花白蕊甩飞出去。花白蕊在空中旋转落地后没有丝毫犹豫，直接一个箭步再次冲了上来，向着江巡直刺一枪。江巡用镇校错开花白蕊的长枪，同时花白蕊长枪上迸发火焰，江巡不得不往后退出一大段距离。却见花白蕊直接抛出长枪，银色长枪在空中旋转着飞向江巡，同时燃起火焰，变成一个火焰轮，极具杀伤力的同时还会给人带来灼烧的伤害。江巡见状也抛出长枪，枪身出现雷电，将花白蕊的长枪弹飞回去，同时江巡的枪也飞回手中。可花白蕊早就在往长枪的方向奔跑，接住枪的同时一枪刺来，这枪不出意外的话一定能刺中江巡。等等师姐，江巡大声喊道。长枪直挺挺地停在江巡眉心前1厘米。枪是怎么转起来的？江巡看着花白蕊问道。用灵力控制，和御剑的感觉差不多。花白蕊说道。师姐，我赢了。江巡笑道。花白蕊眉头一皱，低头看去，自己的喉咙下是江巡的一把长剑小机灵鬼。花白蕊笑了笑，你要不要看看你的剑快还是我的枪快？花白蕊的枪往前一点点，距离江巡的额头只有不到1毫米了，随时都能捅穿江巡的脑袋。还是师姐厉害。江巡收起长剑笑道。你的御焰枪法练得不错，问题的关键在于你的实力太低，御焰枪法无法继续突破到第2层，你得尽快达到金丹才能继续提升。花白蕊收回手臂，反握长枪说道。他的身高的有1.75米左右，1.7米的长枪他拿着也算是刚刚好。等你突破金丹再联络我。花白蕊抛给江巡一个传讯玉筒，便直接离开。把我看光，打我一顿，然后走了。江巡看着花白蕊的传讯玉筒无奈道。天生媚骨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江巡会有至少1年可以修炼的时间，把筑基6层以下用不上的丹药都给林清婉之后，江巡向明明报告闭关，以此申请到一个闭关洞府。闭关洞府的防御结界会比一般屋子的防御结界更加坚固，而且在山洞内部更容易吸收灵力。和林清婉与江岩打过招呼，准备好充足食物和水之后，江巡进入洞穴，正式开始闭关。1年后，1年的时间对于修士来说并不久，对于闭关的江巡来说更是几乎一睁眼一闭眼的事情。走古闭关洞府的江巡舒展身体，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和舒服的呻吟，吞下一颗丹药，随后久违的抬头看着空中的太阳。轰！还不等江巡再多享受，空中猛地一声雷鸣，原本万里晴空在10几秒内被乌云所笼罩，雷鸣声响起，闪电开始在乌云中闪烁。这在江巡意料之中，毕竟筑基到金丹是要渡劫的，刚才吞下的也是擂台赛中得到的极品灵金丹。江巡早就已经达到筑基大圆满，随后一直都在积蓄灵力，只待天劫之后，江巡便可突破金丹，并吸收这1年来的修炼。随着天劫凝聚完毕，江巡盘腿坐在地上，准备迎接天劫。与此同时，看到是江巡闭关洞府方向有天劫，明明也从御乐殿来到附近不远处的地方，看着江巡的方向。江岩和林清婉也都跑来了，但他们都不敢距离太近，如果距离过近，天劫会同时将周围的人一起卷入天劫，并增强天劫的威力，这会害死自己，也会害死江巡。第一道天劫猛地落在江巡身上，江巡运功抵挡，却发现天劫劈在他身上，就像放了个屁。不但如此，当江巡举起右手时，手中闪烁的那雷光正是天劫的紫色。第2道天劫落下，依旧没有为江巡带来任何伤害，反而是手中的紫色雷电变得更加充盈。5道天劫后，江巡甚至已经完全没有防御的意思，任何一道天劫都没能给江巡来到丝毫的伤害，手中的紫色雷电已经形成了一颗几乎实质化的雷球，就好像是把从刚才到现在的天劫全部都储存在这里一般。9道天劫之后，乌云散去，一片晴空万里，江巡手中的紫色雷球在他自己的操控下缓缓消失在手中，但江巡感觉得出来，这股力量就在自己体内，可以让自己随意支配。轰！随后江巡周身轰的一声巨响，整个身体爆发出巨大能量，将这1年来没吸收的灵力全部吸收。江巡又将闭关之后得到的全部修炼点同时叠加，体内金丹凝结完成，江巡的实力迅速飙升。本以为只能到金丹3层左右，没想到突破金丹3层之后，江巡的实力还在提升，一直到金丹7层停了下来，整体实力达到金丹中期巅峰。叮！
突破金丹境任务完成，获得任务奖励：血涌天罗4层大圆满，宝品法器 X1，极品地黄丹 X10。丁，任务发布：突破元婴境，任务奖励：血涌天罗6层大圆满，圣品法器，极品阴灵丹 X20，混元丹 X1。嚯！看到混元丹这个奖励，江巡也是一乐，这就等于自己已经有踏入炼虚境的资格了。看来你的灵根可以让你无惧天雷，还能将天雷储存作为自己的力量。明明在乌云散去，江巡吸收完灵力之后落在江巡面前，因为江巡带着平灵佩，明明看不出他的实力，于是问道：你现在金丹几层了？1层而已，这不是要突破了我就出来了吗？江巡笑道，还是对明明留了一手，毕竟1年时间从筑基7层练到金丹7层，实在让人不敢相信。1年时间从筑基7层到金丹境，算是不错的成果了。明明满意的点点头，怎么样了？师祖的事。江巡点点头，小声问道：还不到，应该还得一段时间。明明摇摇头，好了，既然出关了就休息休息，也不用把自己逼得太紧，放松放松。明明说罢便转身离开。看到明明走了之后，江岩才飞到江巡身旁，上下打量着他。可以小伙子，天劫都不怕，想死你了小妍妍。江巡一把把江岩抱起，紧紧搂着说道：不只是想我吧，那个小姑娘也在那边躲了很久了。江岩撇撇嘴，指向一旁的树林。躲在那边的林清婉愣了一下，知道自己被发现了，也就不躲了，御剑飞了过来。你俩见过了？看到两人见面没有那么尴尬的表情，江巡放下江岩问道：你这1年来闭关，我想着偶尔去给你收拾收拾屋子。我也是。林清婉也点点头。于是两人自然就这么遇到了。时间久了，两人也算是奇怪的朋友。好吧，既然如此，我有事要找你们谈谈。江巡说着便拉两人往洞穴走去。4个时辰之后，3人在洞府门前分散。江岩回玉鸾堂，林清婉回去修炼，江巡则回屋洗了个澡之后前往义务堂。也是好久没有见到钟莲琴了，不知道这1年过去，钟莲琴这个管账的手里给江巡攒了多少零食哦。你倒是很久没来了。义务堂掌柜的抬头看到是江巡进来了，开口说道：你那个刺绣还没绣完啊？江巡看着掌柜手中的刺绣问道：本来就是打发时间用的，绣那么快干嘛？掌柜的点点头，找莲琴的话他在后面。好。江巡点点头便往义务堂后方走去。江巡还特意看了一眼掌柜，他身上并没有带瓶灵佩，但江巡却看不出他的实力。想必掌柜的实力应该强于金丹吧，所以才看不出来。来到义务堂后方是一个院子，两侧摆放着许多炼丹用的大小不同的炉子和很多药草。钟莲琴坐在院子最中央的位置，面前是一个正在炼丹的小炉子。看到江巡来了，钟莲琴示意他不要说话。江巡也点点头，知道他此刻需要专心致志。不多时，江巡闻到一股丹药的味道。又经过半个时辰的等待，钟莲琴收起火焰，丹炉变成随便散落一地，一枚闪烁着光芒的丹药漂浮在钟莲琴面前。钟莲琴见状露出笑容，随后将丹药收起。什么时候重回元婴了？江巡看着钟莲琴笑道：你闭关的时候呗。钟莲琴起身道：找我干嘛？就是想知道在你这有我多少存款。江巡下意识脱口而出，随后连忙改口：存款。钟莲琴皱眉疑惑：零食？哦。钟莲琴点点头：10万左右吧。好家伙，这么多！江巡闻言一愣：你这段时间是卖了多少丹药啊？得益于你给我的丹方非常畅销，赚了不少。钟莲琴耸肩笑道：要取走你的零食吗？你拿着吧，我就是问问。江巡摇摇头：太占位置了，这样下去你可得给我一些保管费用了。再送你个储物戒，专门放我的零食。江巡抛出一枚储物戒，钟莲琴一把接住。这东西又不值钱，有没有新丹方？钟莲琴接着问道。极品天皇丹怎么样？江巡从系统中花费45点修炼点兑换天皇丹丹方。天皇丹作用于金丹境6层以上的修士，正是江巡现在所需要的，而且在义务堂的售价也相当高昂。极品天皇丹。钟莲琴闻言一把接住江巡抛来的丹方，迫不及待地打开查阅。等你练出来之后，先给我5克。江巡来到钟莲琴面前说道：天皇丹要用到的材料比较稀有珍贵，5颗基本上能卖4万左右零食，给你我可有点亏啊。钟莲琴说道：嘿，你要不说说我这丹方值多少零食？江巡闻言就作势要把丹方抢回来。钟莲琴连忙躲开，抬头看着江巡笑了笑：逗你的，我会给你的，没别的事你就走吧，我开始炼丹了。有想过离开合欢宗吗？江巡看着钟莲琴问道。钟莲琴闻言抬头看着江巡，怎么会问这种问题？随口一问。江巡摇摇头：
你打算离开合欢宗了？我，算了，不重要。钟连琴摆摆手，你去哪我就去哪。啊！江巡没想到钟连琴会这么说。虽然合欢宗会给我提供我要的一切炼丹资源，但他们可没这么多极品丹方给我，所以你去哪我就去啊。这个回答你满意吗？钟连琴笑道：满意，满意。为了让你跟着我，我会多给你找来新的丹方的。江巡点头笑道：何况你的灵石还都在我手上，你如果不带我走，那你的灵石也别想要了。钟连琴晃了晃戴在手上的储物戒，笑道：好，那我们说好了，如果我要走，一定会带你一起。江巡点点头：你忙吧，等你好消息。钟连琴点点头，坐回中央，一挥手，一个小炉子飞到他的面前，随后各种材料从四面八方飞来。江巡也不再打扰他，转身御剑离开。当江巡路过玉女峰的广场时，广场上无比热闹，弟子们好像都在向内务堂的弟子报名。江巡猛地意识到，现在似乎又到了合欢宗半年一次的擂台赛。哦，所以刚才明明问他什么境界，不只是单纯想问问，而是想看看江巡的实力能不能参赛。一听是金丹一层，他便打消了让江巡参赛的念头。江巡再过不久便能突破元婴，此刻是相当需要极品化阴丹的。但转念一想，擂台赛的化阴丹也是出自钟连琴之手，这东西只要找钟连琴要1颗就好，倒也没必要再去擂台赛里面折腾。想到这里，江巡不由想到谢冷。谢冷1年前是金丹后期巅峰，想必现在也该有大圆满了吧。如果自己给他1颗化阴丹的话，他也就没必要参加这个擂台赛了。于是江巡便前往了谢冷的住所。干嘛？江巡刚落进谢冷的院子里，谢冷的声音就从屋里传来。房门紧闭，还开着防御结界，要不是没开隔音结界，再加上知道他是百花宗的人，江巡都要怀疑房里还有个男人了。师姐，你参加这次擂台赛了吗？江巡在门口问道。没有。谢冷声音平淡地答道。怎么不参加呢？1周前我已经突破元婴。江巡哑然。好吧，打扰师姐了。江巡说罢，正准备转身离去，房门突然打开了。江巡回头，身着淡蓝色服装的美人站在门槛后。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谢冷看着江巡问道。是啊。江巡点点头。我打算从钟连琴那边给你弄一个极品化阴丹，这样你就不用参加擂台赛了。谢冷闻言沉默片刻，随后道：你想学天灵剑法吗？师姐练的是天灵剑法。谢冷点点头。天灵剑法到手后我还完全没有练过，会不会太麻烦师姐了？江巡笑道。不会，闲来无事就当打发时间。谢冷摇摇头，拿出剑来。那就麻烦师姐了。江巡点头笑道，也拿出明明送他的那把宝器长剑，名为雷火剑。谢冷的教学方式要比花白蕊温柔得多，他并不和江巡对战，而是一边挥剑一边用传音给江巡讲述理论知识。江巡也顺便问了传音的方法，只是简单的把声音融入灵力中，再连接想传音的人就可以了。教了1次也就学会了。2人练剑一直练到傍晚，经过谢冷的教学，江巡的天灵剑法也终于是入门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练习。你现在已经金丹境，灵力外放会更多，术法不再仅限于附着在武器上，可以进行外放，你可以多练练。谢冷收起剑，一边说着一边走回房间。谢谢师姐了。江巡也收起雷火剑说道。谢冷点点头，走进屋里关上了门。江巡见状也转身离开，回到自己院子。还没等江巡落地呢，一把长枪便从下方飞了上来，目标直指江巡。这长枪江巡也认识，正是花白蕊的长枪。江巡立刻拿出阵效，阵效在手中旋转，随着江巡挥动，一道黑雷从枪头涌出，与花白蕊的长枪相撞。花白蕊的长枪被击飞出去，一道粉色光芒拔地而起，一把握住长枪，随后劈出一道炙热的火焰。江巡一个后空翻躲过，御剑接住自己，随后挥动长枪，一道黑雷在空中划出后爆发雷鸣声，黑雷照亮夜空，攻向花白蕊。花白蕊见状，脸上露出笑容，似乎对江巡这记攻击很满意，因为显然江巡这招就是模仿他刚才劈出的那道火焰的。花白蕊枪头缠绕火焰击碎黑雷，随后抛出长枪，在空中形成火焰轮，继续进攻江巡。江巡也抛出阵效，附着雷电在空中旋转，2把长枪在空中打得难解难分。不但如此，花白蕊还一掌拍向江巡。江巡见状连忙抵挡，和花白蕊手掌碰撞在一起，但空中的阵效却被花白蕊的长枪击飞。随后花白蕊伸手和江巡的手掌五指相扣，他的长枪从一旁飞来，抵在江巡脖子上。江巡想把手抽出来，但力气却没花白蕊大。师姐，你手明明软软嫩嫩的，力气却不小呢。江巡无奈笑道。接下来你要练的就是一心二用，在很多对决中，
大家都会一边控制武器一边本体作战。如果我是敌人的话，你就已经死了。花白蕊松开江巡的手说道：“师姐厉害。”江巡点头笑道：“伸手，震啸飞回手中。如果是敌人的话，刚才双手握住的时候，江巡就已经用血涌天罗把他弄死了。加油吧，小伙子，有进步，明天我再来。”花白蕊收起长枪说道，随后便直接离开。看着花白蕊离开后，江巡落进院中洗漱休息。此刻的江巡已经不需要吃饭和上厕所了。凌晨，江巡正躺在床上睡觉，突然听到院子里传来声音，睁开眼的同时，房门也被敲响。江巡，门外是钟连琴的声音。你怎么来了？江巡起身问道。门没锁。听到江巡的话，钟连琴推门走进屋内。天皇丹练好了，我给你送来。钟连琴抛出一个小袋子给江巡，随后坐在床边，挥手关上门，往里挪一挪。喂，江巡迷迷糊糊的被钟连琴挤到里面去，自己都没缓过神来。我太累了，我需要休息。钟连琴说着就枕在江巡枕头上睡着了。你还真是不客气啊。江巡见状也不客气了，抱着钟连琴挤在一起接着睡，毕竟今天枕头只放了一个。第二天一早，江巡早早起床，钟连琴还在睡。由于昨晚江巡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所有没有对钟连琴做什么事。现在看到转过身在自己怀里酣睡的钟连琴，江巡不自觉地舔了舔嘴角。江巡的手缓缓移动，刚刚触碰到那处，钟连琴抓住江巡的手腕，把他的手挪开，迷迷糊糊地说道：“都摸一晚上了还摸？醒了就走开。”江巡撇撇嘴，昨晚上睡着之后应该是搂着钟连琴那里睡的，迷迷糊糊倒也有些感觉。看样子他是真很累，江巡也不再乱搞，起身下床给他拉上床帘，自己则去院子里洗漱。院子的大门敞开着，江巡刚从屋里出来，便看到院子大门的门槛上坐着一个女人，这背影江巡倒是很熟悉，毕竟脱光的都看过很多次了。你入内门了？江巡看着那背影说道。江伯。门前女子闻言愣了一下，随后转身站起，正是梁云云。前2天刚入内门，听说您昨天出关了，就来找您了。1年就从炼气8层练到筑基了。江巡一边刷牙一边问道。梁云云点点头，都是多亏您之前给我的丹药，完全吸收之后，修炼的速度也快了许多。在哪个堂？江巡点点头，随口问道。跟您一样，是玉月堂。梁云云答道，脚下还是没敢进江巡的门。江巡闻言点点头，漱口吐掉水。他能进玉月堂，想必是明明看在他是江巡干侄女的份上安排的。把嘴擦干净后，江巡盘腿坐在地上开始修炼。看江巡没有继续搭理他的意思，梁云云在门口鞠躬之后默默离去。2个时辰后，钟连琴打着哈欠从屋里走了出来，看到江巡在修炼也没打扰他，坐在摇椅上惬意地看着天空。半个时辰后，江巡缓缓睁眼。丁，宿主完成苦修，获得修炼点 X10，目前修炼点剩余65。休息好了。江巡睁眼看着钟连琴问道。你下床之后，我睡得倒是很舒服。你小子手真是一点不老实。钟连琴看着江巡说道，不过脸上没有生气或不满的神色。身旁躺着个大美人，谁的手能老实？江巡起身笑道，你脸皮挺厚啊，来我房间和我抢床。我是真的太累了，在此之前我连着炼丹7天了，又给你炼了5颗天皇丹，送过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钟连琴撇嘴道，不过又软又大，你很有料吗？江巡凑近钟连琴说道。是吗？钟连琴低头看了看，我平常还真没关注过这些，和别的女弟子比起来怎么样？你在我见过的里面也是数1数2了。江巡想了一下说道，第一还得是尹洛星，也就是百花宗长老，虽然没能直观的看到，但2人挤在浴桶里的时候还是感觉到了。第二就是幻境中不知真假的明明了，所以江巡也不确定钟连琴是第2还是第3。数1数2到底是第1还是第2？钟连琴闻言问道。我就是摸了摸，又没看过，没法。我擦。江巡话还没说完呢，就见钟连琴直接城门大开，一眼看过去，差点把江巡晃懵了。第2。江巡竖起2根手指，吞了口水。虽然他尝试忍住自己的冲动，但最后还是没忍住，一个箭步过去抱起钟连琴。你干嘛？钟连琴一脸不明所以的看着江巡问道。干。这次回答的很是果断。2个时辰后，钟连琴从江巡屋里离开。一开始钟连琴还不知道江巡要干嘛，任由江巡摆布，后来好像明白了，但又不知道该配合还是该拒绝，所以干脆什么都不做。这家伙真是一心只有炼丹，对这种男女之事可以说一窍不通。完事之后也是轻飘飘的一句，我要回去炼丹了，还给江巡留下1颗极品化阴丹。呆呆的倒也是一种别样的感觉。
钟连琴离开后，江巡从床上坐起，伸手试了一下，体内的灵力又充盈不少，而且以往得到的灵力都要多得多，甚至得到的修炼点都更多。难道是因为他经常炼丹，体内的灵力受到丹药影响？江巡心中想到。这方面的事情他还真是不懂，只能猜测。江巡，正当江巡准备吞下天皇丹，一鼓作气突破金丹8层时，外面传来谢冷的声音。江巡立刻穿好衣服下床开门。师姐怎么会来？1个时辰前就来了，如果有下次，记得要开隔音结界。谢冷看着江巡平静地说道。嗨，这多尴尬。江巡尴尬地挠挠脸颊，刚才那种激动人心的情况下，他还真忘了练剑。谢冷不再多言，拿出剑来。江巡也点点头，和谢冷一起修炼天灵剑法。到了晚上，谢冷刚走不久，花白蕊又来教江巡御焰枪法。忙活一整天，凌晨的时候，江岩又悄悄摸进江巡房间。接下来的5个月，谢冷和花白蕊几乎都保持着这个节奏带江巡修炼。御焰枪法成功达到3层大圆满，天灵剑法也已达2层大圆满。至于江巡，本身实力已经到达金丹大圆满，但对其他人只说金丹2层对9天神体的掌控性也强了许多，并且有明宁和尹明玉提供的滋养9天神体的天才地宝。江巡的身体将不会和尹洛星一样有缺陷。而今天并没有修炼，因为今天尹洛星来了。百花宗的4位长老，包括江巡在内，大家一起聚集在后山的一处闭关洞府中。尹洛星戴着面具，众人都没有受到天生媚骨的影响。还有3天，就到他们教内门弟子入闭关洞府的时候了。明宁开口说道。宗主、副宗主和元合欢宗4位长老与亲传弟子以及百花宗弟子们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3天之后会在事情发生的同时来到天灵山。余言说道。3天后包围整座山，如果您成功魅惑到他们，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拿下合欢宗；如果您失败，那我们将全力拼死一战。顾晴看着尹洛星说道。江巡，你得到外门去，让所有外门弟子不得插手。李梦秋看向江巡道。男弟子应该会听，女弟子怕是不行吧？江巡点头问道。女弟子有我的弟子，外门女长老去处理，你不用管。李梦秋道。如果情况不对，你立刻跑。明宁拿出几张大挪移符放在江巡手上。大挪移符可以让人瞬间移动极远的距离，作用类似于传送阵，但与传送阵不同的是，这大挪移符挪移的位置是随机的。师父，那你们呢？江巡接过大挪移符问道。自然是会尽量活着。明宁笑道。怎么能说是尽量呢？出了意外，打不过你们跑还跑不掉吗？江巡说道。总得打了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在此期间谁知道会出什么意外呢？余言看着江巡道。好了，你们去告知妍妍和若兰吧，3天后来接我过去，就这样定了。尹洛星开口道。是。4位长老纷纷行礼，很是整齐划一。江巡见状也连忙行礼，随后和几位长老一起离开洞府。江巡刚准备走出洞府，尹洛星在后面喊了一声。江巡顿住脚步回头。你留下。明宁传音说道，随后离开洞府。师祖，怎么了？江巡来到尹洛星面前道。这个是百花宗太上长老令，你发过是会效忠百花宗，所以若是此战我们百花宗全灭，你就拿着它建立新的百花宗。尹洛星说着，一枚玉佩飘到江巡面前，江巡一把接住。师祖，我一个男人建立百花宗，说不太过去吧？江巡看着手中这精美的玉佩，无奈道。有何不可？尹洛星反问道。其实我是想说，你们一定能活下来的，对自己有点信心吗？江巡耸肩道。尹洛星摇摇头。你不理解，若他们强行服用丹药鱼死网破，境界可以达到半步圣人，2个半步圣人的实力可不是你说想活就能活的。尽管他们赢了之后也会死。江巡闻言这才明白，他们明明有这么多人还这么紧张，毕竟此前他并不知道还能这样操作。听到这话之后，心里感觉很奇怪。明明如此一来，合欢宗和百花宗2败俱伤，能威胁到他的人全部不复存在，他也可以安心换个地方重新开始。这跟他一开始的想法一模一样。但此刻想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心里却不舒服。或许是因为这段时间明明他们对他确实十分照顾。明明一开始送宝器，后来开始送丹药，把2本很强的可能是地阶的功法也给他，还送他9天神体。谢冷和花白蕊每天都尽心尽力地教他功法，一天都不间断，毫无懈怠。沈月对自己的帮助也很多，如果不是沈月的话，他就无法得到现有的这一切。若云师姐也算是阴差阳错帮自己得到了姜岩。涂婉吗？虽说那晚之后就再也没见过江巡，但好歹被江巡占了那么多便宜，几乎摸遍了，怎么能不算自己的女人呢？涂沁这傻妞呆呆的，人畜无害的那样子，还真有点舍不得她死。
最重要的还是他们容貌绝佳，身材极品。江巡对这2点也非常舍不得。你接下来要做的是，一旦我们开战，你就立刻逃走，前往百花宗，那里会有百花宗的外门弟子们在，他们都是炼气境。你要做的就是让百花宗传承下去。半步圣人之后的7天内，他们必须突破圣人境，否则天劫依旧会来，他们都会死在天劫下。这7天，如果他们想荡平百花宗，不管你用任何方法，哪怕是百花宗外门弟子都死光了，你也要带着百花宗的秘籍和宝库活下去。宝库！江巡闻言眼前一亮，你小子！看到江巡这个反应，尹洛星愣了一下，随后无奈叹了口气。也正常，毕竟谁会对一个大宗门的宝库不感兴趣呢？我也让宁月安排好了，一旦我们全军覆没，会有一个外门弟子来告诉你宝库的位置，用太上长老令就能打开宝库。尹洛星看着江巡道，那面具下的眼睛，即便是被封住了天生媚骨，也显得极具诱惑力。是，我知道了。江巡点点头。还有件事，我需要你给我一个东西。我吗？什么东西？江巡疑惑道。一宗太上长老，有什么需要找他要的？在我这一生中，除了修炼便是修炼，与男人并无接触。你是我这一生唯一和我关系亲密的男子，我想让你给我一个孩子。江巡整个人看似毫无波动，实则已经震惊到失去摆出表情的能力了。这是什么虎狼之词？不对，师祖，男人不会生孩子。江巡吞了口水之后反应过来什么，我需要你的那个，这朵花里也有我的，可以将二者结合，10年之后会形成一个孩子。尹洛星从怀中掏出一朵淡蓝色的花说道：10年，自然没有子宫的孕育速度是会慢许多。尹洛星点点头。江巡看着尹洛星手中的花，一时间表情很是难看，根本不受控制。这确实是我的私心，如果我死了，至少想给我留下一个子嗣。这件事除了你我之外没有其他人知道，所以你愿意帮帮我吗？尹洛星看着犹豫的江巡问道。那我回去之后弄一下吧。江巡说着便准备接过那朵花，想着自己先带回去，用不用再说。尹洛星却躲开江巡的手，面具下似乎很认真地看着江巡。只有我能让它产生效果，而且必须是10秒之内，所以我得现在在您面前。江巡一脸诧异。尹洛星点点头。江巡看了看四周，这地方也就10平米上下，一点遮挡物都没有。他让自己在这奖励自己，说实话，真的太为难人了。我不会看你的，尹洛星说道。唉，江巡叹了口气，绕到尹洛星背后，一盏茶后，师祖，真的，这种情况下我太紧张了，而且我本来就比较……江巡无奈说道。尹洛星沉默片刻，随后起身，我帮你。啊，怎么帮？江巡闻言回过头去，尹洛星已经在他身后。2盏茶之后，尹洛星让江巡用水系术法给他漱了漱口，那朵淡蓝色的花也在尹洛星的催动下绽放淡淡的蓝色光芒。放在储物界就好，10年后的今天一定要拿出来。尹洛星把花交给江巡说道。好。江巡点点头，收下那朵花，不过没有放在储物界，而是放在系统空间。在系统空间内是完全没有时间流速的，所以这个孩子要或不要，还是江巡说了算。你要发誓，经过刚才的事情，2人之间多少还是会产生一些感情。尹洛星紧紧抓住江巡的手腕说道。如果我死了，10年后你要拿出这朵花，让我们的孩子出生，要照顾好我们的孩子，并且今天的事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我会从地狱爬回来和你同归于尽。尹洛星死死盯着江巡。好。江巡无奈只能伸出手按照尹洛星的话立下誓言，随后道，如果你没死呢？这个孩子怎么办？如果我没死，你可以把它还给我，我会把这个孩子带大。知道了。江巡点点头。那我走了。尹洛星点头，放开江巡的手腕。江巡低头看去，都已经捏肿了，难怪那么疼。叮，任务发布，30分钟内赠与物品获得10倍返还。任务倒计时开始。江巡刚转身准备离开，系统突然发布任务，江巡也是立刻停下脚步，又是10倍返还。现在尹洛星正是一个很好的赠送对象。有什么能送的？圣器，那把天降。但尹洛星想必已经有圣器了，还有什么他能用得上的？回魂丹。回魂丹本就已经是顶级丹药，一颗难求，无价无市。如果把回魂丹送给尹洛星的话，会得到什么？一定是什么超强的东西吧。想到这里，江巡转身走向尹洛星。怎么了？尹洛星刚刚坐下，看到江巡回来问道。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是希望我们能一起抚养这个孩子，而且我也没做好接手百花宗的准备。江巡说着拿出回魂丹。这是回魂丹，若你不是对手，这个可以用到。
回魂丹。饶是尹洛星这种处变不惊的女人，听到回魂丹这3个人都是一惊，眼中满是不可置信。收着吧。江巡把回魂丹塞进尹洛星手中。你要是能活着，我也能有一个合体大圆满的好媳妇。你别误会，虽然我们有一个孩子，我又做了那种事，但我可没做你妻子的意思。尹洛星说罢，低头看着手中的回魂丹。那丹药上散发的浓郁灵气，代表着这枚丹药绝对是回魂丹。江巡耸耸肩，用上嘴和用下嘴，也就是一道膜的区别而已。随你怎么想吧，或许你只是看不上我现在的实力而已，但你应该对你的9天神体有信心，终有一日我会追上你现在的成就。到那个时候，我要你心甘情愿地做我妻子，在此之前，你先活着。江巡说着便转身离去。尹洛星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着江巡的背影，直到江巡的身影彻底消失，他也收起回魂丹，随后关闭洞府石门，盘腿打坐。他要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高。叮，回魂丹赠送成功，获得返还回魂丹 X10。啊！江巡看到系统的这个奖励，也是眉头一皱。本以为赠送回魂丹之后会得到更厉害的丹药什么的，没想到得到的却是10颗回魂丹。这么说来，回魂丹就已经是这世界上最好的丹药了，没有再往上提升的空间了。不过如此也好。离开尹洛星洞府之后，江巡御剑前往涂婉住所。毕竟大事将要发生，涂婉如果到现在还不肯见自己的话，那就是真恨他了。师姐在吗？江巡落进涂婉院子中，看着禁闭的房门喊道。在他的感知中，屋子里是有人的。屋内涂婉听到江巡的声音，正在擦剑的涂婉手顿在那里。师姐，接下来的事情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我们俩有将近1年半没有见过了，不见吗？江巡对着屋里喊道。涂婉还是没有回应。好吧，师姐。江巡等了片刻没有回应，叹了口气。既然你不愿意见我，那我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完就走。确实我不太懂你们为什么说你们一旦开打，死亡的概率很大，也跑不掉。但我得说，我是非常珍视你们每一个人的，我希望你们都能活下来。那晚的事情我很抱歉，我自幼在合欢宗长大，对于女人的认知和你们百花宗的弟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和你们接触这段时间，我才明白清白对女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才知道我做错了。如果你需要的话，或者是你想，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我会对你的清白负责，除非你不愿意，或者是师姐，你对我确实毫无感觉。但我挺喜欢你的。走了。江巡说罢便转身准备离开，而涂婉的房门终于打开了。你有没有想过？涂婉开口，江巡回头看去，他正靠在门上。1年半之前你去闭关的时候，我去外面突破元婴了，并不在屋里。你出关回来之后，我一直都在屋里修炼，每次你都自说自话的喊我2声就走了，我甚至来不及收工。而我去找你的时候，你在和谢师姐、花师姐练剑法和枪法，晚上你屋里不是江岩就是林清婉。你每天的生活安排的满满当当，我根本没有见你的时间。这么说来你不怪我？江巡看着涂婉问道。我们之间的事情有别人知道吗？涂婉耸耸肩。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早想通了。而且涂婉走上前来，一把揪住江巡的耳朵。你小子对我做了那种事情，难道不应该对我负责吗？疼。那师姐，你刚才怎么不理我？江巡一把抓着涂婉的手，一边说道。我在发呆，你也知道马上要开战了，我在想事情，一时没反应过来而已。涂婉看着江巡说道。哎呦，真的是，你早来找我，我就不会内疚这么久了。江巡无奈道。实际上他一点都没内疚，刚才说的话也只是做个最后的挣扎随便说的。哼，没想到你还会内疚呢。那我倒是庆幸一直没见到你了。涂婉放开江巡的耳朵说道。别这么说嘛，师姐，这1年多我还是很想你的。江巡一把抱住涂婉说道。干嘛呢你？别让别人看到了。涂婉被江巡突然抱住，一时间有些害羞起来，伸手抵着江巡的胸口，但并没有太用力。那我们去屋里，就不会有人看到了。江巡说着，搂着涂婉往屋里走去。涂婉一把抓住江巡手腕。你脑子里就只有那点事吗？这都被你发现了。江巡无奈笑道。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而且也没有做过那种事，我不想。涂婉看着江巡认真道。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全力以赴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万一接下来你想做的事情会影响到我，我死的可能性会很高哦。所以师姐的意思是愿意，但不是现在。江巡看着涂婉笑道。我可没说愿意。涂婉狠狠瞪了江巡一眼。好了，我们之间的误会已经解除了，接下来我要专心修炼，如果你想让我活着，现在就回去吧，让我专心修炼。好。江巡点点头，又一把搂住涂婉，在他没反应过来之前狠狠吻在他嘴唇上。涂婉吓得浑身颤了一下，在江巡的舌头撬开他的牙齿后不再抵抗，良久之后，2人才终于分开。活着回来。
江巡说罢便御剑离开。涂婉呆呆地看着江巡离开的背影，随后摸了一下自己的嘴角，不由舔了一下，随后骂道：王八蛋，又占我便宜。待江巡彻底消失后，涂婉嘴角又不经意露出笑容，转身回到自己屋子里盘腿开始修炼。而江巡回到自己院子的时候，涂庆在这里。小师姐，你怎么来了？江巡落地看着涂庆问道。怎么别人叫的都是师姐，到我就要加个小字？涂庆闻言不服气道：我现在金丹了，小师姐才筑基4层啊。江巡凑到涂庆身边笑道：你个小怪物。涂庆撇撇嘴，对此他也很不理解，但他确实是追不上江巡的修炼速度。那小师姐找我干嘛？江巡问道。师傅说让我来找你，如果出事的话让你带我走。涂庆一边说着，一边坐在江巡的躺椅上摇晃起来。我饿了，我要吃饭。好好好。江巡无奈点点头，没想到自己不用吃饭了，还要给这个小师姐做饭。做饭的同时，江巡也知道师傅这是把涂庆托付给他了，让他保护涂庆的安全，因为涂庆现在的实力留下只是白白送死罢了。阿庆，你在这干嘛？江巡在厨房忙活片刻后，谢冷从空中落下，看到躺椅上的涂庆问道：谢师姐。涂庆看到是谢冷，也知道谢冷每天都会来教江巡练剑，并没有太意外。我来蹭饭。蹭饭。谢冷闻言抬头看向厨房，正好江巡也看向他，看来要多做一份了。江巡看着谢冷笑道：不用。谢冷看着江巡道：要的。江巡说罢，不等谢冷回应便下锅了。片刻后，三人一起坐在餐桌前，涂庆已经开始大快朵颐，谢冷似乎是因为很久没有吃饭了，一时间没有动筷。师姐你快尝尝，好吃。涂庆一边说着，一边给谢冷碗里夹菜。嘴里有东西的时候不要讲话。谢冷看着涂庆这副样子无奈道，拿出手帕擦掉他嘴角的酱汁。吃的时候注意吃相，你也不是小孩子了。涂庆闻言接过谢冷的手帕，擦干净自己的嘴。师姐，你这样说话就像是在交代遗言一样。你知道的，如果打起来，我们一定会尽全力保护师傅，至少会死在师傅之前。谢冷平静地说道，平静到好像他说的不是自己要死一样。江巡也没有说话，在一旁默默吃饭，给两人夹菜。说实在的，如果真的事发，他想帮忙也确实无力阻止。不说这些，快吃饭吧。谢冷拿起筷子低头吃饭，这吃相着实是比涂庆淑女不少。涂庆也不再多说，点点头继续吃饭。三人一言不发的吃过饭后，谢冷看向涂庆：阿庆，去洗碗，江巡要和我训练。师姐，让他洗碗呗。涂庆闻言抱着谢冷的胳膊撒娇道：不可以。谢冷摇头：受人恩惠，涌泉相报，师傅教过我们的，他没有给你做饭的义务。哦。涂庆失落的点点头：我去吧。江巡伸手拦下涂庆说道。谢冷刚想说些什么，江巡摇摇头打断他，随后收拾好盘子碗筷离开。江巡虽然是师弟，但师傅已经把你交给他照顾，理论上他是你的后辈，可实际上他算是你的长辈，我们以后不在，你要对他有最基本的尊重。江巡离开后，谢冷看着涂庆说道。江巡年纪比涂庆大，经历的事也比涂庆多，修炼上更是远远强于涂庆，自然可以说是涂庆的长辈。师姐，虽然你们一直没有跟我说具体计划，但我相信你们会活着回来的。你不用像交代遗言一样跟我说话，我不想听。涂庆低着头道。好吧，我相信江巡以后会继续教你的。谢冷耸耸肩，不再说话。才不用他教呢，我自己又不是不懂，我只是很喜欢师姐你们在我身边的感觉而已。涂庆撇撇嘴，明明都是同门师兄妹，江巡甚至来得比我迟，但他知道的比我还多，甚至你们准备战死都不告诉我你们为何而死，我们不来招惹和欢宗不行吗？阿庆。谢冷伸手握住涂庆的手，眼看他越说越委屈，好像要哭了一样。和欢宗那两个太上长老一开始的目的，就是在成为圣人之后吞并我们百花宗，正巧此时和欢宗宗主向我们提出合作，我们不是来找麻烦的，我们是来守护百花宗的。谢冷看着涂庆的眼睛说道。没有一整个宗门会闲得没事专门跑来别的宗门潜伏10几年。在哪？就在此时，房门突然砰的一声巨响，半扇木门直接掉在地上，这把谢冷和涂庆都给吓了一跳。两人连忙起身，谢冷把涂庆护在身后。在他们眼前是一个身着黑衣，长发披散，浑身是血，并且还在持续往下滴血的男子。当他抬起头看向谢冷二人时，谢冷和涂庆看到了他脸上狰狞的伤疤，这伤疤从他的额头斜着滑到他的锁骨，甚至还在冒着丝丝雷光。江巡。谢冷一脸诧异地看着面前这凄惨无比的男子，脸上难得露出震惊的表情，这显然不是刚才和他们一起吃饭的江巡，这把他们惊呆了。发生什么事了？与此同时，
听到隔壁动静的江巡也立刻从房间冲了出来。你他妈谁啊？当江巡过来时，那个浑身是伤的江巡也回头看向他。江巡愣了半晌，手中的碗都没拿住，落在地上摔了个稀碎。听我说，听我说。黑衣江巡迅速冲到江巡面前，伸手抓住江巡的肩膀。还有不到12个小时，一位圣人会陨落。合欢宗的2个太上长老和尹洛星都被拉入圣人谷。在圣人谷内，尹洛星被合欢宗的2个长老联手击杀，并且其中一人成功成为圣人。他知道，他一直都知道这些计划。待他成为圣人回来以后，他会杀掉所有人，整座山，整个百花宗的所有人。你必须阻止他。他的话还没说完，整个人上半身从额头开始裂开，身体直接从中间一分为2，化作2半落在地上。看到这一幕，听到他的话，江巡久久没有反应过来。毕竟谁能接受亲眼看着自己死在自己面前？谢冷和涂庆也同样吃惊的说不出话来。这他妈到底是什么情况？江巡半晌之后，看着地上的自己说道：“这真的是你吗？”谢冷缓过神后，来到江巡面前，看着地上那2半的尸体说道：“衣服是我的，脸也是我的，还有，对，他就是我，未来的我。”还有他说的话，12个小时，他说的是12个小时，而不是6个时辰。这个世界的人不知道小时是什么意思的，这更加让江巡确定这就是自己，可能是未来的自己。他妈的，我还会穿越时空？江巡心中不禁这样想到，可又有哪里不对劲？如果他真的是未来的自己，那么自己手上现在可是有10颗回魂丹的，不可能被任何人杀死，可以提前把回魂丹用灵力包裹放进肚子里，一旦死亡，灵力消失，回魂丹就会在肚子里落下并复活自己，所以完全可以假死脱身。可他怎么会死？除非10颗回魂丹全部都用完了，不管是给他自己用完了，还是给别人用完了，总之就是没有了。所以他在最后关头穿越时间，回到现在，警告所有事情发生之前的自己，这样也能让未来的他继续活下去。穿越时间，想到自己的9天神体，想到当初自己手中白色的光球，明明说过白色光球可能是光、空间、治愈、时间操控之类的术法，所以未来这个自己是在最后一刻领悟到了时间穿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什么意思？涂庆快步跑到江巡2人身边问道：“圣人将陨，圣人谷开启，师祖进入圣人谷后被杀，一切都完了。”谢冷表情严肃：“不是让你跑吗？你为什么没跑？”谢冷看着江巡说道：“我怎么知道？”江巡顿时感觉哭笑不得，或许是没来得及跑吧。师祖和合欢宗那俩现在都在闭关，圣人谷开启，我们不会有任何人知道。当我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应该就是已经成为圣人的合欢宗太上长老杀出来了。谢冷闻言皱眉沉思，随后点点头，应该是这么回事。不是，你们的重点不对吧？为什么你会穿越时间啊？涂庆看着江巡问道。那个现在不是最重要的吧？重要的是，我们好像没时间了。江巡无语道。我去告诉师傅，阿进，立刻回去收拾东西，随时准备离开。谢冷说罢，立刻飞行离开。涂庆也点点头，回自己的房间去。江巡则看着地上自己的尸体，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该不该用回魂丹复活他？如果复活，他一定会知道更多消息吧。可是回魂丹现在一定非常非常重要，不然他不可能不复活自己。所以江巡纠结之后，还是决定不用，又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把自己埋了进去。总不能看着自己死无葬身之地吧。江巡一边挖坑，一边仔细回想他说的话，其中有一句，他知道，他一直都知道这些计划。他知道成为圣人的那个长老吗？他一直都在闭关的话，他为什么会知道？有人给他告密。操！当江巡把土填平之后，猛地想起什么，当初瞬间把自己院子修好的人，如果不是合欢宗宗主若兰或副宗主炎炎的话，那就是那2个太上长老其中一个。他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注意到自己了，这让江巡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如果他当时都能用那种方式和自己对话的话，那他们现在的一举一动，难道也在他的掌控之中吗？做个假设，如果这个未来的自己在自己这个时间的时候也见到了未来的自己，并且听到了同样的话，并且另一个时间中的自己把回魂丹给这个死掉的自己用了，太上长老就会知道自己有回魂丹。那么他成为圣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过来抢走他全部的回魂丹，或者直接反复鞭尸他。这么说来，自己没有拿出回魂丹复活，死在自己面前，这个应该是好事一桩。只是不知道自己把回魂丹送给尹洛星的时候，那太上长老知不知道？闭关洞府天然的就有一层可以隔绝灵力的屏障，以帮助修炼者在修炼时能维持充足的灵力。想必这层屏障也能够隔绝外界的感知。江巡现在只能赌他们没发现自己有回魂丹。
虽然他不想这么说，但这该死的未来的自己，此刻的举动确确实实帮了自己，也害了自己。现在该怎么办？跑吗？江巡一边装作什么都没想明白的样子，一边往屋里走。找到那个圣人，让他别死。这想法更扯淡。首先，根本没人知道是哪个圣人死了。其次，如果想离开，必须要去找任何一个长老说明缘由，拿到令牌才能离开护山大阵。护山大阵，江巡好像突然想明白了。如果这护山大阵一开始就是2位太上长老布下的，那么好，整座山里只要是合欢宗的范围，护山大阵之内发生的所有事情，他们俩都会知道。这下可好，连说话都必须小心翼翼。而且，想必2个太上长老已经知道了刚才发生的一切。难道要死了？江巡呆坐在床上，脑瓜子飞速运转，想要找到破解的方法，穿越时间，阻止刚才这一幕的发生。可自己根本就不会，而且就算自己穿越回去阻止，也一样会被发现啊！只能从当前时间入手。当自己知道12小时后会有圣人死亡时，2个太上长老一定也知道了，而且知道他们其中1人会成为圣人，所以他们现在一定会全力准备进入圣人谷，不会离开闭关洞府，以防任何意外。现在没有任何事，任何人能让他们从闭关洞府离开。哪怕是外面百花宗的人已经开始对这件事进行讨论，但百花宗的人无法选择离开，因为他们无处可逃。他们身后还有百花宗数千名弟子，短时间内这些弟子不可能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至少我能先跑掉吧。江巡想明白他们不会离开闭关洞府之后，眼前一亮，随后立刻起身准备去找明明要令牌，至少要先带着涂青、江岩和林清婉先离开。但很显然，当谢冷把事情告诉明明之后，明明做出了和江巡差不多的思考，并来到江巡院子里。几乎是在江巡开门的同时，2人站在院子里对视片刻都没说话，而明明抛给江巡一块令牌，这是可以离开护山大阵的令牌。走吧，明明传音道，说罢便直接离开。江巡看着手中的令牌沉默良久，随后传讯喊来江岩和林清婉。涂庆收拾完东西之后也来到院子里，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不要问，跟我走。江巡说着便御剑飞行，3女也立刻跟在身后，和江巡一起来到义武堂。江巡到后面去见了钟莲琴，他正在炼丹。虽然丹药很重要，但江巡不得不打断他，快跟我走，离开合欢宗，情况紧急，这个丹不能炼了。江巡看着钟莲琴传音道，一刻便好。钟莲琴说着便开始更加细致地控制火焰，一刻的时间还是可以等一等的。江巡看着钟莲琴，等了不到一刻的时间，钟莲琴停止输送灵力，打开炉子，从里面取出丹药，收进储物戒，随后把周围所有的东西全部收起后起身。接到钟莲琴后，江巡几人离开义务堂，也成功离开了合欢宗的范围。我们这是要去哪？江岩飞到江巡身边问道。不知道。江巡回头看了一眼天灵山，摇摇头。这才是他第2次离开合欢宗而已，而且还不能去百花宗，因为百花宗也会跟着一同覆灭。这个时候宝库不宝库的已经不重要的，传承什么的也不重要的，自己只能保证先活着。毕竟圣人从这地方到百花宗，恐怕也就是不到1刻的时间，剿灭他们甚至不需要1刻。轰！就在此时，众人身后突然发出轰的一声巨响，大家纷纷停在空中，往身后看去。只见空中一个巨大的淡绿色女人像出现在空中，正向着山顶猛烈挥拳。女人像真的是十分巨大，大到让江巡等人目瞪口呆的地步，身高近1000丈，高耸入云，看上去气势恢宏无比。同一时间，明明等4位长老也围绕在那巨大人像身旁，正使用不同的术法对着山顶进行攻击。看来那巨大人像就是尹洛星，他们是想直接攻破闭关洞府的防御，逼迫他们2人出来，提前来决一死战。这总好过未来尹洛星被他们2打一杀死在圣人谷。那是什么东西？江巡看着巨大人像问道。法相，达到炼虚境的人可以施展天地法相用作战斗，威力很强，足以轻易毁掉一座城。江岩看着江巡说道。达到合体境之后会拥有领域，被困在领域中的人在数者死亡或灵力耗尽前是无法离开领域的。钟莲琴也补充道。这也太离谱了。江巡看着那巨大法相不禁说道。可那法相对着山顶狂轰滥炸片刻，山石与各种碎片漫天飞舞。江巡相信那个闭关洞穴在这样的攻击下绝对已经坍塌或变成碎片了，但那2位所谓的太上长老并没有现身。洞府里没人。看着空无一人的洞穴，明明眉头紧皱，几位长老也浮在空中。合欢宗外门已经因为山上的动静乱作一团，数千外门弟子纷纷想要逃离合欢宗，却被护山大阵挡在里面，无法离开山上滚落的巨石，甚至砸死其中不少人。内门弟子们纷纷飞起，将天灵山山顶围住。合欢宗宗主若兰和炎炎也腾空而起。
这个距离只能看到2道身姿不凡的身影，他们的境界一位在炼虚中期，一位在化神大圆满。我们先走吧。钟连晴牵住江巡的手说道。为什么那个洞府里没人呢？江巡眉头紧皱，看着山顶说道。如果他们不在闭关洞府，他们会在哪？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先离开这里？钟连晴说道。如果他们一直都不在闭关洞府，还知道合欢宗的情况，一定是身处合欢宗之内。在合欢宗内，闭关洞府有天然屏障，在洞府内无法通过护山大阵感知宗内情况，而可以知晓外门和内门的情况，并且不会引人注目。这个地方只有义务堂。刚才去找钟连晴让他跟自己走时，他没有丝毫犹豫，甚至连一句缘由都不问。江巡本以为是因为之前和钟连晴谈过这些，但现在想来，如果他在自己来之前就知道自己来是干什么的，那他就没有必要问。我们去啊。钟连晴是藏在义务堂的太上长老，在自己有极品丹方之前，听说钟连晴从不见人，而且他来见自己的时候也没有被任何人看到。那次被10几个弟子围住，他一挥手把他们所有人都给烧成灰烬。和他见面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义务堂的掌柜的，那个深不可测的每天都在刺绣的女人。走啊。钟连晴看着江巡接着说道。长老别玩我了，我束手就擒了。江巡木愣地回头看着身旁的钟连晴说道。钟连晴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嘴角勾起一个漂亮的弧度。很聪明啊，小子。江岩和林清婉闻言相互对视一眼，因为他们俩根本就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而听到自己面前这人居然就是合欢宗太上长老，涂庆顿时慌乱不已。不玩了，先带他们走吧。钟连晴随后看着下方空气说道。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下，下方突然出现一个人影，正在掀起自己的帽兜。当他的帽兜全部摘下的时候，全貌露出，正是义务堂的掌柜。他身上穿的是一件通体白色的长袍，看来这件长袍有隐身的作用。当他来到众人面前时，他的容貌产生了变化，整个人变得美丽非常，身高足足的有1.85米上下，身着高开叉长裙，露出一条极其完美的超级大长腿，露着白嫩的马甲线小腰。再往上看，他这一对瞬间让江巡断定比任何人的都要大，而且面容倾城绝世，是江巡想都不敢想的那种美丽。如果不是亲眼看到，他绝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如果不是为了准备进入圣人谷，我会把他们全部杀掉。女人恢复原本样貌之后，看着天灵山的方向说道。等我们从圣人谷出来也不迟。钟连晴笑道。那女人轻轻点点头，随后江巡便感觉眼前一花，整个人昏了过去。等他再睁眼时，是被水滴砸醒的，迷迷糊糊看向周围，似乎是在某个山洞的内部。周围江岩他们3个也都在，躺在地上还处于昏迷的状态，没有看到钟连晴和另一个女人。江巡扶着墙壁起身，往一个山洞内向上的楼梯走去，刚来到楼梯口，一道屏障出现，把他给弹了回去，整个人在地上翻滚好几圈，5脏6腑都跟着疼了。我操！江巡捂着胸口从地上爬起，他的动静也把江岩吵醒了。我们这是在哪？江岩从地上爬起来，语气虚弱地问道。某个山洞里，被囚禁了。江巡闻声快步来到江岩身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靠在自己怀里。你没事吧？没事，只是头有点晕。江岩轻抚自己的额头，皱眉道。我记得好像是那个隐身的女人用了媚术，让我们失去了意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合欢宗发生什么事了？江岩看着江巡问道。唉，江巡叹了口气，扶着江岩坐在墙边靠着。事情比较复杂，我简单跟你说一下吧。随后江巡把这段时间的事情大致和江岩讲了一下。林清婉也在中途醒来，听了个七七八八。那他们为什么没杀了我们，反而把我们囚禁了？听完之后，林清婉疑惑道。我想可能是因为钟连晴吧。江巡摇摇头，不确定道。毕竟自己和钟连晴发生关系，所以他看在自己是他男人的份上饶了他们。怪了，合欢宗的太上长老是个厨，这事也挺离谱的。没想到合欢宗的太上长老一直都藏在义务堂，义务堂每天那么多人，没人识破他们身份吗？江岩不解道。钟连晴从不见人，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另一个又会改变容貌，代替了原来的老板娘，自然没人认得出来。刚才我还想到一件事。江巡无奈笑了一下。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说你当时被从山下带上来的时间和钟连晴停止炼丹的时间差不多，我想他们就是从那个时候代替了钟连晴和掌柜的，所以才能洞悉我们的计划。可他们为什么会突然从闭关洞府出来，替换钟连晴和掌柜呢？林清婉不解道。他们每2年会要2名内门弟子，那个时间正巧是送弟子进入闭关洞府的时间，他们肯定是从那2个弟子身上知道了什么，于是决定悄悄出来。要不我能看上你呢？你小子确实聪明。
钟连琴的声音在楼梯口响起，众人连忙抬头看去，也不知道他在那里站了多久了。江巡轻轻拍了拍姜岩，示意先放开他。随后江巡起身来到楼梯口，看着钟连琴，他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和之前那一副好像书呆子一样的气质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副高高在上、媚骨天成、自信满满的感觉。现在能告诉我你的名字了吗？江巡看着钟连琴问道。钟离天宇，另一个是我师姐，合欢宗的开宗祖师顾灵玉。钟离天宇，像是西域那边的名字。江巡闻言道。没错。钟离天宇点点头。那真正的钟连琴呢？重要吗？你和他又不认识。钟离天宇笑道。那你准备把我们怎么样？放心吧，不会杀你的。看在你的份上，他们也都能活着。但我师姐那个人脾气可不是很好，你最好不要做出过分的举动，不然我的面子他也不给。钟离天宇伸手捏了捏江巡的脸。一开始我还在想，怎么才能炼出极品丹药，不然长此以往下去，我肯定会被人怀疑的。没想到这个时候你小子冒出来了，还能给我炼制极品丹药的丹方。感谢你的丹方吧，不然我们第一个杀的就是你小子。身为合欢宗弟子，拜百花宗的人为师，还帮百花宗做事，你个小叛徒！我拜师之前也不知道这些事啊，我也不想趟这趟浑水。江巡无奈道。是啊，我知道，不然你现在还能活着站在这里吗？钟离天宇笑道。什么时候放我们出去？等我和师姐把百花宗和合欢宗的叛徒们都清理干净，自然会带你们回合欢宗去。没商量的余地吗？现在还没开战，双方都收手的话，可以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江巡看着钟离天宇问道。人家都打上门来了，山顶都被夷为平地了，你跟我说收手，这可能吗？钟离天宇笑道。对了，12个小时是什么意思？从我们离开天灵山到现在多久了？江巡闻言问道。2个时辰了吧？钟离天宇想了一下说道。2个时辰是4个小时，在这一点上骗不骗他们也没意义，万一骗了之后惹他们生气，自己和江岩他们都没好果子吃。知道了，走了。钟离天宇点点头，转身离开，走到一半又回头。老实点，别惹师姐生气。说罢彻底离开。江巡回头看向江岩等人，涂庆还在地上昏迷着。江岩也是叹了口气，这里他境界最高，但也只是个元婴初期巅峰而已，他能拿这2位合体大圆满怎么样呢？我们的灵力好像没有被封住。江岩看着江巡，伸手，手中出现一团小风球。可我们伸出的地方似乎是一座山的深处，两侧和上方山体都很厚，不是我们能砸开的。这个屏障更是触碰不得。江巡点点头，看着楼梯口道。看来我们只能在这里等着一切结束了。林清婉无奈道。他倒没有很害怕，毕竟最多就是个死，能和江巡死在一块，死就死了吧，如果有圣气的话，说不定我们能砸出去。江岩也是苦中作乐地笑了一下。江巡却来了精神。圣气他有啊，从系统得到的那把天降，自从得到天降之后他还没用过呢。但江巡没有开口说出来，他怕钟离天宇他们此刻还监视着这里，这个时候说自己有圣气，再把他们引来，那可真跑不掉了。未经之计就是等着8个小时后，钟离天宇和顾灵玉进入圣人谷，然后他再拿出天降砸出来一条通道，说不定血涌天罗也可以。现在血涌天罗可是已经4层大圆满了，2层大圆满时造出来的武器在圣气之下，宝气之上，4层造出来的一定在圣气之上了。还好自己的系统不会被看到，也没有和任何人说过自己身上的血涌天罗和天降这些东西，不然今天怕是难逃一劫。师父，江巡他们已经联络不到了。与此同时，合欢宗那边正在寻找钟离天宇2人的踪迹，若云也联络了江巡，但迟迟没有回应。此刻所有人都聚集在合欢殿内，皆是愁容满面。百花宗那边也没有江巡他们到达的消息，恐怕他们出事了。于言也看着明明道，护山大阵居然不受控制，现在所有人都无法离开护山大阵，外门已经乱作一团了。一旁身着青衣的美妇人翘着漂亮的大长腿，露出70%的白嫩肌肤，长相十分少妇与诱人，此刻眉头紧皱，满面愁容。这便是合欢宗的宗主若兰。想来护山大阵已经被那2个太上长老控制了，他要把我们所有人都困在这里，等他们从圣人谷出来后杀掉我们。若兰身旁白色高开叉长裙女子，身材纤细，面容上乘，淡灰色头发披散的女子叹了口气。这是合欢宗副宗主妍妍。我们现在只剩下一个机会翻盘了。明明说着看向坐在大殿主座戴着面具的尹洛星，大家的目光也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他。如果我能在他们服用丹药突破半步圣人之前先服用丹药并找到他们，就可以用媚骨完全控制他们，那是唯一让我们活下来的机会。尹洛星开口道。可师父，如果一旦出意外，你在里面被他们2个杀死，我们再无翻盘机会。顾琴担忧道。你的意思是让师父不要参与圣人谷，
进去之后就直接出来，然后蹲守梅渡天劫，彻底突破圣人的他们。李梦秋问道：是啊。顾晴点头。他们在圣人谷厮杀，如果从所谓的未来而来的将军说的是真的，他们有人成功突破圣人境，到时候他们一定状态不佳，我们可以趁机除掉他们。顾晴点头道：别傻了。明宁摇摇头，我们现在无法离开这里，他们一定会突破之后再来的。合不合力一事，击破这护山大阵。余言说道：合欢宗护山大阵集天灵山所有灵力于一身，并且会将天灵山内所有人的灵力作为护山大阵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里面的人越强，护山大阵就越强。如果我们从里面去攻击护山大阵，不但造成的是2倍的灵力损耗，而且还无法攻破。若兰解释道：别人家护山大阵都是防外面的，你们倒好，是防里面的。顾晴听后很是无语，里外都能防。若兰闻言也是无奈，有什么办法能让护山大阵的控制重新回到你们手中吗？明宁看着若兰问道：除非我比师父强，否则不行。若兰摇摇头：哎，你们倒还好，要嫁给那个什么石皇子，我们肯定是活不成了。李梦秋叹了口气，似乎已经认命了。那我们宁愿死了。妍妍和若兰同时开口道：眼下这情况，真仇人啊，和等死有什么区别？涂婉蹲在地上叹了口气。与此同时，涂婉、谢冷、花白蕊3人正在合欢宗大殿前，还有其他的长老亲传弟子也站在一旁。我觉得江巡可能有办法。谢冷低着头道：别闹了，江巡一个金丹2层，有屁办法。花白蕊苦笑道：他和阿庆现在连人在哪都不知道，怕是自身难保。不，既然未来的江巡能回到现在，那现在的江巡也能回到事发之前，想办法暗示咱们。谢冷看着2人说道。2人闻言皆是沉默，毕竟穿梭时间这种事对他们来说还真是第一次见，不知道该作何回答。但愿吧。花白蕊叹了口气，可惜师弟一身天赋极佳，修炼罕见的快，给他些时间，他一定会在15年之内超越咱们几个，却偏偏遇到这种事情。15年听上去很久，但对修士来说，15年能从金丹1层到金丹5层都很厉害了。如果他真的那么做了，那不是太为难他了吗？这事本来就跟他没有关系，他却要担起百花宗和合欢宗近万人的命。涂婉看着地面小声说道，眼中有对江巡的想念。早知道刚才就答应他了，说不定还能激励他一番。不，怎么能这么想呢？涂婉不禁红了脸。大殿内此时也讨论出了一个结果，与其在这里等死，不如尹洛星进去拼死一搏。半部圣人对半部圣人还有希望，合体大圆满和圣人打，那就纯属是找死了。而尹洛星的底气也来源于江巡给他的那颗回魂丹，这事他没有告诉任何人。有回魂丹在，他就有2次机会。如果第一次失败了，自己可以先假死，再找机会在圣人谷偷袭他们，说不定还能拿到一个圣人的圣位。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只有这么一个办法了，所以没有人劝阻，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尹洛星身上了。接下来就是静待圣人谷开启。与此同时，江巡等人这边也在静待圣人谷开启。江巡心里已经有了判断，圣人谷的战斗肯定不是一时半会能结束的，只要自己带着江岩等人离开这里，再学会掌控时间，就有望改变这一切。8小时后，师父去了。正在大殿之上，众人众目睽睽之下，尹洛星的身影消失在大家面前。众人顿时心提到了嗓子眼，此一去，要么胜，要么大家都别活了。时间到了。江巡这边正在打坐的江巡猛地睁开眼，江岩疑惑地看着江巡，便看到此时江巡拿出一把金色盘龙枪头，银色枪身，金色枪尾，长约1.8米，浑身散发淡黄色光芒的长枪。圣气。江岩见状一愣，只有圣气才会散发这种光芒。小妍妍，你用这个砸，我用功法砸，咱们趁他们没从圣人谷回来，先从这里逃出去。江巡把天降抛给江岩说道。江岩连忙起身接住，一脸疑惑，你怎么会有圣气啊？现在是问这种事的时候吗？江巡笑道，同时挥手，手中出现一把通体黑色的开山斧，这便是用血涌天罗形成的。江巡说罢，用开山斧猛地向山体砸去，轰的一声巨响，墙壁上出现一个巨型大坑，深约15米左右。这果然有用。江岩见状也不再多问，立刻来到江巡身旁，和江巡一起开砸。林清晚和几小时前醒来的涂庆则在一旁担忧地看着2人。圣人谷，天色暗沉，空中雷电轰鸣，大雨倾盆。身着白裙的尹洛星突然出现在谷底，看到周围的情况，尹洛星也知道自己已经被拉入圣人谷。空中几道光芒以极快的速度划过，那是自知实力不济，选择通过传送阵离开圣人谷的合体大圆满们。尹洛星也不再迟疑，当即摘下面具收起，随后腾空而起，开始在圣人谷内寻找钟离天宇和顾灵玉。
他们的真实样貌尹洛星都是见过的。距尹洛星约100里处，钟离天宇和顾灵玉已经会合。顾灵玉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吞下一枚丹药，身周轰的一声巨响，震起大量水花，整个人实力飙升，已然达到半步圣人的境界。此战要么他成为圣人，要么死在圣人谷，要么活着逃窜出去，7天后以半步圣人之躯被圣人敬天劫劈死。走，我们去找尹洛星。顾灵玉突破之后腾空而起，钟离天宇立刻跟上。师姐，尹洛星会不会已经跑了？他既得知我会在圣人谷成为圣人，那他想赢，圣人谷就是他最后的机会，他不会跑的。顾灵玉笃定道。轰！便在此时，空中一道雷声轰鸣，数十道闪电向两人袭来。顾灵玉见状立刻挥手，一道红色雷电弯刀出现，将那数十道雷电全部击碎。滚出来！钟离天宇挥手，手中出现一把散发着淡青色光芒的玉笛，看着周围喊道。轰！又是一声雷电轰鸣，一道紫色雷电从空中以极快速度向着钟离天宇袭来，只有半步圣人的实力才能看得出，那并不是一道雷电，而是一个急速移动，速度快如闪电的男人。顾灵玉立即拿出一把散发紫色光芒的长剑，将长剑化作一道红色闪电抛向那男子。男子与长剑相撞，长剑被击飞，顾灵玉伸手收回，男子则继续冲向钟离天宇，想先干掉更弱一些的他。钟离天宇趁此时吹响玉笛，阵阵笛声化作实质性的声波向周围扩散。男子身形一顿，抱着头发出阵阵痛苦的低吟。虽然钟离天宇的笛声只干扰了他不到2秒的时间，但这2秒对于顾灵玉来说已经足够。顾灵玉化作一道红色闪电，1秒之内已经到那男子面前，长剑闪烁红色电光，一剑捅入男子丹田。瞬间，电光在那男子体内疯狂蔓延至全部经络，双目通红，眼看整个身体都要炸了。便在此时，顾灵玉突然收手，抽剑后瞬间远离。几乎是同时，那男人的身体周围开始膨胀，眨眼间出现一具巨大人像，周围缠绕着紫色电光，高越800丈。这是用了法香了。正当顾灵玉也准备用法香时，自知不敌的男人操控发现遁入云层之中，已经是跑路了。丑陋！顾灵玉看着云层冷笑道，随后却脸色一变，瞪大了眼睛，一声痛吼。低头看去，竟是钟离天宇用玉笛捅穿了他的丹田。顾灵玉的嘴角流出鲜血，先是不解，随后了然。尹洛星！顾灵玉的血盆大口，愤怒地嘶吼着，随后身上爆发出一股强悍无比的红色雷电。在这红色雷电轰鸣之下，正在尹洛星传音操纵下准备逃离的钟离天宇瞬间被红色雷电吞噬。钟离天宇整个身体瞬间4分5裂，爆为一片血雾。因为顾灵玉知道钟离天宇已经被天生魅蛊所魅惑，想要解开他的魅惑，除非杀掉尹洛星。可如果自己不杀钟离天宇，他一个人对付尹洛星会难很多。他不能犹豫，再犹豫下去便是败局已定。他只能忍痛先将钟离天宇杀死，再去寻找尹洛星的踪迹。通了！外界，江巡和江岩成功打出一条通道。江岩兴奋地大喊一声，同时把天降还给江巡。我们快走！江巡收起天降和开山斧，回头看着林清婉二人道。二人都是点点头，随后连忙跟着江巡离开。穿过通道后，众人发现这里是一片荒山，没有时间给他们犹豫，立刻向着远处飞去。江巡本打算找到最近的城池，通过传送阵远远离去，可自己的灵石全他娘的在钟离天宇手上。有灵石吗？江巡无奈看向江岩问道。够我们4个传送到3000里外。江岩愣了一下，想了一下费用，随后点点头。那我们先去最近的城池，然后传送到3000里外。江巡点点头，4人便往不远处的城池飞去。落在传送阵上，江岩支付灵石后，4人传送离开，在睁眼时已经出现在一个陌生城池。这是呢？江巡走下法阵，看着守卫问道。东岭赤羽城。守卫答道。江巡点点头，带着几女离开赤羽城后，来到附近的山洞中。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确认洞穴安全，布下防御结界后，江岩看着江巡问道。我想练习一下如何控制时间，然后回到一切发生之前，改变这一切。江巡手中出现一个光球说道。掌控时间？这世上能够掌控时间的人少之又少，如果全靠自己摸索，可能需要练很久很久。江岩看着光球说道。总得试试吧。江巡叹了口气。钟离天宇与我有感情牵扯，百花宗与我又是师承和传承，双方不管谁败，又或者两败俱伤，对我来说都不是好结果。而且他和尹洛星还有个孩子，百花宗和合欢宗积怨已久，这不是你一个金丹境能解决的。江岩摇头道。这不是我一个金丹能解决的。江巡重复这句话，眉头紧皱，心中似乎有什么想法。
江巡低头沉思，想要抓住这个念头，猛地灵光一闪，如果我能回到顾灵玉和尹洛星尚未建立宗门，又或者更早，比我境界更低的时候，我就能阻止了吧。江巡激动地说道，直接从根源解决问题啊。你别冲动。江岩连忙抓住江巡手腕，如果你在那个时候阻止这一切发生，可能会没有百花宗或合欢宗，那么你没有加入合欢宗，作为凡夫俗子，可能早就死了。你也许能阻止这一切，但你可能会变成一个死人。时间不能乱来的。是啊。林清婉也连忙跑到江巡身旁，如果没有你，那我也不会认识你了，我父母都已经死了，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家人，我师姐他们也许也就不会认识我了。不行，你不能那么做。涂庆也连忙喊道。江巡闻言沉默，倒不是说被他们说动了，主要是怕自己死囚了。他们说的对，如果自己就这样改变了那么早的时间线，那会改变很多人的命运。现在说这些都是空谈。江巡叹了口气，这样吧，我先练习如何控制时间，你们三个趁这个时间讨论个办法。好。三人闻言互相对视一眼，随后点点头。咕噜，涂庆的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了起来，而后林清婉的肚子也跟着叫了。只听说打哈欠会传染的，可没听说过饿也会啊。我先去给你们买点吃的。江岩见状苦笑，说罢便飞了出去。毕竟他是元婴，一来一回的比他们俩快得多。江巡则来到山洞的角落，盘腿坐下，捧起手中光球。以往那些术法都是心念一动，按照口诀催动便可释放火焰、雷电等，但看着这个光球，只是江巡心念一动，光球便出现了，然后再无动静，哪怕江巡想着抛出这个光球都是无济于事。将光球狠狠拍在墙壁上，光球直接消失了，再抬手心念一动，光球再次出现。江巡无奈，先收起光球，然后在系统商城里寻找关于操控时间的术法，倒是有几本，最低级的都是地阶功法，而兑换价格最低也需要300修炼点。江巡当前只有130，从65到130的修炼点分别是通过尹洛星和钟离天宇得到的，这俩给的是真多。此刻若是想快速得到300修炼点，只能……江巡抬头看向林清婉等人，尹洛星、钟离天宇化作一团血雾消失后，暴怒的顾灵玉循着尹洛星的灵力急速逼近。尹洛星自然知道雷灵根的修饰速度极快，这个距离他是不可能跑掉的，当即从树丛中一跃而起，在空中施展法相。绿色女人像冲天起，如果顾灵玉以肉身相撞，带不了太大伤害，如果他施展法相，则速度会降低许多。果然，下一刻顾灵玉化作一尊闪烁着红色闪电光芒的纤细女人像，裹挟着雷电的强横一拳向着尹洛星轰来。这一拳像是从空中带下了雷电拖尾一般，速度不慢且威力强横。尹洛星控制法相，手刀裹挟着风刃迎了上去。没了9天神体，他只能用他的风灵根进行作战了。轰！一声巨响，云层开裂，周围的雨滴像是烟花一般绽放，乌云散去，连雨都停了。两人之间短暂的对视，尹洛星企图用天生媚骨控制顾灵玉，不出意外的失败了。而后云层开始重新并拢，瓢泼大雨继续落下。尹洛星和顾灵玉两刀飞出去，但很快便稳定身形。此刻圣人谷别处也在发生着激烈的战斗。待身形稳定后，顾灵玉抛出一道红色闪电袭向尹洛星，闪电体型极大，威力也是强横无比。尹洛星堪堪躲过，闪电轰在尹洛星身后的山头上，一座小山瞬间被夷为平地。在那里战斗的没有丹药可供服用的2名合体大圆满当即去见了玉帝，可见半部圣人与合体大圆满之间如鸿沟般的差距。尹洛星法相双手合十，随后双手推出，一道龙卷风从他手中攻向顾灵玉，顾灵玉也一掌挥出雷电，雷电与龙卷在两人之间相互碰撞，你来我往，几乎持平。而在他们碰撞的周围已经被砸得坑坑洼洼，地面都出现一道裂缝，裂缝开裂，在二人法相双脚之间形成一道峡谷。砰！雷电与龙卷碰的一声巨响，两抵消，裂缝也瞬间被炸成一个深坑，两人都被轰飞出去，在圣人谷之中翻滚。多少人悄悄看到这骇人的战斗，都纷纷选择逃离圣人谷。这真不是他们能打得过的。谁说女人修仙不行？这女人可太厉害了！尹洛星，你给我死！顾灵玉的法相一手撑地，一个180度翻滚稳住身形，身上红色闪电爆闪，一个箭步一脚蹬了出去，巨大的法相瞬间消失在原地，眨眼之间便出现在刚刚从地上爬起的尹洛星面前，一拳向着法相中的尹洛星轰了上去。不是，这什么节骨眼了？你还要办那事？江岩刚把吃的东西交给林清婉，江巡就拉着他往外走，说要找个别的洞穴和他办点事。我超正经的，江巡严肃地说道。江岩在半推半就下和江巡去了另一个洞穴，回来之后又换林清婉去，
林清晚回来又换江岩去。虽然不知道江巡到底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搞这种事情，但江巡一直说着相信他的，两人自然也是只能配合。毕竟他们也相信江巡不是这种是非不分的人。我们布这些阵法真的对圣人有用吗？与此同时，合欢宗内明明等人正在指挥所有弟子在整个天灵山范围内布下各种阵法，不管他有没有用，有总强过没有吧。明明看着说这话的李梦秋道：咱们这样做是不是对师父太没信心了？于言一边布置阵法一边说道：这不叫没信心，这叫防患于未然。顾晴笑道：你还能笑得出来？若兰闻声愁眉苦脸地看着顾晴，那怎么办？我现在难道要哭才对吗？顾晴耸耸肩，就算是要死，至少死得好看一点不是？你们百花宗的人还挺臭美，百花宗不是没有男人吗？妍妍闻言说道：这不是为了保密自己的身份，在你们合欢宗学的陋习吗？顾晴笑道：师父，江巡他们没事吧？涂婉三人来到明宁身旁问道。明宁则拿出一枚玉佩，这枚玉佩连接着江巡的弟子令牌，一旦江巡身亡，弟子令牌会碎裂，玉佩也会跟着碎裂。看到玉佩没事，几人也松了口气。明宁又拿出连接涂庆令牌的玉佩，同样是安然无恙。我就知道小师弟会保护好师妹，不会出事的。花白蕊也松了口气说道。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谢冷瞥了花白蕊一眼道。若云此时从合欢殿的方向飞来，落在明宁面前。师父，合欢宗宝库下的密道我看过了，那边也出不去。那边本来是没有在护山大阵范围内的，看来是师父他们找机会补上了。若兰闻言叹了口气，那是唯一可能出去的地方了。砰！一声巨响，尹洛星的法相被顾灵玉一拳打穿，若不是尹洛星及时缩小法相，这一拳就会打在他身上。随后尹洛星一个瞬闪与顾灵玉拉开距离，法相迅速修补并恢复原形。抬手之间，三道庞大的龙卷风在顾灵玉身边快速形成，呈三角状将顾灵玉包裹其中。顾灵玉尝试冲出龙卷风，法相却被卷掉几层皮，随着龙卷风开始往内缩减，准备形成一个超巨大龙卷风。顾灵玉的法相也越来越小，此刻撤去法相无疑是将肉身送进龙卷风之中，顾灵玉只能咬牙一搏。法相之上一层雷电包裹，形成一道厚实的雷电铠甲，随后直接从龙卷风内冲了出去。雷电铠甲瞬间被搅得稀碎，法相也被削掉一半的身体。尹洛星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在顾灵玉冲出法相的瞬间，尹洛星手中出现一把萦绕淡绿色光芒的绿色剑柄的长剑，与此同时，法相手中也出现一把巨大无比的铜款，一剑向着顾灵玉劈了上去。顾灵玉立刻撤去法相，身体被雷电包裹，急速移动，堪堪躲过此剑。但巨大绿色长剑带起的强风直接将顾灵玉整个人掀翻出去，如同一颗坠落的流星般弓着腰不受控制地向远处飞去。轰的一声，肉身砸断一片树林，最终砸在山体之上。山体都已经出现了裂缝，裂缝蔓延直至数百米才终于停止。顾灵玉也喷出一大口血砸在地上。本就丹田受伤的顾灵玉此刻难受至极，但半步圣人的实力，身体恢复的速度也十分之快。再配合上顾灵玉立刻吞下大还丹，在尹洛星撤去法相，利用风系术法以极快速度来到他面前时，顾灵玉已经从地上站了起来。到了顾灵玉和尹洛星这个实力，若非一击必杀，几乎很难杀死对方。顾灵玉也没有多余的废话，直接抄起长剑攻了上去。尹洛星也立刻出剑抵挡，两人从法相战变为肉体战斗，双方剑招刀刀要命，招招凌厉，根本不给对方任何喘息机会。飓风与雷电相撞，双方不相上下，长剑不断相撞，两人施展各种身法与剑法进行交战，从坑坑洼洼的地面打到倒地一片树林，又从树林打到空中，又从空中打到云层之上，所过之处皆是废墟与混乱一片。若非尹洛星和江巡换了体质，此刻可以使用更多术法打得受伤的顾灵玉措手不及，但若不是和江巡换了体质，他也没办法让顾灵玉被钟离天羽打伤，这可能也是因果的一种呈现。4个小时过去，第5次了，你没完了。江岩第5次来到江巡这边的洞穴，看着江巡一脸无语地说道：最后一次了。江巡也是为了得到修炼点，不惜省略了享受的过程，纯是为了修炼，速度自是快了不少。唉，江岩叹了口气，还是走向江巡。又是1个小时过去，江巡总算凑够了300点，在系统商城换到那本名为十之苍穹的功法。系统换出来的功法并不会以实体的方式呈现，而是直接进入江巡脑中。这样一来，江巡可以瞬间掌握这本功法的修炼方式和所有内容。不出所料的，白色的光球果然也是掌控时间的一种，但需要通过特殊的方法和口诀才能催动，和其他术法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江巡消化完所有内容之后，开始按照功法的口诀运转十之苍穹。
白色光球在江巡手中出现，江巡试着运转功法口诀，片刻后，光球毫无反应。操！到底是哪出问题了？江巡气得握拳，一拳砸在地面，直接砸出一个小坑，没了钢筋铁骨，又没用灵力包裹，手指估计也是肿了。可就在这时，那拳头中的白色光球开始散发光芒。江巡连忙抬起手，张开手掌，在他又诧异又吃惊又像吃了一口屎一般的表情下，红肿的手指开始愈合了。这光球是他娘的治愈术法，不是操控时间。顾灵玉，今日我必杀你！圣人谷内，顾灵玉和尹洛星二人用剑交手数个小时，两人都没有肆意挥霍灵力，一方面是多年未交手的试探，另一方面是还想留着灵力争夺胜位。痴心妄想！顾灵玉胸前起伏不断，握剑的手轻微颤抖。他最擅长的除了操控雷电之外，自然便是媚术。可尹洛星的天生媚骨体质恰恰抵挡了他的媚术，他的媚术也抵挡了天生媚骨，所以此刻两人都只能使用灵根交战。风与雷的灵根相互之间旗鼓相当，一时间两人也是难分胜负。这也是当中黎天宇死后，尹洛星会直接出来直面顾灵玉的原因。现在是他胜算最高的时候，为了杀你，为了百花宗和合欢宗的弟子，即便我放弃这个圣位也是在所不惜。尹洛星说着，手中圣气绿色光芒大作，圣人谷中四处涌出大量藤蔓，向着顾灵玉缠绕而去。这并不是尹洛星的力量，而是他手中这把圣品长剑的力量。凡圣气武器都会拥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操控植物，操控雷电，操控山石，凭空生成瀑布、沙漠、冰冻之力等等。在网上的神器和仙器获得的特殊力量自然更为强悍。然而要催动这种力量会消耗使用者大量的灵力，所以此前尹洛星未曾用过。顾灵玉见状，长剑红光大作，红色闪电夹杂着火焰，形成雷火，瞬间便将周围涌来的藤蔓烧得一干二净。这真是治疗草了蛋了。江巡用剑划破自己的手掌，再用光球接触手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手掌渐渐被光球治愈。你别说，治疗的还真他娘的快。但江巡现在要的不是这玩意啊，可他确实亲眼看到自己从未来穿越而来，而且那个自己也就是金丹大圆满的实力，一定就是当时那个时间最多13个小时之后的自己，确确实实是穿越了的，所以他身上绝对有可以穿越时间的能力。到底是哪来的？江巡盘腿仔细思考自己全部的东西。首先，血涌天罗、天灵剑法、御焰枪法、锁阳诀都不存在穿梭时间的术法，哪怕是练到大圆满也没有。时之苍穹需要配合时间类的灵根或体质，江巡并不存在这种条件，所有功法排除。系统内也没有之间穿越时间的选项，也没有发布能穿越时间的任务。你能让我穿越时间吗？江巡看着系统页面，心中想到。定，穿越时间可选择兑换掌控时间类功法进行修炼，兑换拥有时间穿梭能力的圣器、神器、仙器或系统发布需穿越时间的任务时，可带宿主进行一次往返。圣器，江巡见状眼前一亮，连忙拿出天降，扫描当前圣器。定，圣器名称天降，圣器长度181m，圣器材质天云铁、恒金、寒月银、妖王血。圣器特殊能力掌控时间，圣器特殊能力激活条件滴血认主。操，原来是你小子！江巡见状一拍大腿，又从指尖逼出一滴精血滴在天降枪尖，这滴精血顺着天降的饮血槽往下滑落，渐渐融于枪身之中。随着枪身金芒大作，已然认主成功。是时候了。圣人谷。就在尹洛星和顾灵玉动用圣器之后，一道黑影从乌云之中落下，手持两把弯刀直接抛出。两把弯刀裹挟着火焰，是要把尹洛星和顾灵玉直接消手。得手了。真当他眼看着弯刀斩向两人脖颈，尹洛星和顾灵玉也都看向对方。刹那间，合体大圆满的男子失魂落魄，同一时间中了两个人的媚术。两把弯刀也停在二人脖颈5厘米处，不能再前进半分。随后几乎是同时，两把弯刀同时调转方向，向着尹洛星和顾灵玉互相砍去，在中间对撞后散落在地上。那男子也是身体不断颤抖，在尹洛星和顾灵玉的控制之间相互拉扯，一瞬想去攻击尹洛星，一瞬又想去攻击顾灵玉。看得出尹洛星的天生媚骨和顾灵玉的媚术完全不相上下。我的脑袋，我的脑袋！片刻后，男子抱着头在地上哀嚎起来，顿时是七窍流血，口吐白沫，直接瘫在地上。在神魂的拉扯上，他的神魂受到了巨大冲击，已经是神魂碎灭了。靠着区区天生媚骨的体质，居然抵得上我数百年苦修的媚术。可恶！
顾灵玉看到这一幕，心里当然十分不是滋味。可修仙界向来就是这么不公平的，就好像那男子苦修100年甚至1000年才到合体境大圆满，却抵不过他们俩一个眼神。顾灵玉和尹洛星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极强的杀意，他们都准备拿出最后的手段解决对方。刹那间，一道缠绕着红色闪电的领域和一道狂风乱舞的领域自两人身上同时展开。两人领域对撞之后，他们进入了一个狂风与雷电交织的空间之中，狂风暴雨完全被隔绝在外。在这领域中，两人身周足足有1000丈，而在外人眼中，他们已经完全消失，只有空中一个半径5米的黑球取而代之。在领域中的雷电和狂风都可以由两人完全支配，威力十分浩大，可使1000丈之内的一切都被装进领域并完全摧毁。当只有一个人使用领域时，有2种方式关闭领域，一是术者自愿关闭，二则是术者死亡。可当两人同时使用领域，2个领域相融，若有一方提前撤去领域，便会完全落入地方领域，再无翻身和开启领域的可能性。换言之，就是必死无疑。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2个不死一个都跑不了。给点反应啊！洞穴内，江巡拿着天降胡乱挥舞，可不论如何都无法使天降产生穿梭时间的作用。江巡尝试往天降里面注入灵力，只是让天降的金色光芒更大了一些。你想启用圣器的特殊能力？江岩迟迟不见江巡回来，也没喊林清婉过去，于是便飞了过来，看到江巡的行为说道：是啊，怎么没用呢？江巡点头道：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到圣器的，但若想启用圣器的特殊力量，需要注入巨大量的灵力，以你现在金丹境的修为是远远不够的。江岩来到江巡身边说道：那需要多少？江巡闻言停止注入灵力，看着江岩问道：至少炼虚境。江岩苦笑道：而且一般只有炼虚境以上的修士才能搞到圣器。听到需要炼虚境的实力才能催动圣器，江巡也是服了气了。如果自己去找别的炼虚境给自己输送灵力，人家凭什么帮他？看到一个金丹手上拿着一把圣器，怎么可能会没有动手抢夺的想法？如果自己练到炼虚境，又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去。而且一旦钟离天宇他们从圣人谷出来，一定会追击他们，根本就没有练到炼虚境的时间。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师父……哦，我在天白门的师父，现下应该已经是炼虚境，我可以联络他来帮帮我们。江岩看着眉头紧皱的江巡道：我不得不说，你师父那个人品，我是真不敢相信。江巡看着江岩说道：为了一个丹药，把自己从小带到大的弟子都送出去了，更别说一个和他毫不相干的人手里拿着一把圣器了。江岩闻言也撇撇嘴，丝毫没有反驳的余地。可未来那个自己……哦，可能是合欢宗的掌门，又或者是百花宗。对啊，可以去找尹明玉啊。尹明玉一定达到炼虚境了。如果14个小时前尹明玉就带着百花宗的弟子赶往合欢宗，那么此时他们应该还在前往合欢宗的路上。要想找到尹明玉的话，需要在半路截住，否则根本来不及。百花宗到合欢宗的必经之地一定得是天灵城，我们得去天灵城。江巡看着江岩道：回天灵城？你知道我们现在离天灵城有多远吗？江岩一愣，随后说道：多远？赤羽城位于东岭的最边缘地带，从这里到天灵城有2万多里，而且我已经没有灵石可以用来传送了。江巡闻言哑然，2万里？之前他们传送了3000里，在此之前，钟离天宇他们到底把自己等人带到哪去了？这跑得也太远了吧！等他从这飞过去，圣人谷早就已经结束了，一切都晚了。偏偏江巡还没有联络尹明玉的传讯玉筒。江巡在哪？而就在此时，江巡耳边传来了尹明玉的声音：我是幻听了吗？江巡往山洞外看去，一脸疑惑：没，有人喊你，该不会是他们出来了吧？江岩一脸紧张地拿出长剑，身体下意识挡在江巡面前，毕竟他比江巡强啊，至少他这么认为。没事，不是来找事的。江巡拍了拍江岩，给他一个安心的眼神之后往外走去。另一个山洞中，林清婉和涂庆也从另一个山洞悄悄往外看，但涂庆从小跟着明明去往合欢宗，根本没见过尹明玉。宗主。江巡从洞里飞出，像见了亲人似的，恨不得直接扑在他身上。万幸见到你了，我刚从合欢宗过来，合欢宗被护山大阵围着，进不去也出不来，明明让我来找你，说你会有办法的。尹明玉也焦急地看着江巡说道。4个时辰前，带着大部队飞行速度实在太慢，尹明玉决定自己先走一步去合欢宗看看情况，没想到却看到合欢宗里乱糟糟的，传讯也传不进去。通过一个向他求救的外门弟子得知合欢宗出了大事，尹明玉便让他去喊明明。见到明明之后，从明明口中得知情况，虽然传讯传不出去，但是面对面还是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的。明明告诉尹明玉来找江巡，具体的情况
江巡会告诉他，主要还是害怕他们说话期间顾灵玉他们来了。宗主，您是怎么找到我的？江巡听后问道。凡百花宗弟子吃过百花宗的食物，体内就会有花种，我可以通过这个花种找到百花宗任何人。尹明玉解释道。难怪那个时候会在百花宗吃顿饭。江巡闻言撇撇嘴，原来你是百花宗的啊。江岩看着江巡诧异道。江巡给江岩解释事情经过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他是百花宗的人。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尹明玉打断江岩，看着江巡问道。宗主，咱们进来说。江巡指着洞穴道。尹明玉也点点头。待走进洞穴后，几人聚在一起，江巡把整个事情经过都讲了一遍。所以你现在需要我给你传递灵力，通过这把天降回到一切发生之前。尹明玉听后说道。对。江巡点头。回去之后呢？你打算怎么办？回去之后肯定会和之前一个情况，你会见到另一个你，同一个时间存在两个你，你得想办法不引人怀疑。尹明玉说道。你们想到办法了吗？江巡看向江岩等人道。我们商量了一下，你回去时候身上应该是有明长老的令牌的，可以自由通过未封闭的护山大阵。江岩几人对视一眼，然后由江岩来说。回去之后，你在天灵山外联络最不会引起太上长老注意的外门女弟子，由这个女弟子悄悄送信给明长老，让他提前做安排，在义务堂布下天罗地网，将他们灵力封印，把他们抓住。这个女弟子满足这个条件的同时，还得是我能相信的。江巡闻言点点头沉思。林清婉举手说道。你可以回到我还没入内门，而且即将步入内门的时候，这样我进入内门不会引起任何怀疑，而且我100%相信你。对，而且林清婉还在你的引荐下加入玉月堂的，这样给明长老送信也很正常了。涂庆也连忙说道。别费劲了。就在此时，山洞口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众人回头看去，又是浑身是血的江巡。几个意思？江巡看着黑衣江巡问道。尹明玉看到这场面也是愣了一下。和你接触的所有人都在钟离天宇和顾灵玉的重点关注下，外门的林清婉、梁云韵、侯蕊，甚至当初买丹药的那几个连名字都没问的，谁都不行。黑衣江巡捂着胸口瘫坐在地上，看上去奄奄一息。你这话的意思，这些人你都是过了？你回去几次了？江巡皱眉问道。黑影江巡苦笑。我只回去过一次而已，但我前面那个咱们说他是第37个回去的，那我就是38了。说点有用的，然后抓紧时间死一死。江巡闻言道。听到江巡这话，尹明玉几人也是无语极了。绝对不要从合欢宗内部入手，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中，甚至又一次有一个我们在那晚试图杀掉钟离天宇，他成功了，钟离天宇死了，但暴怒之下的顾灵玉吞下丹药，突破半步圣人，整个合欢宗和百花宗生灵涂炭，顾灵玉和我们玉石俱焚了。还有一次刚出关的时候去找钟离天宇那次，趁顾灵玉在刺绣从背后偷袭，将顾灵玉击杀，钟离天宇服下丹药突破半步圣人，结果又是玉石俱焚。这么说来，必须同时干掉他们2个人才能了结这事。江巡闻言皱眉道。可他从来没想过对钟离天宇动手，这是不可能做得到的。黑衣江巡苦笑，脸色一变，一大滩黑色鲜血喷涌而出，整个人萎靡到了极点。这是钟离天宇给我们的极品化阴丹，他留了一手，丹药有毒。江巡闻言一愣，想到那晚之后钟离天宇给他留下一枚极品化阴丹，没想到这丹药竟是毒丹。虽然有极品化阴丹的作用，可一旦我们做出对他们不利的举动，钟离天宇就会催动丹药中的蛊虫，让我们生不如死。你现在还没吃吧？黑影江巡看着江巡道。没。江巡摇摇头。你才金丹2层，他都元婴了，你是从很久之后回去的吗？江岩闻言看着黑衣江巡问道。黑衣江巡没有说话，抬头和江巡对视，只有他们知道他们此刻随时都能服用丹药突破。黑衣江巡一定是回去之前为了做好准备，所以服用了丹药突破。江巡原本也正有此意。我时间不多了，你们最好想清楚再动手。最后一句忠告，每个时间线里只能存在一个我们，如果同时存在2个，那么后来的那个，也就是回到过去的你，会在5分钟内死亡。因为时间之力不允许出现多条时间线分裂的情况，如果同一时间存在2个你，那么同一时间可能存在4个、8个、16个，甚至上万个你，这样世界就彻底乱了。过去之后，你无法回到现在的时间，如果你想在那个时间线活着，你必须杀掉那个时间线的自己，完全代替它，这样一来会形成一条新的时间线，那条时间线之后的时间全部是空白的，需要重新创造。什么意思？江岩听得一头雾水。一根裹满酱汁的面条，因为你不喜欢吃酱，把它放在清水里涮成原本的白色，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黑衣江巡形容道，越往后说语气越虚弱。这倒是很易懂了。
几人都点了点头。最远能回到多久之？江巡话说一半停了，因为那个黑衣江巡已经咽气了。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2个你了，太诡异了。看到黑衣江巡咽气，江岩撇嘴道。江巡挥手，一团火球直接把黑衣江巡烧得一点不剩。总不能来一个他就埋一个吧？他的形容或许并不是很贴切，那根面条就算在水里涮了，也还是会有酱汁的味道。最好的方法是丢掉它，重新换一根，相当于让这条时间线彻底停在这里，然后江巡去了另一条新的时间线。因为这条时间线再这样下去的结果，只会是所有人全部死亡，必须重启另一条时间线。不能这么想。他说的不能活超过5分钟，只是前面那36个江巡总结出来的经验。如果真相是不和那个时间的自己见面，自己想存在多久就能存在多久呢？他一共见过2个黑衣江巡，都是重伤而来，想必是在那个时间经历了战斗。那么这2个江巡都是杀掉了那个时间线的江巡才活到现在的。你现在想的我都知道。突然又响起江巡的声音，几人吓了一大跳，浑身都颤了一下。刚才死掉的被烧成灰烬的江巡突然又出现在那里了，而且身上的伤全部恢复如初，整个人精神百倍。回魂丹是让你这么玩的吗？江巡看着他无语道，稍微想一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大概是半个小时后离开的你，我经历了和你之前经历的完全一模一样的事情，想的也是不和自己见面就能活着，但是上一个我们复活过来告诉我不是的，即使不见面也会死的。既然有回魂丹，你这次就慢点说，说清楚点。江巡看着他说道。没有了，刚才那是最后一颗。黑影江巡摇摇头。怎么可能？江巡闻言皱眉，手上有10颗呢。为了听清楚上一个我们讲的话，他吃了10个回魂丹，我又让他吃了9个，一共给我讲了1个多小时，否则我怎么会对这事清清楚楚？我为的就是一旦失败，能够把事情清楚的转述给你。话说到这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和我经历的不一样了。你丫不是来骗我回魂丹吃的吧？江巡闻言顿时无语，再为他吃9个，给下一个自己做嫁衣。扯淡，我才不会那么做，这可是自己当前安身立命的东西，何必浪费在一个必死之人身上？当然不是，我自然希望你是最后一次回去的人。黑影江巡笑道。我找到了能够完全穿越回当初那个时间的自己身上的方法，和完美处理这一切的方法。什么办法？江巡立刻问道。如果能回到那个时间的自己身上，且保留现在的记忆，那才是江巡想象中的时间穿梭啊。用我血祭天降，我的血就是你的血，这会将天降与你的联系增强到最强，如此一来便能掌握完美的时间穿梭。黑衣江巡看着江巡道。等一下，你该不会是想杀掉他来代替他，再执行你的方案吧？江岩闻言顿感不妙，连忙挡在江巡面前。瞎扯，尹宗主在这，可能让我成功吗？黑衣江巡笑道。江岩闻言也是一愣，他说的确实有道理啊。那方法呢？完美解决这一切方法。江巡问道。回到半年之前，和钟离天宇那一夜之后的那天，然后去义务堂，让顾灵玉爱上你，不要把这事传出去，等待一切有序发生，再等尹洛星来要和你生孩子，让他用另一个嘴和你产生感情。生孩子？尹宁玉和江岩、林清婉3人都是一声惊呼。你和钟离天宇睡了？尹宁玉自然是诧异他师父和江巡要生孩子，江岩和林清婉则是诧异江巡好像有个孩子。等一下，这是不能说，尹洛星会回来和你同归于尽的，当时发了誓的。江巡连忙说道。无所谓，我马上也要死了。黑影江巡摇摇头。等你和尹洛星、顾灵玉、钟离天宇都有感情之后，他们之间的战争就会因为你而演变成争谁是大谁是小的小打小闹，这一切就平静了。江巡闻言眉头紧皱，这行不行啊？不过这确实是自己才能想得出来的办法啊，不管行不行，这总归是一个最靠谱的办法。好了，快动手吧，我只剩1分钟了。黑衣江巡站起身来，来到江巡面前，张开双臂。江巡点点头，起身拿出天降，没有丝毫犹豫地捅进黑衣江巡心口，随后开始将他浑身鲜血引入天降。浑浊的血液将整个天降包裹，当血液完全进入天降消失之后，黑衣江巡看着江巡直挺挺倒在地上，江巡也感觉到自己和天降的联系更加紧密了。随后江巡又是一团火焰将黑衣江巡烧得干干净净。江巡待江巡做完这些后，只感觉后背一凉，回过头去，尹宁玉正眯眼看着他。宗主，咱们先忙正事吧。江巡略带尴尬地看着尹宁玉道。尹宁玉冷哼一声，强压自己心中的无名火，看着江巡道。这是记忆花，可将你记忆中发生的事情注入花蕊中，再通过灵力扩散给你想让他们知道这些记忆的人。等你回去之后，可以去百花宗找到这个花，注入记忆，催动记忆花把你想的记忆共享给任何人。我再教你一个速语术，可以让你短时间内把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部说出来并被理解。等你彻底救了所有人之后，一定要把这些记忆和发生的事情都告诉我们，
那样的话，我们就还是我们，你懂我意思吧？懂的，懂的。江巡点点头，收下记忆花。哪怕回到过去，代替过去的自己，江巡也还是江巡。有了记忆花，江岩他们就还是现在的他们。接下来教你口诀。山洞深处，跑了。已经换了一身新衣的顾灵玉来到关押江巡的山洞中，看着山体上那个巨大坑洞口中青南。最后一战，到底还是顾灵玉赢得胜利。领域中，尹洛星的身体被劈得残破不堪，一块骨头渣都没剩下。回魂丹落入他的血液之中，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挥作用。在这段时间里，顾灵玉恢复体力，用媚术控制了10个合体大圆满的男人帮他战斗。媚术已经深入神魂，尹洛星也已经无法争夺控制权。尹洛星也是运气不好，本打算等到最后顾灵玉清理完所有人之后，一定要杀掉这10个人才能得到圣位的时候，杀顾灵玉一个措手不及。怎料他专注于隐藏自己跟踪顾灵玉，自己却被人偷袭了。还手的时候，这熟悉的灵力自然引起顾灵玉的注意。这下尹洛星被10个合体大圆满加一个半步圣人围攻，死得很惨。顾灵玉也成功拿到圣位。复仇心切的顾灵玉直接在圣人谷拼死引动天劫进行渡劫，强行突破圣人境成功。待看到江巡等人已经逃走之后，顾灵玉没有丝毫犹豫，从江巡和江岩挖的那个洞飞了出去，目标直指合欢宗。这移动速度快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半炷香的时间便已经来到合欢宗。这几乎是尹明玉前脚刚走，顾灵玉后脚就来了，因为钟离天与生死，顾灵玉完全像是疯了一把，冲进护山大阵，就像是猛虎冲进羊圈一般。所有的阵法在他面前都如同不存在一般，他将所有人都拉入领域之中，漫天红色闪电将所有人劈成了一片又一片的灰尘。当领域再开启时，整个天灵山已经被夷为平地。别说明明等人，就连一片叶子都没能活下来。除了那个你说的方法，你还要做好回去之后并没有在自己体内的情况。到那个时候，你只有一个办法，先不顾一切的杀掉当初的你自己。口诀和速语术都教完后，尹明玉看着江巡严肃道：放心，我心里有数。江巡的点点头，同时他把所有的储物戒和储物袋以及身上除了天降之外的法宝都丢进系统空间。系统空间终究还是有穿越时间的能力的，如果自己回去之后系统空间里有这些东西，那自己就有双份了。20颗回魂丹什么的。宗主，介意把你的储物借给我吗？江巡看着尹宁玉说道。要我的储物借做什么？尹宁玉闻言疑惑。你如果附在自己身上，这些外物是带不回去的吧？万一没附上，您这些东西我不就用得到了吗？江巡笑道。说的也是。尹宁玉点点头，确实也是这么个道理，便把储物戒摘下来，抹去神识，交给江巡。里面东西很多，我7788速语术。待尹宁玉用速语术把戒指里有什么东西和那些东西的作用告诉江巡后，江巡点点头，催动天降。速语术一共只用了不到1秒时间而已。加油，我等你让我想起来这一切。江岩也顾不得人多和害羞，上前亲吻在江巡的脸颊上。我也等你。林清婉连忙吻在江巡另一边。我，江巡，尹宁玉。江巡刚准备开口说话，外门猛地传来一声怒嚎，一道红色闪电正以急速从远处接近。顾灵玉，快走！尹宁玉见状连忙喊道，同时为江巡传功，助他催动天降。江巡也不能再继续犹豫，立刻催动天降。这一刻他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前面的江巡都在说过去而不谈未来。因为此刻就是江巡生命的最后一刻，无论再来几个江巡，他们最多也只能和刚才的黑衣江巡一样回到半个小时前。轰！金色光芒大作，江巡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光芒之中。江巡最后一眼看到的是倒在血泊中的江岩和尹宁玉等人，和面前半米处顾灵玉那张狰狞的美脸。江巡敢保证，这表情绝对是他一辈子的阴影。江巡在睁眼时，面前是一条金色的长河，手中握着天降，四周全部都是一片金色光芒，除了这条大河之外，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正当江巡疑惑时，河面上突然出现画面，那是江巡倒在血泊中的画面，这里也是河流的末端，再往下就是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渊瀑布，看来江巡的人生便是结束在2秒之后的。江巡一边往上游走，一边看着河面上面的画面，从他和尹宁玉学习速语术到尹宁玉刚来的时候，代表越往上游走时间就越往前。可奇怪的是，这些画面中并没有那个黑衣江巡的存在。江巡一路飞到上一个黑影江巡来的时间，10几个小时前，没有自己埋葬那个黑衣江巡的画面，也没有他来过的画面。想来这便是时间线强制性修正，抹除了他们的存在。这条河便是所谓的时间长河了。江巡心中想到。摸索明白之后，江巡加速往前飞去，一直来到他刚出关来到异物堂的片段，直接把天降收进系统空间，一头插了进去。
一股窒息感传来，直到江巡窒息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待江巡再睁眼时，眼前已经完全变样。此刻他正身处于义务堂100米开外。江巡缓了片刻，随后抬手查看自己的衣服，和刚才穿的不一样，是刚出关时换的那套白色锦袍。他确实回到这个时间的自己身体中了，而且还保留着记忆。江巡又立刻打开系统查看，系统空间内20颗回魂丹，尹宁玉的储物戒也在。不但如此，天降也有2把，这代表系统果然跟着一起回来了。实力，江巡连忙探了一下自己，按照刚出关的自己，此刻应该是金丹7层，金丹大圆满，实力也是我的实力。江巡探测到这一点之后，很是兴奋。待整顿好自己这些情况，压制住自己兴奋的心情之后，江巡深深呼出一口气，随后走向义务堂。哦，你倒是很久没来了。走进义务堂，正坐在吧台刺绣的女人抬头看了一眼，发现是江巡后说道。江巡看着她，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顾灵玉的伪装真的是一点都看不透。你那个刺绣还没绣完啊？缓了一下之后，江巡看着顾灵玉问道。本来就是打发时间用的，绣那么快干嘛？顾灵玉的点点头，说出了和之前一样的话。找连琴的话，他在后面。不找他，我找你。江巡强行让自己不去想顾灵玉那张狰狞的漂亮脸蛋，走到吧台前趴在桌子上。找我？买东西。顾灵玉闻言放下刺绣问道。你这次的是什么？江巡低头看向刺绣，这么仔细一看，似乎是个人形，而且越看越眼熟。想到什么就刺什么呗，你该不会想买刺绣吧？顾灵玉笑道，装的是真好，一点都不像那个冷冰冰的顾灵玉。就在此时，江巡倒吸一口凉气。他知道他不该，但他实在没忍住，因为他看出刺绣是什么了，是尹洛星。顾灵玉刺绣的那张图是尹洛星，而且他提到那张刺绣的时候，语气中有些爱意。刚才还说了，想到什么就刺什么。顾灵玉在想尹洛星，而且不是仇恨的那种想念，而是爱，或者是思念。天哪！江巡的心中有一个吓死他自己的想法。怎么了你？顾灵玉看着江巡的反应，不禁问道。没什么。江巡连忙摇摇头，随后说道。对，我是来买东西的。我总听说合欢宗和百花宗之间积怨已久，想知道合欢宗和百花宗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江巡索性问道。买情报？顾灵玉眉头微皱，心中暗自思忖。他怎么会问这个？义务堂在合欢宗建立之初就有了，这种情报应该是在出售范围内的，我若是不卖，会被怀疑吧？圣人谷随时可能开启，这个时候不能出问题，只能卖给他了。买情报，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江巡点点头。这条情报的话，1000灵石，你接受吗？顾灵玉整理好思绪之后笑道。好。江巡果断点头。顾灵玉见状点点头，从吧台走出来，来到窗边的茶桌旁。坐吧。好。江巡快步来到茶桌另一旁坐下。顾灵玉给江巡递了一盘瓜子，又开始给江巡沏茶。知道顾灵玉身份的江巡，此时也不知自己是该感到荣幸还是害怕。那是1000年前合欢宗建立之前的事情了。顾灵玉给江巡倒茶，把茶杯推到江巡面前。1000年前，合欢宗的开宗祖师，也就是现在的太上长老顾灵玉，在天灵城与百花宗开宗祖师尹洛星在机缘巧合之下相遇了。江巡低下头，一边嗑瓜子缓解紧张，一边听故事。当时的天灵城属于是东陵古拳皇朝的皇城所在，为了占领古拳皇朝，无上皇朝对古拳皇朝展开一场战争，将古拳皇朝的全部领土占领，并在1000年前攻入天灵城。整个天灵城生灵涂炭，顷刻之间皇宫便被攻破，古拳皇朝全面投降，古拳圣皇被捕做人丹，皇后被凌辱致死，皇子全部战死，只有年纪最小的公主逃了出去。人丹是？江巡打断顾灵玉问道。想要成为大成境圣人，必须亲手斩杀一位圣人，或是通过圣人谷争夺圣位。所谓人丹，就是拥有圣位的人被封死灵力之后关押，以作为合体大圆满突破到圣人境的丹药。顾灵玉解释道。哦。江巡点点头，却在顾灵玉眼中捕捉到转瞬即逝的悲伤。这个公主名叫古灵玉，她古灵玉？江巡一头问号。正是合欢宗开宗祖师。顾灵玉点点头。为了掩人耳目，后来把古姓改成了顾姓。你能不能不要一直打断我？好，你说。江巡连连点头。原来顾灵玉是一个覆灭皇朝的公主啊。古灵玉逃出皇城那年只有13岁，举目无亲，身无分文，靠着战后每天一餐的赈灾粮活了2年。15岁那年，天灵城重新恢复以往的繁荣，赈灾粮也停止发放。古灵玉化名顾灵玉去找客栈做工赚钱，却被嫌弃浑身脏乱，恶臭不堪，不肯收留，一直找了5家，总算有一家酒楼愿意接纳。
并给他钱让他梳洗干净再来。顾灵玉去洗了澡，换了干净衣服，却因为出众的样貌和公主的气质，被动了坏心思的酒楼掌柜强行卖到青楼。正当要签下卖身契时，尹洛星出现了，他阻止了酒楼掌柜，并花大价钱从青楼和掌柜手中买下顾灵玉，带顾灵玉去饱餐一顿，并给顾灵玉买了一身崭新的衣服。当时和尹洛星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老年男子，是尹洛星的师傅。尹洛星说服他师傅收顾灵玉为徒，从那之后，三人便安顿在天灵山一同修炼。尹洛星和顾灵玉也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100年过去，因为迟迟无法突破元婴，寿元已尽的师傅身死道消，二人将师傅埋葬在天灵山。从此之后，两人相依为命。又是100年，因为二人都是单系灵根，体质又非同一般，修炼速度十分之快，没多久便超过了他们师傅的成就，突破元婴境。突破元婴之后，尹洛星自认已经超过师傅，于是开始懈怠，在天灵城购买了不少画本读物之类的东西，深受吸引，萌生了想要生一个孩子的想法。这个想法让顾灵玉十分难受，因为他的一生几乎是和尹洛星一起度过。在看过那些画本之后，顾灵玉明白自己是爱上了尹洛星，但他又无法开口，更无法为尹洛星生一个孩子。尹洛星是个行动派，想到生孩子便去天灵城物色能入他眼的男子，这一找就是数十年，两人的境界都到了元婴后期，可尹洛星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顾灵玉这数十年也深受其扰，数次险些走火入魔。为了让尹洛星不要再乱跑，也为了说不出口的爱，顾灵玉决定亲自为尹洛星物色一个男子，提议在天灵山开创宗门，广招男弟子。这样一来，不但能有自己的势力，给尹洛星物色的男子也能修仙，和尹洛星长相厮守。之前说过了，尹洛星是个行动派，立刻便行动起来。二人合力将山石凿穿，将树木放倒，花费10年时间，在天灵山建立一个小门派，名叫心灵门。有2位元婴坐镇招募男弟子，又都是美人，上山的弟子络绎不绝。随着名声越来越大，不远千里而来的弟子也不在少数。尹洛星便看中了其中一个世家子弟。那二人你有情我有意，水到渠成地走到一起，这让暗中观察的顾灵玉心中十分不是滋味。好在两人始终保持距离，没有亲密的举动，让顾灵玉还能平心静气。3年后，尹洛星兴冲冲地告诉顾灵玉，他准备和那世家子弟成婚。顾灵玉如遭雷击，但还是恭喜二人，并为二人筹办婚礼。大婚之夜，尹洛星房间熄灯之时，知道尹洛星与那男子3年来相敬如宾，此刻完婚会如何疯狂的顾灵玉再也无法忍受，冲入屋内，提剑将男子击杀。尹洛星不解询问缘由，得知顾灵玉心意之后，悲伤与吃惊的情绪涌上心头。最终尹洛星没有和顾灵玉动手，带着男子尸体飞离天灵山，再也没有回来。顾灵玉不解，难道与男子欢好，与男子生子，就比他们数百年的感情还重要吗？100年过去，已经突破到炼虚境的顾灵玉始终没找到尹洛星踪迹。顾灵玉便开始了解男女之事，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你不是对生孩子很感兴趣吗？好啊，那我便创立一个男女欢好的宗门，以此来骗你我愿意接受男子，并不再对你有那种感情，这样你就会回来了吧。于是心灵门正式更名合欢宗。为了让合欢宗的实力显得更强，失去了尹洛星的顾灵玉找到了一个名为钟离天宇的化神境女子，许诺副宗主之位，带进宗门。合欢宗的名字一出现，便有许多情色之人纷纷上山入门。一众弟子中，顾灵玉发现部分女弟子之间也会相互产生感情，并在其中看到了很像当初的自己和尹洛星的若兰与妍妍。顾灵玉全力培养二女为未来的宗主与副宗主。又是100年后，顾灵玉得知一个名为百花宗的全是女弟子的宗门诞生，而且宗主还是尹洛星，之后便立即前往。他以为尹洛星建立一个只有女弟子的宗门是和他一样，再释放一个我接受你对我的感情的信号。可当二人见面时，尹洛星却说是当年答应了那世家弟子，一生只忠于他一人。恼怒之下，顾灵玉对尹洛星大打出手，此战二人两败俱伤。顾灵玉扬言必将尹洛星从百花宗带回他身边，哪怕要覆灭整个百花宗。从此二人分道扬镳。这就是合欢宗和百花宗的故事了。灵石我会直接从灵琴那边扣的。顾灵玉说罢，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我记得2位太上长老不是以师姐妹相称吗？听你说的，好像钟离长老是顾长老的弟子。江巡问道。那是因为顾长老不习惯有弟子，而且2人实力不相上下，又想让钟离天宇代替尹洛星在他心中的位置，于是二人便以师姐妹相称。顾灵玉说道。原来如此。江巡点点头，随后问道。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毕竟如果不问这话，才会显得很奇怪。这就不是你该问的了。顾灵玉笑道。掌柜的，你这样随意抖落长老的秘密，就不怕长老们找你麻烦吗？江巡笑道。长老们此刻都在洞府中闭关，对外面的事情自然不知，若是长老在的话，我也不会告诉你啊。顾灵玉笑道。还未讨教掌柜姓名呢。
江巡点点头问道：“不重要，你就叫我掌柜就好。”顾灵玉摆摆手：“好吧，我一直看不破掌柜的实力，看来掌柜的也是高人啊。”江巡点头说道：“什么高人？”顾灵玉摇摇头，从怀里取出平灵佩放在桌上。江巡再看，顾灵玉把他的修为压到了筑基后期，只是个平平无奇的筑基修士罢了。故事也听完了，他的丹药应该也练好了，去吧。顾灵玉把平灵佩放回怀中说道：“好。”江巡也点头站起，以免引起顾灵玉的怀疑，起身往后面走去。来到后面的时候，正好是钟离天宇炼制丹药的最后一步了，江巡便坐在一旁等着，同时心里暗自思忖，顾灵玉之所以要让妍妍和若兰嫁给那个无上皇朝十皇子，原因也是因为他父亲。他想让若兰和妍妍在无上皇朝内寻找他父亲的踪迹，伺机把他父亲救出来。届时他再突破圣人境，合欢宗便有2位圣人，数千子弟再吞并百花宗，以此来向无上皇朝发起攻击，和妍妍若兰里应外合，为古泉皇朝复仇。原来这才是顾灵玉要让若兰妍妍去无上皇朝的原因。而这顾灵玉和尹洛星应该是由爱生恨了。尹洛星要对合欢宗出手，也是为了自保，就因为顾灵玉最后说的那句哪怕要覆灭整个百花宗，这些年也没少让合欢宗找百花宗的麻烦。顾灵玉对百花宗的态度也渐渐从带回尹洛星变成了都得死。而且顾灵玉这家伙是个弯的，想把他掰直了实在是太难了，况且还有钟离天宇在身旁，想拿下顾灵玉简直太难了。他是绝无可能喜欢男人的，甚至是非常非常憎恨男人，想拿下他几乎不可能。而他之所以眼看着钟离天宇和自己过夜，后来又答应钟离天宇不杀江巡等人，应该是不想重蹈覆辙，让钟离天宇也和他反目成仇，这对他向无上皇朝复仇的目的不利，只能想别的办法了。顾灵玉和尹洛星的师傅，那个埋葬在天灵山某处的男人，如果自己把他刨出来，再用回魂丹将他复活，是否能让顾灵玉和尹洛星重归于好？能让他们俩听话的肯定只有他了吧。想什么呢？就在此时，钟离天宇来到江巡面前挥了挥手，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丹已经练好了。江巡愣了一下，缓过神看着他，练好了？是啊，都看了你很久了。钟离天宇点点头，刚出关。江巡点点头，刚出关，想着来看看你什么时候重回元婴了。你闭关的时候呗。钟离天宇耸了耸肩，找我干嘛？想你了呗，顺便看看我有多少灵石。哟，我看你想我是假，想灵石是真吧？钟离天宇白了江巡一眼，10万左右吧。这么多？你这段时间是卖了多少丹药啊？得益于你给我的丹方非常畅销，赚了不少。钟离天宇耸肩笑道，要取走你的灵石吗？好啊，放在你身上也占位置，我收着吧。江巡果断说道，这次可是知道跑路的时候灵石有多重要了。钟离天宇也没犹豫，直接把储物借抛给江巡，这是刚才买消息用的1000灵石。江巡又从中取出1000灵石抛在空中，钟离天宇一挥手，所有灵石被他收入囊中。有没有新丹方？钟离天宇接着问道。极品天皇丹怎么样？江巡看了一眼系统空间，原本他该已经没有兑换点的，但此时2个系统合并，江巡此刻仍有100修炼点，于是江巡便兑换天皇丹丹方抛给钟离天宇。极品天皇丹。钟离天宇闻言一把接住江巡抛来的丹方，迫不及待地打开查阅。这次江巡没有提出让他给自己5颗，毕竟天皇丹此刻对他已经没有用处，而且钟离天宇这小王八蛋往丹药里下毒。下毒？江巡突然想到，接下来他就会和钟离天宇提出你是否想离开合欢宗这话，恐怕就是因为自己跟他说了这些，他才会在极品元婴丹里面下毒。研究过丹方之后，钟离天宇抬头看着江巡道，没别的事你就走吧，我开始炼丹了。这么着急赶我走？江巡无奈笑道，你想看我炼丹也可以啊，这不是你刚出关，应该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吧。钟离天宇盘腿坐在中间，挥手拿来丹炉说道，我能有什么事，闲人一个。江巡摇摇头，坐在一旁。之前从未注意，此刻听到他说这种话，江巡才发现钟离天宇话里的意思，大致是你刚出关，和百花宗那群人应该有很多事情要说吧，赶紧去吧。钟离天宇闻言也没说话，开始将灵草放入丹炉之中。看得出来，钟离天宇一开始只是想代替钟连晴，但现在应该是真的对炼丹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在拿到江巡的丹方之后，他现在想做的应该就是一步步磨练自己的炼丹技术，等到以后给自己和顾灵玉炼制他们可用的丹药。你要不要天皇丹？我给你炼几颗，你之后用得到。全部灵草放入丹炉之后，钟离天宇一边控制火候一边问道，好啊。拒绝就显得不太对劲了，哪个金丹修士会拒绝极品天皇丹呢？同时
江巡也想通为什么他会给自己一颗化阴丹了。那天他和钟离天宇脱光之后，平林佩自然也离身了。那么钟离天宇自然看出自己已经是金丹7层，就快元婴了，才会留下元婴丹。今天若是再和钟离天宇发生什么，拿下顾灵玉一事会更加困难，而且他会发现自己现在金丹大圆满的实力，毕竟不可能在做那事的时候还握着平林佩啊。你不会是看上我们家连情了吧？顾灵玉从前厅走来，靠在柱子上看着江巡问道。虽然这个掌柜皮肤看上去样貌平平，但顾灵玉举手投足之间的气质是掩盖不住的，就这个姿势都看得出奇人不凡。钟师姐生得这么好看，谁会不喜欢呢？江巡看着顾灵玉笑道。那你把她娶了如何？顾灵玉笑道。啊！江巡闻言一愣，这是顾灵玉能说出来的话，他该不会想在大婚之夜又杀自己一次吧？掌柜的莫要乱说，江师弟青年才俊，又怎会看得上我这么一个炼丹的呆子？钟离天宇说道。人家江师弟都说喜欢你了，你听不出来？顾灵玉看着钟离天宇笑道。江师弟，你还是快些离去吧。钟离天宇闻言没有回头，开口说道。那好吧。江巡看出情况不太对劲，于是便点点头。那我先走了，掌柜的，再会。好。顾灵玉点点头，看着江巡离开。待江巡离开后，顾灵玉看着钟离天宇。你是真看上这小子了？这小子有点意思，算是有些好感吧？钟离天宇点头道。顾灵玉闻言眼神一凝，男人最不是个东西，这个江巡更不是什么好东西。他现在已经站在百花宗那边，是我们的敌人。他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了百花宗的，跟他说明缘由，我相信他会站在合欢宗这边的。钟离天宇说道。如果他闭关前去百花宗那次已经立誓效忠百花宗呢？顾灵玉冷声道。百花宗被吞并之后，他向我们效忠也是一样的。好啊，那你今晚就去他屋里睡，看他是真喜欢你，还是只是想睡你而已。男人都是什么东西，我再清楚不过了。顾灵玉冷笑。若他没有对我怎样呢？师姐要打赌吗？钟离天宇笑道。赌什么？今晚他若是没对我做出男女之事，待战时师姐饶他和他的女人们一命，若做了呢，任由师姐处置。应了。顾灵玉说罢转身离开。另一边，心事重重的江巡已经回到自己的院子，一杆长枪从院中飞起，刺向江巡。是花白蕊。上一次江巡离开义务堂后去找了谢冷，这次则没有去，看来花白蕊当时是在自己院子里等了很久。江巡立刻侧身躲过长枪，一把握住枪柄。同一时间，花白蕊从下方飞来，挥动手指，长枪在江巡手中不听使唤地乱晃起来，3两下便从江巡手中脱手而出。师姐。江巡抬手举在面前，同一时间花白蕊也已经手握长枪停在江巡面前。干什么？今天先不练了吧？江巡看着花白蕊说道。你小子闭关1年懈怠了是吧？花白蕊闻言转动长枪，反手握在身后，看着江巡说道。哪里的话，只是今日我还有要事在身，实在没有时间修炼枪法。江巡的御焰枪法已经3层大圆满，在突破元婴之前没必要再练了，现在还是要把时间用在想办法处理合欢宗和百花宗的事情上。你。花白蕊虽然为人激进，但同时有心细如发，他从江巡眼中看到一抹别样的神色，看上去很认真的样子，好吧。花白蕊收起长枪，抛给江巡一个传讯玉筒。若是你什么时候要练枪法，联络我。多谢师姐。江巡收下玉筒点点头。虽然不知道你怎么了，但若是有需要帮助的地方，跟师姐们说，师姐们都会帮你的。花白蕊说罢消失在江巡眼前。江巡收起玉筒叹了口气，随后落入院中，躺在躺椅上，江巡看似在发呆，实则是看着系统兑换结界。如果想要行动自如，至少要不受到顾灵玉和钟离天宇的监视。系统中果然也有类似的东西存在。30修炼点可以换到1枚引魂戒，带上引魂戒并用灵力催动后，任何人都无法感知到江巡的气息和位置，原本是偷袭所用的绝佳利器。外观与一般的储物戒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戴上之后也不会引人注意。当初留下备用的修炼点简直是太明智了。接下来还有半年的时间，可以不用太着急，如果行动过于快的话，同样也会引起注意。江巡。就在此时，涂婉从空中落了下来。就像当初涂婉所说，他每次来找江巡的时候，江巡都在和花白蕊练功，所以一直没有解开误会。这次江巡没有和花白蕊练功，涂婉便来了。涂师姐。江巡连忙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涂婉刚落地，还没来得及说话呢，就被江巡一把搂进怀里。你怎么了？涂婉愣了一下，本想说你干什么，但开口便变成了关心。闭关不顺利。挺顺利的。江巡摇摇头，就是想师姐了。在时间长河之中，江巡也看到了合欢宗的惨状。涂婉最后死的时候，
是拖着残躯躺在江巡的床上安心闭眼的。去你的，刚出来就要占我便宜！涂婉闻言，一把揪住江巡的耳朵，从他怀里钻了出来。别以为事情过去这么久，我就不找你算账了，我可还没消气呢。疼师姐，疼啊！江巡无奈地抓着涂婉的手喊道：知道错了师姐，我保证会负责的。你在院子里发什么呆呢？听到江巡说负责什么的，涂婉脸红了，一把放开江巡的耳朵，转过身去。想师姐啊，我在想着怎么跟师姐道歉呢，没想到师姐就来找我了。江巡笑道：去你的，满嘴谎话，谁信你啊？涂婉撇撇嘴道，随后抽出蛇链剑，来，让师姐看看你小子闭关出来有什么长进。涂婉说着，不等江巡开口，两个后空翻拉开距离，同时蛇链剑向着江巡席卷而来。江巡见状，侧身躲避，转动戒指，整个人消失在护山大阵感知之中。随后灵力覆盖手掌，一把抓住蛇链剑，用力一拉，把涂婉整个人拽了过来，搂在怀里。怎么会？涂婉被江巡抱着，没有感到害羞，只有深深的震惊。他可是已经突破元婴了，尽管他没有使出全力，但绝无可能被江巡如此轻易制服啊！你金丹大圆满了。涂婉不可置信地看着江巡问道。涂婉被江巡抱着，此时说话也不会被发现，这可是只有我和师姐知道的秘密，绝对不能告诉别人。江巡看着涂婉点头道：你听我说，7788速语术。江巡趁此时用速语术将事情经过给涂婉讲了个清清楚楚，随后将戒指关闭，重新回到护山大阵的检测中，总共消失的时间也只有5秒不到。出错了。正在刺绣的顾灵玉眉头一皱，仔细探知，重新感觉到江巡的存在后也放下心来，而后继续监听。而涂婉在听到江巡所说的话之后，呆呆地看着江巡。他不是不相信，他完全相信江巡所说的所有话，只是江巡也把戒指的事情告诉了涂婉。此刻戒指关闭，涂婉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不会引起怀疑。师姐，咱们不闹了，好不容易再见面，屋内一叙。江巡搂着涂婉笑道，并走进屋内。干嘛？进屋子干嘛？涂婉闻言半推半就，又有些慌乱地说道：我闭关的时候研究了一个结界，范围比较小，这结界可以隐藏气息，屏蔽感知，我叫师姐啊。江巡笑道。涂婉闻言也知道江巡是什么意思了，于是跟江巡走进屋内。你要是再占我便宜，我一样收拾你哦。知道了知道了。江巡点头笑道。走进屋内，关上门，10秒之后搂住涂婉的小腰，开启戒指。顾灵玉顿时眉头紧皱，放下了手中的刺绣。真感知不到了。什么结界？掌柜的，有极品玄灵丹吗？就在此时，有外门女弟子走进异物堂问道。有。顾灵玉点点头，先做生意。师姐，我说的你都听明白了吗？江巡看着涂婉认真问道。听明白了。涂婉用力点头。我真的没有骗你，我说的都是真的，若是你不信，我信你。涂婉的手指轻轻按住江巡的嘴唇，打断江巡说道：你跟任何一个师姐，包括师傅说，他们都会信你，但此时兹事体大，如果只靠我和你是成不了的。我觉得涂庆师姐应该不会信。江巡无奈笑道。涂婉哑然，这倒也是。所以你现在需要的应该是记忆花。记忆花也是有的。江巡拿出尹凝玉的储物戒，又翻手拿出记忆花。我会将我的记忆注入记忆花，让你们都知晓未来发生的事情。辛苦你了。涂婉握住江巡的手，轻声道。辛苦什么？我发了誓会效忠百花宗的，我若是不帮百花宗，我也得死。再说了，我可舍不得师姐你啊。快去江巡住所。卖掉丹药后，顾灵玉快步来到钟离天宇身旁，神色匆忙。他不知练了什么结界，可以屏蔽自己的一切，我现在已经感知不到他了。你立刻去他的住所，看他在干什么。知道了。钟离天宇也顾不得还在炼制的丹药，立刻腾空飞起，全速飞往江巡住所。下方的丹炉也直接轰的一声炸开。顾灵玉轻抬手指，灵力将碎裂的丹炉和火焰全部包裹，没发出一点爆炸声。与此同时，钟离天宇也来到江巡的屋子。不要，江巡，你别乱来啊！钟离天宇站在院中，刚落地便听到里面传出涂婉的呻吟之声。钟离天宇立刻放出灵力感知屋内，却无法探寻到二人的方位。无奈之下，钟离天宇来到窗户旁边，悄悄切开一条缝隙，往里看去。只看了一眼，便连忙转身，脸色通红。他亲眼看到涂婉一丝不挂地坐在江巡身上。这混小子！钟离天宇暗骂一声，随后悄然离去。他走了。江巡停止动作，看着屋外小声道：他一早便料到自己消失后，顾灵玉绝对会让钟离天宇来查看情况，所以他的神识一直观察屋外。听到有动静的瞬间，就把涂婉扒了个精光，躺在床上。涂婉反应过来的时候，衣服都没了，
但他也知道不能乱说话，眼下只能配合。可是毫无经验的涂婉只能按照江巡的动作配合，一不小心真的坐对位置了。你故意的！涂婉红着脸趴在江巡胸口，没脸看江巡，又不敢乱动。师姐，我是正常反应，谁知道你做的那么准？江巡还真不是故意的，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走了，你好好修炼啊。2个时辰后，江巡解除戒指的屏蔽，涂婉穿好衣服走出屋子说道：好，师姐慢走，明天再见啊。江巡在屋里喊道。涂婉撇撇嘴，随后飞离。他和江巡做了一个计划，之后的7天，他每天都会来江巡屋子里。前几天顾灵玉和钟离天宇势必会来探查情况，等他们放松警惕，江巡和涂婉就在天灵山寻找顾灵玉师傅的坟，同时把记忆花对几位师姐和师傅使用。你确定你看清楚了？与此同时，重新感知到江巡和涂婉的顾灵玉看着钟离天宇问道：看得清清楚楚，小姑娘还是第一次呢。钟离天宇点头道：他为什么会学这种结界？是不是发现我们了？顾灵玉看着钟离天宇问道：师姐，你太紧张了，他怎么可能发现得了？这也只是一种自保的手段，对修士来说是很正常的。钟离天宇摇头道。顾灵玉眉头紧皱的低下头，心中思忖片刻，抬头看着钟离天宇：不行，你必须盯着他，从今天开始，你就想办法留在他院子里。师姐，我如果那样做，才会引起他或者是其他人的怀疑。你别忘了，我现在的身份是钟连晴，钟连晴不会那么做。那就让钟连晴去。顾灵玉眼神一凝。钟离天宇闻言无奈，起身往异物堂深处走去。当晚，江巡如往日一般修炼到深夜，洗了个澡，上床睡觉，一直到凌晨时，钟离天宇来了。江巡，钟师姐，你怎么来了？江巡装作迷糊的样子问道。这钟离天宇还是来了，他到底想干嘛？以他合体大圆满的实力，哪怕他真的炼丹炼了7天，也不可能累得进门就上床要睡觉。听到江巡说话，钟离天宇直接推门走进屋内。天皇丹炼好了，我给你送来。他说着抛出一个小袋子给江巡，随后坐在床边挥手关上门。往里挪一挪，我太累了，我需要休息。钟离天宇一边把江巡推开，一边躺在床上，缩进江巡怀里，闭眼就睡。我就不信你这样还不对他下手。顾灵玉躺在床上，感知着这一幕，心中想到：你还真是不客气啊。江巡见状也是无奈，上次是太困了，没想着对他动手，只是占了点便宜。这次江巡还是很清醒的，而且还知道这是合欢宗的太上长老，又增加了一层 buff， 江巡很难不心动啊。可转念一想，这个时候顾灵玉很有可能正感知着，而且自己也不能在钟离天宇面前把戒指的作用给暴露，只好忍了下来。不但如此，这次江巡连便宜都不敢占了，生怕顾灵玉今天讲了那些关于他自己的故事，又看到江巡占钟离天宇便宜，再复刻一次深夜杀夫。钟离天宇感觉到江巡背过身去和他背靠背，嘴角勾起笑容。师姐，他和你想的不一样。顾灵玉闻声闭上眼睛，不再继续感知。钟离天宇则转过身去，主动抱住了江巡的后背，和江巡紧紧贴在一起。妈呀，你可别害我呀！江巡的眼睛瞪得溜圆，这也太要人命了，但此时还是得忍着。穿越归来的江巡此刻不是怀疑，而是肯定这钟离天宇绝对是故意勾引他的。上一次任由江巡乱摸，一晚上什么都没做，第二天早上又直接当着江巡的面比大小，好像非要让江巡把他给办了不可。江巡，钟离天宇的声音在江巡耳边响起，直叫江巡浑身一颤。江巡回道：双修是什么感觉？问这做什么？江巡吞了口水。你身为合欢宗弟子，怎么这么害羞呢？转过来。钟离天宇笑道：师姐，你不是累了吗？快睡吧。江巡与钟离天宇亲密过，深知钟离天宇的身体有多吸引人，此时转过去无疑是忍不住的。转过来。钟离天宇对江巡的话充耳不闻，接着说道：师姐。江巡无奈转过身来，没想刚转过来就被钟离天宇一把搂着脖子亲了上来。江巡瞪大了眼睛，对方虽然十分笨拙，但非常积极。片刻之后，钟离天宇才放开江巡，咂巴嘴。原来亲吻是这种感觉，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江巡早已尝过味道，此刻还算能冷静下来，但钟离天宇的下一句话足以让他失去理智。与我双修，我他妈就忍不了了。这极品元婴丹也给你了，你总能用得到的。第二天一早中，离天宇离开时给江巡留下了一枚极品化阴丹。江巡并没有暴露自己的实力，昨晚可是专门找借口用平灵配的绳子当发绳拴住自己的头发，以此不让实力暴露。即便如此，还是拿到了这枚丹药。至于是不是毒丹，还是得仔细斟酌一下。你这就回去了？江巡躺在床上，看着在镜前捆绑头发的钟离天宇问道。
还要炼丹呢，赚零食养你啊。钟离天宇笑道。这话说的，我可不是被你养着啊，那是我该得的。再说了，钱也是你们掌柜的出的。江巡撇撇嘴道。行，你说了算。钟离天宇点点头，来到门口。对了，有一个内门弟子，算是我的朋友，你替我照顾他一段时间。什么意思啊？江巡闻言起身。他的院子被毁了，一时半会的没地方住，在内门也并不受重，申请不到闭关洞府，所以他在你这里住一段时间。钟离天宇回头看着江巡笑道。你若是想与他双修，我个人是没什么意见的，看人家小姑娘愿不愿意吧。钟离天宇说罢便转身离去。院子被毁，他娘的，当初我院子被自己毁掉的时候，你随手就修好了，现在倒好，这是派人来监视了啊。江巡本以为他们会在江巡消失时悄悄来看一眼，没想他们做得更绝，直接派人在身边待着。以江巡和钟连晴现在这种关系，又是送一个女人上门，江巡没有拒绝的理由。江巡叹了口气，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收拾一番，刚走进院中，便看到大门口门槛上坐着的梁云云。上次也是这样，自梁云云从这里离开后，江巡就再没见过她了。回去吧。江巡看着梁云云的背影说道。江伯。梁云云连忙从门前站起，对着江巡行礼。江伯，这位姑娘在门口等了良久了。江巡闻言皱眉，随后便看到梁云云身后走出一个身着青衣、面容清冷的女子，长相也是极佳，身材和若云有的一拼，气质方面倒很像是谢冷。师兄。女子向江巡施礼。你先回去吧。江巡看着梁云云道。梁云云点点头，往后退了几步，又连忙说道。江伯，我现在也在玉月堂了。知道了。江巡点点头，梁云云这才离开。你就是钟师姐说的那个院子被毁的朋友是吧？江巡看着女子问道。正是。女子点头道。叫什么？陈莎。好草绿的名字。陈莎闻言没有说话。进来吧。江巡躺在摇椅上说道。心中暗自思忖，这个陈莎的境界他看不出来，而且他身上没有带平灵佩，他现在可是金丹大圆满，那这人很有可能是元婴。元婴在合欢宗至少也是亲传弟子级别，亲传弟子怎么可能没地方住？再不济住到师姐妹房里也行，而且之前擂台赛其他堂的元婴江巡也都见过了，没有这人。钟离天宇和顾灵玉带他们离开合欢宗的时候也没有见过这人，那他是哪冒出来的？元婴没见过。监视知道钟离天宇和顾灵玉的身份，江巡眉头一皱，这人可能是真正的钟连晴。柜子里有被褥枕头，你可以睡在书架下面的垫子上，若是你愿意和我一起挤在床上也是可以的。江巡看着陈莎道。多谢公子收留。陈莎点点头，便走进屋内。在江巡的感知中，他从柜子里拿出了被褥，随后铺在书架下面，盘腿坐了上去，闭目运功，开始修炼。元婴初期巅峰，你倒是毫不遮掩。江巡感受到他的境界之后，心中想到，但转念一想，如果是钟离天宇他们让他来监视自己，一定会给他平灵佩，不让他暴露自己的境界。可他非但没有带平灵佩，还展示了自己的修为。江巡眉头一皱，难道这是钟连晴在向自己释放某种求救信号？而且他并不知道钟离天宇和顾灵玉时刻监视着整座山，他的这个求救信号已经被钟离天宇二人发现了。你他妈别害我啊！江巡心里一紧，但又不能装作没发现的样子，只能起身，一脸诧异地走进屋内。没想到师姐是元婴初期巅峰的弟子，不知师姐是哪个堂的。江巡直接把难题抛回给陈莎。您是亲传弟子，换我师妹便好。我是玉莹堂的内门弟子。陈莎愣了一下，随后说道。内门弟子，没想到内门弟子中竟也有元婴啊，这可真是闻所未闻。江巡惊讶地说道。这是个秘密，正因如此，我才无法住在玉莹堂其他人的屋子里。钟师姐说你会保守秘密，可以信任，我便来了。陈莎点头道。那你，师兄，我要修炼了。陈莎连忙打断江巡，好不容易圆回来了，他生怕江巡再说出些什么，让他不知如何回应。见状，江巡点点头，他打断自己说话，看来他是知道顾灵玉他们在监视整个合欢宗的，那他刚才就不是求救，是试探，一定是顾灵玉他们授意的，并且他之后说的江巡会保守秘密的意思，也是让江巡不要说出去他的存在，不然江巡正常的行动应该是去玉莹堂打探陈莎此人的消息，如果他是钟连晴本人，自然是打探不出来的。那我不打扰了。江巡点点头，转身走出房间。你既然要留在这里，我走就是了。江巡想着，便御剑飞起，准备去图婉住所。可没想到，江巡刚飞起来，陈莎后脚就跟上了。师妹何意？江巡见状问到。钟师姐交代了，我得寸步不离地跟着你，以防你去找别的女人。
陈莎表情平淡的说道，就知道昨晚不该碰钟离天宇，这不是把理由给他送上门了吗？我要是去了呢？钟师姐交代，让我跟着就好，不用干涉。我若是要双休呢？我可以在一旁观摩。陈莎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说道，主打的就是死皮赖脸的跟着就对了。江巡无语，停在半空中，陈莎也跟着停下。你若是如此，就离开吧，别在我这住了，须得师兄问过钟师姐才可。陈莎摇头道，好，那你就跟我去找钟师姐。江巡说着便往义务堂方向飞去，陈莎也是毫不犹豫地跟上。飞到一半，江巡反应过来，这可能就是陈莎的目的，而且就算自己把陈莎送回去，接下来钟离天宇他们还会再送其他人来，而且100%会引起他们怀疑。与其如此，还不如想办法策反陈莎，否则举步难行啊。想到这里，江巡直接又回到自己屋里。陈莎果然跟了进来，江巡直接挥手关上门窗，来吧，既然不让我去找别的女人，你和我双休。陈莎闻言哑然，来之前没说还有这事啊。去，陈莎脑中传来顾灵玉的声音，可是想死。陈莎无奈只好退去衣衫。江巡见状也是一愣，真干啊，送上门的也没有不要的道理。江巡当即打开隔音结界和防御结界，随后装模作样的掐诀布下结界，悄悄打开戒指，一把搂住陈莎。两人的气息立即消失在顾灵玉的感知中。搞个双休还要3层防护。顾灵玉睁开眼睛，手中继续刺绣。既然有真的钟莲琴在那里，钟莲琴的命又是自己一念之间便可取走的，他也放心不少。你是钟莲琴吧？江巡搂着身上只剩里衣的陈莎问道。你怎么？钟莲琴闻言一愣，瞪大了眼睛。你刚才犹豫之后又答应双休的样子，想必是他们用什么威胁你了。跟我说实话，我可以帮你。江巡看着钟莲琴认真道，如果钟莲琴能和他谈谈，那再好不过。如果钟莲琴不愿意和他谈，江巡只好将他杀掉。以江巡现在金丹大圆满的实力，对付钟莲琴这么一个元婴初期巅峰的丹师，还是轻轻松松的。不必了，他们在我脑中下了蛊虫，此刻你我二人的对话，他们已经全部知道了。江巡闻言才知道，原来他不知道顾灵玉二人一直监视着合欢宗，而是他脑中被下了蛊虫。放心，我用了特殊的结界，只要你和我贴在一起，没有任何人能感知到我们，也不可能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江巡看着钟莲琴道。钟莲琴闻言没有说话，显然是不信的。你一个金丹期的修士，能拿得出瞒过合体大圆满的结界，这不扯呢吗？不信。江巡看他那样子就知道他不相信，于是看着大门大喊一声顾灵玉，老妖婆，装犊子的狗东西，有本事来弄死我。江巡这一嗓子把钟莲琴吓得脸都白了，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怎么这么勇啊？他疯了不成？可等了片刻，还是没有看到顾灵玉他们来找江巡算账。这下钟莲琴确定了，他真的屏蔽了外界。救我！钟莲琴一把抓住江巡的手臂。1年多以前，他们冲进义务堂，将掌柜的杀害，在义务堂下方开辟了一个洞穴，一直将我困在那里，直到昨日才放我出来。这1年来，我一直被困在黑暗之中，我快疯了，我真的快疯了。钟莲琴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紧紧抓着江巡的手腕说道，既然你一直被他们困着，为什么他们不让你炼丹？江巡看着钟莲琴问道。当时有3个月的空档，义务堂一直没有极品丹药，如果钟莲琴一直在的话，顾灵玉他们应该可以让他来炼丹的。因为他们不懂炼丹，害怕我在丹药里动手脚，一直让我教他们炼丹术。可钟离天宇并非从修炼开始便进行炼丹，他是炼不出极品丹药的。正当他们决定放我出来炼丹的时候，钟离天宇不知从何处得到了极品丹药的丹方，竟不需要从小修习炼丹术便能炼制极品丹药。那之后他们再没找过我。江巡闻言哑然，没想到不知不觉中还坑了钟莲琴一把。我会救你的，但在此之前你必须帮我。江巡随后看着钟莲琴道，怎么帮？首先和我双修。钟莲琴闻言皱眉，说了半天还是为了双修。你别误会，若他们之后找你回去查验你，一查一个露馅，这也是为了你我之事能成。江巡真的是这么打算的，不是为了占钟莲琴便宜。比起一辈子被关在那种地方，好，我答应便是。钟莲琴思索片刻，咬牙点头。双修之后，你要与我表现得如之前一般生疏，非必要不说话。我若出门，你必跟在身后；若有人来与我双修，你必留在屋内观摩。若他们事后问起，你就这样说：7788速语术。我知道了。钟莲琴闻言重重点头。还有，虽是迫不得已，但我定会对你负责。江巡说着，和钟莲琴一起走向床榻。让你跟，这下看你还跟不跟。2个时辰后，江巡打开3层结界，坐在床边穿上衣服，一脸得意地说道：
按照原定计划，钟连晴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只是默默地穿好衣服下床，又回到书架前盘腿坐下。江巡拾掇好之后，走出屋子往空中飞去。钟连晴立刻跟了上来。还跟？你有毛病啊？江巡回头看着钟连晴说道。钟师姐交代过。行了行了，我不走了还不行？江巡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落回院中，满脸怨气地躺在椅子上。钟连晴也落地后走回书架前继续修炼。片刻后，按照原定计划，且不知道江巡这边发生了什么状况的涂婉来到江巡院子里。小巡巡，师姐来了。涂婉从空中落下，快步走向江巡，眯起眼睛笑道。江巡满脸怨气，没有说话。怎么了你？谁惹你不高兴了？涂婉见状问道。屋里。江巡用眼神示意。涂婉见状走向江巡屋子，看到了坐在书架前的钟连晴。这谁啊？涂婉回头问道。钟师姐送来的粘皮糖，我去拿它去啊，甩都甩不掉，烦得要死。江巡说道。钟师姐。涂婉明知故问。义务堂的钟连晴。好啊，你小子什么时候和钟连晴搭上线了？涂婉闻言快步走来，一把揪住江巡的耳朵。该不会是你小子把人家钟师姐给睡了吧？啊，你小子厉害啊！钟连晴平日里在义务堂连门都不出，你是什么时候勾搭上的？涂婉咬牙切齿道。机缘巧合，机缘巧合，师姐疼啊！那女人是来干什么的？钟连晴派来监视你的，是不是不让你拈花惹草？涂婉看着江巡说道。其实重点就是是不是来监视你的。是啊师姐，但是也不是不让我拈花惹草，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赖着我不走。江巡无奈道。不走是吧？好，我们去双修，我看他走不走。涂婉说着就把江巡往屋里拽，门窗都不关，直接扒江巡衣服，眼瞅着江巡上半身都扒光了，那女人还是不为所动。她是真不走。江巡无奈道。让我看看你这女人有多厚颜无耻。涂婉此刻并不知道江巡已经把钟连晴策反，是真的想办法把她逼走，直接把门一关，开始脱衣服。等涂婉都近乎一丝不挂了，钟连晴还是没反应。涂婉见状，直接抽出蛇链剑准备动手了。师姐，元婴初期巅峰，比你境界高。江巡连忙抓住涂婉手腕说道。涂婉虽然1年前已经突破元婴，但此刻也只有元婴1层而已。那怎么就让他在这看着不成？涂婉看着江巡喊道。感知到江巡屋里这一幕，顾灵玉嘴角勾起，没想到还能看到这么一出好戏。这涂婉的身材倒是不错嘛，皮肤也很白嫩，便让他看着吧，咱们让他近距离，睁大了眼睛好好看着。江巡说着，从涂婉手中接过蛇链剑，吻在涂婉唇上，向钟连晴走去，同时开启3层结界。当3人身体触碰在一起时，江巡放开了涂婉的嘴唇。师姐，这是自己人啊！听到江巡的话，涂婉一愣。江巡也用速语术把事情经过告诉涂婉。好啊，又给自己找了个女人。涂婉听后又好气又好笑，拿下她就是自己人了。这种简单粗暴的解决方式，还真是江巡这家伙能想出来的，这不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吗？万一让他们看出来钟连晴还是个厨，那不完犊子了。江巡无奈笑道。接下来我们怎么办？涂婉撇撇嘴，算是默认了。我们现在就去找那座坟，全程你们都要跟我手牵手，绝对不能分开。而且我们的事其他人都不知道，路上一定要小心，不要被别人看到。江巡看着2人交代道。如果把钟连晴一个人留在这里，没有戒指屏蔽气息，顾灵玉他们自然也会发现不对劲。从哪找起呢？涂婉点头问道。天灵山后方竟是外门男弟子的野坟，我想顾灵玉不会让外门弟子和他师父葬在一起，而且后山坟墓居多，找起来太过费劲。合欢殿，合欢殿后面你们去过吗？江巡看着2人问道。涂婉和钟连晴都摇了摇头。那里是合欢宗宗主若兰和炎炎的住所，一般人都不能进去。涂婉补充道。合欢殿以前应该也是心灵殿，他们要祭拜师父，肯定是在那里最方便，得去探探。江巡思忖道。太难了吧，虽然被2个宗主发现没什么事，但是2个宗主一旦发现异常，顾灵玉他们也会知道的。隐身丹服下之后2个时辰之内身体会肉眼不可见。钟连晴说道。你有？江巡问道。我的储物戒被收了，现在没有，有丹炉和药草的话我可以炼。钟连晴摇摇头。江巡闻言无奈，打开系统空间看了看，里面果然也有隐身丹。隐身丹不比极品丹药那么珍贵，售价仅为2修炼点1枚。江巡当即兑换3枚隐身丹出来。看到隐身丹，钟连晴一愣。你有？那表情就像在问，你知道有隐身丹，而且还有隐身丹，怎么还问我呢？别问那么多了，吃吧。江巡把丹药分给2人，3人一起吞下，配合上隐魂戒，3人此刻便是真正意义上的隐身了，
只要行动的时候不发出动静，便不会被任何人发现。不是，这衣服，申时隐了，衣服还在啊。江巡面前，涂婉的小肚都在那里晃来晃去的，而钟连晴已经开始脱衣服了，只能隐身，衣服不行，所以得脱掉。这勾八丹药有缺陷啊，万一时间到了，咱仨岂不是在合欢宗裸奔？江巡嘴上说着，手上也把衣服脱掉。呀，你别乱摸呀！涂婉小肚都刚掉在地上，就感觉自己被摸了。我没动，再说了，我摸摸怎么了？江巡说道。抱歉，是我不小心。钟连晴开口道。此刻三人相互之间也是看不到对方的，千万把手拉紧了，无论如何都不能松开。江巡说道，同时拉着二人一起起身往屋外走去。师姐你别蹭我了，滑溜溜的，我要忍不了了。飞在空中，两个元婴一左一右把江巡夹在中间御空飞行。江巡说道，哎呀，这不是为了带你飞吗？你忍不行吗？涂婉说道。三人挤在一起，很快便来到合欢殿后方。这里有一个庭院连接着合欢殿，庭院很大，院中小桥流水，还有2个秋千一个凉亭，桥下池子里似乎是温泉。三人落在院内，江巡在周围寻找坟墓，显然是没有的。从这里屋子穿过去，后面还有一个院子。涂婉传音说道，他刚才已经用灵力探查四周了，只是后方那个空间似有灵力隔绝，探不过去。而这个院子被笼罩在山石之中，唯一的入口便是屋内的某扇门。屋门敞开着，江巡点点头，便拉着二人往屋里走去。刚进屋子，三人便听到一声呻吟，都是顿住脚步。这一声轻哼叫人浑身酥软。江巡不由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除了这声音之外，还有亲吻的声音，但江巡可太熟悉了，这绝不是亲嘴的声音。声响之处，三人都看到了床榻，果不其然，是若兰和妍妍在那修炼。快走，快走！看到这一幕，涂婉脸红心跳，天哪，2个女人原来是这样修炼的，当即对江巡传音。江巡眼睛都看直了，我勒个去，这俩人身材也太牛逼了吧！江巡，涂婉听江巡没反应，脚趾头想都知道江巡肯定是一直盯着看。哦，走走走。虽然江巡还想多看看，但眼下还是正事要紧。三人当即顶着春色之声，悄悄走过床榻，来到一扇门前。这门一动，他们肯定会察觉的。江巡传音道：那怎么办？涂婉问道。等他们完事，应该会去梳洗，我们趁那个时候。江巡想了一下说道。涂婉闻言无奈，但好像只能这么做了。于是乎，三人蹲坐在一旁，看了半个多时辰的好戏。而后妍妍起身走向屋外，一路走进了温泉中。若兰在床上休息片刻之后，伸展了一下身体，这完美的曲线看得江巡眼前一亮又一亮，这也太顶级了。随后若兰也起身走了出去，和妍妍一起泡温泉。快行动！钟连晴说道。46，好好好。江巡点点头起身。你怎么传音还能有吞口水的声音？涂婉闻声也是翻了个白眼，不过今天他也确实是长见识了。江巡悄悄打开房门，面前是一条漆黑的通道，三人快步走进其中，关上门。江巡手中出现小火苗照亮道路，三人往里走去。等会我们怎么出去？涂婉不禁问道。眼下顾不了那么多。江巡摇摇头，尽快吧。三人快步往里走去，一直走了得有30米左右，才终于到了一个开阔空间。此地就是山石之中了，整个空间呈圆形，两侧弧形架子上摆放着一些东西。走上前去观察，左边的架子上摆放的都是一些丹药，从低阶到极品都有，其中还有极品筑基丹、凝金丹、化阴丹、化神丹，还有对合欢宗来说十分罕见的驻颜丹。天哪，这么多宝贝丹药，能不能偷偷拿一些？涂婉看到丹药馋得流口水，尤其是化神丹，他可太想要了。不行，这里少了东西，被若兰他们发现的话，顾灵玉他们就会知道我们的动向。江巡摇头道，这些突破丹药都是我之前炼制的丹药，是用来奖励给擂台赛胜者的。钟连晴看着丹药瓶子说道。三人又走到另外一边，上面放着的是合欢宗的各种修炼秘籍，还有些男女欢好、女女欢好的图册。没分，快走吧。江巡无心查看这些东西，说罢便带着两人往外走去。在若兰和妍妍回到房间之前，从洞中走了出来。这江巡闭关出来，修为已经达到金丹，没想到灵根还能免疫天劫。三人出来时，若兰和妍妍正在温泉中躺着，没想到谈论的却是江巡，这让江巡不由顿住脚步。他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无用，只待那尹洛星前来了。妍妍点头道，但愿换到他身上的天生媚骨真的能对师父起效吧。若兰叹了口气，非让我们嫁给什么十皇子，他明明最恨的就是男欢女爱，现在却要拆散我们。也不算拆散吧，只是你我之间多了个男人。妍妍苦笑道，怎么？
难不成你愿与男子欢好不成？若兰闻言诧异问道。妍妍这个态度就好像床上对象是男是女都无所谓一样。别误会，我没那个意思。妍妍立刻摇头道，否则我又怎会和你一起去找百花宗合作？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你可记住了。若兰一脸严肃，咬牙切齿道，就是。涂婉对江巡传音附和道。江巡撇撇嘴，很是无奈。若兰妍妍这俩整天钻在房里不出去，讨论的又全是他们和百花宗每一步的计划。顾灵玉就算想不知道都难啊。而且他们还说了勾结尹洛星，顾灵玉自然不可能放过他们。就算我们成功了，若无上皇朝因为此事发难，你我又该如何呢？妍妍看着若兰道，自是离开东岭，去往他处，何不现在就走，还免得整日费尽心机。你我身上重有师父的连心蛊，唯一解法便是下蛊致人身死，师父不死，我们就算逃到天涯海角也会被抓回来的。怎么还有这种东西？我怎么不知道？妍妍闻言一怔，不可思议地看向若兰。此前他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若兰一定要杀掉师父，毕竟师徒一场，怎么如此不念情分？现在若兰这么一说，他才终于明白，若兰为的都是他们的自由。恐怕自从我们被收为弟子开始，连心蛊就已经在了，若不是我修了蛊术，怕是也无法发现。若兰冷笑道，我们打从一开始可能就是他攀附无上皇朝的棋子。该走了。钟莲琴提醒道，丹药还有不到1个时辰，我们得抓紧时间。走。江巡点点头，随后3人一起离开。有引魂戒在，哪怕是在他们身旁用灵力，他们也察觉不到。接下来去哪？离开合欢殿，江巡问道。山顶看看吧。江巡说罢，2人便带江巡飞了上去，将整个山顶找了个遍，也没发现有坟。丹药时间快到了，而且江巡和涂婉双修结束的时间也快到了，此刻必须回去了。回到屋内，江巡直接解除结界，3个一丝不挂的开始捡起地上的衣服穿上。顾灵玉此刻看到的也正是这一幕，心中没有起疑。不要脸的女人，让你脱你就脱，哼！涂婉穿好衣服起身，对着钟莲琴大骂一声，随后扭头就走。我走了。师姐别生气，明天咱俩不带她玩，馋死她。江巡坐在钟莲琴旁边喊道。涂婉没有多说，直接起身非礼。江巡穿好衣服之后也没搭理钟莲琴，直接回到床边盘腿打坐，心中暗自思忖坟墓可能会在的地方，总不能直接去问顾灵玉吧，自己又不认识他那个师父，又怎么可能说出想看看那个坟什么的。或许江巡是过于小心了，但他必须要小心，一刻都马虎不得。接下来3天，江巡带着涂婉和钟莲琴把合欢宗上下几乎都给翻了个遍，但根本就没有找到那师父的坟墓，甚至把后山的每个坟都给探了，还是没有。该不会那坟根本就不在天灵山吧？涂婉也不由发出这个疑问。再远就是护山大阵之外了。钟莲琴说道。如果说他们甚至没有把他们的师父葬在护山大阵之内，那就说明他们对那个师父根本就不在意。就算我们找到他的坟也没用。江巡低头沉默，心中一团乱麻。如果找不到那个坟的话，他就只能从顾灵玉入手了，这说不定比找坟都难。既然如此，还是找坟更靠谱。怎么找？如果回到他们师父身死的那刻，就知道坟墓的位置了吧？想到这里，江巡直接拿出未杀自己的那把天降，打算回到900年前。按照顾灵玉说的，应该就是这个时间了。而当时没有江巡的存在，江巡如果用另一把天降，是需要找一具躯壳的。可问题是，需要炼虚境为他传功，在合欢宗的炼虚只有一个人，就是若兰。你拿武器出来干什么？涂婉看着天降问道。没什么。江巡收起天降，眉头紧锁，得有个正当理由见若兰啊，还得有理由和若兰双修，才能顺理成章地打开屏蔽结界。可是他娘的，若兰也是个弯的，在和他双修之前，自己又不可能有机会把事情告诉他，除非有办法能让若兰带他离开护山大阵，这总比说服若兰和他双修简单多了。时辰快到了，你们准备好。江巡随后说道。2人都点点头。江巡关闭结界，涂婉一如既往的离去，钟莲琴也继续修炼。江巡盘腿坐在床上想办法，想让若兰和妍妍这2个究极宅女离开合欢宗，怕是不太可能。但若是带着钟离天宇出去呢？可钟离天宇看上去对顾灵玉很是忠心，或者说姐妹感情很好，极大的概率钟离天宇是不会帮她的，甚至可能瞬间便揭发她。从钟离天宇入手不妥，还能如何见到宗主且不被怀疑？江巡不得不尝试换个思路，从合欢宗外部入手，去百花宗找尹宁玉。只能是这样了。现下要做的是找个理由先离开合欢宗，这个就简单的多了。虽然江巡身上有令牌可以随时出去，但其他人可不知道，所以江巡还是要先装模作样的去找明宁要令牌，然后离开合欢宗。而且
江巡和明宁对话的时候，也要如往常一样，即使不知道自己被监视着，有话直说，甚至直接说自己要去百花宗，说干就干。江巡当即装作修炼不稳定的样子，直接内息倒转，一大口鲜血喷涌而出，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手中的鲜血，愣了大半晌。钟莲琴也眉头一皱，9天神体出问题了。江巡口中小声嘟囔道，随后起身下床，捂着胸口走到水盆旁洗了洗手，往屋外走去。钟莲琴一如既往直接跟上，送我去月殿。江巡不耐烦地瞥了钟莲琴一眼，把手搭在他肩膀上说道。钟莲琴点点头，心想江巡应该又在计划什么，便御风带他前往御月殿。很快便落在御月殿门前。我要去见我师父，这你要跟吗？江巡看着钟莲琴问道，实则是在问顾灵玉。不必跟着。钟莲琴还没开口，脑中传来顾灵玉的声音，不跟。钟莲琴说道。江巡冷哼一声，转身走进院内，来到明宁房门前，还没敲门，门就开了。江巡快步走了进去，明宁挥手关上房门。你怎么来了？明宁坐在椅子上，看着江巡问道。师父，我的9天神体好像出问题了，我想去百花宗找师祖帮我看看。江巡看着明宁拱手说道。出问题？明宁眉头一皱，当即起身来到江巡面前，伸手给江巡号脉。师父还懂号脉？江巡见状问道。百花宗多为木灵根弟子，偏向治愈系，医书有不少，自然会些。明宁点点头，随后眉头皱得更紧了。灵气逆行，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我刚才在修炼，突然之间感觉浑身都不对劲，真气突然开始逆行，我怎么都控制不住，喷出一口血来，所以我才想去找师祖请教，这事恐怕只有师祖最清楚了。你自己去。明宁放开江巡手腕问道。我已经认识路了，我自己去就行。江巡点点头，这样更能降低顾灵玉的猜疑，毕竟自己只是去问9天神体的事情，再带人的话着实没什么必要。行吧，那你快去快回，路上如果遇到麻烦及时联络我。明宁想了一下，随后点点头，把令牌和一枚传讯玉筒放在江巡手上。是。江巡点头。那个钟莲琴会不会跟着你？明宁随后问道。按照正常逻辑来说，江巡身边跟了个尾巴，这事涂婉当然要和明宁说了，他若是敢跟我就弄死他，一个元婴的丹师而已，不是我的对手。你小子，人家姑娘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初夜都是在你身上的，没想过负些责任。明宁白了江巡一眼。师父，难不成你想让我策反陈沙啊？江巡一脸为难。钟莲琴既然派他来，肯定是相信他的，我觉得是策反不了的，他只是受命来监视你，不让你沾花惹草的，为这事你就杀了他，那便是有违正道了。别忘了，你现在是百花宗弟子。涂婉跟明宁汇报的自然是钟莲琴和江巡睡了，然后钟莲琴派人盯着江巡，不让他拈花惹草。此刻还不知道一直被监听的明宁自然不会怀疑涂婉说的话，只当是个小插曲。那他若是非跟着我呢？难不成我让他跟到百花宗去？江巡无奈道。江巡刚才说杀了钟莲琴也是说给顾灵玉听的，希望以此来让他们暂时撤走钟莲琴。麻烦？明宁也是眉头紧皱。不如你去找钟莲琴吧，好好跟他说你有正事要做，让他把陈沙带走。我试试吧。江巡点点头。那子弟先告退了。去吧。明宁点头挥手，江巡便离开房间。他要去百花宗找尹洛星，让钟莲琴别跟着了吧。另一边，钟离天宇从后堂走出，看着顾灵玉说道。钟莲琴跟着他肯定不会去百花宗，你是怕这小子废了？顾灵玉笑道。废了就不好使了，咱们以后还得用他在合欢宗做事呢。钟离天宇道。满脑子男欢女爱的淫虫，算了，就让他去吧，看在你的面子上。顾灵玉微微叹了口气。谢谢师姐。钟离天宇闻言笑道。对了，你把钟莲琴叫回来吧，探探他到底有没有和江巡睡过。顾灵玉补充道。好。钟离天宇点头。江巡走出房门，看向钟莲琴。我接下来要离开宗门一趟，你要跟吗？说你在他家等他回去。钟离天宇对钟莲琴传音道。我会在你家等你回来。钟莲琴抬头道。江巡闻言点点头，可算是不跟了。说罢，江巡御剑飞起，很快便脱离护山大阵，前往天灵城。离开合欢宗之后，江巡也不禁深深呼出一大口气。现在他在合欢宗内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一言一行都必须小心翼翼，一点破绽都不敢露出。仔细确认没有任何人跟着自己之后，江巡加速来到天灵城的法阵上，把灵石抛给守卫去欢宜城。传送阵速度很快，江巡在睁眼已经来到欢宜城，便按照之前的路线向百花宗飞去。什么人？来到百花宗山门前，江巡进不去护山大阵，只能停留在山门前。
刚刚落地百花宗山门前的6个弟子便纷纷拔剑指着江巡喊道：“在下是明明长老的亲传弟子，有要事要见宗主。”江巡拱手说道。几个弟子闻言眉头紧皱，相互对视。我们百花宗没有叫明明的长老，宗主也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其中一个女弟子说道。江巡闻言很是无语，这几个想来是外门弟子，根本就不知道宗门内的事情，或许连长老叫什么都不知道。对了，江巡心念一动，从尹宁玉储物戒中拿出宗主令。看到江巡手中握着宗主令，6名弟子连忙收剑，半跪在地上。开门，江巡说道。2名弟子立刻施法，在护山大阵上打开一个缺口。江巡立刻飞了进去，御剑快速来到百花殿前。殿前2个女弟子刚准备阻拦江巡，江巡举起宗主令，他们也是连忙收手，任江巡走进百花殿内。宗主，宗主你在吗？江巡走进百花殿后，看着周围喊道：“你怎么来了？”尹宁玉的声音在上方响起。江巡抬头看去，百花殿上方的藤蔓缓缓落下，一双粉嫩玉足先出现在江巡眼中，随后便是坐在藤蔓室的尹宁玉，疑惑地看着江巡。宗主，我需要记忆花。江巡看着尹宁玉说道。记忆花？尹宁玉皱眉，不过还是拿出一朵记忆花抛给江巡。要他做什么？江巡没有说话，按照尹宁玉先前教的，把自己的记忆注入记忆花中，然后又抛给尹宁玉。尹宁玉自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便主动触碰记忆花，将江巡的记忆注入自己脑中。片刻后，尹宁玉睁眼，江巡又立刻用速语术给尹宁玉说明全部事情经过。你小子还真做到了。尹宁玉看着江巡笑道。但是眼下根本无从入手，我又不可能把顾灵玉给收了，确实难办，我需要宗主帮助。江巡点头道。你何不去问问你师祖坟的位置？尹宁玉笑道。江巡闻言沉默片刻，不由给了自己脑瓜子一拳。忘了，我在合欢宗的时候实在是太紧张了。走吧。尹宁玉点头轻笑，轻飘飘落在地上，随后往百花殿后方走去。江巡也立刻跟上。2人从百花殿后门走出，尹宁玉光着脚轻浮在半空中，一路低空飞行，来到尹洛星的住所。师父，宁玉，江巡求见。尹宁玉落在房门前行礼道。尹洛星没有说话，挥手打开房门，2人见状走了进去。尹洛星正盘腿在软垫上修炼，2人进来后收工，睁开双眼。何事？江巡又把记忆花递给尹洛星，尹洛星自然也明白这意思，便提取江巡的记忆和给尹宁玉记忆不同的事，给尹洛星的记忆还有他和江巡有个孩子，还有尹洛星给江巡要了的事情。待记忆吸收完后，尹洛星瞥了江巡一眼，又迅速挪开目光，强装镇定道：“看来我是输了。没关系，我既然回来了，我们就还有机会。”江巡说道。这次来是想问师尊，当年师祖的坟在天灵山哪里？尹宁玉自然要称尹洛星的师父为师祖，想用回魂丹复活我师父，以此来调解我们。尹洛星看着江巡问道：“是这个意思，可行吗？”江巡点点头。其实我们和师父并没有很深的情感，于我们而言，他只是带我们入了修仙一途的恩公，而后该还的恩情我们都已经还完了，他无法左右我们的想法。其次，当年我师父是被火化的，没留下任何东西，你就算找到坟，回魂丹也无法复活他。这么说来，我还是只能回到900年前，从那时入手了。江巡闻言叹了口气。你想怎么做？尹洛星问道。找到小时候的你们，让你们不至于闹到这个地步，以此阻止。好，那我问你，如果我和顾灵玉重归于好，合欢宗是不是就没有了？百花宗是不是就没有了？那么你、宁玉，还有百花宗和合欢宗弟子们，是不是也有极大概率没有了？尹洛星严肃道。时间可不是任你随意更改的。江巡闻言也低头沉思，别人在不在他倒是都能接受，万一自己都不在了，那可绝对不能接受啊。那师祖，你有什么好办法吗？江巡问道。既然有圣人将在半年后陨落，我觉得该在这半年里全力寻找所有圣人的消息，一旦找到那寿元将近的圣人，我便出手将他击杀。如此一来，我便可突破圣人境，将顾灵玉和钟离天宇生擒关押，再做打算。尹洛星说道。这怕是不好找吧？江巡闻言道。这世上共有48位圣人，既然这位圣人是老死，想必是很久很久以前便已突破大成境，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4位。尹宁玉看向江巡。无上皇朝太上皇，无上天将，星陨皇朝太上皇，星浩海，人神岛太上长老。海大川最难找的是一个无门无派的散修圣人。散修成圣？江巡闻言也很是诧异，想要成为圣人，少不了要用海量的天材地宝，一个无门无派的散修居然可以成为圣人，实在是匪夷所思。这人早年成圣，不过实力方面很差，是所有圣人中最弱的，是很多合体大圆满眼中的一块香饽饽。
不过他行迹难寻，非常难以找到他的下落。知道名字吗？江巡看着尹宁玉问道。只知道他号玉面剑圣，听闻是个长相俊朗的男子，不过现在应该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尹宁玉摇摇头。林野。尹洛星却开口道。师祖见过。江巡问道。早年间和师父与顾灵玉在天灵山见过一次，说起来长得和你很像。尹洛星上下打量着江巡道。我可没爹，我爹早死了，你们见林野的时候我爹应该还没出生。江巡闻言连忙道。我只是那么一说。尹洛星点点头。在这4个人之中，最有可能先老死的就是这林野了。我会派人去打探其他3位圣人的情况，再派人去找这个林野的下落。尹宁玉说道。还有一个人。江巡看着2人道。2人都看向江巡。无上皇朝抓走的顾灵玉的父亲不也是个圣人吗？江巡说道。他被关押在无上皇朝作为人丹，位置也只有当今无上圣皇一人知晓。若非无上圣皇寿元将至，又或是有可以完全让他相信的皇子成为合体境大圆满，可继承大统，顾灵玉的父亲便不会现身，也不会死在无上圣皇之前。若是他想到了自杀的方法呢？江巡说道。尹洛星和尹宁玉闻言相互对视一眼。确实，身为人丹被囚禁1000多年，换谁都受不了，自杀的可能性是有的。一旦自杀，圣位也会回归天地，将所有合体大圆满拉入圣人谷中进行争夺。就算是有这么个人，我们也无法探究。眼下还是先看看那3人，再找到林野。如果他们都不是，那很有可能就是古泉圣皇了。尹宁玉看着江巡道。那我现在怎么办？江巡点头问道。找个理由先留在百花宗，方便行动。尹洛星道。那我就给师父传音，9天神体出了问题，需要在师祖的帮助下调整一段时间。江巡想了一下说道。那你消失是不是要跟钟离天宇也找个借口？尹宁玉说道。虽然钟离天宇也会监听到江巡的去向，但是江巡还是要给一个理由给到钟连晴。随便找个借口敷衍就行，这样更合理。江巡说道。那你便去传讯吧。尹洛星道。江巡点点头，拿出传讯玉筒，开始给明宁和钟离天宇传讯。等江巡传讯之后，尹宁玉从屋里走了出来。我去安排探子，师祖叫你去屋里。好的。江巡点点头，尹宁玉便离开了。走进屋内，尹洛星一直盯着江巡来到他面前。怎么了？江巡见状问道。尹宁玉不在，他在尹洛星这也能轻松许多。我还有一个办法，不知你愿不愿意？尹洛星看着江巡道。有办法当然要听。江巡点点头。你现在和钟离天宇有感情，不杀他我可以理解，但顾灵玉和你无关，可杀。你或可带钟离天宇离开合欢宗范围，随后我们群起而攻之，将顾灵玉斩杀。尹洛星一本正经道。除非你舍不得他死。我和他非亲非故的，为什么会舍不得他死？我只是不知道，在你有回魂丹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败给顾灵玉，所以没有往弄死他那方面想。江巡说道。想来是他和钟离天宇2人联手，我确实不敌。若你能成功引走钟离天宇，我和合欢宗所有人群起而攻之，必能拿下。尹洛星一脸狐疑地看着江巡道。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我和他真没关系。江巡不由解释道。嘴在你身上，随你怎么说。尹洛星冷哼一声。你该不会吃醋了？我与你非亲非故，吃什么醋？尹洛星翻了个白眼道。江巡闻言无奈，还真是吃醋了。你若是想试试，我们就试试，反正如果失败的话，我再回到现在这个时间就是。对于顾灵玉长得确实漂亮，身材也确实足够吸引人，舍不得她死肯定是舍不得的，死了多浪费啊。但如果为了让一切回归平静，她死一死也是可以的。大不了之后布个封锁灵力的阵法，把顾灵玉复活，关在里面，到时候顾灵玉就只属于自己一个人喽。真到那个时候，还管他顾灵玉是不是弯的？为所欲为。拿来。尹洛星伸出手。什么？回魂丹呐，我得做好准备，以备不时之需。上次尹洛星还不好意思接受，但这次想到自己和他有个孩子，还为江巡做了那种事，他也不会不好意思了。哦。江巡点点头，放了5枚回魂丹在尹洛星手上。尹洛星见状瞪大了眼睛，面具下的嘴不由张得老大，眉目肉眼可见的放大了许多。你哪来这么多？这可不是大白菜啊。尹洛星惊讶地看着江巡问道。你就别管那么多了，给你5次机会，你能打过吗？包的。尹洛星果断点头。你要是早这么干，早赢了。早我也没穿越过啊。江巡笑道。想来是之前江巡们并不是完美时间穿越，所以没有想过用大量回魂丹来让这个时间线的尹洛星一搏。又或者说，之前的江巡回来只有5分钟的时间，又都是重伤，根本来不及把事情说清楚。
而这个时间线的江巡第一次接触到时间穿梭这事，脑瓜子嗡嗡的，就和当初的自己一样，光想着跑路了，根本没想着反击，如此形成了一个恶循环，连见到尹洛星都做不到，更别说和尹洛星一起商量计划了。这也是我最大的秘密，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啊，会告诉你，也是因为你是孩子他妈，咱俩在这个世界上是家人。江巡看着尹洛星说道。家人什么的，胡说什么？尹洛星面具下的脸很淡很淡的一抹红，但他好歹是活了这么多年的合体大圆满的修士了，很快便平静下来，不管你承不承认，咱们都是家人。江巡龇牙笑道，一个金丹有个合体境，甚至有可能马上就要成为圣人的老婆，想想心里都美滋滋。孩子出生再说吧。尹洛星白了江巡一眼，随后道，你之后就住在隔壁屋子吧，你现在在百花宗现身也不合适，我要闭关半个月，半个月后你去约见钟离天宇，一旦约出来，我立刻动身前往合欢宗，用不用事先跟师傅他们通个气？你这次出来也是不易，不能再回去了，只能到时候随机应变，或者另想他法。老婆说的是。江巡点点头。你是在找打吗？尹洛星闻言沉默片刻，举起拳头说道，师祖说的是，弟子告退。江巡连忙起身喊道，一溜烟跑了出去，顺手关上房门。臭小子！尹洛星翻了个白眼，安静下来之后，翻手拿出一朵淡蓝色的花，这和给江巡的那朵是一样的。尹洛星看着花思忖片刻，随后口中喃喃自语，要不要干脆弄个双胞胎？另一边，江巡随便找了间屋子收拾了一下，既然他也不能离开这里，干脆决定全心修炼。不过在此之前，得决定自己要不要突破元婴。江巡想到这里，拿出那2枚不同时间线得到的化阴丹，其中一颗江巡明确的知道是有毒的，可拿着毒丹和另一枚做比较，2枚完全是一样的，看不出任何不同，就连味道也是一样。为了以防万一，这俩肯定都不能吃。于是江巡又从尹宁玉的储物戒里找，果然找到了很多丹药和天材地宝，之前都没时间好好整理整理，现在仔细看来，尹宁玉的储物戒中各类灵草灵花数不胜数，丹药从低阶到极品也都有，其中大多是极品丹药，极品筑基、凝晶、化阴、化神都有，还有几枚极品炼虚丹和2枚混元丹。尹宁玉已经炼虚，那么这混元丹和炼虚丹应该是给百花宗副宗主准备的。除了这些，还有很多传讯玉筒、各类符纸、3000万灵石、数把宝器、法宝、功法。这百花宗宗主果然是财大气粗啊！3000万灵石，这是江巡想都不敢想的数字，这下绝对是发达了。只可惜当时顾灵玉袭来，尹宁玉上去迎战，拿走了他的圣器，不然江巡还能捞一把圣器。还有很多不同品阶的丹炉、丹方、炼丹材料，看来尹宁玉也会炼丹。应该说百花宗的弟子多多少少应该都会炼制丹药，毕竟百花宗就是干这个的，需要什么材料直接自己种植，很多稀有炼丹材料其他丹师都得来找百花宗购买。管他呢，先突破了再说。看过尹宁玉的东西之后，江巡取出极品化阴丹，大不了就说是穿越的时候获得了前面的我穿越的灵力，一举提升了，反正他们也不懂。想到这里，江巡直接飞离百花宗，通过尹宁玉的护体令排飞了出去。江巡打算去其他地方突破，这样会给尹宁玉省去解释宗内是否有人突破到了元婴的麻烦。一直飞出百里开外的一座山顶，江巡一口吞下化阴丹，盘腿运功。轰！不多时，空中一声轰鸣，乌云聚集，天劫如期而至。不过不出意外的话，轰！砰！第一道天雷落下，江巡身下地面直接被轰得粉碎，而江巡本人毫发无伤，体内又开始凝结一个紫色雷电球。显然就连元婴境的天劫也奈何不了江巡。一连9道天劫过去，雷电球变得充实起来，江巡成功破丹化阴，全程无需任何防御，全当是洗了个澡。丁，突破元婴任务完成，获得任务奖励：血涌天罗6层大圆满圣品法器，极品阴灵丹 X20，混元丹 X1。圣品法器天罗地网，由10根肉眼不可见的丝线组成，10根手指进行控制，可用于杀敌、困敌、防御、陷阱等。这就是元婴了吗？江巡正准备好好感受一下元婴的实力，耳边却又响起系统的声音：丁，突破元婴任务完成，获得任务奖励：血涌天罗6层大圆满圣品法器，极品阴灵丹 X20，混元丹 X1。圣品法器天罗。1，检测到宿主已拥有天罗地网，奖励更换中，获得圣品法器穿魂钉，共8根，可轻易穿透炼虚以下敌方身躯，可直击敌方神魂。咋的？江巡见状一愣，一个任务发了2次奖励。嚯，原来自己穿越回来之后不是2个系统融合了，而是拥有了2个系统啊。看来从今往后获得的系统奖励都会是双份啊。这系统让自己卡出 bug 了。
开心的收下奖励后，江巡闭着眼睛打坐，耳边可以清晰的听到周围的风吹草动，甚至远处小蛇划过草丛的声音，高空中飞鸟振翅的声音，整个人脑中无比清灵的感觉。将自己的灵力进行扩散，江巡一路可以清晰地感知到周围的一切，近乎100里的范围，江巡的神识全部都可以覆盖得到。期间还惊扰到几个金丹修士，感觉到是元婴境在释放神识，也是连忙低下头去，一点都不敢反抗。何方道有渡劫成功，在此肆意释放神识。江巡的神识感应中，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几个呼吸间，他坐的悬崖面前出现一幅在半空中的中年男子。元婴中期，江巡叹了一下，便知晓他的实力，收起自己的神识，睁眼看向他。有事？小友，神识可不是你这样用的，万一惊扰到附近的化神境修士，你可就惨了。中年人看着江巡说道。与你何干？江巡笑道。既如此，老夫也不多说了。小子，你刚突破元婴，身体虚弱，若此时交出你的储物戒，老夫可饶你一命。中年男人脸色一沉，看着江巡冷声道。原来是附近的散修，看到有刚突破元婴的后辈，想来杀人夺宝啊。江巡嘴角勾起，来得好，他还正想试试第6层的血涌天罗和新法器呢。我看你小子也没什么东西，可不要为了点破铜烂铁丢了自己的小命啊。男人笑道。轰！不等他继续说话，江巡猛地挥手，一道20米长的黑刀从江巡手中甩出。甩出去的瞬间，江巡慌了神，别一刀给砍死了，可就没玩具了。还好这男子反应还算快，连忙祭出一块盾牌进行抵挡，整个人被这一刀劈飞了出去，宝品盾牌直接碎成2半，而他本人则砸在石壁上。江巡脚尖轻点，直接御空飞了过去。顶着护盾被砸在山体上的男子一下就知道自己不是江巡的对手了，缓过神来之后，连忙撒腿就跑。天罗地网，江巡直接祭出新法器，食指一挥，那男子直接被捆住双手双脚，被固定在空中动弹不得。这是……男子只觉得四肢疼痛，可四肢上的丝线根本看不到，若不是清楚地看到江巡的10根手指都在动，他都要以为自己是被困在某个结界中了。前辈饶命，是在下有眼不识泰山，我愿双手奉上我的储物戒和所有资源，求前辈饶我一命。男人用尽全力无法逃脱，反而身上愈发疼痛，只能看着向他缓慢飞来的江巡喊道。你看我稀罕你那点东西吗？江巡笑道，同手挥手撤掉他身上全部天罗地网。男人顿时浑身上下轻松不已，低头看去，衣服上已经有许多划痕在渗血了。我给你5秒，看你能跑多远。江巡看着男人说道。闻言，男人没有丝毫犹豫，5秒时间足够他一个元婴中期跑出极远的距离了。男人使尽浑身解数，调转全部灵力，轰的一声空爆之声，瞬间消失在江巡眼前。5秒后，男人回头看去，没有看到江巡的身影，松了一大口气。5秒能跑20里，挺厉害啊。江巡的声音从男人面前传来。男人惊愕地回过头来，只见江巡的背后一双血红色的翅膀，各2米长，正漂浮在他面前。你一个元婴初期，为何？啊！男人的话还没问完，江巡伸出手掌，8根穿魂钉从他身体各个部位瞬间穿过，身上没有一丝鲜血渗出，整个人却痛苦不已，哀嚎起来。刹那间七窍流血，整个人的身躯径直向下方坠落，这便是被直接击碎了神魂，成了一具空壳。江巡挥手用一根天罗地网将男人手指斩断，将储物戒勾了上来。神魂已碎，储物戒上的神识自然也是没有了。300灵石，几个破中阶丹药，2把宝器，5把灵器，这是什么玩意？江巡从中拿出一块似乎是檀木制成的令牌，上面刻着一个胡字，看样子像是什么地方的令牌。你可真是个穷鬼，反正也研究不明白，江巡便先放着不管了。看着他这储物戒都觉得寒酸，不过苍蝇再小也是肉嘛，暂且留着吧。江巡把储物戒里的东西转移到自己的储物戒，随后丢掉。死人手指上砍下来的还是别要了。这波试验江巡还是很满意的。血涌天罗第5层，让他能够调动的血液更多，威力更大，质量也强于圣器。江巡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大概就是神器在手的感觉。血涌天罗第6层则让他长出了翅膀，这对翅膀的飞行速度极快，普通元婴全力运转灵力，1秒也就飞4里地，而江巡随意的挥动便能眨眼间移动10里。不敢想象如果灵力全部运转，这翅膀飞得得有多快。天罗地网和穿魂钉也是好用极了。想到这里，江巡拿出天罗地网和穿魂钉滴血认主，如此一来，他和这2件圣器之间的联系会更强几分，操控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随后江巡挥动翅膀，几个呼吸间便回到百花宗，回到自己屋里洗澡。天劫虽然没有，但浑身上下的汗还是极多的。接下来10天的时间，
江巡便一直在百花宗稳固自己的境界。期间钟离天宇倒是偶尔会传消息来，问他什么时候回去，江巡只说是还有事没有处理完，暂时回不去。不过这也引起江巡的警惕，既然钟离天宇知道他来了百花宗，如果自己就这样直接约他出来，难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还是得回去几天，找个正当理由，比如说稀缺的炼制丹药所用的灵草、极品回元丹。江巡点开系统查看，这半月的修炼再加上此前突破元婴所做的修炼，江巡的修炼点现在已经累积到150，加上系统 bug 双倍修炼点，现在共有300点，而兑换极品回元丹单方需要30点。江巡想了一下，关闭系统，起身去找尹宁玉。如果尹宁玉那里有的话，这30点也能省下。随后江巡便从尹洛星院里离开，通过后门来到百花殿内。刚走进后门，江巡听到屋里有交谈的声音。所以我们是5天后出发了？这是一道极具魅惑感的声音。江巡探头看去，说话的是个身着淡红色露肩服饰的女子。她露出白嫩圆润的一字肩，锁骨清晰可见，脸上妆容与一般女子比起浓了许多，但还是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底子绝对不差。尤其是那身材，腰若柳枝，腿白嫩如玉雕，红裙只有一片布遮挡在重要部位，其他大腿近乎直到臀部全部展露无遗。坐在椅子上翘着一条腿，小脚丫勾着鞋子在脚上晃来晃去，不禁让江巡想到了别的地方，这脚肯定不是只会玩鞋。你们这百花宗可真没意思，一个男人都没有，还不准我们下山去找。哎，想念我合欢宗的男弟子们。红裙女子身旁一身着吊带，披着一件白色纱裙的美艳女子叹了口气，那表情看上去都急需抚慰。另外还有2人都没有说话，不过也都是衣着暴露，身材火热，样貌极其出众，4人实力都在元婴，看来他们应该就是真正的合欢宗4长老了。这样看来，明明他们果然还是太收敛了，整日脑中只想着男人。等此事结束，我看你们还是废掉合欢宗功法，从头再修吧。尹宁玉光着脚翘着腿坐在主座，看着他们说道，样貌身材气质完全不输给他们任何一个人。那怎么行，这可是我们100年修炼好不容易才达到的境界。红裙女子闻言道，若是就此废掉，别说重回元婴了，就连能否再度筑基都是另说。白纱裙女子也撇嘴道，师姐，有个男人。就在此时，2人对面的青衣女子指着江巡的方向说道，哪呢？2人唰的一下站了起来，目光炙热地看向江巡所在。尹宁玉闻言也看向江巡，眉头一皱，好啊，尹宁玉，整日都说我们心中只有情色，你自己却藏了个男人。红裙女子看着江巡说道，那红色的瞳孔看着江巡，好像恨不得马上就把江巡给吃了一样。白纱裙女子更是直接一个闪身来到江巡身后，把手搭在江巡肩上，搂着江巡，从江巡左侧探出头来，死溜，粉嫩的舌头划过江巡的脖颈，一脸兴奋之色，还特意洗干净了呢。师姐。红裙女子见状急眼了，也是立刻来到江巡身旁，也不知道是得多熟练才能一次性并瞬间把手从江巡的外衣伸进里衣，又精准地摸到江巡的腹肌的。红裙女子靠在江巡怀里，一边抚摸着，一边深吸一大口气。天哪，我真是好久没有看到过男人了，没想到这一件还是个身材不错的小帅哥呢。你怎么出来了？尹宁玉看着江巡皱眉道，饶是江巡出身合欢宗，也没见过这场面啊。白纱裙女子轻轻一口咬在江巡的脖子上，红裙女子亲吻舔吸着江巡的锁骨，这搁谁顶得住啊？原来尹洛星和尹宁玉不让自己离开院子是这个原因啊。唉，尹宁玉叹了口气，挥手，2道藤蔓过来，将红裙女子与白纱裙女子纷纷捆住，从江巡身上给扒了下来。哎，尹宁玉，你他妈！红裙女子刚准备破口大骂，藤蔓就堵住了他们俩的嘴，把他们举在半空中。这是合欢宗的4位长老吧？江巡吞了口水，这才缓过神来，看着尹宁玉问道，衣服穿好。尹宁玉瞥了江巡一眼，又转向一旁说道。江巡闻言一愣，低头看去，这才发现自己的衣服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扒了个七七八八了，也是连忙穿好，谁都能看出来他们出自合欢宗。待江巡穿好衣服，尹宁玉转回来说道，其实我来是有要紧事要跟你说的。江巡点点头道。尹宁玉闻言看向另外2个合欢宗长老，2人也是会意，点点头起身走出百花殿。而后尹宁玉直接将红裙女子和白纱裙女子用藤蔓给丢了出去，关上大门。尹宁玉，你别想给老娘独吞，把那男子交出来。红裙女子在空中一个180度转体，稳稳落在地上，随后拍着大门喊道，我们保证会给他留口气的，你就把他给我们玩一下吧。白纱裙女子也拍门喊道。尹宁玉无奈叹息，挥手开启隔音结界，外面的声音顿时一点都听不到了。
你说吧，你会炼丹吧？江巡看着尹宁玉问道。会是会。尹宁玉点点头。你问这做什么？回元丹你会炼吗？尹宁玉闻言，一副看傻子的样子看着江巡。我若是会炼回元丹，你知道会有多少人来百花宗抢我吗？言下之意自然是不会。为何不会？是没有丹方，没有材料，还是境界不够？江巡追问道。境界是够的，丹方是残的，材料几乎每一种都是非常罕见的，就连百花宗都种不出来。尹宁玉答道。能不能将丹方编成一套全的，真假无所谓，合理就行，然后再在天灵城附近散布一个某个秘境或者什么地方有回元丹材料下落的谣言。尹宁玉闻言看着江巡，思忖片刻。你是想通过这个把钟离天宇引出合欢宗？江巡点点头。可钟离天宇说到底对炼丹应该并不感兴趣，他又怎会费力去找那不知真假的材料？可他在我眼中依旧需要扮演一个对丹药极度痴迷的丹师。如果我说天灵城有和回元丹相关的情报，他不会不来的。尤其是天灵城距离合欢宗很近，一旦合欢宗出事，他可以立刻赶回去，所以一定会来的。届时我们再一步步将钟离天宇引向其他地方，远离天灵城，那时就是你们最好的机会了。江巡看着尹宁玉说道。把你的计划详细说说。尹宁玉听后看着江巡道。翌日，江巡从百花宗离开，通过传送阵回到天灵城，首先找了一家客栈住下来。不多时，明宁接到了江巡的传讯。师父，我已回到天灵城，在这里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晚点回去。何事？明宁闻言不由问道。因为两人此刻距离很近，基本上可以实现实时对话，就跟发微信似的。事关重大，怕是不好在浴桶里说，不如师父来天灵城湖山客栈一见。神神秘秘的，难道是有什么计划？明宁接到江巡这条传讯之后，眉头一皱，思忖片刻后动身往天灵城飞去。与此同时，监视明宁等人的顾灵玉也放下手中刺绣，这刺绣都已经刺了七七八八了，上面的人很明显就是尹洛星了。难道尹洛星来了？想到这个，顾灵玉起身，立刻就准备自己去天灵城看看。刚走出义务堂的大门，却又犹豫了，愣神片刻后，把心一横，还是决定去一趟，并传音告知钟离天宇：我去天灵城一趟，你自己小心。他离开的同时，义务堂的门也砰的一声关闭。唉，钟离天宇也知道明宁刚才的动作，不由叹了口气。他和顾灵玉的想法差不多，也认为是尹洛星来了。若是打了起来，我会马上过去的。钟离天宇只好传音回道。不多时，明宁戴着面纱走进客栈，火辣的身材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不少人目光跟随着他，眼看着他走进了江巡房间。你神神秘秘的是要做什么？明宁走进房间，关上门，摘掉面纱问道。师傅坐。江巡坐在椅子上没起身，对着明宁比了个噤声的手势，指向一旁的椅子。明宁见状皱眉，缓步坐下，安静下来之后，便听到隔壁房间的声音。听说了吗？传说中的炼丹谷有一个长老逃走了，他手上还有回元丹的丹方。回元丹丹方？扯淡！回元丹丹方怎么可能会在区区一个长老手上？偷的啊！而且他偷这个回元丹的丹方，就是因为他知道其中一个关键性材料所在，只要有那猪灵草在，回元丹就可以炼成。听到是回元丹的丹方，明宁的表情也很诧异。回元丹可不是谁想炼都能炼的，在这个世界上，回元丹的数量极其稀少，而且听说都是从一个名为炼丹谷的上古门派中流出的，而炼丹谷的人从没人见过，也没人知道炼丹谷在哪，以至于很多人都猜测是这个会炼制回元丹的丹师为了掩人耳目编的炼丹谷这个地方。不止隔壁在说这个事情，明宁往一楼去听，不少人也在议论此事，包括街上行走的零零散散的几个人。这些人全部都是修士，修为都在筑基到金丹，有男有女。刚一到天灵城，我就听到这些，于是便留下来了。江巡看着明宁说道。满大街的人都在说这事，大概率是假的，估计是什么人想搞事。明宁喝了口茶道。师傅，那是我的。江巡无奈道。可能是有人在做局，你别瞎掺和了，回去吧。明宁没有理会江巡说的话。做局？听着不像，因为我从欢宜城回来的时候，欢宜城也有些人在说这事，我当时也以为是有人做局，可是回来之后还有人在说欢宜城和天灵城相隔万里，我觉得做局不会做这么远。江巡说道。另一边坐在房顶上听到二人对话的顾灵玉默默点点头，他也觉得江巡说的有道理，我想掺和一脚，万一能拿到丹方，回去让钟连琴炼制回元丹，咱们的胜算会大很多吧。等天宇拿到丹方，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顾灵玉闻言想到。明宁闻言低头沉思，片刻后点点头。行吧，来都来了，我和你一起探探吧。有师傅帮忙，我放心多了。江巡笑道。江巡一开始的计划就是利用明宁引出钟离天宇，
以明明的聪明才智，在听到周围这些人的议论时，一定会想到有阴谋，通过明明的嘴说出来，再由江巡给明明打消疑虑，比直接跟钟离天宇说要容易得多。刚才顾灵玉落在房顶上时，躲在远处压制修为的尹明玉就已经传音和江巡说了。虽然来的是顾灵玉，但结果大差不差。炼丹这方面的事情，顾灵玉一定会让钟离天宇跟着，毕竟钟离天宇现在的身份是炼丹狂钟连晴。虽然不知道顾灵玉是不是误会了什么而跟了出来，但这个结果却是个更好的结果。你打算从哪里入手？明明看着江巡问道。打算再听听。江巡指了指隔壁说道。隔壁那俩是元婴修士，想必知道的会更多些。听说那人为了得到材料需要助力，会在3日后于灵兽谷选择2个境界高强的人和他同行，赢的人就能和他一同前往，并且待丹药炼成会给胜者一份。他也不怕被杀人夺宝，谁还能是个蠢货不成？那可是高阶丹师，还会炼回元丹，还有回元丹丹方，谁舍得杀他？不当祖宗供着就不错了。说的也是，咱俩也去凑个热闹，现在便动身，事不宜迟啊。那便走吧。两人说着便往外走去，离开客栈。怎么听着像是演戏？屋顶顾灵玉眉头紧皱，确实就是演戏。顾灵玉现在看到的、听到的一切，全部都是演戏，都是尹明玉和江巡找来的演员，或花钱雇来的，或从百花宗里来的，包括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也都是演的。既然要演，那就演一场大的，把明明也算计进去。当明明这个局外人都相信的时候，顾灵玉也就信了。要把钟离天宇顺理成章的引出来，就必须要这样大费周章。江巡和明明对视一眼之后，也纷纷飞了出去。在空中，明明摘掉了面纱。你这次去百花宗9天神体恢复的如何？明明看着江巡问道。已经完全好了，师祖说是我修炼不得当，帮我调整了一下，现在好多了。江巡笑道。那就好，回去之后我给你准备灵草药浴和丹药，你把9天神体好好喂养喂养。明明点点头。多谢师傅。江巡笑道。不过师傅，这灵兽谷是何地？一些宗门弟子喜欢饲养灵兽，又或是宗门收服守山灵兽，都是在这里收服妖兽并驯化的。明明解释道。所以灵兽谷里都是妖兽，驯化之后才能当作灵宠什么的。江巡点点头。其实来之前就已经听尹明玉说过了，灵兽谷距离天灵山有2万里远，是江巡和尹明玉特地选好的位置。原本打算把钟离天宇引到灵兽谷，随后和合欢宗4长老、百花宗4长老一起对顾灵玉出手，现在计划必须有所改变。尹明玉等人也悄悄从另一个方向前往灵兽谷，并联络了尹洛星。等众人到达灵兽谷之后，尹洛星和合欢宗4长老以及尹明玉、百花宗副宗主便会对顾灵玉出手。原本也是叫妖兽谷的，因为这些饲养灵兽的修士，渐渐的妖兽谷叫灵兽谷了。谷里还是十分危险的，从1级妖兽到9级妖兽都会存在，据传还有10级妖王的存在。10级妖王的战斗力可以比拟合体境大圆满修士的战力，还是十分危险的。江巡点点头，想到自己那把天降的合成材料里就有妖王血，想来这妖兽一定也浑身是宝，身上的东西应该都能被做成法器所用的材料。那丹师选在灵兽谷这种地方招募帮手，想来也有若是被杀人夺宝就鱼死网破的意思。江巡接着说道。一旦在灵兽谷发出大动静，所有妖兽都会向那个方向聚集，到时候若非圣人亲临，谁也走不了。明明点头道。此刻他对这炼丹谷丹师已经相信了一半。跟在远处的顾灵玉也是如此。顾灵玉一路上都小心探查周围，发现有不少修士都从4面8方往灵兽谷的方向飞，专门锁定了几个人，发现他们聊的事情也都是和炼丹谷还有那个炼丹师相关的话题，因此他对这事更相信了几分。这些人主打的就是一个演，而中途自然也会被别的修炼者听去，别的修炼者一听直接就往灵兽谷跑，特别是这群完全不明真相的人，最让顾灵玉相信此事的真实性。师父，顾灵玉现在就在江巡他们身后远远跟着，等距离灵兽谷5000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动手了。尹明玉已经和尹洛星会合，距离灵兽谷5000里，距离合欢宗15000里，这是一个最合适的位置。而且周围的修士会渐渐在周围形成一个包围，并拿出阵旗，形成阵法。这个阵法只要顾灵玉不去全力攻击，是不会被破的，而且可以将灵力控制在这个阵法里，不惊动周围其他人的修士。停！尹洛星突然止步，一把抓住尹明玉，停在半空中，又往后退了一点。怎么了，师父？尹明玉问道。顾灵玉停下来了，我们再动会被发现。尹洛星一脸凝重。难道他发现什么了？尹明玉闻言问道。尹洛星没有说话，眉头紧皱，仔细的悄悄探知。尹洛星和顾灵玉的实力不相上下，但不同的是，尹洛星可以利用极限感知范围的植物再进行一段感知，以此来和顾灵玉保持距离。在他的探知下，顾灵玉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样子，还是个女人，
想必是为了方便行动。变了个长相后，顾灵玉又将境界压制到元婴初期，随后快速追了上去。走吧！尹洛星感知到后继续往前飞，尹宁玉也快速跟上。二位道友且慢！变成另一个人样子的顾灵玉快速追上了江巡和明宁，在他们身后喊道。二人也是疑惑，回过头去。江巡眉头微皱，自己没计划这个环节啊，情况不妙。尹洛星感知到这一点后，立刻加快了速度。怎么了，师傅？尹宁玉连忙跟上去问道。顾灵玉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样子，接近了江巡和明宁。若是他对江巡用了媚术，江巡会将一切都说出来。现在距离合欢宗有多远？尹洛星语速加快说道：5000里左右吧。尹宁玉估算了一下说道：来不及了，动手！尹洛星说罢，瞬间消失在尹宁玉面前。尹宁玉也只好立刻放了信号弹。道友，敢问你们这是要赶去哪里？顾灵玉看着江巡问道。我看好像很多人都在朝一个方向去啊。同时顾灵玉正在悄悄使用媚术。江巡刚准备开口，突然感觉脑子里晕晕乎乎的，眼神迷离片刻。我们是为了把中。江巡。尹洛星瞬间出现在江巡面前，一把抓着江巡远离顾灵玉，随后摘下面具，用天生媚骨解除了顾灵玉的媚术。明宁见状也立刻和顾灵玉拉开距离。糟了！看到尹洛星出现，顾灵玉也瞬间意识到自己进入陷阱，立刻转身就走。此刻才注意到空中亮起信号弹，同时一道淡蓝色的阵法已在周围形成，将方圆500里的范围全部困了起来。顾灵玉立刻恢复实力，一掌拍出，一道红色雷电轰在法阵之上，只感觉周围猛地剧烈晃动一下，阵法没有被破。这整个阵法是基于尹洛星的实力而形成的，若非拿出120%的力量，是不会被轻易打破的。道友这是何意？我不过是问个路而已。顾灵玉见一时打不破，且阵法已经完全形成，回过头去看着尹洛星问道：别装了！尹洛星看着顾灵玉道。顾灵玉闻言便回了义务堂掌柜的样子。好吧，我只不过是在山下偶然听闻有炼丹谷弟子的事情，这江巡和我家炼丹师有些渊源，便跟来看看罢了，绝无恶意。他感知到阵法正在变得越来越强，且已经开始准备攻击阵法了。如果那些修士都进来的话，他随手便能处理，但那些修士若是在阵外攻击，他无可奈何，必须一边对付尹洛星，一边分心躲避阵法攻击。这对他来说可太要命了。现在还是先试试装作无辜能不能出得去吧，毕竟自己的身份可从没透露过，他们不可能认得出来。你们先退出去。尹洛星对江巡和明宁传音道。二人也点点头，往阵法外飞去。顾灵玉见状知道他们今天是不可能罢手了，既然如此，顾灵玉瞬间闪现到江巡和明宁面前。明宁刚准备伸手抵挡，却眼前一花，在看清时，眼前已经完全变了一个场景。只见江巡身后张开着血红色的翅膀，以公主抱的姿势抱着他，已经出现在阵法外了。你元婴了？明宁不由震惊道。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江巡还是抱着明宁，看着阵内说道。尹宁玉也在此时飞了过来，认真的看着阵法内。还不放开我？明宁看着江巡道。江巡点点头，依依不舍地放开了明宁滑嫩的大腿。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明宁看着江巡和尹宁玉问道。7788。江巡用速语术给明宁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将明宁没有的那些自己和他相处的记忆都给了他。好小子，现在都敢算计师傅了。明宁一把揪住江巡的耳朵说道。哎，疼，原来屠师姐的揪耳神功也是跟你学的。江巡抓着明宁的手喊道。这是为师跟他学的。明宁咬牙道。尹洛星，我还没去找你，你倒是先来了。顾灵玉也不装了，变回自己原本的样子，看着尹洛星冷声道。他这模样，江巡真是百看不腻，实在是太养眼了。若是放弃抵抗，你兴许还有一条活路。尹洛星居高临下看着顾灵玉道。放你的屁！顾灵玉漂亮的小嘴大骂一声，化作一道红色闪电，瞬间出现在尹洛星身后，手中已握着长剑，一剑劈来。尹洛星没有回头，身上缠绕一层风盾，挡住了顾灵玉的进攻。而后两人化作2道白色与红色的光芒，在空中快速闪烁碰撞。为长老提速！尹宁玉站在阵法外，伸手掐诀，同时喊道。周围的修士们也一起掐诀，淡蓝色的阵法散发光芒，一时间尹洛星的移动速度更快了几分，再加上有风系灵根加速，已经可以完全跟上顾灵玉的速度了。砰！一声爆炸，尹洛星和顾灵玉相撞，随后发出爆破，两人纷纷倒退数里开外。火焰！尹宁玉看准时间，立刻挥手，数十团火球立即从顾灵玉四面八方袭来。滚！顾灵玉大骂一声，周身出现雷电，所有火球都被雷电吞噬，毫发无损。但火球本就不是为了伤他，而是为了干扰。待雷电消失后，
尹洛星的数道锋刃袭来。顾灵玉连忙用剑挡在身前，整个人被锋刃轰了出去，手臂上也被砍出一道口子，鲜血直流，整条手臂差点被从侧面一分为二。顾灵玉也是个狠人，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用雷电将自己手臂的伤口电焦，先止血，随后开始恢复伤口周围也不断飞来锋刃与火球，又或是木刺，向着顾灵玉进攻。顾灵玉的身旁形成一个雷电领域，将所有攻击全部挡下，并立刻开启法相，一拳向着尹洛星轰了过去。尹洛星也展开法相，双手交叉挡下了顾灵玉的攻击。此刻阵法也在继续进攻，但对于开启法相的顾灵玉来说，已经带不来丝毫伤害，哪怕是遮挡视线也没有用，毕竟靠感知也能完全知道周围的情况。此刻没有圣人将陨，圣人谷没有开启，两人也都没有服用丹药突破半步圣人，否则迟早都是个死，除非真闹到非要鱼死网破不可的地步。受死！顾灵玉法相挥舞一把巨刃，向着尹洛星劈下的同时，领域展开，尹洛星也同时展开领域，两道领域相撞，二人也彻底消失在众人眼前，只剩下一个黑色圆球。全力维持阵法，不要懈怠。尹宁玉对着众人喊道：“怎么心慌了？”与此同时，正在炼丹的钟离天宇有一种不妙的感觉，眉头紧皱。这一分神之下，丹炉也直接炸了。钟离天宇灵气护体，毫发无伤，但也没有再炼丹的心情了，从地上站了起来，走向义务堂前厅，看着桌上的刺绣发呆。难不成是顾灵玉出事了？想到这里，钟离天宇感知了整个合欢宗，对每个人都看了一遍，宗内一如往常，每个人都按照平日的习惯进行着。涂婉正盘腿在江巡床上修炼，江岩正在自己院中舞剑，林清婉在小闭关，钟连琴在地牢中和往常一样心如死灰，梁云韵在清扫院子。这些和江巡有关系的女人都没有异常，其他长老除了明明不在，其他人也一切如常，正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将他和顾灵玉引出闭关洞府。妍妍和若兰也在屋里忙活，没有出门，应该不会有事。钟离天宇睁开眼，转身回到后院继续炼丹。轰！砰！领域中，尹洛星和顾灵玉的法相盯着雷电与锋刃激烈交手。当两人法相的巨剑碰撞在一起时，两人也相互对视。不知道自己在另一个时间线和顾灵玉交手详情的尹洛星立刻将面具收起，企图使用天生魅骨，下一刻便被顾灵玉的魅术抵挡。见状，尹洛星直接吞下丹药进行突破，达到半步圣人的境界。有回魂丹在手，尹洛星也不怕自己事后被天劫劈死。你疯了！顾灵玉见状喊道：“你就这么想杀了我吗？”我是疯了。尹洛星笑道，再次使用天生魅骨魅惑顾灵玉。然而顾灵玉像是早就做好了准备，瞬间也突破到半步圣人。想来是那枚丹药一直被灵力包裹在顾灵玉腹中，随时都能服用。这样一来，尹洛星的天生魅骨再次失效，两人只得继续交手。不止巨剑，两人身上法宝尽出，尹洛星身上飞出数十道缠绕着红色闪电的匕首，如雨点般砸向顾灵玉的法相。顾灵玉法相前出现一道青绿色的屏障护盾，那是由一个青色的小圆球形成的，将这数十道匕首全部都给挡了下来。尹洛星立刻更换法宝，一张红色符纸飞出，在顾灵玉的催动下，单张符纸突然变成上千道符纸，每道符纸上都是红色闪电，威力极强，在空中形成一道圆锥形状，向着尹洛星的青色护盾刺了上去。片刻的旋转之后，尹洛星的青色护盾被直接刺穿，变成两半，护盾之后的青色宝珠也被粉碎，而护盾后又有一道符纸。当顾灵玉的符纸接触到尹洛星的符纸，尹洛星的符纸瞬间爆炸，将顾灵玉的符纸全部炸得稀碎，两道符纸同时消散。这一番交手，二人所用的这共计4个法宝全部都是宝器，虽然不如圣器，但配合他们的实力，若是用来对付哪怕合体中期的人都是大杀器。风云连天阵，尹洛星伸手掐诀，上空出现一个绿色阵法，一道极强的风压从顾灵玉头顶落下，强大的风压直接将尹洛星的法相给压得弯下身子。顾灵玉的表情也十分痛苦，立刻撤去法相，再运转灵力，瞬间消失在领域中，是与领域中的雷电融为一体，以此躲避风压。顾灵玉立刻操控法相握着巨剑旋转起来，整个人化作一道巨大的龙卷风，是要将整个领域吞噬一般。风压阵法加上顾灵玉的龙卷风，尹洛星几乎避无可避。知道自己上次失败了2次的尹洛星，这次一出手就是全力。你是真想取我性命？在雷电中隐藏的顾灵玉心中想到，眼看着风压阵法已经消散，他不再躲避，再次施展法相，直接抱住了一把抓住了龙卷风之中的那把巨剑，停止了龙卷风。同时手中红色雷电形成一把利刃，捅向尹洛星的法相。尹洛星操控法相，手上缠绕这风，一把抓住了那道雷电化成的尖刀。吼！随后法相一声咆哮，一道飓风从尹洛星法相口中喷出，直击顾灵玉法相面门。这威力可一点不比刚才的风压阵法威力小。
一时间让顾灵玉十分痛苦，无法抵挡，只得操控领域中的闪电凝聚成一道极大的闪电，轰向尹洛星。尹洛星的法相遭到雷击，咆哮停止，两人都受了不小的伤害，一时间都没有再动手。师祖能赢吗？明明担忧地看着那团黑球说道。放心吧，这次一定可以。江巡看着明明笑道，5颗回魂丹又没有钟离天宇和其他人捣乱，这次尹洛星一定不会输。这件事快点了结吧，再折腾下去自己连修炼的时间都没有了。一盏茶的时间之后，众人眼中的黑球突然发出剧烈震动，黑球的左侧出现了一道裂痕，是有人试图打开领域，战斗要结束了。尹明玉紧张到众人闻言也都紧盯着领域。按理说外面还有阵法，如果是顾灵玉的话是不会想离开领域的，否则又会遭到阵法的进攻。若是尹洛星落入下风，倒是有可能想要打破领域获得外界帮助，这也只是他们看不到领域内情况的猜测罢了。实际上是顾灵玉的法相被尹洛星强劲的风压狠狠砸在了领域上，这是尹洛星全力的进攻，导致两人的领域有些不稳定了。呀啊！顾灵玉吃痛，用尽浑身解数抵抗风压，发出怒嚎，一道雷电光柱自顾灵玉手中轰了出去，从手腕大小命中尹洛星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柱子粗细。尹洛星抬起法相手臂抵挡，整个人被轰了出去，再次和顾灵玉拉开了距离。洛星，若你当年没有离开，我们也不会闹到这个地步。两人的法相纷纷散去，顾灵玉喘着粗气看着尹洛星说道，虽然我已经不记得那人叫什么名字，但新婚之夜杀夫，我当时没对你动手都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尹洛星冷笑道，因为一个男人真的值得吗？顾灵玉咬牙道，这话该我问你，是你执念太深才造就了今日的局面。尹洛星说道，而且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就算你赢了我，7日后也是你的死期。后半句话没说，那便是我有回魂丹，我是不会死的。呵，顾灵玉冷笑一声，嘴角落下一道鲜血，整个人头发披散，乱糟糟的，显得有些凄美。即便今日我就身死，7日后你也得来陪我。顾灵玉笑道，你躲了这么多年，等到了阴曹地府，我还是会缠着你。准备束手就擒了。尹洛星没有理会他说的话。束手就擒？呵，顾灵玉冷笑，不管是今日还是7日后，我若身死，你以为天宇不会为我复仇吗？届时没有你庇护的百花宗必将生灵涂炭，这就不是你该担心的了。尹洛星说罢，挥手，身后出现一根散发绿色光芒的树枝，看上去只是普通树枝，但实际上这却是圣器。一根树枝化作8根，在尹洛星身后形成一个圆圈，随后树枝开始延伸，最终变成8道粗壮的树枝攻向顾灵玉。顾灵玉立刻起身进行躲避，但之前消耗的灵力已经太多了，此时根本无法用出那极快的肉眼不可见的速度。连续躲避5根树枝后，被第6道和第7道树枝缠住手脚，随后其他树枝也立刻涌了上去，双手双腿、脖颈、腰部、脚腕全部被牢牢捆住。随后顾灵玉便感觉到自己本就所剩不多的灵力被树干急速吸收，可以很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灵力如流水般消失，再继续下去整个人都会被吸干。这本是尹明玉的法器，上一次他们本打算里应外合进行包夹，这法器自然在尹明玉的身上。这一次做好了准备要单独对战顾灵玉，尹洛星自然把能用的法宝都带在自己身上，之前不用也是为了消耗顾灵玉的灵力，否则他利用闪电进行躲避，这法器的存在也就没有意义了。尹洛星，尹洛星，尹洛星！顾灵玉用尽浑身解数，无法脱离树干，口中从轻喃到咆哮，瞳孔充血的看着尹洛星撕心裂肺的大喊：我等了几百年了，虽然还有7天你便会来阴曹地府找我，但我不想等了，一刻也不想等了，你我便一起死吧。在阴曹地府，在阴曹地府，我们再续前缘吧。说罢，顾灵玉直接开始自爆，一股强大的力量从顾灵玉的身上传出，尹洛星立刻向远处飞去，在顾灵玉即将自爆并无法停止的最后一刻收回尹明玉的法器，否则法器必毁。轰！一声剧烈的爆炸，整个领域轰然炸裂，浓郁的灵力持续扩散，300人布下的阵法很快便被灵力充满。快走！尹明玉看到这一幕，连忙转身就跑，并大喊一声。江巡也连忙抱起明宁，又顺手拉住尹明玉，能跑多快就跑多快，直接跑出3000里。随着灵力闪烁，又是一声轰鸣，整个法阵直接炸得稀碎，没能跑脱的百花宗修士和雇来的修士们全部都被炸成了肉泥，300人几乎无一生还。耳边不断传来惨叫的身体爆炸的声音，甚至有些人都来不及哀嚎，便已经成了碎屑。尹洛星也被顾灵玉的自爆灵力吞噬，得益于合体大圆满的身体和3重防御法器，没有被当场轰碎，整个人被轰飞出去，狠狠撞在2000里外的山上。
整个山都被撞出一个1000米的深坑。尹洛星喷出一大口血，顿时咽了气，流了个全尸。顾灵玉的灵力也彻底消散，2000里的范围内全部都被夷为平地。师傅，在江巡的帮助下，脱离爆炸范围的尹宁玉感觉到尹洛星没了气息，在江巡怀里落泪，看着尹洛星的方向大喊一声。江巡也立刻带着尹宁玉和明宁快速飞到尹洛星所在的地方。可几人落地，尹宁玉快步跑向尹洛星，基本上是同一时间，尹洛星咳了一声，随后身上的伤势快速恢复，灵力也开始恢复，生命气息也开始恢复，整个人已经活了过来。看样子是被用了回魂丹。师傅你怎么样？尹宁玉蹲在尹洛星身旁，手中出现绿色光芒，在尹洛星的身上上下探查。无事。尹洛星摇了摇头，伸手把尹宁玉的手腕退了回去，从地上站起。尹宁玉下意识要去扶起尹洛星，却发现他已经毫发无损了，心下十分诧异。外面什么情况？尹洛星看着尹宁玉问道。300个修士全被炸死了，阵法破碎，无法再继续使用，周围2000里全部都被夷为平地，死了不少动物，好在没有平民。尹宁玉说道。有多少人是百花宗弟子？尹洛星问道。210人。尹宁玉失落道。这些可都是百花宗的中坚力量，顾灵玉这一爆让百花宗被削弱许多。你们2个先出去吧，我有事和江巡说。尹洛星沉默了一下，看向江巡。是。尹宁玉和明宁2人点头，随后从被尹洛星砸出来的这个洞里飞了出去。疼了吧？2人离开后，江巡走上前轻抚尹洛星的后背，因为碰撞，尹洛星身后的衣服已裂开了，此时是直接摸到后背。给你。尹洛星没有在意江巡的动作，伸出手，手中有4颗回魂丹，用了1颗，多亏你了，你留着吧。江巡摇摇头，这么漂亮的背，若是留下伤疤，可就不好了。我不用，回魂丹珍贵，你自己留着用。还有这个。尹洛星转过身，将回魂丹和1节小拇指放在江巡手中。这是顾灵玉的手指，用回魂丹可以复活吧？你想复活他？江巡闻言诧异道。不是，只是给你个选择，我看你好像对他挺感兴趣的，若是你把他复活后，有一天能把他给说服，对你也是个很大的助力吧。尹洛星笑道，同时他褪去衣衫，当着江巡的面露出光滑白嫩的躯体，又重新换上1件衣服。反正2人的关系亲密，他也没必要在意这个，还他娘不吃醋。江巡闻言笑道，你少贫嘴。尹洛星白了江巡一眼，你小年纪又拥有圣器，又能控制时间，还有回魂丹，又得了我的9天神体，身负合欢宗、百花宗2脉传承，日后前途无量，说不定我百花宗以后还要靠你庇护呢。放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肯定不会让孩子没妈的。江巡笑道。好了，现在没工夫跟你开玩笑。尹洛星松了口气，随后道，钟离天宇也是个麻烦，你想除掉钟离天宇，我可不答应啊。江巡闻言说道，钟离天宇那可是自己的女人呀，是你认为她是你女人，还是她当你是她男人，你自己搞清楚吧。你可以先回去试试，若果能说服她，自然是再好不过，如果不行的话，你做好心理准备，大不了先弄死她，再找个地方复活，把她关起来呗。对了，江巡看向尹洛星，你刚才是半步圣人了吧？7天后的天劫，你还得有回魂丹才行。不必了。尹洛星摇头，刚才我已经死过1次了，没有那天劫了，这里闹出这么大动静，很快就会传开的。我觉得你还是先去合欢宗，把事情经过告诉钟离天宇，这样说服他的可能性还大一些。不必了，有什么话当面和我说吧。就在此时，钟离天宇的声音传来，尹洛星和江巡都是一愣，回头看去，钟离天宇的身后跟着明宁和尹宁玉，只不过2人都是一脸痴呆的样子，显然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意识，极大概率是中了钟离天宇的媚术。你怎么来了？江巡看着钟离天宇诧异道，顾灵玉一自爆，命牌破碎，这么大的灵力波动，我自然会来。钟离天宇看着江巡道，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我们身份的？你要为顾灵玉复仇吗？江巡悄悄收起手中的回魂丹和顾灵玉的手指说道，你过来。钟离天宇对江巡勾了勾手指，到我身后来，我不想伤你。在钟离天宇看来，尹洛星和顾灵玉一场大战，甚至于顾灵玉都自爆了，现在尹洛星绝对伤得不轻，绝无可能是自己的对手。你不怕我在你背后来一刀？江巡笑道，那我也认了，几百年就看上你这么一个男人，被捅刀子死了，算我活该。钟离天宇摇摇头，江巡则走到尹洛星身前，把尹洛星护在身后。你俩谁都不能出事，你要杀他就先杀我吧。怎么，尹洛星也是你女人不成？钟离天宇闻言皱眉道，你敢说我都不敢信啊。他俩现在能听到咱们说话吗？江巡看着钟离天宇身后的明宁和尹宁玉问道。听不到。钟离天宇如实相告。
我和洛星孩子都有了，她还能不是我的女人吗？江巡直接说道。闻言，钟离天宇愣了一下，瞳孔缓缓放大，随后又冷静下来。你骗谁呢？修士极难怀孕，尤其是境界高的修士，越高就越难，到了尹洛星这个境界的修士，已经不可能怀孕了。修士越高，修士的身体内部就越与常人不同，该有的卵巢、子宫什么的会渐渐从变小到没有。到尹洛星这个境界，就已经完全没有了。因为以合体大圆满修士的实力，根本不需要后代了。百花宗有一种花可以造出我们的孩子，而且不用自己怀孕，虽然孩子出生的时间会久一些，但确实是有的。江巡说道。顾灵玉已死，百花宗合欢宗恩怨已了，你和尹洛星无冤无仇，没必要再继续下去了。就此联手，将百花宗与合欢宗合并，也是好事一桩。钟离天宇闻言沉默，死盯着尹洛星。我的伤势和灵力已经全部恢复，你我交手，你讨不到好处。尹洛星看着钟离天宇道，同时施展自己充盈的灵力。你我本就无仇，你没必要为了他人赌上你这千年苦修。江巡缓步来到钟离天宇面前，尹洛星看着不免有些担忧，心里更警惕了几分。臭小子，他能恢复全部灵力，就是因为你吧？钟离天宇看着来到他面前的江巡问道。你怎么知道？江巡笑道。事实上，从1年多以前，我们就一直在监视明宁他们了，直到你小子开始在外门售卖丹药，那女弟子来找我告密，我才知道你会炼制极品丹药，从而进入我的视线。我眼睁睁看着你从炼气3层的小老头短时间内突破筑基，可你那些丹方是哪来的，我却完全摸不着头脑。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你小子不简单了。莫非钟离小姐接近我，就是为了知道我的丹方来源？江巡牵起钟离天宇的手问道。他没有丝毫反抗。那么你会告诉我吗？钟离天宇反问道。那是我绝对不能说的秘密。江巡摇摇头。那你能告诉我顾灵玉是怎么输的吗？他已经足够小心谨慎了。钟离天宇问道。解开我这个疑惑，我便不再动手。其实我们本来的打算是把你引出来，不知出了什么差错，把顾灵玉引出来了。江巡撇撇嘴道。你一开始是想杀我啊？钟离天宇闻言喊道。不，我怎么能想杀你呢？我把你引出来是为了让你们俩分开，保证你的安全。届时合欢宗和百花宗一起对付顾灵玉。7788。江巡说着，用速语述说了本次计划的来龙去脉。钟离天宇听后思忖，随后倒看向尹洛星道：我想他是以为你们神神秘秘的是尹洛星来了，便想悄悄去看看。这些年他绣了数十万幅尹洛星的刺绣，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正因如此才会在那时乱了方寸，做出错误的决断。尹洛星听后叹了口气，话是这么说，可他真不喜欢女人啊。而且这么多年过去，别说女人了，他对男人都没兴趣了，修仙修到合体大圆满了，还差一步就是圣人了，怎么还能当恋爱脑呢？可话又说回来了，眼前这个钟离天宇好像也是个恋爱脑，要不说他俩能玩到一块去呢？那你们是如何得知我们隐藏在异物堂的？又是什么时候知道的？钟离天宇问道。江巡怕此刻的钟离天宇皆是伪装，所以没说出自己会穿越时间的事情，毕竟如果他突然动手的话，江巡还能改变这些。于是便摇摇头，这就是别人的秘密了，人家帮我们不能把人家的根底给卖了吧？钟离天宇闻言撇撇嘴，原来是有高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啊！我会去合欢宗山顶给顾灵玉立一个衣冠冢，随后我便离开了。钟离天宇随后看着江巡道：离开？江巡疑惑，我可没有给别人当小弟的习惯，合欢宗如何与我都无关了，天地之大，我也想出去逍遥一番，这几百年可给我憋坏了。钟离天宇一边说着，一边转身离去。你……江巡见状往前走了几步，被钟离天宇一挥手，一道屏障将他拦在身后。放心吧，老娘我这辈子就你一个男人，你要是没让我当了寡妇，我自然不会去找其他男人，我就是累了，想清静清静，等我享受够了，我会再回来的。钟离天宇说罢便飞了出去。随着他远离，屏障消失，明宁和尹宁玉也恢复清醒。这是怎么回事？尹宁玉看到自己身处的情况，一头雾水。在合欢宗10几年的明宁则知道自己刚才一定是中了媚术。钟离天宇来了，又走了。江巡看着洞口道。尹洛星也用速语术解释给二人，此间事了，宁玉、明宁，你二人去合欢宗，将合欢宗男弟子全部遣散，女弟子带回百花宗，好生安排宗内。尹洛星看着二人道：是，师父。师祖。二人行礼道。尹宁玉又接着说道：是否要废掉合欢宗弟子所修功法？合欢宗所修功法并非正途，自当废弃功法，从头修炼。功法废除后，若不愿加入百花宗，可任其离去。尹洛星点点头。等下师祖。江巡连忙说道。也有女弟子是和若兰妍妍一样，修炼的是女子双修功法的，这种也要废掉吗？
若他们不行采补之事，或可保留。尹洛心想了一下，说道：话说，妍妍和若兰会加入百花宗吧？江巡问道。他们俩身上还有无上皇朝婚约，顾灵玉一死，连心骨已破，他们自然是远走他乡。若是来了百花宗，反倒是大麻烦。尹宁玉说道。这样啊，江巡点点头。看你那一脸失落的样子，我看你小子缠他们俩很久了吧？明宁看着江巡掩嘴笑道。顾灵玉被解决后，他也松了一大口气，愿意多笑笑了。那天底下哪个男人会不缠合欢宗宗主呢？江巡理所当然道。好啊，等你什么时候有能力对抗皇朝，他们俩就是你的了。明宁笑道。那可真是遥遥无期。江巡撇撇嘴，一个合体大圆满的顾灵玉都这么难对付了，更何况拥有圣人，且不止一两个合体境修士的皇朝呢？快去吧。尹洛心开口打断几人说道。我会回宗内等着你们。是。二人行礼道，随后往外走去。我也跟你们一起去。江巡快步跟上二人，江岩他们还在合欢宗呢，江巡的去接他们。和尹洛心分开后，三人回到天灵山附近，刚准备进入合欢宗，却发现合欢宗山顶上空飞着3艘巨大飞船，左右2个飞船上全部都是身着黑甲的修士士兵，中间那艘船头站着一个公公，是无上皇朝的飞船。尹宁玉看到船上的旗帜，惊讶道：无上皇朝？怎么可能？江巡闻言都惊了，实际上是看到这些飞船的第一时间就惊了。穿越之前根本就没有遇到这种事情。江巡又猛地想起那个自己说的话，空白的新的时间线。这个时间线的未来，因为自己的穿越已经和之前那条时间线完全不同了。从江巡回来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会和江巡经历过的完全不同。无上皇朝的人怎么会来？难道是无上皇朝十皇子来了？婚约还有1年半啊！明宁也是眉头紧皱。现在怎么办？先不要轻举妄动。尹宁玉伸手拦住正准备冲进去的江巡，目光死死盯着中间船上的那个公公。那公公是个化神期修士，而他身旁站着的一男一女竟都是合体境修士合欢宗宗主何在。公公站在船头，看着天灵山山顶，用灵力放声喊道。整座山所有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明明像个娘娘腔，但又十分有威严的感觉。师姐，是无上皇朝。妍妍和若兰连忙穿好衣服从屋内跑了出来，抬头看着高处，妍妍一脸紧张。先上去看看。时间还没到，无上皇朝不会言而无信。若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扣紧衣服往上飞去，妍妍也立刻跟上。与此同时，于言等人也都从屋内走了出来，纷纷抬头看着上空，心中也充满担忧。此时他们还不知道顾灵玉已死，若是无上皇朝就这样把若兰和妍妍带走的话，他们的计划就全完了。合欢宗宗主若兰，合欢宗副宗主妍妍，见过公公。二人来到空中，看着那公公行礼道：这可不是给他的礼数，是给无上皇朝的。圣皇口谕：30日后，无上皇朝内将举办一场择将试炼，念合欢宗与本朝已有约在前，特此给予合欢宗5个名额。公公看着二人说道。闻言，妍妍和若兰相互对视一眼，不是来找他们结婚的就行。择将试炼，那是什么意思？江巡看着尹宁玉问道。无上皇朝的将领大多数情况下是无上皇朝内部的修仙世家、王族子弟，附庸在皇朝下的宗门，通过试炼的修士可以成为无上皇朝的将领，在朝为官。能得到的天材地宝和灵石法器都是不可估量的，历经数年，若能成为大将军，基本上会1人之下万人之上。尹宁玉说道。而且听说赢得试炼成为第1名的人会得到无上皇朝奖励的圣器。明宁补充道。那参加择将试炼的人有什么要求？江巡问道。如果能趁此机会进入无上皇朝，找到顾灵玉他爹的下落，还愁拿不下顾灵玉。当然了，这得是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你要去？明宁一听就知道江巡想去参加试炼，回头看着江巡，能得到圣器呢，去试试呗。江巡点点头道。你不是都有了吗？谁会嫌圣器多呢？江巡笑道。还有，我们十皇子让我带话来，合欢宗女修，他看不上，婚约作罢，但玩一玩还是可以的。你二人选定5名弟子，立刻启程，5名弟子随你二人一同前往无上皇朝。待你二人到达无上皇朝，圣皇自会宣布庇护合欢宗，从此合欢宗就是无上皇朝麾下了。10。听到公公的话，若兰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变差。玩玩，之前还说是婚约，现在更过分了，只是玩玩，拿我们当什么了？怎么有不满？公公看到若兰的表情，冷笑一声说道。能被我们家殿下把玩，也是你二人的福气。同时，公公身旁的2个合体境修士也释放气息，顿时压得若兰和妍妍二人喘不过气来。公公，我们知道了，这边去。妍妍捂着胸腔，
费力地说道，头上已经落下豆大的汗珠。公公闻言挥手，两个合体进修士这才作罢。妍妍也立刻带着若兰往宗内飞去。你们只有半个时辰。公公看着二人的背影补充道，先进去吧。见状，尹明玉带着江巡二人飞入合欢宗内，有明明的令牌在，自然是畅通无阻。三人一路来到合欢殿，此时若兰和于言等人都已经在这里了。刚才公公说的那些话，所有人都能听得到。尹明玉看到尹明玉走了进来，若兰表情诧异。宗主，于言、顾晴、李梦秋三人也连忙看向尹明玉行礼。你怎么会在这？疯了不成？眼下情况已经够糟了。若兰看着尹明玉说道。他此时心如乱麻，又是顾灵玉，又是十皇子，又是无上皇朝，现在这尹明玉又来了，非要把他逼疯不成。顾灵玉已死，钟离天宇已经离开合欢宗，这件事结束了。尹明玉道。什么？若兰闻言一愣，随后立刻探查体内，果然没有再找到连心骨的踪迹，顾灵玉真死了。7788。尹明玉随后又用速语术告知众人事情经过，不过还是留了心眼的，江巡拥有圣器和穿梭时间的事情，尹明玉并没有说出来。这对若兰来说本该是一件值得松一大口气的事情，但眼下无上皇朝就在上空，还有2位合体境修士，跑肯定是跑不了了，可是去无上皇朝的话只能去了。若兰叹了口气，整个人顿时没了精气神。自己这一身炼虚境修为，按理说也足以无忧无虑了，但还没等自己好好享受呢，先是自己的师傅，又是无上皇朝，全都是一些自己对付不了的家伙，真愁人啊。百花宗的4个长老也不禁看向尹明玉，如今尹明玉在这里，一切事情都由他做决断，没有他们说话的份了。而对于尹明玉来说，若兰和妍妍如何本就跟他没关系，他自然不会提出帮他们，想来尹洛星也不可能为了他们俩得罪无上皇朝。你觉得呢？尹明玉回头看向江巡，众人闻言诧异看向江巡，没想到尹明玉居然询问江巡的意见。眼下无上皇朝大军就在头顶，你们俩若是跑了，轻则被2个合体境修士抓回来，被折磨得不成人样，重则合欢宗全体覆灭。最稳妥的方法还是你们先跟着去无上皇朝，想办法保全自己。江巡说道。话说的容易，你区区一个金丹，懂得什么？若兰瞥了江巡一眼，我若是躺在你床上，你会不下手？可以先用媚术拖着吗？我就不信那十皇子境界还能比你俩高不成？虚与委蛇，假装顺从，保住灵力，待那十皇子要行不轨之事时使用媚术，让他以为自己得逞。如此一来，可保全自己，也可保全合欢宗。之所以要虚与委蛇，假装顺从，自然是为了让十皇子放松警惕。如果他们一去就一副宁死不从的样子，在十皇子对他们下手之前，肯定会让人封住他们的灵力，那个时候才是会被十皇子占尽便宜的时候。等他在幻境里腻了，自然会放你们走了。如此窝囊的做法，我才不会选。若兰冷哼一声，第2个选择直接跑路。江巡耸肩道，那合欢宗弟子岂不遭殃？妍妍说道，既要又要。第3个选择，你们先带人上船，中途找机会逃跑，趁此时间尹宗主会带着合欢宗的人离开，但和你们一起上飞船的弟子一定跑不掉了，你们能不能跑掉也不好说。还有最后一个办法，你俩自杀吧。江巡说道。你说什么？若兰闻言瞬间冲了上来，手指紧绷，缠绕灵力，长指甲如一把锋利的刀向着江巡脖子刺了过来。轰！尹明玉立刻挡在江巡身前挥袖，击退了若兰。宗主你别急啊，听我把话说完。江巡从尹明玉身后探出头，看着若兰道，宗主可以下令解散合欢宗，然后其他人和尹宗主一起去百花宗。百花宗在神河皇朝麾下，神河皇朝与无上皇朝不相上下，2国不会因合欢宗的人加入百花宗而大动干戈，无上皇朝只会找你们的麻烦，这个时候你们已死，他们也无处说理。事情结束之后，我会用回魂丹将你2位复活，从此以后你2位就自由了。回魂丹！屋内所有人都是一声惊呼，毕竟除了尹洛星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江巡拥有回魂丹。哎，对了，我可以发誓一定会复活你们，在场所有人也得发誓，绝不说出我有回魂丹的事情。还有2位宗主，你们得发誓复活之后效忠百花宗。你怎么可能有回魂丹？若兰冷笑道。这不就是吗？江巡摊开手，拿出2颗回魂丹。看到江巡手上散发光芒的丹药，众人都是脸色一变，他还真有回魂丹，确实是个完全之法，你等意下如何？尹明玉看着若兰和妍妍说道。他完全相信江巡，首先江巡是发了誓效忠百花宗的，其次江巡和师父之间好像有秘密，而且江巡这个方法完全是为百花宗着想，一会让合欢宗那些不明真相的合欢宗弟子毫无顾忌地加入百花宗，2能让妍妍和若兰以后也效忠百花宗。
3还能堵住无上皇朝的嘴，还给了他们3个看上去不怎么样的选择，让他们认为第4个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一箭3雕，这小子确实聪明。其实江巡自然也有自己的私心，把若兰和妍妍送到无上皇朝，他还真是舍不得，哪怕是让他们用媚术先忽悠10皇子，江巡心里也不得劲，所以提出这个方法。若兰和妍妍对视片刻，都能从对方眼中看到答案。你先立誓，我们随后。若兰看着江巡道：好，我江巡发誓，日后必会救回若兰和妍妍性命，否则天诛地灭。江巡举手说道：我若兰、妍妍发誓，不会透露回魂丹之事，并在复活后效忠百花宗，若为此事天诛地灭。我尹宁玉、明宁、于言、顾晴、李梦秋发誓，绝不泄露回魂丹之事，否则天诛地灭。众人都在江巡发誓之后纷纷举手发誓，誓言全部成立。那你们便去告知弟子们解散宗门，让他们加入百花宗吧。男弟子就地解散，然后你们自杀吧。尹宁玉看着2人道，2人也点点头往外走去。我现在应该去和无上皇朝的人沟通一下吧。尹宁玉说道，等他们死了，带着他们的尸体去。江巡摇摇头，让他们毫无回转的余地。也好。尹宁玉点点头，你小子实力不怎么样，脑子倒是好使。没办法，谁家好人一修仙就先和你们这群炼虚合体的混在一块，这是我一个小小金丹该承受的吗？没实力是能玩脑力了。虽然江巡已经原因了，但此时还没想告诉他们，毕竟在他们的印象中，他只是刚出关的金丹2层而已。不多时，在集合钟声下，合欢宗包括外门弟子在内，全部已经聚集在合欢殿门前。尹宁玉等人也从合欢殿走了出来。有些内门弟子是认识尹宁玉的，尤其是亲传弟子们，见到尹宁玉的时候也是一脸吃惊。合欢宗弟子听令，今日起合欢宗解散，所有男弟子解散，所有女弟子全部并入百花宗。若兰看着面前弟子们说道。听到若兰的话，合欢宗弟子们立刻就炸了锅了。修仙修得好好的，宗门没了。小宗门也就算了，合欢宗可是名列前茅的大宗门啊，上面还有2个合体大圆满的太上长老呢，怎么能说没就没了？安静！尹宁玉走上前，站在若兰和妍妍之间，用灵力喊道。闻声，众人也都停止喧哗。凡合欢宗弟子，你们可以选择加入百花宗，又或者离开合欢宗，但都需要废弃现有功法，重新修炼。尹宁玉看着众人说道，毕竟合欢宗里这群淫娃，如果放到外面去，那对百姓可真是一场灾难啊。这怎么行？尹宁玉这话一出，果然遭到反对。我们修炼了数十年才终于筑基，怎么能说废掉就废掉？我们这些金丹的修了几百年就白练了吗？绝不答应啊！不答应，不答应！练气10几年也不能白练啊！下方梁云云看到江巡和宗主长老们站在一起，一时也是有点发懵。林清婉倒是无所谓废不废掉功法，一直在下面跟江巡挥手打招呼。江岩则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反正他练的也不是合欢宗功法，这事对他来说倒也无所谓。小妍妍、清婉，快来！江巡走下来对2人招了招手，2人立刻来到江巡面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江岩看着江巡问道。是这样，江巡用速语术给2人解释了一下全部的事情经过，又用记忆花把2人的记忆归还，他们瞬间就明白了。能成功真是太好了。江岩笑道。是啊。江巡点点头。你们先帮我个忙，去义武堂地下把钟连琴带来。好，我们这就去。林清婉点头道。随后2人便离开，前往义武堂。这可不是跟你们商量。在众人的抗议下，尹宁玉冷声喊道，这一嗓子带着灵力，直叫人心里发毛，顿时起了一身冷汗，都不敢说话了。若是不愿放弃合欢宗功法，那我只能选择把你们的命留下了。到百花宗重修，也是给你们一个从头再来的机会，否则不管你们走到哪里，都会是人人得而诛之的邪修。尹宁玉看着众人说道，你们可没有多少时间犹豫，你们也看到了，上面就是无上皇朝的飞船，你们的宗主打算和他们鱼死网破了，若非我来，你们只有一个生死道消的下场。我给你们机会重新修炼，别给脸不要。那我们男弟子呢？没了修为，离开合欢宗，我们又算什么？人群中，张元大声喊道，百花宗不收男弟子。尹宁玉看向他冷声道，那我们就活该被放弃吗？我绝不。张元话还没说完，江巡突然出现在他眼前，一个黑虎掏心，直接把他的心脏从后背捅了出去，一把捏碎。老子想杀你很久了。江巡看着张元瞪大的双眼说道。扑通，随着张元的尸体倒在地上，男弟子们也一脸惊恐地看着江巡。曾经山下那个人人唾弃的废物老头，如今已经是金丹修士了。当然，这是因为江巡刚才只展露了金丹的灵力，谁还有怨言？江巡甩了甩手上的血，因为有灵力包裹，这么一甩，手上胳膊上也没血了。
一众男弟子都是往后退了几步，没一个人敢说话。因为江巡就这么当着一众宗主和长老的面，干脆利落地杀了张元，不但没人阻止，反而他们还一副干得漂亮的表情。废弃功法，立刻！尹宁玉再次说道。这么多人中，反而是梁云韵最先动手，直接废掉了自己的功法。有梁云韵带头，外门女弟子们虽不甘，但也开始废掉自己的功法。男弟子们更是在江巡的眼神威胁下，也开始废弃功法。内门筑基弟子们稍微墨迹了一点，但权衡利弊之后还是动手了。现在重修，总比现在死了要好吧？金丹弟子们因为其中很多是百花宗的人，需要废除功法的人本就不多，此时也是一个比一个不舍。不管是辛苦几百年练到金丹，还是当初渡天劫，都是搏了命的。更有甚者，已经金丹大圆满，就差一颗极品化阴丹就能突破元婴了。此刻不舍，十分正常。凡金丹弟子重新到达筑基大圆满时，我宗都会提供极品明金丹。尹宁玉看着他们说道：“破丹重修，成为元婴的可能性也会更大，对你们是有好处的。”其中一金丹女弟子闻言，一咬牙一跺脚，废掉自己的功法境界，一口血喷了出来。其他金丹弟子犹豫再三后，还是动手了。废弃功法的人想离开的，现在就可以下山离开了。尹宁玉满意的点点头，接着说道：“陆续有女子弟往山下走去，废掉功法的男弟子们也是唉声叹气，纷纷离去。”突然江巡冲了出去，拿出镇笑一个转身消手，将两个男弟子的脑袋给砍了下来。别抱有侥幸心理，功法没废就想走的，这就是下场。见状，男弟子中又有几人连忙废掉自己的功法，为了练气期这点功法没了脑袋，那可太不值当了。随着众人废掉自己的功法，尹宁玉看向若兰和妍妍，两人也知道该行动了，点点头，往合欢殿走去。明宁，你们准备飞船，无上皇朝离开之后，就带想去百花宗的弟子离开。尹宁玉看向明明几人道：“是，师傅。”四位长老都行礼点头，带着自己的亲传弟子们开始组织众人。师傅，事情都解决了。涂婉凑到明明身旁问道：“你都知道了？”明明闻言问道：“是啊，我从去给你汇报中连秦派人盯着江巡之前就知道了，后面都是演戏呢。”涂婉点头笑道：“江巡倒是信任你。”明明笑道：“嘿嘿，他回来之后第一个给恢复记忆的就是我呢。”涂婉得意笑道：“小丫头还得意上了。”明明伸手点了一下涂婉的脑袋：“还不快去组织弟子去？”“是。”涂婉点点头，快步跑了过去。约莫一炷香的功夫，所有选择离开的和选择前往百花宗的弟子都已经准备好了，只等无上皇朝离开，护山大阵打开，他们就可以离去了。打开护山大阵的方法，四位长老也是知道的。一切就绪后，江巡和尹宁玉一起走进合欢殿内，若兰和妍妍已经盘腿坐在那里，没有气息了，就连死了都这么好看。江巡说着就想伸手上去沾点便宜，尹宁玉见状一把抓住江巡的手腕：“干嘛呢你？你个变态！他们俩的尸体还是交给我保管吧，你这家伙太不对劲了，全当帮他们收个费吗？”江巡笑道：“别贫了，我去了。”尹宁玉说着飞了出去，若兰和妍妍的尸体也在尹宁玉的灵力操控下跟着飞了出去，并保持躺着的状态。江巡也走出合欢殿，抬头看着空中：“见过公公。”尹宁玉来到空中后微微行礼：“百花宗宗主尹宁玉，你怎么会在这？”公公刚回头，他身旁的女子便开口了，一脸疑惑地看着尹宁玉：“今日前来本是商议百花宗吞并合欢宗一事，没想到正巧和您几位碰上了。”尹宁玉看着他笑道：“吞并合欢宗？”公公闻言皱眉：“合欢宗的太上长老呢？死了？”尹宁玉直截了当道。两个合体进修士闻言也是一惊，他们两个不过合体初期，合欢宗的二位太上长老可是合体大圆满，居然死了？怎么会？尹宁玉在这，难道是神河皇朝那边出手了？你不知合欢宗乃是无上皇朝麾下吗？这是想和我们无上皇朝开战了？公公看着尹宁玉严肃道：“这还真不知道。”尹宁玉摇摇头。妍妍和若兰与石皇子有婚约的事情，要不是他们求助，尹宁玉确实是不知道啊。无上皇朝又没对外宣布这事。总之，合欢宗现在已经解散了，所有弟子已经自废功法，成了凡人。尹宁玉耸肩道：“倒也无所谓，那便让我们带走若兰和妍妍吧。”公公想了一下说道：“抱歉。”尹宁玉摇摇头，伸手一挥，若兰和妍妍的尸体飞了上来，伏在众人面前。刚才他们自杀了。什么？公公闻言，那公鸡嗓都快喊哑了。那女合体进修士也是连忙上前查看二人尸体，经脉寸断，声息全无了。可恶，为了不嫁给我们无上皇朝，居然自杀了吗？公公咬着牙说道：“既然如此，给我灭了这合欢宗，把天灵山给我荡平。公公，我得提醒您一句，
天灵山已经是我百花宗地盘了。尹宁玉闻言说道：“你！”公公刚想破口大骂，想到神河皇朝，又瞬间冷静下来。如果因为自己的冲动让神河皇朝和无上皇朝开战了，自己可担待不起啊！把尸体给我。公公随后道：“抱歉，公公，我立了誓，会安葬他们2人。若是尸体被你们带走，我可是天诛地灭啊！”尹宁玉信口胡诌道：“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总得有个交代。给我砍了他们的胳膊，给我带回去。”公公看着女修士喊道。女修士也是毫不犹豫，瞬间斩下2人1人1条手臂。尹宁玉欲言又止，想想还是算了，有回魂丹，哪怕只有他们俩的1滴血也可以复活，手臂也会重新长出来。只是可惜现在没有全尸了。可以了吧？尹宁玉说道。哼！公公冷哼一声，挥手，3艘飞船开始掉头离开天灵山。回去之后，我会把这事上报圣皇。你们百花宗最好已经做好了承担相应后果的准备。公公背对着尹宁玉说道：“公公慢走。”尹宁玉充耳不闻，伸手行礼道：“虽然他放了狠话，但自己素质可不能丢。尸体交给我吧。”待无上皇朝的人离开后，江巡飞了上来，把2人的尸体收进系统空间中。如此一来，他们的尸体永远都不会腐败。顾灵玉的手指也在系统空间中。你最好别做什么奇怪的事。尹宁玉白了江巡一眼说道：“宗主，我真的只是为了让他们尸身不腐而已。”江巡无奈道。尹宁玉没再多说，往下飞去。明宁等人打开天灵山的护山大阵，山下弟子们纷纷离去。江巡，我们回来了。林清婉在不远处挥手喊道，随后3人落在江巡面前。怎么去了这么久？江巡看着林清婉问道，又看了一眼钟莲琴，状态还不错，也没有受伤。找地牢花了点时间，我们又把异物堂的东西给收拾了一下，全部装在戒指里了。林清婉掏出2枚储物戒笑道：“小机灵鬼。”江巡见状眼前一亮，刚准备伸手去拿，2个储物戒飞了起来，直接钻进尹宁玉手中。小子，吞并合欢宗，合欢宗的东西自然也是我的。尹宁玉抓住戒指，看着江巡笑道：“嗨。”江巡撇撇嘴，这也算是意料之中。不过若兰和炎炎闺房后面还有个小密室呢，那里的东西江巡可全要了。师傅，宝库里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咱们可以出发了。明宁从合欢殿走出来，看着尹宁玉说道。在合欢殿下方就是合欢宗的宝库，灵石、灵草、丹药、法器什么的都在下面。出发吧。尹宁玉点点头。合欢殿前也已经停好了几艘飞船。飞船顾名思义就是飞在空中的船，船的类型也有很多种，有些只能运输，有些可以攻击，有些自带防御屏障什么的。这些飞船大多时候都可以缩小成手掌大小，装进储物戒中，要用的时候只需要用灵力激活就可以放大到原本的大小。随着尹宁玉一声令下，明宁等人操控飞船往百花宗飞去。宗主，你们先走，我回屋收拾一下我的东西，随后跟上。江巡看着尹宁玉说道。尹宁玉点点头，起身飞走。掌柜的呢？江巡随后看着钟莲琴问道。他们来的那一天就已经死了。钟莲琴摇头道。好吧。江巡点点头。走吧，我们去若兰闺房取东西。钟莲琴自然知道江巡指的是什么。对了，我的功法要不要也废掉？虽然无所谓吧，但是这是靠你给我的丹药才提升上来的，还真有点舍不得呢。林清婉来到江巡身旁问道。不着急，你有我在身边，能跟我双修，等有了适合你的功法你再换不迟。江巡一边走一边说道。林清婉连连点头。跟着江巡一起，一行4人很快穿过合欢殿，来到若兰房间，一路畅通来到密室中。密室中的东西果然都还在，江巡一挥手，直接全部收下，这下短时间内是不愁丹药了。拿到丹药后，江巡带着几人离开，追上了大队伍。看到江巡跟了上来，明明伸手恢复天灵山法阵。毕竟合欢宗内的设施完备，居住条件也很不错，可以作为一个百花宗的备用地点。去搜刮若兰的密室了。明明看着来到自己身旁的江巡笑道。江巡一脸吃了屎的表情，这你都知道？别怕，这次不抢你的，你留着用吧。明明见状笑道。吓死我了。江巡闻言松了口气。咱们百花宗能装得下这么多人吗？那是当然。明明点点头。不过等到了百花宗之后，你必须和女弟子们分开居住。我晓得，我在师祖那有个屋子呢。江巡笑道。师祖怎么会同意你小子住他院子的？明宁闻言也是无语。那肯定是为了亲自教导我9天神体啊，总不能在我身上埋没了吧。江巡挠了挠脸颊，随后道。那几位合欢宗的长老也要废掉功法吗？那是自然，他们是最应该废掉功法的。既然你提到他们，证明你见过他们了吧？见过了。江巡点点头。那徐子嫣和宁月还
还算忍得住。可红英和云婉宁不费吊功法还了得。虽然江巡不知道明明说的这4个名字都是谁，但红英和云婉宁肯定是那天扑到自己身上的那俩。如果他们俩功法没废掉的话，江巡想想都有点害怕呢。毕竟百花宗就他一个男人，以他们俩那如饥似渴的样子，怕是得画神镜才挺得住吧。飞船的速度比较慢，从这里到百花宗需得2天2夜，你找个空船舱休息吧。明明随后说道。好。江巡点点头，转身离开船头。还找什么空船舱啊？直接去找自己的宝贝江岩玩去。江巡联络江岩，随后来到江岩房间，两人也没有多余的言语，直接就开始开会了。劫后余生的感觉让2人都非常兴奋，这个会议的时间也延长了不少。江岩还羞涩地整了些花活。2天时间很快过去，飞船进入百花宗护山大阵，落在百花殿的正前方，所有人都陆续下船。百花宗弟子们在尹洛星回来的时候就已经被通知了此事，所以此时只是围观，没有太惊讶。师姐，你可回来了，想死你了。有些百花宗潜伏到合欢宗的内门弟子刚下船，就有很多弟子围了上来，表达对他们的想念。这氛围比合欢宗那针锋相对、冷嘲热讽的氛围可好多了。合欢宗的弟子们则是有些惶恐地看着周围，毕竟他们现在都是凡人，又到了别人的地盘，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慌张的。嘘寒问暖片刻，待所有人全部下船之后，明明等人将飞船便小收起，场地顿时大了许多。在众长老的组织下，百花宗弟子和合欢宗弟子分为2堆站在一起。师父，合欢宗来的弟子共有2354人。明明清点人数后，来到尹宁玉身边说道。尹宁玉点点头，走上前，目光扫过下方一众女弟子。今日起，你们便是我百花宗的外门弟子了。为了尽快让你们重回炼气境，百花宗外门女弟子会对你们进行1对1帮扶，药浴随便泡。百花宗多的是灵草，待你们重回炼气，我会尽可能多的为你们提供丹药助你们修炼。4位长老的亲传弟子之后会为你们安排住所，且安心住下，先熟悉环境。这里和合欢宗可不一样，尤其坚决不可同门相残，凡被发现者定斩不饶。是。合欢宗众弟子行礼答道。安排吧。尹明玉随后看向明宁道。明宁点点头，便和其他长老一起带着亲传弟子给合欢宗弟子安排住所。我要先去忙了，你要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住，可以来我房里，就在山西边玄字36号。涂婉刚准备和江巡说话，看到那边要忙了，连忙说道。好，我知道了。江巡点头笑道。比起住涂婉那里和涂婉一个屋，江巡当然更想住尹洛星院子里，还能自己单独一个房间呢。师兄，我先去了。林清婉看着江巡说道。见江巡点头，连忙快步跟了上去。我们呢？现在该做什么？江岩看了看钟莲琴，又看向江巡问道。江岩，你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和我一起安排弟子？于言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江岩愣了一下，随后连忙飞了过去。这下就剩下钟莲琴无处可去了。不过他好像并不在意，他的目光一直在看周围的灵草，好像这些灵草在他的脑子里都是一个又一个丹药的名字一般。如此看来，百花宗才是最适合他的地方呀。喜欢这里吗？江巡看着钟莲琴问道。钟莲琴默默点头。其实一开始我就是想来百花宗的，半路被掳上合欢宗了。他这话说的多少有些无奈。江巡闻言看向尹宁玉那边，发现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跟我来。江巡说着拉着钟莲琴往百花殿走去。尹宁玉想必是回百花殿了。2人走进百花殿，却不见尹宁玉踪影。江巡无奈，只好去找尹洛星。走到后面的时候，刚巧看见尹宁玉走进尹洛星房间，江巡连忙喊了一声宗主。尹宁玉一脚在屋里，另一脚还没来得及走进去。这是钟莲琴，高阶丹师，元婴初期巅峰，练的也不是合欢宗功法。你看他怎么安排啊？从小炼丹吗？尹宁玉闻言道。钟莲琴点点头，他可是最纯正的高阶丹师了。既如此，偏房住下吧。尹洛星的声音从屋里传出。谢太上长老。江巡拱手说道。钟莲琴也是连忙行礼。谢太上长老。钟莲琴去收拾屋子吧。江巡你进来。尹洛星接着说道。去吧。江巡看向钟莲琴道。钟莲琴点点头，往偏房走去。江巡则跟在尹宁玉身后走进屋内。师父，您找我是有事吗？尹宁玉关上门行礼道。先前你没回来，神河皇朝来人了。尹洛星点点头。不会又是来联姻的吧？江巡现在一听到皇朝就头大。不是。尹洛星摇摇头。是神河皇朝准备了一场试炼，让我们百花宗出几个弟子过去参加试炼的弟子表现优异可封为将军，表现突出的也会有官职，一般的则成为小队长，表现不好的就会赶回来。这和那个无上皇朝的择将试炼差不多啊。
怎么都开始选将领了？难不成神河皇朝和无上皇朝要打了？江巡闻言道：要真是这样，那可惨了。百花宗和合欢宗这事不就是眼下最好的借口吗？一旦因为百花宗开战，百花宗肯定要冲到最前，成为炮灰的。不过仔细想想，合欢宗的事情还没传到那个无上圣皇耳朵里，他们就开始选将了，那代表他们应该是在此之前就因为别的事情起了冲突。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神河皇朝来的人只说让你选出3到10人，10日内前往神河城，境界至少金丹以上。尹洛星摇摇头，看向尹明玉，如果去的弟子当上将领，对我们百花宗来说相当于多了一支修士军队，这事倒也可以参与一番。尹明玉思忖道。江巡没有开口凑热闹的意思，想去无上皇朝那是因为有利可图，那可是能得到顾灵玉的青睐的。去神河皇朝嘛，确实没什么好处，除了一个将领的位置之外，连一个圣器的奖励都没有。正好你去吧。尹明玉突然看着江巡道。咋的？刚寻思好不去的江巡顿时炸毛了。你一个男人本来在百花宗就不方便，正巧有这个机会，你就去吧。尹明玉理所当然道。等你在神河皇朝有一席之地，出人头地那天，百花宗宗主的位置我也好放心交给你啊。不是宗主，百花宗没有男弟子的，我去参加的话，外面那些人会乱说话的，多不合适啊。江巡摆手道。能在这里天天和自己的小妍妍小晴晴他们在一块，没事还能撩拨撩拨尹洛星，说不定还能顺势拿下呢，怎么能就这么走了？你说的也是。尹明玉闻言默默点头。正当江巡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尹明玉又突然说道，既然如此，你就男扮女装去吧。咱们百花宗有一种雌雄花，服下之后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改变一个人的性别，你就放心的去吧。不是，你要让我去当一辈子女人吗？江巡闻言瞪大了眼睛，等你继任百花宗宗主的那天，你就可以恢复男儿身了。尹明玉摆手道，别呀，别闹，我不想当女人啊。江巡连忙说道。明玉，你先去选几个其他的弟子吧，我跟他说。尹洛星抬头看着尹明玉道，是师傅。尹明玉点点头便退了出去，又顺手关上房门。尹洛星则打开了隔音结界。你说说他啊，我真不想当女人。尹明玉一走，江巡就大大方方坐在尹洛星身旁道，我的意思也是，你去吧。尹洛星看向江巡说道，你脑子灵活，又有圣器和回魂丹在手，如果出了意外至少不会死。宗内金丹以上的弟子在和顾灵玉一战死伤许多，现在又多了那么多需要资源的凡人弟子，其实没多少合适的人选了。你不想当女人，不就是为了办那点事吗？我会给你足量的雌雄花，你晚上的时候变回男人就是了。尹洛星说道。哎，这话可不对，难道我脑子里就只有那点事吗？变成女人总感觉怪怪的，而且实在太不方便了。江巡立刻说道，这次可是十分正经的。那尹洛星翻手拿出一朵蓝色花朵，这花江巡认的不就是那个孩子吗？这个时间线的尹洛星手里，这朵花还没交给江巡呢。如果再造一个孩子，而且这次我会用其他方法来帮助你，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尹洛星说着靠近江巡，不动声色地将江巡压在自己身下，摘掉了面具。其他方法？江巡看着尹洛星的眼睛，瞳孔不禁放大。上次是嘴，那这次？2个时辰后，江巡一脸操蛋地走出尹洛星的房间。就这么说好了，你去找尹明玉报道吧。尹洛星的声音在后方传来。着了，到了。江巡叹了口气，回头看了一眼正穿衣服的尹洛星，这诱惑力太大了，实在没忍住啊。但是尹洛星软的都来过了，他要是再给脸不要，尹洛星肯定要来硬的了，到时候给他一拳，他岂不是废了？无奈，江巡走向百花殿。原来是这种感觉，果然有趣。江巡走后，尹洛星回味着刚才的事情，嘴角勾起，手中那朵花已经开始散发光芒，这是他俩的又一个孩子。不出意外的话，10年后应该是个出生时间相差近1个月的双胞胎。说服你够难的啊。看到江巡从后面走进来，尹明玉说道，太上长老出马都得2个时辰。是啊，我起码2个时辰。江巡点头道。这话听得尹明玉一头雾水，站在一旁的涂婉却听懂了，这家伙起了太上长老啊，太离谱了吧。所以我是和师姐们去。江巡看着尹明玉面前的涂婉、花白蕊和若云问道。尹明玉点点头。花白蕊修炼的功法本就适合上战场，涂婉强烈要求要跟你去，若云是你师父派去保护你的。都是原因啊，能再带上江岩吗？江巡问道。行，可以，你自己去喊他吧。这里面都是雌雄花，因为百花宗一般不用，种的不多，这里一共30株，够你来回转性15次。雌雄花的成长期需要3个月，这3个月你省着点用。啊，3个月15次。江巡闻言瞪大了眼睛。怎么
15次还不行？你变来变去的要干什么？尹明玉闻言皱眉道：15次明明已经很多了好吧？人在神河皇朝一直维持女人形象就行了呀。涂婉则在一旁捂着嘴悄悄地笑，他可太知道江勋想干什么了。这家伙每天都想找女人，变成男人15次，无疑是让他禁欲75天啊。还有，你的合欢宗功法也赶紧废掉。尹明玉又补充道：我练到金丹用的不是合欢宗功法，从炼气3层开始，我就没有再练合欢宗功法了。江勋说道：那些合欢宗弟子之所以要废掉功法，自然是因为从小开始修行合欢宗功法，一直到筑基乃至金丹，用的都是合欢宗功法。继续练下去，他们的性欲只会越来越强，越来越不受控制，直到最后和那俩合欢宗长老一样，见到男人就往上扑，又或者和若兰妍妍一样，每天几乎都在床上。那就好。尹明玉闻言点点头。行了，这艘小飞船你拿着去找江岩，然后就上路吧。尹明玉递给江勋一艘小船，放大之后足以容纳他们5个人了。是，宗主。若云等人纷纷鞠躬。走吧，小师弟。花白蕊一把勾住江勋的肩膀，搂着他往外走去，小声说道：我说你怎么不让我教你枪法？原来是偷偷和宗主他们做大事呢。涂婉看到这一幕有些吃醋，不过也不能说什么，只能快步跟在后面。江勋闻言这才想起，也得把记忆给花白蕊和谢冷一份才对，就是他们教江勋枪法和剑法的记忆。刚走出百花店，沈月和涂庆都在这里。师姐。涂庆看到他们挥了挥手，快步跑来。阿庆，自己在宗门好好修炼，不要懈怠啊。花白蕊看着涂庆说道。那是当然了。涂庆点点头，又一脸失落。要不是我才筑基，我也好想跟你们一起去啊。你就乖乖在家待着吧，这趟去说不定都有生命危险呢。涂婉看着涂庆说道。我知道了，等你们再回来的时候，我一定会达到金丹境的。涂庆握拳，一副认真的样子说道。等我回来，你若是金丹，我就送你一颗极品化阴丹。江勋看着涂庆说道。真的？你可不许骗人啊。涂庆闻言眼前一亮。师姐们都在呢，我若骗你，他们会饶了我吗？江勋笑道。好，那我一定加倍的努力。涂庆点头笑道。我虽然也很想去，但师傅这边总得有人照顾。沈月失落道。而且宗主选的你们都是元婴，肯定是奔着拿到官职去的，我这修为还是不够看呀。江勋，你先去找江岩吧，我们和阿庆说说话。若云看着江勋道。好。江勋点头，又看向沈月。师姐别灰心，我也才是个金丹呢。江勋说罢离开。江勋先去找了谢冷，把他的记忆给他。得到自己的记忆之后，谢冷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只是点了点头，说了一句一路小心，然后和林清婉道别，让他好好修炼。虽然很想再和林清婉缠绵一番，但江勋起码2个时辰，只能是和林清婉深深吻别。随后来到江岩身边，他此时正在收拾屋子，听江勋说了事情原委之后，以为江勋要走了，还不等江勋说要带他一起呢，他就先说了。傻呀你，我当然会带你一起去，我这不就是来喊你的吗？江勋笑道。你敢把我自己丢在这，我绝饶不了你。江岩撇撇嘴道。本来他从天白门到合欢宗就很不适应，好不容易适应了合欢宗的生活，这就又跑到百花宗来了，自己谁也不认识，留在这里和跟江勋走，他自然会选择和江勋一起走。接上江岩，江勋回来找到若云他们，随后放大小船，众人登船前往神河城。认识路吗？脱离护山大阵后，若云来到江勋身边问道。船上有一幅地图，跟着这个路线走就行吧。江勋看着地图说道。整艘飞船都是由江勋的灵力来进行操控的，从这到神河城，飞船需要3天时间，这3天你还能够作为一个男人，我来开船吧。若云若有所指的说道。那就多谢师姐了。江勋也是感激不尽，立刻把操控权交给若云，随后快步跑进船舱。哎，你怎么进？江岩正在整理床铺呢，话还没说完，直接被江勋按在床上。啊，你疯了？别说话。江勋直接关门吻了上去。混小子。涂婉咬牙切齿地站在自己房间门口，刚好他准备出去找江勋的，就看到江勋冲进江岩房间了。哟，师弟很有活力嘛。花白蕊从船后走来，看着涂婉笑道，这才注意到涂婉的表情。哎，你怎么这副表情？没什么，我就是差点被他撞到。涂婉连忙调整了一下表情说道。我还以为你吃醋了呢。花白蕊闻言笑道。吃醋？我吃什么醋？涂婉撇撇嘴道。可得了吧，刚才在百花店的时候你就一直盯着江勋看，还一直笑嘻嘻的，能和江勋一起去神河皇朝，看得出来你很开心吗？花白蕊凑近涂婉，一边说一边看着他的表情，好像要把涂婉给看透一般。师姐别乱说，我怎么会看上他呢？涂婉红着脸解释道。
是吗？那师姐可就放心了，江巡这小子我还是挺喜欢的。既然师妹不要，那我就出手了。花白蕊说着，就准备直接开门进江岩的房间呀。师姐，涂婉连忙抓住花白蕊的胳膊。师姐，你给我留点脸吧，你既然都看出来了，干嘛还打趣我？哈哈，我就知道，一炸就炸出来了。花白蕊一副得逞的样子，哈哈大笑，随后跑了出去。师姐，涂婉见状连忙追了出去，两人在甲板上打闹起来。江巡和江岩在船舱里也打得热火朝天。不是，你今天怎么了？是不是太激烈了点？两个半时辰后，江岩一脸怀疑人生的看着天花板说道：不止今天，接下来3天都拜托你了。江巡看着江岩认真道：我非死在这3天里吗？江岩闻言瞪大了眼睛。3天时间过去，江岩和涂婉都大喊投降。这3天江巡确实跟疯了一样，而且距离神河城越近，江巡就越来劲。毕竟眼瞅着自己自由的做男人的时间不多了，江巡那个急啊。不过也有好消息，这几天下来，江巡的系统修炼点飙升，已经达到惊人的980点了。有这么多修炼点，足够他换很多好东西了。江巡还特地找了有没有转性丹或者雌雄花一类的东西。有，但雌雄花是种子，自己种也是3个月。转性丹永久转性，且一生只能吃1颗。江巡也是无奈了。到了深夜，众人此时都在船头透气吹风。若云开口说道，大家闻言也都站了起来，远远地看着神河城。这座城池非常大，哪怕是在空中也一眼望不到头，尤其是中间那座繁华无比的皇宫，远远看去灯火通明，金碧辉煌，占据了神河城的整个中心，可见其繁华程度。随后大家又很有默契地看向江巡。江巡看他们这个期待的眼神，无奈叹了口气，把你们的衣服一人给我1套，我看哪个能穿上吧。江巡无奈说道。江岩和涂婉倒没什么犹豫的，马上给江巡取了一整套衣服，小肚兜和内裤也是都给了。花白蕊先取出1套衣服，犹豫了一下，也取出1套内衣。万一呢？万一江岩的不合身呢？若云丢给江巡1套衣服和内衣说道，如果不合身就还给我，别做什么奇怪的事情，毕竟都是他们穿过的贴身衣物呀。好嘞好嘞。江巡抱着一堆衣服往船舱内走去，还你，不合身也是我的，别想要回去。回到船舱内，江巡把自己脱光，取出雌雄花，犹豫片刻后一口吞下。我勒个去！片刻后，众人都在船上围着江巡打量，每个人都是一脸兴奋和惊讶的样子。此刻江巡身着若云的整套服装，一身暗红色锦袍，黑色腰封，竖着马尾，整个人身高略缩水，1.85米缩到了1.8米上下，正好是若云的身高。身材那叫一个前凸后翘，一双大长腿已经碾压了涂婉，特别是这张脸很是夸张，连江巡自己看了都吓一跳。不说倾国倾城吧，那也是沉鱼落雁，这其中肯定有当初吃的那颗美颜丹的作用。你变成女人这么好看啊？江岩看着江巡惊叹道。虽然你在夸我，但我为什么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江巡一开口，声音也是女人的声音，搞得江巡浑身难受。小妞长这么漂亮，当心别被哪家公子绑了去，那可有意思了。哈哈哈哈哈！涂婉看着江巡说道，想到那个场景，他也不禁捧腹大笑。众人闻言想了一下，都是忍俊不禁。呵呵，江巡对此唯有苦笑。哪个不长眼的敢对他动手动脚，他绝对毫不犹豫地废了他。好了，大家别闹了，到地方了。若云说着，操控飞船落下，只能落在神河城的城门口，毕竟神河城周围也是有结界的，就这么飞过去，那肯定得被挫骨扬灰了。众人纷纷下船后，江巡把飞船收回，活动了一下胫骨，曾经最喜欢的那个部位，如今成了自己的累赘。每天驮着这东西，肩膀岂不是难受得很？江巡拖着自己的胸说道：习惯就好了。涂婉笑道，说着又走上前去，把手伸进江巡的衣服里面，给江巡把肚兜勒紧了些。还是没有若云师姐的大哦。小婉，若云狠狠瞪了涂婉一眼。嘿嘿。涂婉吐出小舌头笑了笑，躲在江巡身后。夸你呢师姐。不该说的不要说，本来就因为江巡穿着自己的一套衣服，若云心里有些羞涩，现在涂婉还拿自己的那个和江巡做比较，她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了。快走。若云说，罢快步往城内走去，几人也立刻跟了上去。好在江巡穿的长靴和男款的没有太大区别，倒不会影响他走路。大门虽然有士兵把守，但并无盘查，毕竟没人会闲的没事潜入神河城找麻烦。神河城位于南海地区，背靠大海，是南海地区的顶尖皇朝，实力与无上皇朝不相上下。若非2个以上顶尖圣人潜入，那和送死没什么区别。这么晚了，这里还这么热闹？涂婉好奇地看着周围的人来人往说道，他们这些年下山的机会都是少之又少，已经好久没见过人间烟火了。
他们在看人间烟火的同时，很多人的目光也都在他们身上，毕竟这可是5个大美人啊，而且风格各不相同，有高冷御姐，有英武飒爽，有活泼开朗，有温婉可人，还有一个身材高挑，样貌惊人，看上去还是很羞涩的那种类型。看你妹啊看，没见过女人吗？江巡注意到这些人的目光，不禁骂道：哟，原来是个表面羞涩实则暴躁的反差，都是些凡人，不必理会。花白蕊看着江巡说道，他这是刚变成女人还不习惯呢，这思想龌龊的家伙看到那些男人的目光，当然浑身不舒服了。哈哈哈！涂婉看着江巡笑道，别逗他了，按照宗主交代，咱们现在应该去皇城报道吧。江岩来到江巡身旁说道，还是我小妍妍疼我。江巡一把抱住江岩胳膊道，江岩看着江巡扯了扯嘴角，虽然知道这是江巡，但这总感觉怪怪的。走吧。若云点点头，在前面带路，几人加快步伐往皇城赶去。穿过闹市，来到皇城门口，若云走上前出示信物，几人便在一名士兵的带领下进入皇城，来到一个小型传送阵上。法阵启动后，众人从皇宫门前来到皇城西角，这里是一个院子，院中有一个军帐，再往后则是一个拱门，里面全是些小平房。这里是女子居所，你们到那帐篷里做登记就行了。士兵说罢便转身离去。几人随后也进入到帐篷之中，2个女子正坐在椅子上，两侧都是全副武装的士兵。是来参加试炼的吗？其中一女子看着几人问道，竟是元婴大圆满。正是。若云点点头。好，首先需要验明正身，以免男扮女装或者通过法术改变性别的混入女子居所。你妈！听到女人这话，江巡心中大骂一声，怎么还有这茬呢？若云等人也跟着心里一紧，可是此时已经进了这个帐篷，若是想扭头离开，一定已经来不及了。请出示弟子令牌吧。女人看着为首的若云说道。若云无奈，只好先出示弟子令牌，希望江巡能快点想个办法。百花宗弟子。女人接过若云的令牌愣了一下，随后把令牌归还若云。另一个女人说道，百花宗弟子就不用查了，百花宗审查比我们还严格，不会收男弟子的。女人点点头，拿出5把钥匙。这是你们屋子的钥匙，上面有屋子的名字，你们直接去就行了。这几天不要离开神河城，试炼开始时会通知你们。另一个女人也说道。多谢。若云点点头，接过钥匙，心里松了口气。江巡等人也都松了口气，和若云一起离开帐篷。众人走进拱门后，发现很多屋子里都已经亮着蜡烛了，看来很多参赛选手都已经入住了。若云把钥匙分给众人，江巡拿到的是40号房间，若云他们分别是36到39。咱们先各自回屋吧，坐了几天飞船，好好休息一下。若云看着几人道，是，师姐。众人行礼道，这里若云辈分最高，大家在一般情况下自然都听他的。师弟，师妹，你可不要乱跑啊，这里可都是女子，别看到什么不该看的。涂婉来到江巡身边提醒道，我也不太好意思到处转悠啊。江巡无奈笑道，名字也得改一下，以后就跟别人说你叫江宁吧。若云回头提醒道，好的师姐。江巡点点头，又连忙说道，师姐，要不再给我几身衣服，我总得换衣服吧。若云闻言停下脚步，嘴角抽搐，明天自己去街上买。我的衣服呢？把我衣服给我啊，还有我的肚兜和蟹裤。花白蕊看着江巡说道。江巡打了个哈欠，转身走向自己房间，像是没听到花白蕊的话。困了，我睡觉去了。臭小子！花白蕊见状立刻追了上去，一把搂住江巡的脖子，还不快还来。哎呀，师姐，我现在可是个女人身体，你这么弄我撑不住的。江巡抓着花白蕊胳膊说道，边说边拖着花白蕊往自己屋里走。你个小混蛋，留着我那些东西干什么？你快还给我，要不然我可动手了啊。花白蕊喊道。师姐，我到房间了，你难道要跟我一起进去吗？江巡一边说着一边开锁，推门走进房间。你今天不还给我，我就不走了。花白蕊直接一脚把门关上。还在原地的江岩和涂婉看到这一幕，对视一眼，都是无奈的叹了口气，摇摇头返还自己房间。这个男人啊，变成女人都不老实，让他进了这个女子居所，他心里恐怕开心的要死吧。师姐别闹，你就留给我做个纪念呗。江巡抓着花白蕊的胳膊说道。纪念什么纪念？你是变态吗？花白蕊一边说着一边四处张望。屋里只有一张床，一个梳妆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了。花白蕊见状便搂着江巡的脖子坐在床上。快还我！师姐，你这样不好吧？男女授受不亲啊，你怎么往我床上跑啊？江巡喊道。我站累了，你管我？你今天不还给我，我就勒死你。再说了，
你现在也是个女人。花白蕊说道。还我。师姐，师姐，你让我喘口气，真挺不住了。江巡拍着花白蕊的胳膊说道。花白蕊听江巡声音都变了，也是连忙放开自己的手。怎料刚放手，江巡就直接把她按床上了，还直接亲了上去。花白蕊吓得瞳孔都放大了，瞪大了眼睛，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天花板。反应过来的时候，江巡舌头都进来了。啊！江巡突然一声惨叫，舌头被花白蕊狠狠咬了一口，然后被花白蕊一把推开。花白蕊撒腿就往门外跑，打开门指着江巡骂道：你这个臭不要脸的女人！说罢，花白蕊红着脸跑了。花师姐还挺害羞。江巡从床上爬起，舔了舔自己的嘴角，原来女人和女人接吻是这个感觉，还真是奇妙的感觉。结果是好的，便宜占到了，衣服也留下了。江巡随后起身关门，反锁房间并不下防御结界，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呀。这也没个洗漱的地方，是不让人洗吗？江巡看了看房间的布置，无奈叹了口气，船上也没地方洗澡。这几天他还一直打算来了之后洗个舒服澡呢，无奈江巡走出房间，来到帐篷内。那个，二位姐姐，我问一下，洗澡在哪洗？顺着小路往后面有一方灵池，放心，设下了结界，外界看不到里面。如果你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再设一道结界。女子看着江巡笑道：多谢姐姐。江巡点点头行礼，转身离开。这百花宗的姑娘确实是好看啊。江巡离开后，女子看着另一人说道：实力也都不差，都在元婴以上，就是刚才这位看不出来，大概是带了瓶灵佩。另一女子点点头。江巡顺着二人指的小路往后走去，穿过一栋栋小屋，后方是一片竹林，竹林中果然围着一池灵泉。江巡脱掉衣服，收进储物戒中，随后走进灵泉之中。舒服啊！这灵泉有滋补身体的功效，江巡刚把整个身体躺进去，就感觉浑身上下无比舒适。一盏茶功夫后，江巡正体验着前所未有的奇怪的舒适，身后突然传来动静。江巡眉头一皱，回头看去，呀，有人在啊！原来是公用的。一个披散着粉色头发，身上只穿了薄薄一层里衣，身材窈窕的漂亮女子出现在竹林中，看着江巡说道：介意一起吗？江巡眼睛都看直了，这女孩一脸清纯，比他见过的任何一个女孩，包括涂庆在内都要清纯。略带婴儿肥的小圆脸，樱桃大小的眼珠，高挺鼻梁，略显圆润的鼻尖，轻薄的小嘴唇，搭配上这粉色头发，可爱极了。尤其是在这可爱的外表下，居然是一个非常惊人的身材。你好。女孩看江巡不说话，挥了挥手。啊，当然可以。江巡回过神来，点点头。行啊，这可太好了，求之不得啊。谢谢。女孩闻言点点头，笑了笑，随后罗衫轻退，一干二净，没了那层阻碍，江巡更是能清晰地看到了。牛啊牛啊！女孩随后走进池中，也发出的一声呻吟，听得江巡骨头都酥了。你也是来参加试炼的吧？女孩舒服过之后问道。当然了，会在这里的应该都是参加试炼的吧？江巡点头笑道。元婴初期，你很厉害啊。女孩看了江巡一眼，随后诧异道，毕竟现在江巡是没有带瓶灵佩的。金丹后期巅峰，你也不赖嘛。江巡点头道，嘿嘿，我还差得远呢。女孩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的浸湿的粉发，随后对江巡伸出手。我叫严南烟，你呢？江宁。江巡舔了舔嘴角，握住严南烟的手，这个视角完全是一览无余啊。哇，你身材好棒。严南烟肆无忌惮地看着江巡的身体惊叹道。嚯，女孩子都聊得这么直接吗？至少我可不会找个男人比大小啊。别这么说，你可比我好多了。江巡笑道。哪有啊，姐姐你这身材才是最好的，身上一点赘肉都没有，腿又长，皮肤又白。严南烟说着直接上手摸了，又嫩，妹妹这皮肤也很嫩啊。江巡当然不甘示弱，直接摸了回去，如此轻易，如此自然，当真是头一遭啊。他开始有点喜欢自己这个女人身份了。呀，姐姐你弄痒我了。严南烟突然下意识抱住身体笑道。抱歉抱歉。江巡连忙把手收了回来。话说南烟你多大年纪？别叫姐姐叫亏了。不会吧，我才20呢。严南烟说道。那是没叫错了。江巡点点头，表面不动声色，其实很震惊了。20岁，金丹后期巅峰，这是谁家出来的小怪物？南烟妹妹是哪个宗门的弟子？江巡看着他问道。我是神河城城内的世家子弟，不是宗门的。严南烟道。姐姐你呢？我是百花宗的。江巡点点头。百花宗？那个全是女子的宗门吗？严南烟闻言一脸好奇。是啊，可惜了。
可惜什么？江巡闻言不由问道。姐姐这么漂亮，在百花宗岂不是连个男子都见不到？想来还没有心上人吧？严南烟一脸惋惜道。这话让江巡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最好还是别有吧。这次好不容易来了神河城，我给姐姐介绍几个吧。严南烟这一句话差点让江巡心肌梗塞。不必，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江巡连连摆手，我对那种事不感兴趣的，只想潜心修炼。那好吧。看江巡反应这么大，严南烟看得出来他应该是真的很抗拒。南烟妹妹知道这次试炼的详细情况吗？我半炷香前才到，还什么都不知道呢。江巡岔开话题道。严南烟闻言往周围看了看，还谨慎地用灵力探查一番，确定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之后，神神秘秘地来到江巡身边，直接窝进江巡怀里。这可把江巡激动坏了。我悄悄跟你说哦，这可是一般人都不知道的，你谁也不能说，不然咱俩都要完蛋。严南烟说道。这规则不公开吗？江巡闻言问道。那当然，试炼室开始之后才会公布规则的。严南烟点头道。那你，我父亲托人买到的消息，花了大价钱呢。那你就这样告诉我了。美人在怀，江巡也有些心猿意马的。我就自己一个人来参加试炼，也没有同伴，既然和姐姐有缘，那我便把这试炼内容告诉姐姐，到时候姐姐也帮帮我呗。严南烟龇牙笑道。好，没问题。江巡果断点头，就冲你小妞这投怀送抱的，我也不希望你死了呀。这场试炼一共分为4个阶段，一阶段众人会进入秘境之中进行夺宝。第一阶段，众人进入秘境中寻找秘境中的各类灵草，灵草数量多且品质高的顺利晋级，会淘汰后5成的人可以抢，可以结盟。这一阶段被淘汰的人将不会得到任何奖励，直接打道回府。第二阶段为迷宫，每个人都会单独被传送到一个迷宫，前12名走出迷宫的则晋级下一阶段。第三阶段为对决，12名选手进行抽签，1对1，最终选出6人，此时这6人已经可以拥有官职了。最后一阶段则是模拟战场，6人分别进入不同的战场幻境中进行一场模拟作战指挥。这一环节就比较复杂了，不只是要比谁打得快，还要比谁的伤亡小。比如江巡以第1名的成绩率先打出幻境，可他的损失是3万，而第2名虽然比他慢，但损失只有1万，那么排名就会交换。再打个比方，哪怕江巡是最后一个打出幻境的，但他的伤亡为0，那么他依然有可能成为第1。总之，比的就是谁打得又快又稳，伤亡又小。第一阶段测试的是追踪力，第2阶段是观察力，第3阶段是武力，最后一阶段测的是指挥、管理、头脑，再加上之前3个阶段综合的能力。严南烟说罢，从江巡怀里离开。江巡心里也是惋惜极了，听上去除了第1阶段之外，剩下3个阶段都无法合作。江巡随后说道。是啊，以我的能力，恐怕最多也就通过第2阶段的迷宫，第3阶段的比试我是不敢想了。严南烟无奈道。到了第3阶段，对金丹弟子来说确实有些不公平了，毕竟金丹弟子确实不可能是元婴的对手。江巡点点头。是啊，所以如果我侥幸达到第3阶段，且对手是元婴，那我只能选择弃权了。严南烟点点头。通过第1阶段的就是小队长了，通过第2阶段是少尉，第3阶段是中尉，第4阶段是上尉。这和将军也没关系啊。江巡说道。来到第4阶段的6个人就已经成为上尉了，赢得第1的就是从5品的将军了。严南烟解释道。原来如此，才从5品。江巡说道。刚到皇朝就是从5品的将军，这已经是很大的官僚好吧。严南烟无奈道。我洗好了，姐姐呢？也好了。江巡点点头，从池中走上去，又顺手把严南烟给拽了出来。谢谢姐姐。严南烟龇牙笑道。两人用灵力散去身上的水后，穿上衣服一起离开。姐姐住哪间房啊？穿行在竹林中，严南烟看着江巡问道。40号，我在7号房，姐姐随时可以来找我。严南烟点头笑道。那你来得很早啊。江巡闻言道。是啊，大概前天早上来的，那个时候还没几个人呢。严南烟点点头。哎，到了，我要往左边走。两人来到分叉口，严南烟说道。好，去吧。江巡点点头。姐姐可别忘了，我们现在就算是盟友了，等到了秘境之中，可得拉我一把。严南烟往前走了2步后说道。放心吧，不会忘了你的。江巡点点头。这一口一个姐姐的，虽然声音甜甜的听上去不赖，可心里总是有点不得劲。但是此时告诉严南烟他是个男人的话，严南烟怕是要炸毛。再说了，变成女人如果每天都去洗澡，每天都能大饱眼福，而且还能顺便保护师姐他们。看着严南烟迈着轻快的步伐离开后，江巡转身往自己的住所走去。变成女人的江巡晚上无所事事，
只能是自己盘腿坐在床上修炼了。第二天一早，涂婉便快步来到江巡房间门口拍门：“江宁，起床了没？”“来了。”江巡听到动静之后，缓缓收工，呼出一口气后打开房门：“怎么了，师姐？”“什么怎么了？带你去买衣服呀？”涂婉拉着江巡的手腕就往外走去，一方面是给江巡买衣服，另一方面是他自己也想出去玩。江巡一边跟着走，一边把头发绑起来，紧了紧自己的衣服。“师姐，你慢点，快点，早上的神河城可比晚上还要热闹多了。”涂婉不由分说，一把抓着江巡就往外跑去。实在是这皇宫里禁飞，不然涂婉肯定直接飞出去了。二人一路跑出皇宫大门，外面街上果然热闹极了，各处都人来人往的。包子，热腾腾的包子，新鲜出炉的包子嘞，馄饨，卖馄饨了，刚出炉的烙饼，快来尝尝。老板，来一笼包子。妈妈，糖葫芦，我要吃糖葫芦。刚到皇宫门口，涂婉看到面前这些景象，满眼都是怀恋的神色，整个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江巡看着也有些感慨，80多年没离开过合欢宗了，这山下的百姓生活他还真是第一次看到，这人间烟火气许久没有切身感受过了。哎，小姑娘，要不要看看我这些首饰啊？不远处的摊贩对着涂婉挥手喊道。涂婉闻言也立刻跑了过去，从摊子上拿起一只银簪。这些都是凡物，师姐喜欢。江巡缓步来到涂婉身旁问道。平时他们头上戴的簪子什么的看似普通，实际上都是法器，可以增强灵力，可以当作暗器，也有些是护体法器，不是凡物能比的。挺好看的呀。涂婉举起簪子看了看笑道，又看向江巡，来到江巡身旁给江巡戴簪子。哎，师姐，我可不要啊。江巡见状说道。谁要给你啊？这不是正好让你试试吗？涂婉笑道。江巡无奈，任由涂婉摆布。涂婉打量一番，摘下银簪问道，这个多少钱？只要20文。老板伸出2根手指笑道。20文。涂婉哑然，他身上只有零食，可没铜钱啊。师姐，在外面买东西当然要付银两，你连银两都没有，还要带我买衣服啊？江巡笑道，同时把10文放在老板手上。你这东西最多值8文，我给你10文，卖还是不卖？哎呦，卖。老板连连点头，立刻把钱揣兜里，到手的钱啊有再还回去的道理。好啊，这8文的东西你敢卖我20文？涂婉闻言瞪大了眼睛，指着老板喊道。算了，人家也是要养家糊口嘛。江巡拦住涂婉，搂着她往一旁走去。这要是个男人这么做，会引来羡慕嫉妒的目光，可现在周围的那些人全都是一副眼馋的样子。虽然眼馋，但是走上前来调戏还是不敢的，毕竟这里可是圣皇脚下，谁敢惹是生非。二人很快便来到衣服店，江巡给自己挑了几身男装，就算是女子也是可以穿男装的，这样行动起来方便一些。为了减轻一些胸前的重量，江巡又专门把胸前勒得紧紧的，就算如此还是有个小山峰，样貌上也看得出是个女子。你这副扮相除了衣着倒是像极了花师姐。涂婉看着男装的江巡笑道。舒服多了。江巡看着衣服说道，之前那女装的袖口长得要死，一举一动都很不方便，现在换男装再带上帕，不，收紧袖口的，舒服多了。随后两人又给涂婉和其他几个师姐以及江岩买了几身衣服带回去。师姐们，我昨天晚上……江巡随后和众人回到若云的屋子里，打开隔音结界，开始给大家讲述从严南烟那里得到的试炼消息。虽然严南烟不让他往外说，但师姐们和江岩又不是外人，这个严南烟就算是个世家子弟，知道的也太清楚了吧。听到江巡的话之后，若云皱眉道，好啊，昨天晚上和别的女人一起泡澡去了，变成女人之后你过得很舒服吗？涂婉一把揪住江巡的耳朵喊道，别啊，我真的就单纯想去洗个澡，谁知道还有人来啊，我总不能说我是个男人吧。江巡连忙抓住涂婉的手说道，这力气好大。不对，不是力气大，涂婉的力道还是以前的力道，是自己变成女人身体后承受伤害的能力下降了。你们出去没打探一下严南烟的身份吗？肯定不简单。花白蕊一边说着，一边不经意把涂婉的手从江巡耳朵上拿开，光顾着玩和买衣服了。再说了，刚才在外面他也没跟我说这事啊。涂婉撇嘴道，我出去的时候一直放出灵力四处打探，倒是听到过几句和严家相关的话题，严家确实派人来参加试炼了，名字没提到。江巡说道，你们对修仙世家不了解，修仙世家的人大多在皇朝中为官，对于试炼的事情可能多少会知道一点，但绝无可能知道的如此详细。若云看着江巡道，那我再出去探探。江巡点头问道，倒也不必，他不过是个金丹后期巅峰，不足为惧。若云摇头道，师姐，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我们在试炼里帮他一把。江巡随后说道，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
若云说道：“还想让我们帮你搞女人？做梦吧你！”涂婉翻了个白眼道：“如果第一阶段真是寻找灵草，对我们来说真是再简单不过了。”花白蕊笑道：“百花宗弟子自幼便种植各种灵草，见识过各种灵草，对于灵草的外貌、味道早就了如指掌，更是可以通过百花宗功法直接锁定灵草。第一阶段对他们来说轻轻松松，剩下的就是各自为战了。如果到第3阶段真的是12人对决的话，我们倒是可以考虑帮助严南烟吧。”江岩看着几人道：“江巡只有金丹2层，这些人里可能只有对上严南烟他才有一丝胜算。如果是这样，我们何不考虑帮一个金丹1层的，这样更好不是吗？”涂婉吃醋道：“没想到江岩还帮着外人说话。他既然知道试炼的详细情况，第2关的迷宫他应该也有所了解，通过迷宫的可能性更高一些。”江岩说道。江岩说的在理，不过他提供的这些我们只作为参考，不能当真，以防有诈。试炼在我们前往神河城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除了我们之外，所有人都是敌人。若云看着众人说道：“是，师姐。”众人都点头道：“江巡，金丹后期巅峰，你对上他的话有信心吗？”若云随后看着江巡问道：“这可不像你刚筑基不久就能打败筑基大圆满，金丹期的每一层都是有很大差距的。”“放心吧师姐，轻轻松松。”江巡点头笑道：“哪怕自己只用金丹2层的实力打败严南烟也是手到擒来。不过江巡确实也觊觎严南烟的美貌，而且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帮他一把也未尝不可。试炼大概还有2天就开始了，这2天都别乱跑了，在试炼开始前不能让别人了解到我们的底细和能力。”若云说着拿出几个平灵佩交给几人，随身携带。众人都点点头，接过平灵佩戴在身上。和若云道别后，众人离开若云的屋子。“花师姐，要不要去我屋里坐坐啊？”江巡出来后看着花白蕊说道。“上一边去。”花白蕊顿时炸毛，照着江巡屁股上来了一脚，撒腿就跑了。“你把花师姐怎么了？”看到这情况，涂婉一脸懵地问道。“没怎么，俩小妞，要不要去我房里玩啊？”江巡左手搂住江岩，右手搂住涂婉说道：“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还有，宗主都说了，雌雄花你省着点用，憋几天会死啊。”涂婉无奈地看着江巡说道：“师姐，我只说去我屋里玩，没说要干那事啊，你想太多了吧？”江巡一脸奸笑地看着涂婉说道：“你少来，你想干什么我还不知道，赶紧抓紧时间回房修炼去，趁这2天时间能提升多少就提升多少。”涂婉难得正经道：“师姐，我看他根本没想赢，他恨不得早点败了回百花宗去，这样他就不用装女人了。”江岩笑道。虽然涂婉境界不如江岩，但2人都是亲传弟子，涂婉又是早就在百花宗的前辈，叫一声师姐也在情理之中。“是这样吗？”涂婉看着江巡问道。“嗨，师姐，你想啊，我若是真能挺到在朝为官，那我岂不是一辈子都要在这当个女人了？虽然有雌雄花可以把我变回去，但哪怕是1刻为女人，我也不得劲啊。”江巡无奈道：“百花宗不收女弟子，你若是以男子身份来，百花宗的山门可就要被男人们给挤破头了，都是来拜师的，总不能来一批轰走一批吧？而且你在朝为官之后，能给百花宗带来的好处是很多的，就当是为了百花宗，你牺牲一下呗。”涂婉说道。“唉。”江巡叹了口气，表面上点点头，实则心里已经在盘算怎么让自己名正言顺的变回男人的方法了。“越快越好，快回去修炼吧。”涂婉随后道。“好。”江巡点头，在2人目送下往自己房间走去。等江巡回来的时候，严南烟正在门口呢。“严妹妹怎么来了？”江巡看着她问道。“姐姐，我闲来无事，找你来玩啊。”严南烟听到江巡的声音回过头来，今天穿上一身淡粉色衣裙的她，比昨晚在灵泉旁少了几分魅意，又多了几分俏皮可爱。不过还得不穿最棒了。进来吧。江巡点点头，开门带着严南烟走进屋内。“这什么都没有，也没什么能招待你的。”“哎呀，说那些干嘛？我又不是来让姐姐招待我的，是有几个人想让姐姐稍微注意一下，挺危险的。”严南烟来到床边。“可以坐这里吗？”“可以啊。”江巡点点头，看严南烟坐下之后，也过来坐在他旁边。“昨天跟你聊过之后，我就去打探了一下消息。”严南烟说着挥手，面前出现一个像是屏幕一样的东西，画面中有一个女子，身着白袍，2缕发丝荡在额前，长得不赖，气质不凡，看上去白白净净的，俨然一副仙子的样子。这个是天白门宗主亲传弟子，叫风上月，元婴后期巅峰的狠角色，是这次试炼中境界最高的女人。”严南烟说道。“天白门的？”江巡闻言一愣，那这人和江岩应该有点关系吧？“对啊，天白门也是神河皇朝麾下的嘛。”严南烟点头道。不过境界最高这一情报显然是错的。据江巡所知，若云师姐
现在已经是元婴大圆满了。话又说回来了，明明也一直在准备突破化神境，丹药和法器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明明一直还没有下定决心。他一直怕自己突破失败，导致攻略和欢宗的计划出现问题，所以一直都没开始突破。这次回了百花宗，想必他就要准备闭关突破了。然后是这个严南烟随后挥手，画面上又换成另一个女人。这女人身着黑衣，身材婀娜，小腰纤细，面容冷峻，像是西域长相，高束马尾，腰后别着2把弯刀。此人名为古宁灵，是西域人，加入了南海的云上宗，也是元婴后期巅峰，实力不比风上月差。接下来是男的。严南烟说着在挥手，画面中的古宁灵变成一个身着黑色锦袍的公子，面带笑容，骨子里透露出一股子自信的感觉。元婴大圆满，神河城修仙世家洪家大公子，洪天象，自幼练武，熟读兵法，身上法器不少。这次试炼最强的人，不少人都认为他最有可能拿到将军的位置。严南烟说道：“这个看上去确实是有点难办。”江巡闻言点点头：“元婴大圆满啊，不知道师姐是不是他对手？万一师姐打不过的话，江巡就得暴露一下自己的真实实力了。不只是他，还有这几个。”严南烟挥手，面前出现5个男人的样子。这5个，个个都是宗门和修仙世家的一把好手。张楚，元婴后期巅峰；冯凌，元婴后期；许承天，元婴后期；许承帝，元婴后期；天令，元婴中期巅峰。许承天、许承帝是一对双胞胎，他们2个心意相通，不需要言语，不需要传音，就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配合起来实力很强。那又有什么用？除了第一场之外，他们这个优势也发挥不出来。江巡闻言道：“可是，在第3阶段对决的时候，一人在台上打，一人在台下看，战斗的那个人就相当于有4双眼睛，可以无死角地看到对手的全部动作。那也得他们能撑到第3回合才行。”江巡笑道：“对于江巡和若云等人来说，除了那个洪天象之外，没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人了。”唉，严南烟收起画面，叹了口气：“今天早上这一番探查，我是彻底绝望了。参加试炼的人基本上都到齐了，一共正好有100人，其中30人都是元婴。对了，和你一起来的那4位，也都是。”江巡笑道：“那就是一共34位元婴，20位金丹大圆满，25位金丹后期巅峰，剩下的境界最低也是金丹中期巅峰，真是难办。”严南烟愁眉苦脸道：“只要你有信心通过第2关的迷宫，我会帮你通过第1关的。”江巡笑道：“真的？”严南烟闻言眼前一亮，能通过第2关，混个小关当也挺好的。那你第3个如果遇到我，可得手下留情呀。”江巡说道：“你哪里用我手下留情？你别一不小心把我打死就算好的了。”严南烟闻言笑道：“你真的只是一个修仙世家的弟子吗？”江巡突然严肃起来，凑近严南烟问道，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2人的鼻尖都碰在一起了。严南烟见状也是一愣，看着江巡怀疑的眼神，一时间说不出话来，缓了半晌才说：“是啊，你要是让我发现你骗我，我可不会饶了你哦，我最讨厌被人骗了。”江巡缓缓后退，看着严南烟笑道：“我没事骗你干嘛？对了，我想起来我还有事，我先走了。”严南烟说着就快步跑了出去。江巡一看就知道这小妞肯定有问题，而且这小妞一点都不会掩饰自己，还是比较单纯的，就算是在自己的身份上造假了，也不会是为了坑他们。严南烟离开之后，江巡也起身去了江岩的房间。怎么了？江岩打开门看到是江巡，让开身位让江巡走了进来。你认识风上月吗？江巡走进屋内问道。风上月当然认识，是天白门掌门亲传弟子。江岩关上门点点头。那他跟你是什么关系？他是你师叔。江巡躺在江岩床上，看着天花板说道。江岩坐在江巡身边道：怎么说呢，我师父是天白门掌门的师弟，所以我和风上月同辈，他比我先入门，我叫他师姐。他是什么境界？我离开天白门的时候，他是元婴后期巅峰了，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突破化神境。他也来了，是参加试炼的选手之一。啊！江岩闻言一愣，随后道：我想过天白门可能会有人来，没想到师姐也来了，她可是很厉害的，几年前还是元婴中期巅峰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打败元婴大圆满了。如果真是师姐来了，我们估计也拿不到什么好名次了。严南烟刚来见我了，他说你师姐现在还是元婴后期巅峰，没有突破，跟你说的对得上，看来在情报这方面他没骗我。江巡搂住江岩的小腰说道：干嘛呀，你现在这样，我感觉怪怪的。江岩被江巡抱着腰，小脸微红。想你。江巡拿出一只雌雄花，一口吞了下去。哎，江岩连忙拦他，愣是没拦住，眼瞅着江巡变回了原本的样子，又直接关门锁门，打开结界，不由分说的直接把他给按在床上。你个坏家伙，这才隔了一晚上你就往回变，你要是这样的话，
15朵雌雄花根本就不够你用的。2个多时辰之后，江岩靠在江巡怀里娇嗔道：“哎呀，这不是对小妍妍太过想念了吗？别再把我给憋坏了，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呗。”江巡搂着江岩笑道：“任性。”江岩撇撇嘴，随后起身穿上衣服下床。干嘛去？江巡见状问道。我给你找涂婉去，我想你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吧。江岩穿好衣服回头说道。小妍妍真懂事。江巡闻言不禁笑道。江岩翻了个白眼，随后快步离开。门关好啊，别被发现了。知道的。江巡点点头。其实江岩跑去找涂婉是害怕江巡晚上又兽性大发，太折腾人了，求饶都不行。这美妙的夜晚还是留给涂婉享受吧。涂婉，涂婉。江岩很快来到涂婉房间门口，敲了敲门。2人的关系因为江巡那是相当之好，毕竟是同床共枕的过的人，也没必要师姐师妹的。怎么了？涂婉收工从床上跳下来，打开房门。江巡找你，说有事。江岩才不跟他说江巡变回男人了，要不然他肯定不去。有事。涂婉闻言愣了一下，又狐疑的上下看了看江岩。江岩这个小单纯被涂婉这么一看，顿时有一瞬间的慌乱，下意识整理了一下自己有点凌乱的头发。走吧，我们一起去看看他要干嘛。涂婉眼珠一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当即就拉着江岩一起去江巡屋里。哎呀，我还有点事呢。江岩被涂婉拉着连忙说道。你能有什么事？师姐都下令了，我们不能离开这里，你才没事呢。涂婉不由分说的笑道。啊！江岩惨叫无果，被涂婉拖进江巡房间。2天后的早上，众人在集合的呼声中从屋内走出。这2天，涂婉和江岩还有江巡都没离开房间。今天集合的时候，江巡已经又变回女人。住在女子聚集地的女选手们也纷纷从屋里走了出来，1个2个的颜值都是上乘。果然修仙的就没几个丑的。不过这些女人和若云她们比起来还是差远了，尤其是有几个颜值拔尖的，其中正有风尚月和古宁玲。跟着队伍在登记入住的那2个女将的带领下，众人走进中宫。一般的中宫都是一个宽阔的圆台，而这里不同，这是一个巨大的竞技场一样的地方，周围围着一圈观众席，像极了古罗马斗兽场。观众席上此刻已经坐满了观众，没有平民，全部都是世家、王族、皇族、官差、将军等神和皇朝的中坚力量。最中间的看台上，王座2侧6位皇子已经在左右2侧落座，还有3位公主。男女选手从竞技场入口的2侧分别进入，在场地中央列队，站得齐齐整整。男选手那边不断有人往女选手这边看，毕竟这么多美人，谁能不眼馋呢？圣皇到！高台处，一个公公大喊一声，随着他的大喊，所有人齐刷刷地站起身来，全部看向王座的方向。江巡也抬头看向王座，一道金色光柱从天而降，覆盖整张王座。光是远远看着这光柱，众人都从骨子里感到一阵害怕、心慌，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待光柱缓缓从上往下消散之后，身着黑金长袍、披散白发、威严无比的高大男子出现在王座上。看他的身体年纪，已经步入老年了。参见圣皇！竞技场内众人齐声大喊：“这就是圣皇吗？”光是远远看着，我都出了一身冷汗。江巡吞了口水，心中想到：圣人，圣人且让人望而生畏。若是渡劫境的至尊，岂不远远看一眼就要站不起来了？坐！神和圣皇的声音在众人耳边回荡，明明声音不大，众人却感觉到极强的威压。在圣皇一声令下后，众人纷纷落座。这是我们神和皇朝第一次让除了世家、王族、皇族以外的宗门弟子参加试炼，人也多了不少。圣皇看着下方的选手们说道：“有件事我需要再重复一次，参与试炼，生死不论。若是自己技不如人，死在试炼中，是没人会给你们说法的。若是现在要退出，还来得及。”圣皇说罢，等着选手们的反应。江巡看了看几个师姐，他们都没有要退出的意思，毕竟是领了宗主的任务来的，就是要谋个一官半职的。江巡又看向不远处队伍前方的严南烟，他一直低着头，小背影有点慌张的样子，是害怕了？不应该吧？虽说圣皇说了生死不论，但除了他们这些宗门弟子死了不会有人管，这些世家弟子互相之间应该还是会留守的，不至于真的杀了对方，给自己惹一身麻烦。更别提王族子弟和皇族子弟了，谁敢杀他们？无人推却。好样的！半晌没人说话，神和圣皇嘴角露出一抹微笑，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看向一旁的公公。是。公公鞠躬点头，随后上前。试炼一共分为4个阶段，第1个阶段，所有人会进入圣皇创造的秘境之中进行寻找与争夺灵草，时限为8个时辰，8个时辰之后秘境自动关闭，
所有人会回到这个场地中，手上灵草会根据珍惜程度、数量进行排名，排名后5成的选手会被淘汰。8个时辰内可以用任意方式抢夺灵草，没有规则，生死不论。若8个时辰结束前人数已经下降到50人，秘境会提前结束。听到公公的话，江巡几人对视一眼，这何言难言说的分毫不差。随着公公的话说完，神和圣皇轻轻挥手，一道金黄色的灵力将整个场地包裹。江巡只觉得眼前刺眼无比，等再睁开眼睛时，周围的场景已经完全变了。他此刻身处于一片森林之中，依靠月光可以看清周围。森林中还笼罩着一层浓浓的雾气，四周十分潮湿，而若云等人也已经不在他身旁了。这和之前榜首争夺不一样，不是神魂进入幻境，是本体。江巡感受了一下，自身心中想到，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死在这里，尸体也就永远留在这了。按照计划，江巡只需要站在这里不要走动，若云他们就会随着江巡的气息找到他和他会合，然后6人一起行动。这位仙子是迷路了吗？就在江巡来到树下准备坐下时，身后传来声音。江巡皱眉回过头去，面前是个元婴中期的男子，正面带笑容地看着江巡。身为一个男人，这笑容江巡可太清楚了，这绝对是个淫贼。滚！江巡开口道。这滚字一出，那男子果然不装了，脸直接黑了。小妞，叫你升仙子，真把自己当个人了？现在把衣服脱了趴在地上，兴许老子高兴了还能饶你一命。江巡闻言虽然已经动了杀心，但也好奇，神和圣皇难不成会看着这种事发生在秘境里？你就不怕外面的人都看到了？江巡开口道。果然是什么都不懂的宗门弟子，外界只能看到命牌，根本看不到这里面会发生什么。男子冷笑一声，从树上跳了下来，缓步走向江巡，舔了舔嘴角，一副很恶心的嘴脸。是吗？江巡闻言勾起嘴角，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哦，男子看到江巡这反应，明白过来江巡是想出手了，他也立刻拿出一把长剑，直接抛向江巡，准备先把他打得动弹不得。砰！8把穿魂锭从江巡袖口飞出，将那把宝器长剑击飞。随后江巡挥动右手，5根天罗地网直接捆住了他的四肢和脖颈。感受到自己无法动弹之后，男子瞪大了眼睛。江巡随后坐在树下，轻轻勾了勾手指，那男子直接呈大字状被吊在空中。你不过是个元婴初期，怎么可能？男子这下也看出了江巡的实力，可他不明白，这女人只是个元婴初期而已，怎么会打得他毫无还手之力？刚才击飞自己武器的那是什么？现在捆住自己的这又是什么？为什么一下都动不了？为什么自己的灵力也撼动不了这5根丝线？就这点水平，还想行不轨之事？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的长相？江巡看着他冷笑道。呵，男子不以为意，冷笑一声，抓住我又能怎样？你敢动我吗？老子可是神河城谭家的啊！男子话还没说完，顿感下体剧痛，顿时鲜血直流，整个人瞪大了眼睛哀嚎起来。整片森林都能听到他的惨叫声。是江巡又挥出一根天罗地网，直接让他变成了太监。我管你是谁家的，我把你宰了，谁知道是我宰的？江巡说罢，右手挥动，先斩4肢，将他直接砍成了个人棍。在他躺在地上红着眼睛流着泪哀嚎时，江巡左手手指轻轻一弹，8根穿魂钉从袖中飞出，让男子魂飞魄散。右手再勾手指，男子的储物戒飞到了江巡手中，打开来看了看，不愧是世家弟子，有10万灵石在戒指中，还有几把宝品法器和丹药。3一符气法，垃圾。江巡从中取出一本秘籍看了一眼，连用都用不出来，就死了万一。江巡直接一把火给烧了，随后又丢出一团火球，将那谭家男子的尸体也给烧了。尖儿！与此同时，外界看台，一中年男子撕心裂肺的大喊一声。只见他们面前有一团圆形气体，在那气体上有每一个选手的名字，其中谭金的名字已经碎了。这么快就动手了？没想到真有人敢杀世家子弟啊！肯定是宗门人吧？修炼世家虽强，但说到底也只是一个世家，圣皇肯定不会为了这种事帮世家找宗门的麻烦。可宗门弟子背后的宗门一定会保护弟子，这谭金大概是白死了。师妹，我来了。不多时，涂婉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随后和江岩一起落在江巡身边。那是怎么了？看到地上的灰烬，江岩问道。有个找麻烦的，让我干掉了。江巡从地上坐起来笑道。师姐他们让我们先找你会合，他们去找那个严南烟了，我们先去找灵草吧。涂婉看了眼灰烬也没在意，看着江巡道。好。江巡点点头，随后涂婉开始掐诀念咒，随着他缓缓睁开双眼，在他的眼中有几道绿色的荧光出现在他四面八方。涂婉顺着其中一道荧光最浓郁的地方飞了过去。
江巡和江岩也立即跟上。为掩盖自己的实力，江巡用的还是御剑。在涂婉的带领下，三人很快便收集到几株灵草。摘到这朵之后，我们手上的就足够一个人晋级了。你先拿着吧。涂婉摘下一朵青蓝色的灵草，放进储物袋中，交给江巡。我看你也别交给他了，直接交给我吧。江巡刚接住储物袋，一个男人的声音从树林中传来。一身着黑衣的男子从树林中走出，他的身后还跟着三人。尾随我们。涂婉见状，拿出蛇链剑，站在江巡身前。江岩也立刻拿出他的长剑，挡在江巡身前。进入秘境之前，便看出你们是百花宗弟子。对你们百花宗弟子来说，找个灵草想必很容易吧？果不其然，在下云上宗张武元，无意为难诸位仙子，还请交出灵草，我等自会离去。为首的黑衣男子说道。云上宗，那个古宁林的宗门果然不止来了古宁林一个人。江巡闻言心中想到，面前这几人，为首的是个元婴中期巅峰，后面两人都是元婴初期，还有一个元婴初期巅峰的。若是江巡不在这里，涂婉和江岩还真对付不了他们。无意为难，你们已经很为难我们了。涂婉说着，直接甩出蛇链鞭，率先出手。然而涂婉的实力现在只有元婴初期巅峰，面对向自己飞来的蛇链鞭，张武元竖起两根手指，长剑出鞘，轻易挡了回去。仙子执意要动手的话，我等只有抱歉了。张武元随后接住自己的长剑，看着涂婉说道。这话一出，他身后三人也纷纷拔出剑来，呈扇形将江巡三人围在山崖前。江巡，你先走，去找师姐他们会合。涂婉对江巡传音道。师姐，交给我吧。江巡怎么可能丢下涂婉他们离开，当即来到涂婉和江岩身前。暴露就暴露吧，只要把这几个都弄死，涂婉和江岩也不会把江巡的境界透露给别人的。胡闹，他们可都是元婴。涂婉见状，连忙抓住江巡的手腕。师姐，你放心吧，我……轰！就在此时，那张武元身后猛地一声爆炸，四个人直接全部飞了出去。而先前张武元所在的地方已经出现一个巨大的蛛网状裂痕。你们云上宗的什么时候学会欺负小姑娘了？裂痕处，粉色衣裙随风舞动，马尾高竖，长枪挥动背在身后。花白蕊冷着脸看着滚在地上的张武元道：师姐。看到是花白蕊来了，涂婉顿时喜笑颜开，松了一大口气。此刻已经达到元婴后期巅峰的花白蕊，收拾他们这几个货色绰绰有余。你们没事吧？若云的声音从林中传来。众人抬头看去，若云的剑抵在一个女子的身后，和她一起从林中走了出来。古宁林。江巡见状眉头一皱，被若云抵着的正是古宁林。没事师姐，还没开打呢。涂婉看着若云笑道。抱歉，是我刚才被几个世家弟子围住了，耽误了一点时间，害你们差点出事。严南烟从后面跑到江巡身旁说道。可……张武元从地上爬起来，喘着粗气看着若云。不要为难宁林，我们这就离开。离开？你们还想走不成？江巡看着张武元皱眉道。真当我们百花宗好欺负了？没必要闹到鱼死网破吧，我们也没想害人性命。张武元咬着牙说道。但他知道现在绝不是对手，对方毕竟来了一个元婴大圆满和元婴后期巅峰，他们这边境界最高的也就是古宁林这个元婴后期巅峰，现在还被若云抓着。江巡正准备动手，花白蕊来到江巡身旁拦住了他。都是正道弟子，没必要。花白蕊看着江巡说道。正道弟子能做得出这种事？江巡皱眉道。不管怎么样，以后对抗魔教和妖兽还需要他们。花白蕊看着江巡的眼睛，伸手轻抚江巡后背。冷静一点。江巡闻言撇撇嘴，放下手，给师姐个面子，暂且不动他们。不过之后江巡一定会找借口和若云等人分开，回来整死这几个。听师姐的。江巡点点头。干点正事吧。若云反握长剑，用剑柄把古宁林推了过去，随后收起长剑。多谢。古宁林后背吃痛，眉头微皱，不过还是转身行礼道谢。原本他并不知道张武元等人在做这种事，只是一路跟着过来，一直躲在树林里也没有出手。不料若云和花白蕊突然出现在他身后，这种情况下他也知道辩解无用，而且也打不过他们俩，只好束手就擒。快走！张武元在后面喊道，带着三人转身就走。古宁林无奈跟了上去，毕竟是自己宗门的。小巡，百花宗和合欢宗不一样，我们不是那种嗜杀之人，若对方没有杀心，我们也没有置他们于死地的必要。若云的声音在江巡脑中响起，他知道江巡的行事风格就是睚眦必报，但毕竟今时不同往日，他已经不是合欢宗的人了。我知道了，师姐。江巡看着若云点点头。好了，我们也赶快寻找灵草吧，尽量选择品质最高的。若云随后看着众人说道。大家也都点点头，
开始专心收集灵草。期间倒是察觉到零零散散有几人注意到了他们，不过若云略微释放元婴大圆满的气息，他们就很识趣的离开了。谁也不想为了个试炼搭上自己的命，不是？话说回来，这试炼不会出现化神境的人吧？江巡突然问道。不会的。严南烟摇摇头，化神境都是世家或宗门的底蕴，不会派来参加这种试炼的。皇族王族的化神境早就已经在朝为官了，化神境都已经是咱们副宗主的境界了。你觉得副宗主会亲自来参加这场试炼吗？涂婉看着江巡笑道。这样啊。对了，我怎么从没见过副宗主？副宗主正在闭关，已经快要突破到炼虚境了，闭关有20年了吧？若云想了一下说道。原来如此。江巡闻言点点头。3个时辰之后，众人已经把灵草收集完毕，以他们手中这些灵草已经完全足够晋级了，这样下去我们手上的灵草根本就不够用啊。秘境某处洞穴中，云上宗的几人正把所有人收集到的灵草聚集在一起，看着面前品质不高数量也不多的灵草，张武元一阵头疼。尤其是他刚才跟踪江巡等人跟了一路，亲眼看到了他们收集的都是高品质的灵草，更觉得他们手里这些没用了。高品质灵草都被百花宗那些人采去了，能找到这些咱们已经尽力了。一男子叹了口气道。不然我们把这些灵草都给师姐，保师姐晋级吧。另一人看向站在山洞口的古宁灵说道。我同意。元婴初期巅峰的点头道。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就是来跑腿的不成？张武元看到3人的反应焦急道。至少咱们也得撑过第2关吧。可这些灵草一定不够啊。另一男子说道。有没有兴趣一起去百花宗那群人手上抢灵草啊？就在此时，山洞更深处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什么人？张武元等人闻声立刻起身，张武元也立刻把地上的灵草全部收起。古宁灵也回头看去，从背后取出2把弯刀反握，心中想到，我竟没察觉山洞里还有人。别紧张，就你们那点破灵草我看不上。洞穴深处的男子轻笑一声走了出来，是个身着黑衣的男子，在下神合成张家、张楚。眼下整个秘境的灵草已经被采了9成，绝大多数的高品质灵草都在那百花宗弟子们手上，若想通过试炼，我们只能去找百花宗的人抢了。你们身上的灵草也不够吧？那便随我一同去争夺灵草吧。张楚，我知道你元婴后期巅峰，百花宗那边可是有元婴大圆满的人在，就算加上你，我们也不是对手。听到张楚的来意，张武元稍微放松了一些警惕。当然不止我。张楚笑道。他身后又走出2人，这2人长得一模一样。一男子抱拳说道。神合成许家、许成天。另一人抱拳。许家、许成帝，2位元婴后期。张武元见状一愣，而且是许家2兄弟，他们配合起来绝对可以联手对付一个元婴大圆满的存在，再加上那个张楚能牵制花白蕊，自己这边还有古宁灵，如此一来百花宗必败。师姐可行啊？张武元回头看向古宁灵说道。没兴趣。古宁灵收起剑，手指一勾，张武元手上的储物袋飞入古宁灵手中，自便。古宁灵说罢转身离开。师姐等我。那元婴初期巅峰的云上宗弟子见状起身，和古宁灵一起离开。看来他也并不想去争夺灵草。你……张武元见状指着古宁灵的背影，看上去想骂人，但还是忍住了。万一古宁灵回头给他一剑，他可遭不住。现在有张楚这些人在，百花宗那边6个人，张楚和他们也是6个人，正好可以夺走他们6人的灵草。不用管他们，有我们在就够了。还有不到4个时辰，秘境就要结束了，快走吧。张楚带着许家2兄弟一边往外走，一边说道。走。张武元看向另外2人说道，带着他们和张楚一起离开。师姐，咱们现在就等着秘境结束吗？与此同时，江巡等人正处于一个洞穴之中，洞穴外已经设下结界。这些灵草已经完全足够了。若云点点头，盘腿坐在地上调息。要用灵力寻找灵草，其实是很耗费灵力的。太谢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我哪能找到这么多高阶灵草？严南烟看着几人笑道。若非你情报准确，我们也不会帮你的。涂婉看着严南烟说道。那当然准确了，我怎么会在这种事上说谎呢？严南烟看向涂婉。我也只是想撑到第3关而已。若是第3关你遇到江师妹，你会如何？涂婉看着严南烟问道。江姐姐觐见。别说。江巡立刻对严南烟传音。严南烟闻言愣了一下，反应过来江巡对他这些师姐有所隐瞒，自然是直接投降了。严南烟改口说道。这也是我们帮你的原因之一，他的境界只有金丹2层，若是帮你来到第3关，你2人能够遇到他，便有机会进入第4关了。我不瞒着你，也希望严姑娘到时不要食言。若云看着严南烟说道。定然不会。
严南烟果断说道：“他本来也打不过，你们到不了第3关了。”就在此时，张楚的声音在防御结界外响起，众人都回头看去，所有人都在洞口，此时也和他们直接对视。我记得师姐让我给过你们脸了。当江巡看到又有张武元时，阴沉着脸从地上站了起来，口中低声说道。涂婉和花白蕊都看向若云，他们都知道江巡的脾气，这张武元一而再再而三的，别说江巡了，他们都忍不了了。张楚、后期巅峰还有许家二兄弟，他们联手可对抗元婴大圆满，不好对付。严南烟从地上站起来，一脸凝重的说道：“师妹，到后面去。”若云叹了口气，从地上站起，来到江巡身边说道：“师姐，这次你还要拦我？”江巡紧盯着张武元说道：“就算我不拦着你，你也不是他们对手，到后面去。”若云听到严南烟的话之后，已经神经紧绷了，眼下这个情况似乎不妙。几位仙子，这整个秘境的高阶灵草全让你们采了去，这可叫我们如何是好啊？张楚看着若云笑道：“既然你们拿走了全部的高阶灵草，我们也只好来找你们要了。”许承天笑道：“痛痛快快交出来，免得还得让我们费劲。”许承帝说道：“哪来那么多的废话？”江巡直接走出防御屏障，若云见状吓了一跳，连忙伸手去拦，却被江巡又施加一层结界挡在里面。江涂婉刚准备喊江巡的名字，又连忙忍住了。元婴初期巅峰，江巡这一结界也让若云等人看出了江巡的实力。他什么时候元婴初期了？花白蕊见状也是诧异，居然连我们都瞒着。涂婉小声嘟囔道，不禁和江岩对视一眼。可就算是元婴初期，是否也有些太勉强了？江岩眉头紧皱，看着江巡的背影。哟，美人这是打算独自对抗我等？长得漂亮，脾气也不小，就是你这实力，不够看啊。张楚看着江巡笑道：“师姐，不要动结界，会让他分心的。”江岩看若云准备强行打破结界，连忙喊道：“可是……”若云眉头紧皱，手中光芒渐渐暗淡，担忧的看着江巡的背影。他没有信心是不会去的，他有多怕死，咱们都是知道的。花白蕊看着若云说道：“张兄，不必和他废话，看来他是不打算就范了，让我们俩来招呼他。”许承天和许承的二人果然心意相通，同时往前一步。你们也配？江巡眼神一凝，食指微微弯曲，天罗地网丝线从四面八方而来，瞬间将两人四肢与头颅固定，随后江巡双手一挥，直接2颗人头落地。二人也是提前察觉到危险，立刻让元婴出鞘，可等待他们元婴的却是8根速度极快的穿魂钉。穿魂钉将2人元婴洞穿之后，直接向着张楚呲了过去。这次不是偷袭，张楚看得清清楚楚，立刻祭出法器，一块八卦镜出现在他面前，形成一个八卦阵法阵挡住穿魂钉。可下一刻，八卦阵法阵直接破碎，他的八卦镜也被穿魂钉直接击碎。什么？穿魂钉乃圣器，又岂是他区区薄品法器能挡下的？张楚见状一愣，连忙向远处飞去。可江巡早就做好了准备，天罗地网的丝线已经横在他的身后。在即将接触到天罗地网的瞬间，张楚在反光中看到了丝线，可他已经停不下来，只能浑身覆盖灵气冲了上去。砰砰啪，下一刻10个碎肉块砸在了地上。张武元瞪大了眼睛，不到10秒，一个元婴后期巅峰和2个元婴后期就被干掉了。最强的不是那个若云，而是这个一直被他们保护在身后的。可他也只是元婴初期巅峰啊，这他娘怎会回事？快跑！眼看情况不妙，张武元大喊一声，带着3人就准备逃走。可他们才刚刚飞起，江巡已经出现在他们身后，无需血涌天罗的翅膀，他只用刺激自己的血液就能爆发性的增速。跑得了吗？江巡说罢，4根穿魂钉向左边弟子攻去，4根穿魂钉向右边弟子攻去，以灵力操控江巡右手一挥，5根天罗地网向着张武元挥了过去。在月光的照射下，张武元总算看清了江巡手中的丝线，刚准备举剑抵挡，又想起张楚法器被击碎的场景，随即连忙向后一个大跳，5根丝线劈在地上，地面出现5条丝状沟壑，如果不仔细看甚至看不出来，仔细看去像是浅浅的一道，可实际上已经深入地下数十米了。张武元刚退到后方，身体却又被5根丝线牢牢捆住，看向江巡，左手也抬了起来。师兄！正在此时，另外2个云上宗弟子惨叫一声从空中落下，砸在地上，他们的长剑也断成2边，插进泥土之中。8根穿魂钉纷纷围在张武元的脑袋周围缓缓转动。这8根叫穿魂钉，被穿魂钉杀死的人神魂俱灭，生死道消，永世不超生。张武元，师姐们仁慈，念你同为正道，不对你下杀手，但我可不一样。
江巡手指轻轻勾动，张武元被吊在空中，来到江巡面前。张武元已经吓得满头大汗了，看着江巡哭爹喊娘：“饶命！仙子饶命！我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求仙子开恩，饶我一命，饶你！”这话你也说得出口？江巡冷笑，8根穿魂钉在张武元8个致命处分散，直接一根一根洞穿。张武元的惨叫声不断回荡在秘境之中，神魂被一分一分的摧毁折磨致死。随后江巡挥手，天罗地网直接将张武元的尸体劈成数千道肉片，再一勾手，地上飞起6枚储物戒落入江巡手中。这还用我投降？严南烟看着江巡，目瞪口呆地说道。若云等人看到眼前一幕也是哑口无言。刚才那几人他们全力出手都有战败的可能性，可江巡却只用不到1分钟便将他们全部击杀，而且对方居然毫无还手之力。这是元婴初期巅峰？咱们修的是一个仙吗？江巡随后撤去屏障，若云等人也连忙从山洞里跑了出来。好啊，你一直装得很弱的样子，你现在都这么厉害了。涂婉跑到江巡身旁，一把薅住江巡的耳朵喊道：“还敢瞒着我？还请诸位师姐和南烟姑娘为我保密，即便是师傅他们也不要说。”江巡轻轻把涂婉的手从耳朵上拿下来，笑道：“你那些法宝，算了，不问了。”若云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他看得出来，强的不是江巡，而是他刚才用的那2件法器。刚才张楚用的八卦镜是高品质的宝品法器，可在江巡的法器面前没有丝毫作用，能达到这个效果只能是圣器了。可想必就算问他，他也不会说。若云干脆不问了。谢师姐理解。江巡看着若云笑道：“只是你那些法器在第3关的时候不要拿出来用，神河城内高手如云，若是被人盯上会很麻烦。”若云接着交代道。虽说江巡看上去在元婴境内已然无敌，有那些法宝，就连化神境都有一战之力，可城中多的是炼虚境的高手，甚至还有合体境的高手，他们可是最眼红圣器的。如果被他们看到江巡一个元婴手中有这么多圣器，必定出手抢夺，那场面就像是看到路边一条狗叼着一枚装有数万灵石的储物戒一样。虽然这样形容有些不妥，但谁看到这个场面能忍住不抢？师姐说的我明白。江巡点点头。之前听人说过了，这外界只能看到命牌，看不到里面发生了什么，所以我才放心出手。若云点点头。严姑娘会为我保密的吧？江巡随后看向严南烟说道。自然。严南烟点点头笑道。我可还不想死呢。你没受伤吧？江岩看着江巡问道。他怕那么强的法器会对江巡有副作用。放心吧，我一点事都没有。江巡点头笑道。你确定吗？江岩上下查看着江巡的身体问道。真的，一点事都没有，那些法器不会给我带来伤害的。江巡看着江岩紧张的样子笑道。严南烟却从江岩的眼神中看到了不太对劲的情感。不会吧？难道说百花宗没有男人？我给他介绍男人他也不要，原来他喜欢女人啊。严南烟心中吃惊想到。4个时辰之后，一道光柱在秘境的正中央升起，随后开始向周围扩散。不多时，整个秘境便被包裹其中，所有人也由此开始脱离秘境。待眼前金光消散，江巡缓缓睁开眼睛。此刻他已经回到了方才的竞技场之内，天色也已经是深夜了。身旁有若云等人，但也有很多空位，这些空位全部都是那些死在秘境中的人。除了江巡杀的那7个人之外，还有10几个位置都有空缺，动了杀心的果然不止江巡一人。而那些死在秘境中的人连个尸体都没有，死了21人，这倒是出乎意料。圣皇开口看着下方众人说道。不少死了孩子的世家都坐在观众席上，一脸咬牙切齿的表情。死的人大多数都是宗门弟子，其次就是世家子弟了。王族和皇族的一个都没死。收验灵草吧。圣皇随后说道。是。身旁公公点点头，从空中落在众人面前。江巡等人吓了一跳，这公公竟是合体后期的修士。众人也纷纷拿出装有灵草的储物袋让公公查验。江巡看了一眼，那云上宗的古宁灵还在，他身旁还有当初第一次围住他们的那个元婴初期巅峰的弟子。云上宗就剩这么2个了。不出意外的，风上月和洪天象也都在场。严南烟之前提醒的另外2个难缠的元婴后期的冯灵和元婴中期巅峰的天令也在。而云上宗那个男弟子能过关，也是因为有人想要给自己的队友争夺灵草，被古宁灵给反杀了，得到了他的灵草，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殿下，公公挨个探查灵草，来到一个身着白色服装、银色绣纹的男子面前时，微微欠身行礼。想来那就是这次参加比赛的皇族子弟之一。江巡特地留意了一下，元婴1层，只是刚突破元婴而已。
那是神河皇朝的7皇子神天祥，参加试炼的还有8皇子神天成和9皇子神天宇，4公主神木灵。除了7皇子刚突破元婴，其他皇子公主都是金丹期而已。严南烟看江巡盯着神天祥看，于是传音说道：“他们这个实力来参赛，为的也就是撑到第2关吧，在皇朝名正言顺的谋取一个官职。”江巡点头问道：“也算是历练历练，毕竟他们都是娇生惯养的，没经历过生死，练练他们的胆子。”严南烟笑道。与此同时，公公也来到江巡等人面前，看到江巡等人储物袋中的灵草，满意的点了点头。一番查看之后，公公飞回圣皇身旁，伸手一挥，一片虚幻出现在众人面前，那是一张排行榜。百花宗5人和严南烟并列第1，他们的灵草质量不相上下，排在45名之后的可以离开了。公公随后说道：“本该是50名之后的，现在有6人并列第1，自然就是45名之后的。我哪认得什么灵草？可恶！”一衣着华贵的男子咬着牙甩袖离开，一脸不服。45名之后的几人纷纷离开，其中就有2个皇子。而神天祥和身着粉色衣裙绣金丝的神木灵松了一大口气，总算是过关了。而他们的成绩，一个是倒数第1，一个是倒数第2，只是堪堪过关。第2关，待不该参与的人离开之后，公公开始宣布第2关。迷宫秘境，你们会各自进入一个迷宫，在迷宫内有无数机关，会伤及性命。通过第1关的已有官职，若要放弃第2关，就趁现在。公公的话说完之后，看着下方选手们静待弃权者。众人思忖片刻，最终有6人退出了。他们想的是，既然已经有官职了，慢慢往上升就是了，没必要再把命搭在这了。没有人要走了吗？公公随后问道。看众人都没说话，于是接着说道：接下来圣皇便会送你们进入迷宫秘境，唯有前12名走出迷宫的，可以进入下一关。公公说罢，看向圣皇鞠躬。圣皇点点头，挥手，又是一片金芒。师姐，蓝颜姑娘，各自小心了，若是无法前进或是受伤，就留在原地不要动，等前12人决出，秘境想必就会解开了。江巡看着几人说道。大家都点了点头，随后众人被笼罩在金光之中，消失在原地。待江巡在睁眼时，面前是一条狭窄的昏暗甬道，大小只够容纳1个人通过，既要快速过去，又要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要命的机关，这关也是相当有难度了。还不等江巡有所行动呢，这2侧的石壁突然开始收紧。江巡见状，立刻抛出雷火箭在前探路，整个人也一个箭步从甬道中冲了出去。眼前是一片废墟，轰的一声巨响，甬道合并。江巡若是还在，怕是要被挤成肉酱。在前探路的雷火箭周围突然很多缠绕着凌厉的利箭袭来，江巡立刻操控雷火箭进行抵挡，同时将天罗地网形成一个罩子挡在自己周围，形成一道屏障。片刻后，利箭全部都被击落在地，江巡自是毫发无损。这剑，江巡收起雷火箭和天罗地网，捡起地上的一支断剑，只是很普通的剑而已。难道是圣皇用灵力催动的？江巡摇摇头，丢下断剑，起身继续往前走去。眼前这片废墟看上去像是什么倒塌的遗迹，在前面约5里处有一条甬道，想必那里就是离开废墟的出口。只是长达5里的这片废墟不可能只有数百支箭而已，江巡还是小心谨慎地拿出穿魂钉在自己周围盘旋，随时准备抵挡攻击。砰！就在江巡路过一座堆成小山的废墟之时，一道黑影猛地从里面窜了出来，碎石崩裂，江巡立刻用穿魂钉挡住砸下来的石头，抬头看去，一个鱼头人身，手持巨斧，身高2米5的鱼人怪物从废墟中跳了出来，落在地上。吼！那鱼怪对着江巡嘶吼一声，手持巨斧冲了上来，境界竟与江巡不相上下。吼！鱼怪一声嘶吼，高高跃起，手中利斧高举，直接向着江巡当头劈来。你有病吧？江巡手指挥动，8根穿魂钉急速飞来，将那鱼怪浑身洞穿数十次。鱼怪的身躯也从空中坠入地面，发出砰的一声，没了声息，随后化作一片金色荧光消失。虽然实力相当，但法器上的差距可不是这鱼怪能比的。不过鱼怪坠入地面的声音不太对劲，让江巡联想到了什么，蹲下敲了敲地上的石砖，有空谷的声音。看来那个出口是假的，只要走向那个出口就会引来鱼怪，真实的出口在地下。江巡想到这一点之后，拿出天降，高高跃起，猛地一枪拍在地面，随着灵力扩散，整个地面直接轰然倒塌，眼前的废墟全部沉了下去，发出了落入水中的声音。江巡往下飞去，发现下方是一条向前延伸的黑河，想必鱼怪就是从这地方出来的。设置应该是，如果能打败鱼怪，就会发现鱼怪钻出的地方有一个洞，从那里下来。而江巡是直接把整个地板给砸了，换做别人可能还真做不到这一点。随后
江巡手中燃起火焰照明，往前方飞去。穿过黑河之后，江巡面前出现一扇大门，门前还有2尊狮子石像。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来盗墓的。江巡落在门前，手持天降警惕地看着周围，口中吐槽道。确认周围没有机关之后，江巡上前查看石门，用天降敲了敲石门，发现这石门其实并不坚固。但根据前面的经验，江巡有理由认为这石门也是一道陷阱，真正离开黑河的出口并不是这里。于是江巡向后退去，悬于半空中挥出一枪，一道黑雷轰在大门之上，石门轰然倒塌，数团灵力球瞬间从门中轰了出来，速度极快，威力极大。好在江巡早就有此准备，立刻将天降竖在身前，利用天降形成一道圣气屏障，将灵力球全部隔绝。整整轰了30秒才终于停止。这些灵力形成的法球，哪怕是挨上一下都必定身负重伤，2下就是必死无疑了。待攻击结束之后，江巡扔了一团火球往门内看去，不出意外，里面是一个空旷无比的空间，只是用来存储灵力的。一旦直接从门前打开大门，没有任何反应时间就会被命中。每个人虽然不在同一个秘境内，但他们进入的迷宫都是一模一样的。江巡不禁有些担忧若云他们的安危了。这鸟地方实在是太过凶险，一个不留神就会要了命。这哪是迷宫，这分明像是个坟墓。江巡叹了口气，摇摇头，现在担心那些也没有用了，先出去才是当务之急。既然石门无路，江巡便开始找其他的路。江巡在空中挥动天降，以9天神体之力操纵黑水，直接将身下的黑水形成水卷，并开始移动。整条黑河都被江巡给翻了个遍，结果在入口处，也就是鱼怪跳上来的正下方，就是下一关的入口。你妈的，这神和圣皇，这是什么怪癖，纯折磨人啊！江巡找到出口后，不禁暗骂一声。为了以防万一，江巡把水坑中的水全部吸出，随后将天降抛入深坑探查。这迷宫四周都被灵力包裹，哪怕是元婴期也无法用灵力覆盖整座迷宫进行探查，否则迷宫这关就毫无意义了。但江巡可以感知天降，天降所见即江巡所见。深坑往下20米是一条甬道，天降一路过去并没有触发任何机关。为了防止恶趣味的神和圣皇又折腾人，江巡开始用8根穿魂锭攻击四周，以防又有其他道路。整条黑河所在的空间都被江巡破坏了个七七八八之后，江巡确定没有其他道路，便潜入深坑之中，一路来到底部，将天降召回握在手中。江巡顺着甬道往后飞去，一路上都没有遇到机关，直到面前出现又一扇石门。根据这个位置来看，应该是刚才那座石门的正下方。江巡看到这扇石门不禁咂舌，这里面想必又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机关。可这次江巡探查的明明白白，周围已经没有别的出口了，只有面前这扇大门。江巡无奈，只好再度挥出雷电破门。正当江巡准备抵挡的时候，门内却毫无动静。江巡皱眉等了片刻，看还是没动静，便将天降抛了出去，进入门中门内，往前50米，又是一道和江巡刚刚进入迷宫时一样的狭窄通道。江巡见状收回天降，若有所思。这迷宫的设计，江巡已经猜了个七七八八，就是一路向下，又很狗，反反复复的折腾人。江巡猜测，如果进入面前的通道，很有可能再经历一次和之前相同的场景，反反复复，一直这样下去。如果说重复的起点就是这个狭窄通道，那么也可以理解为出口就是这个通道。这样算下来，出口即入口。想到这里，江巡立刻往一开始的地方飞去。如果猜错了，再回来就是。片刻后，江巡回到起点，眼前是合并在一起的石壁，连一条细微的缝隙都没有。伸手敲了敲，还是实心的。江巡悬浮的地方本来是那片废墟，现在已经没有地板了。于是江巡挥动天降，直接开始破坏整个废墟所在的空间。上方天花板和四周墙壁全部都被江巡给砸了个稀巴烂之后，先前合起的那2道石壁后方有一个小型传送阵。你妈的！江巡又忍不住骂了一声。也就是说，如果一开始墙壁开始合并，他没有往前而是往后，就会直接进入这个小型传送阵，而这个小型传送阵很有可能就是出口。可人在看到一条笔直道路的瞬间，总是会下意识往前冲的。真狗，这个神和圣皇是真的狗。江巡向前飞去，落在小型传送阵上，传送阵光芒一闪，将江巡整个人传送。待江巡在睁眼时，已经重新回到竞技场内。哦，一炷香就出来了。看到江巡出现在竞技场中，神和圣皇微微发出诧异的一声。说是一炷香，可其中2/3的时间江巡都是在拆迁。